我知晓之前那事毁了你名节，才让你不得不驾驭我。不过你放心，若你不愿，我也不会强求。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们便和离吧。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争先恐后地闯入他的脑海，他穿越了。前段时间，原主去寺庙为3个月前偷偷跑去参军的哥哥祈福，却在半路被马匪抢劫。他被救了，但衣服却在逃跑的路上被扯烂。救他的人便是刚刚和他说话的男人。而这件事很快在他们县城传开，都说原主在城郊上香被马匪抢劫。虽然被那个男人救了，但也被看光，失了清白，一头就撞在了墙上。而刚刚原主的夫君便是看到她不愿嫁给自己，选择撞墙，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你怎么出来了？我饿了。你先喝点粥吧，我再去做饭。我去帮你。你歇着吧，厨房油烟大，你会不习惯的。虽然萧继云不让他去，但他还是一边喝着白粥，一边跟了过去。宋暖坐在灶前，捧着脸看他。你煮饭了吗？萧继云先是一愣，随即想起什么来。你该不会是没米了吧？他见萧继云不吭声，过去一看，米缸里果然没有多少米了。刚刚还很淡然的萧继云，此时有些烧得慌。他确实不应该娶妻的，他连自己和娘都养不起，又哪有条件养得起这样的娇小姐？没关系，一会儿吃饱了，我们去山上看看有没有野味。这个时候，山上应该有蘑菇和野菜吧？他还记得昨日他被他们府里下人送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撞了墙。你知道的，我爹娶了姨娘，因为那件事我的名节被毁了。我现在除了你这儿，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只是他的眉头紧锁着，眉宇间好似有化不开的忧愁。能不能等我爹或者我兄长回来再赶我走？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现在若是回去，姨娘会容不下我的。你想住多久都行，等你爹回来，我也会为你澄清，我们之间只有夫妻之名，并未有夫妻之事。谢谢你，萧大哥，我不会在你家白吃白喝的，我会干活的。很快，他就煮了一锅白米饭，又炒了一个红烧肉焖土豆，一份腊肉和蛋花汤。你先吃，我去给我娘送饭。那我是不是也该去见见婆婆？随你。娘。云儿，这是你昨天娶的娘子吗？萧母有些激动地看着宋暖，眼眶也迅速地红了。娘，我叫宋暖，您可以叫我暖暖。嫁到我们家呀，让你受委屈了。云儿她平时闷得很，不善言语，但她是个实诚的孩子。你要是有什么委屈，就告诉娘，娘帮你训她啊。谢谢娘。娘，您先吃饭，一会儿我来收拾碗筷。好，云儿，对暖暖好些，人家既然嫁给你，那就是你的人了。那些个臭脾气，千万别放在暖暖身上，知道吗？我知道的，娘。娘，一会儿我要去山上，等我回来的时候给您摘点漂亮的花。萧母笑着应好，这才目送着他们离开。低头吃饭的时候，萧母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不断地往下掉。是他害了云儿，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么自私，现在的云儿应该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做，即便是你不说那些，我也不会赶你走。就算不是真的夫妻，我们也算是搭档。我爹去很远的海域做生意了，归期不定，我可能未来的很长时间都要在这里住，总不能两开相厌吧。随你。对了，我看娘床上的被褥有些单薄，天气凉了，不如把我陪嫁的被褥拿2套过去，省得娘夜里冷。他刚刚看了他的陪嫁，知道他的陪嫁挣得不少。不用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动用娘子的陪嫁，在哪里都是被人所看不起的。那么多被褥，不用的话会坏掉的。我也只是想要让自己住得安心些，我吃你的住你的，你却不用我的东西，我会觉得不安。随你。这男人真是冷冰冰的，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吃完早饭，萧继云就要上山，在宋暖死乞白赖的请求下，萧继云才答应他跟着。萧大哥，能不能休息一下？萧继云回头，快步地朝着他走来。还有一些距离，你身子若是吃不消，我先把你送下山，我自己去就好。我想去。宋暖也不想结巴，可他一看到萧继云那幽深的黑眸，就很紧张。上来。看着他那宽阔的背，宋暖犹豫了下，还是上去了。
他是真的不知道这具身子是那么的娇弱，看来他需要好好锻炼了。我就在附近看陷阱，你别乱走，有事儿就喊我。好。宋暖应了一声，四处的打量着有没有野菜和蘑菇。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晨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她采的蘑菇最多，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她采的蘑菇最大。宋暖，宋暖，你在哪儿？我在这儿。指尖上的鲜血落在他手腕上的手镯上，手镯突然发出一道炙热的光。恭喜宿主开启淘宝系统，您可以使用卡内余额进行消费。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淘宝系统，右上角赫然就是他车祸前的银行卡余额2373914.61元。是你捡的？我刚刚捡的，我厉害吧？东西很重，我提着下山，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再背你。我可以的。我们先回去，晚些要下雨了。宋暖看到他背篓里竟然有几只兔子和山鸡，他看着前面走得飞快的萧纪云。这里冬天冷不冷？冬天很冷，我要趁这段时间多上山。你身子弱，就在家里待着，没必要出来，我不会饿着你的。我想帮着做一点事。宋暖怕自己转变得太快，引起萧纪云的怀疑。我怕我爹回来信了姨娘的话，觉得我丢人，不把我接回家。其实我是在等我兄长回来接我，只是他前几个月去参军，现在情况未知，而且他若是有事，我以后怕是没有能够倚仗的人。若是你没出去，可以一直待在这儿。我既然娶了你，便会对你负责。等你想离开的时候，我也会放你走。谢谢萧大哥，你真是个好人。两人一路无话的下了山。娘，我刚刚摘了花。宋暖将花递给萧母。娘，您的身子是有什么问题吗？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前些年冬天在雪地里冻了一夜，也没太注意，回来的时候身子就越来越虚，走几步就喘。云儿就让我在屋子里躺着。那有没有去看大夫？有吃药的，只是吃药了以后也不见得好，1个月还好些钱。我想着呀，懒得花那些冤枉钱，是我耽误了云儿，让她22了才娶上妻呀。娘，你好好休息，改天我再问问相公，看看附近有没有比较厉害的大夫，再带您去看看。看着周围昏暗的光线，宋暖蹙了蹙眉。娘，您这窗户怎么不打开透透气？生病的人不能闷在屋子里，对身体不好。见萧母满眼疑惑，儿媳在闺阁时上过私塾，都是夫子教的。这儿媳竟然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可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又怎么会下嫁到他们这样的人家？好，晚些我让云儿把窗户打开。我看屋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扫，被褥也没有好好的洗净。晚些我和相公先将您的屋子打扫下，这样您住的也舒服些。一会儿打扫。萧纪云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宋暖身后。相公。我先去挑水，一会儿下雨了。话音落，便急急忙忙地离开房间。萧母看着第一次羞红脸的儿子，再看看宋暖，满是愁容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暖暖啊，你也歇会儿吧。没关系的，娘，我去房间收拾下就来。他进了房间，20多个箱子，有10个箱子里是布匹，除了上面的是华丽的面料，下面的全都是粗布麻衣料。3个箱子装满了大米和面粉，足足有300-400斤。按照原主的记忆，在他贴身的内衣旁边看到了那个缝得很丑的包，拆开那个包，里面是一大叠的银票，足足有2万两。看来原主是真的有钱啊。宋暖不禁的有些感慨，原主本以为自己带的这些银钱是为了嫁给自己心爱之人，却不想被姨娘给骗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好了。你来帮我把米搬到厨房去。不可以。你总不能因为那是我的陪嫁，就放在这里被虫子吃了吧？不是，我的意思是……别说那么多废话，你先搬一包米放进米缸里，我的嫁妆太多了，肯定会有很多人眼红。改天天气好，我们得找人盖房子，再顺便把围墙也垒上过冬。萧纪云的眼眸里有一丝窘迫，他的钱都拿去给娘亲看病，成亲时他也置办了一些东西，家里已经没有富裕的银钱了。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
想什么办法？拿出2锭50两的银子塞在他手里。萧继云想推辞，萧继云，这些银子都是为我自己花的，我嫁妆那么多，肯定会被人惦记，所以这几天赶紧把围墙垒起来，我再设计房屋设计图，这样冬天我可以过得舒服些。闻言，他抿了抿唇。你现在是我相公，这些粗活你不做，难道还留着给我做吗？不是。那就是了，你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最好多圈点地，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菜。好，晌午后我去村长家说一声，50两太多了，怕是会找不开。你有散的银钱吗？宋暖马上去找了一圈，果然在她的嫁妆里面找到了一个香包。这些就够了。你把这个拿着吧，改天再找个好的大夫给娘瞧瞧病。宋暖，为什么突然转变那么大？宋暖，为什么突然转变那么大？我不是说了吗？撞了头后人也清醒了很多。虽然我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你，但你也是无辜受牵连的。倘若不是因为救了我，你也不需要被迫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做娘子。她其实也没有不喜欢，那么漂亮的娇小姐能够嫁给他，她确实会开心，但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我先去村长家说下这件事儿，他明日要去县里，刚好可以把地契签好。那你赶紧去吧。等萧继云离开，宋暖马上进了厨房。本来想要煮饭的她，哐哐当当的把厨房弄得很大声响，却连火都不会生。是的，她竟然不会生火。无奈她只能放弃做饭的想法，先老实的等萧继云回来。萧继云很快来到了村长家。婶子，钟叔在家吗？呀，是萧家小子呀，你叔在家呢。哎，昨天我们村子看到有一个马车队带着新娘子去你家，你成亲啦？是。哎呦，成亲那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啊？我问我家那口子，他也不答我。哎，怎么不办酒席呢？我看你新娘子家给了很多陪嫁呀。我没银钱了，让婶子看笑话了。纪云来了。钟叔，我来找你有些事儿。你去厨房煮饭去，一会儿大勇他们该回来了。行，知道你们说话我不方便听。想听些八卦的村长夫人扭着腰就往外面去。怎么了，纪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呀？昨日成亲，这是喜糖，给钟叔沾沾喜气，您别嫌弃。哎，好。村长没拒绝。虽然是燕城的商贾千金，但我前阵子呀，在燕城也听说了她家的事，是个可怜的姑娘。亲爹不在，姨娘借着你救她的由头，毁了她名节。可不管怎样，人姑娘既然嫁给你，你就得负责，咱可不能做那种亏心的人呐啊！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情情爱爱的，踏实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钟叔，我知道。害怕他因为宋暖在燕城名节被毁的事想休妻，才说了这番话。你今日来这里有什么事啊？钟叔，我要盖房子，顺便多圈点地，垒个围墙，在院子里弄个菜地。圈地倒是没问题，你家附近没住人。不过你知道村里的规矩，圈地呢是要把地买下来。你打算圈多大？我家当初圈了半亩地，您再给我们圈2亩地就行。1亩地1两银子。你要找人帮忙盖房子垒墙吗？这件事儿就请钟叔帮忙了。大勇哥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帮忙。我想多找几个工人，早点完工。因为我娘子她胆子小，怕夜里有东西下山来。好，到时候你告诉我房子怎么修，围墙要垒多高。不过你要围起来的地方很大，怕是要几10两银子啊。钟叔您放心，银钱我这边会准备，其他的事情就麻烦钟叔了。明日应该会天晴，我希望越早越好。村长应了一声，挥手让他先回去了。纪云，来家里来。大勇哥、大牛、大壮，是不是遇到难处了呀？听说你昨日娶妻了，要是银钱方面不够使。不等他话说完，旁边的厨房内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咳嗽声，那是大勇的媳妇花娘。谢谢大勇哥，我刚刚是来找钟叔说别的事儿，改日我请你喝酒，今日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好。大勇到底是没有把那些话说出来。哎，对了，大勇哥，我家要修房子垒围墙，到时候你们过来帮忙啊。行，明儿我就带他们去给你垒围墙啊，挺好的。你家那房子确实该修了。等萧继云离开，身后的花娘马上就冲了出来。你逞什么能啊？家里那么多人不需要吃饭呢，他让你去帮忙你就答应，还带上2个弟弟。要知道他们也快到了要娶妻的年纪，倒是家里不要花银钱啊。
大嫂，也就几天的功夫，肖大哥他平日里也帮了我们很多啊，我们帮几天忙就去镇上找活干。你们知道就好，我也不是小气，只是咱家的条件也不好，日后弟媳们进门，家里的房子还得再盖几间，不然都住不下。你们兄弟过来一下。兄弟三人很快的进了堂屋。肖家要盖新房子垒围墙啊，这2天天气好开工，你们找些人品好的小子去一起做工，工钱你们也别问，多少都拿着。肖家小子不容易，刚娶上媳妇儿，还有个卧病在床的娘，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能帮的就帮点啊。爹你放心吧，就算不要工钱，我们也会帮忙的。是啊爹，上次在山里遇到毒蛇，还是肖大哥杀了毒蛇救了我都记着呢。爹，肖大哥他真的成亲了吗？我听说嫁过来的是燕城的宋家小姐，而且在城里被编排。肖家小子是个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啊？他当时是在救人，宋家小姐那是运气不好，他爹去外地做生意，他姨娘才将这件事情编排了他，把她嫁了过来，2人婚书都签了。以后呢，他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份子，下次不要再说那些不实的流言蜚语了。我知道了爹，我一会儿用完午膳就去肖家看看要怎么样垒围墙。你们兄弟几个是好的，要记住爹的话啊，兄弟齐心才能越来越好，可不能像外面那些人一样喜欢扯头花啊。娘，这个是桃酥，很香甜，您尝尝。娘刚刚吃了很多了，你留着别浪费。娘，我那儿还有很多呢，您多尝尝。您身体就是太虚了，所以得多吃点好的。等过几日相公有时间，我让他带您找别的大夫看。不用，娘的身体我清楚，你别花那些冤枉钱，留着你和云儿以后养孩子啊。可是我也希望娘的身体可以好起来，到时候才能帮我和相公带孩子呀。你也不希望自己一直躺在床上吧？孩子？他刚刚的意思是说他想要和我有孩子吗？他没有去房间，而是去了厨房。看着被弄得有些凌乱的厨房，他收拾了一下以后便生火先蒸饭。好似听到外面有动静，宋暖走了过来。我刚刚想做饭，但我不会生火。没事儿，以后我都会做。如果我不回来，我会把饭菜做好，放在锅里加热。你可以教我。他突然转身，我刚刚去村长家辟了2亩地，盖房子和种菜的地方都有了。2亩地大概有多大？我们这就是半亩地，但我们没有全部用来修房子。而宋暖也大概的知道了，1亩地其实就是500多平方，就是说他们能用的面积就是1300平方左右。我们到时要分开做，入口做房屋，往里做马厩、鸡圈、猪圈和菜地。到时候我给你画个图，你到时按照我说的去做，花点钱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好。你对我说的话都没有半点反对吗？其实你有意见可以提的，我也不是独裁专制的人。我们家一般都是女人做主。我看你打了野鸡，把野鸡处理下，煲人参汤给娘喝。萧继云好看的眉眼闪过一丝难受。你收起来吧，这个野山参很珍贵的。让你煲就煲，本小姐想喝人参汤了，我都出人参了，你总不会不舍得你的野鸡吧？好。萧继云依然很淡的回答，转身去处理野鸡和野兔。家里还有盐吗？有。要是缺什么你和我说，我那里陪嫁有很多，得吃完，要是吃不完会坏掉的。好。萧继云，你以前都那么闷吗？你之前在村子里有没有喜欢的姑娘？没有。那你也不喜欢我吗？没有。宋暖的眼底突然就泛起一抹狐狸般狡黠的笑。果然年轻的弟弟就是好撩。我来炒可以吗？萧继云炒的菜味道很一般，所以才想自己炒。看宋暖把野鸡肉放入锅里爆炒，又放了调料，然后倒入蘑菇，开始翻炒起来。许久后放了水，也盖上了锅盖。你会做饭？会一些，小时候跟着阿爹走南闯北，那时候年纪小，跟着学了不少，只是再大些，阿爹就不让我跟着了，让我在府里跟着嬷嬷学规矩。难怪，我见你和一般的大户人家千金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别的千金小姐有母亲庇佑，自然过得舒坦。我娘去得早，姨娘在府里管家，又有自己的孩子，哪里会照顾到我和哥哥？
若不是因为这样，原主的哥哥也不会为了争一口气出去参军。什么都会些，其实也挺好，在外面不容易被欺负。你想欺负我？没有，我不欺负女人。那就好。村子里有没有会木工还好说话的人？有，村口的刘大爷木匠技术很好，村子里有人要做家具都找他。那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木工的活。好，现在不急，这2日要去那边了，我和刘大爷说一声。把菜端上堂屋，宋暖就跑到了萧母的房间。娘，吃饭了。萧母嗯了一声，被宋暖搀扶着下床。宋暖，我娘不能下床。娘刚刚喝了糖水，她起身会头晕，是因为她长期不运动且低血糖引起的。你让娘一直躺在床上，才是真的对娘不好。云儿，暖暖说的没错，娘每日躺着真的很累，娘也怕躺着那就躺废了呀。何况大夫那么多年也没能治好我的病，还不如听暖暖的试试。他久违地坐在堂屋的凳子上，眼眶都红了。娘，没事的，您好好的养身子，您不会有事的。说着就往萧母碗里夹肉。娘不能吃荤腥。你该不会从来没有给娘吃过荤腥吧？大夫说娘的身子弱，吃荤腥会难受，还会吐。我姨娘以前找的大夫也是这样和我爹说的，所以我后来身子真的弱了。你看我吃了荤腥以后，是不是不像昨日一样弱不禁风了？宋暖有理有据，萧继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就按暖暖说的去做吧。今日他帮我把房间收拾完，又开了窗，我感觉自己呀，浑身都舒畅了许多。听到这话，萧继云倒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用膳的时候，视线一直都紧张地盯着萧母。见他吃饱以后也没什么不舒服，也就放下心来。娘，是我吃得太快吓到您了吗？没事儿，娘看着你吃得香，心里就放心。原本还担心你会不习惯，现在这样很好。刚吃饱不能一直坐着，对胃不好。我扶您到处走走。哎，好。扶着萧母在门口慢慢地走着，许是因为刚刚吃了一碗饭，此时的萧母精神头看起来很好。娘，你要是觉得头晕就吃颗糖，只要你每天保持开心，好好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好的。萧继云已经收拾完厨房过来了。宋暖，谢谢你。举手之劳而已，其实你不需要对我那么戒备，试着相信我，我们又没有深仇大恨，我也不会害你娘，我只是不想她过得那么累。暖暖有心啦。萧母一脸慈爱地看着宋暖，在看向萧继云的时候，语气略显严肃。你以后若是对暖暖不好，娘就不认你这个儿子。知道了，娘。婶子，继云。大勇带着2个弟弟过来，猛地看到像是仙女一般的宋暖，一时间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是弟妹吧？你们好，我是宋暖。暖暖，这是村长的3个儿子，大勇哥和大牛，还有大壮。麻烦你们了，我们这边想要早些把围墙垒好，再把屋子修修，我到时会出一份房屋设计图。房屋设计图是什么？就是围墙该如何垒，房屋该如何修，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可以问我。他们有些心疼地看了萧继云一眼。我们兄弟没所谓，但找其他人的话肯定是要工钱的。外面做工的话，1天40文，不包吃。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找人过来，明天咱们就开工。你们是打算用什么垒沙石和泥土啊？我记得应该有青砖吧，用青砖和粘土。如果粘土粘性不够，到时可以买一些糯米一起搅拌，增加粘性。大勇很是震惊地看着宋暖，想不到弟妹闺阁女子竟然懂这么多。我小时候曾和阿爹走南闯北，见多了便知道了。说的是见识多好啊。继云，都按照弟妹说的做。按照他说的做。纪云拿出一锭10两的银子递给了大勇。青砖麻烦大勇哥帮我预定些，银钱放你这儿，若是不够同我说一声。大勇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萧继云，但宋暖在这儿他又不方便说。宋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我先扶娘回房休息。等宋暖一走，纪云，我知道你手里没什么钱，用青砖建房子很贵的，你要不要和弟妹商量一下？我知道大勇哥的意思，你别担心，我有门道的。我今晚想要上山，你们要不要一起？行，今天晚上就和你一起去趟山上。刚巧我娘子肚子大了，大牛和大壮也要成亲。今天晚上子时我们在村子口碰面，记得带上绳子。放心吧，我们都知晓，刚成亲压力确实大，熬过去就好了。我看弟妹虽然是个千金大小姐，但也不像一般的大小姐有脾气，你也好好收敛一下自己那臭脾气。女人嘛，是吧？得多哄着，
像你嫂子，两个人闹得再厉害，转身躺炕上就没什么解决不了的。萧纪云耳尖一烫，我知道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一会儿我去找他们运青砖过来，明天呢，让他们先把杂草给除了，要做的事情很多，到时候你要木材就和我说，我好提前帮你找人，要个好价钱。那就一并帮我说了吧，银钱我明日再给你。知道萧纪云现在应该是拿不出来多少银钱，不急，我和那边人熟，先付定钱也可以，等今晚去山上弄个大货，明日就有钱了。谢谢大勇哥。等大勇三兄弟离开，萧纪云才深吸了一口气。他转身看着宋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莫名有些心虚。你为什么要上山？是我给的银子不够用吗？不是，我没法心安理得的用你的陪嫁来建房子，你陪嫁的米面已经让我良心不安了，什么都用你的，会显得我好像很无用。我知道了，如果你明天赚的钱不够，你就先用我的银钱，等修好房屋以后，你再去赚钱还我，这样可以了吧？好。那你帮忙把娘的床铺一下，房间我已经打扫过了。趁着萧纪云铺床的功夫，宋暖将厨房里煲的汤盛了一大碗给萧母，闻着那浓浓的人参味儿。娘不喜欢喝汤，你留着自己喝吧。娘，您就喝点吧，我熬了一大锅，我和相公都有。您身子虚，喝人参汤才能慢慢好起来。山上的野鸡味道就是好，煲汤做菜都好吃。那你多吃点肉，这瞧你瘦的。娘，你没事吧？没事儿，往日里站起来都累，今日已经很好了。床铺好了吗？宋暖看向萧纪云，扶着萧母就朝着房间走去，将萧母扶在床上。娘，您睡会儿吧，等晚些我再喊您用晚膳。萧纪云给萧母盖好被子，这才和宋暖出了房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吃得太饱，有点撑。相公，你能不能帮我打点水？我想沐浴。相公，你能不能帮我打点水？我想沐浴。好，我现在去。你多打点水，我还想帮娘沐浴。还有你也得沐浴。萧纪云耳尖红得快要滴出血，急忙就朝着门外走去。宋暖没想太多，摸到手上的玉镯，进入淘宝系统。他的面前此时有一个虚拟的屏幕，他可以在上面看到淘宝里的东西。他随手点了一个19.9块的桂花糕下单，等他睁开眼，身边就多了一包桂花糕。外面传来一道声音：家里的浴桶都是娘在用，你能不能站着洗？改日我再让刘大爷给你做个新的。好。宋暖起身出了外面，将刚刚拆开的桂花糕突然塞在了站在门口的萧纪云的嘴里。怎么样，好吃吗？别闹，你自己吃就行。我才没有。那我在哪里沐浴？厨房后面，你放心，我会在门口守着。平日里你们都是怎么洗头发的？你要我帮你洗？如此令人遐想的话让宋暖脸颊一烧。我的意思是，平日里你们是用什么洗头的？有盆，我一会儿洗好拿给你。谢谢。关上房间门，宋暖马上从淘宝下单了洗脸、洗澡、洗头的手工皂、毛巾、浴巾，每样都来了3份。来到厨房，将3份一模一样却功能不一样的肥皂怎样使用告诉了萧纪云。皂角太贵重了，你留着自己用，我去河里洗就好。你用着吧，娘也有一份，这东西我带的多，不用以后也会坏掉，何况晚上我们还得同床共枕，你总不能随便洗洗。好。他的耳尖又泛着些许的红，宋暖没有管他，很快就到了浴室。我的眼睛望着窗外，幻想如何对你表白，心事写满脸庞，已经不用去猜，未来还有多远才来，爱已变为等待，错过这一站，我将独自消失于人海。等他洗完澡出来，萧纪云猛地抬头看着刚刚沐浴出来的他，眼睛一眨不眨的，半晌才红着脸低下头。外面突然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我先送你回房间。几乎以拥着他的姿势将他送到了房间。我出去看看，你把头发擦干，别着凉了。说完急匆匆地关上门离开，没有去想别的。宋暖很快用浴巾把头发擦干水分，才找出外衣穿上。他惊恐地发现一件事，他不会梳古代的发髻。夏季云，你过来一下。夏季云，你过来一下。萧家小子，新夫人很粘人呐，才这么一会儿就舍不得你了。在众人的起哄声中，萧纪云来到房间。
萧纪云，我不会梳头。萧纪云上前，在他的发丝上轻轻挪动着，很快就给他梳好了一个很漂亮的发髻。你看看这样可以吗？你是不是给别的女子梳过发髻？没，以前见娘梳过，便记下来了。哎，是不是送青砖的人来了？对，我去忙了。宋暖跟在他的身后出了门，等青砖运第3趟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外面围着看了。可想到他和萧纪云是刚成亲，他转身从箱子里抓了一些糖，散给围着的人和孩子。你们好，我是萧纪云的娘子宋暖，以后都是邻居，大家多多关照。糖每个人只有2块，但在古代人眼里，这样的糖也算得上是奢侈品了。所以宋暖给他们派喜糖的时候，他们有些懵的看着落落大方的宋暖，还有他身上穿着的华服，似乎还是锦缎做的，一个个都羡慕极了。萧家郎君运气真不错呀！哎，尊夫人聪明有学问，以后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谢家，诸位辛苦了。送走那些人，萧纪云才回到堂屋。其实你不需要做那么多。我那么多的嫁妆带进来，那些人都是看得到的，他们肯定也会打这些的主意。不如现在让他们觉得我花钱如流水，到时房屋建到一半以后没钱，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卖嫁妆补贴家用，日后那些人便不会打这些东西的主意。放心，我会挣钱把房屋建好，不用补贴你的嫁妆。我是这样比喻，你应该知道我嫁妆很多，虽然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值钱，但我以后是要在这里过日子的。若是一直生活的那么好，若是出现什么天灾人祸，岂不是遭人嫉妒？你说的对，都按照你的意思去做。萧纪云转身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笑意。晚上，3人围在桌前吃饭。娘，您的气色看起来好像好了不少。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总感觉开了窗之后休息，整个人的呼吸都顺畅了不少。上午喝了人参汤，睡了一觉，又洗完澡，现在感觉身子骨啊都舒爽了不少呢。那便好，若是娘有哪里不爽利，记得同孩儿讲。放心吧，娘没事儿。等吃完晚膳，萧母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流苏金簪，递给了宋暖。暖暖啊，这是娘的外家流传下来的传家宝，你刚嫁进门，娘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见面礼。哎呀，这希望你别嫌弃。谢谢娘，我很喜欢。喜欢就好，娘想自己在院子里走会儿，你们慢慢吃。娘，我扶着你。萧纪云起身，萧母却摆手。哎，娘现在感觉好多了，刚刚吃了1碗饭，而且头晕的时候啊，吃了1颗暖暖给的糖，确实缓解了不少。萧母执意，萧纪云也没说什么，他默默地加快了扒饭的速度。吃饱以后，宋暖就来到了外面。暖暖，娘，夜里凉，您别在外面站太久。让你嫁给纪云，委屈你了。娘，我不觉得委屈，相公他对我很好。娘放心，我会对他好的。娘先回房了，你们也早些休息。送着萧母回房。你回房歇息吧，我去收拾一下。我帮你吧，今天的野菜还有蘑菇，那些还有不少，得放好。那些我都已经放好了，你先回房，我把其他的野味杀了，明早起来给你煲汤喝。听到有汤喝，宋暖的小脸都笑开了。没有手机，不能追剧看小说的第1个夜晚，翻来覆去的躺在床上，宋暖觉得很无聊。萧纪云，宋暖喊了一声，却没有回应，想要在嫁妆里找些东西解闷儿。找了半天，他才在一堆的东西里面找到一本书。他翻开页面，他便知晓了这是本什么书。他看得入迷，就连门被推开都毫无察觉。萧纪云进门就看到宋暖正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在看。他视力特别好，视线落在他看着的书上，顿时涨红了脸。宋暖听到身后的动静，反应过来的时候，转身偏若清刚刚无聊，想找些东西解闷。我不知道那是，我就是好奇。萧纪云还压在他的身上，他惊觉自己的鼻尖似乎有什么东西涌了出来。萧纪云，
你流鼻血了。萧继云着急忙慌地出了房门。睡着见你让我浑身无强，说不出口的想念，渐渐随思绪蔓延，一瞬间，一瞬间，一瞬间消红了。我今晚要上山，你若是害怕的话，晚上就点着灯睡，我会尽早回来跟你做早膳的。或者你有什么想吃的，我带回来给你。不用了，我没什么想吃的。晚上山上不安全，你上山做什么？和大勇兄弟一起去山上看陷阱里面有没有猎到野味，白天容易引人注意，所以我们都是晚上上山。那你注意安全。萧继云应了一声，熟练地将房间里的椅子搬到墙边。你该不会是要在椅子上睡吧？萧继云点头。床够大，你还是上来睡吧。这样有损你清誉。我们婚书都签了，你就算是睡床底也阻止不了别人乱想，何况椅子怎么能休息？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见萧继云磨蹭半晌都不上床，宋暖干脆伸手去拉他的手。你该你的，我该我的，我们互不打扰。萧继云见宋暖似乎真的不介意，便也没有矫情，拉着外面的一床被子歇息。一到时间，萧继云就醒过来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他的身边躺了个人，是他名义上的娘子。看他睡着以后的样子，视线落在那粉嫩的红唇上，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察觉到身体的异样，弓着身子出了房间。等他拿着工具背着背篓来到村口，大勇兄弟三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四人很有默契的没有说话，直接就朝着山上的路走去。里面好像有猛兽。大哥说了，我们这次是跟来学习的，如果连这点都克服不了，以后大哥就不带我们来了。大壮说着，目光灼灼地盯着萧继云的背影。他可听大哥说了，萧大哥很厉害。萧继云突然停下脚步，借着月光看向地上的脚印。让他们就在这里等着，前面危险，他们俩不能过去。你们两个找棵树等着，我和纪云过去。不会拖后腿的。是啊，大哥，我们两个人不会拖后腿的，你们到时候不用顾着我们，如果情况不对，我们自己会上树。最少有2条大虫，你们要是感兴趣，下次上山我可以带你们，但今天晚上不行。2条大虫。兄弟俩吞咽了下口水，才知道大哥为什么每次一进山就能拿回来那么多银子。听话，上树去。兄弟俩也没有挣扎了，直接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两人又往里面走了大概3-4公里才停下来。映入眼帘的是2败俱伤的2只雄性老虎，而他们的旁边则是有一头被咬死的野猪。等大牛兄弟俩过来看到这场景，萧继云站在老虎尸体前，浑身血迹，手里还拿着一把剑，剑尖还滴着血。待会儿啊，还得借用你家的牛车去卖了。不过我不想卖镇上，今日我想要把这个卖到县里，价钱应该可以高一些。对了，我会功夫的事，还请2位隐瞒。萧大哥放心，我们兄弟俩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秘密除了我们兄弟3人，谁都不会知道。1个多时辰，他们就下了山，从村长家里赶来一辆牛车，用布将老虎和野猪盖好，就去了县里。几位以后若是有新鲜的野味，可以送过来，我们家老爷就好这口，只要够新鲜，出的价钱肯定比外面高。谢谢李管家，按照我们说好的，赚来的银钱我8你2，我该给你110两。今日大牛和大壮兄弟都帮了忙，我再额外给他们20两辛苦费，你觉得怎么样？这哪成啊！昨天晚上我是带他们2个人出来长见识，你能答应是你大度，况且他们俩也没有做什么，大虫都是你杀的，我也只是干点体力活。萧大哥，我们不需要银钱，我们知道你是看我们兄弟困难，所以帮我们一把，我们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的。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如果你们不在，我今日也没有那么快就把那些卖了，银钱你们拿着吧，若是你们不怕苦，以后进山也可以一起。听到萧继云的话，兄弟俩开心的不行，顿顿吃肉和吃一顿肉他们还是分得清楚的。萧继云把大勇的110两给了他，又给了大牛和大壮各10两银子，这还是他第1次这么急切的想要回家，他还急着回去给宋暖做早膳。萧家媳妇儿起了吗？您是啊，我是村长他媳妇儿，我家那个姓邱，你和纪云一样，喊我婶子就好。原来是邱婶子，您那么早是有什么事吗？
啊，季云和我家大勇他们去县里了，怕是没有那么快回来。我想着你刚嫁过来，可能还不熟悉，所以给你带了几个包子过来。来，你别嫌弃啊。谢谢婶子，我刚巧在煎饼，你也带几个回去吧。哎呦，不用，你留着自个儿吃，我们早上都吃饱了。不等宋暖说什么，邱婶子直接就离开了。暖暖，你受伤了啊？不是我的血，我上山打了野味去卖了些银钱，都给你管。说着，萧继云从口袋里拿出早上卖大虫的420两。我不会管钱。长长的睫毛垂下，萧继云的声音突然就变低了。你是觉得太少了吗？不是，这钱你不是要拿着修房屋，应该你拿着。你拿着，等要用的时候我再找你拿。那你先拿着这50两，改天去换些容易找开的铜板和银钱，到时结账用得上。好。眼神里明显的多了几分亮光。你煎的？你先去刷牙，一会儿汤就好了。我去看看娘起床没。说着，宋暖急匆匆的就往门外走。萧继云那张冰山脸上难得扯出一抹笑，他似乎可以试试，也许他并不排斥自己。娘，这是邱婶子送来的包子，这个是我煎的饼，您尝尝味道怎么样？还有这个鸡汤，我熬了1个多时辰，他们说野鸡汤最是滋补，不过昨日喝了人参汤，所以我用的板栗，您尝尝味道怎么样？娘吃着呢，你也赶紧吃。看着宋暖脸颊上的笑，不由得也露出难得的笑意。吃饱喝足的萧母难得在屋前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竟然都没有感觉累，更没有头晕。那个围墙你打算怎么做？萧继云洗好碗筷，来到了宋暖面前。我做了个设计图，你看看。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地基打好以后，往下挖50公分，用泥沙和砖从下面开始结起，这样建出来的房子会更结实。围墙是3米？围墙3米更安全，你知道的，现在的人是有功夫在身上的。我们围墙3米可以安全些，而且上面要放尖锐的石头，以防万一有人爬围墙偷偷进来。好，就按照你说的做。不过你这房屋的建造图，你是打算用青砖和木板一起建，而且还是盖2层？应该没问题吧？可以是可以，不过木材方面要的也多，工人可能要多一些，银钱方面也要高出不少。但萧继云没说，看来他过段时间还得上山。那些事都交给你，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我。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要修那么多房间？我还有2个贴身丫鬟，他们的卖身契在我这儿。我嫁过来那日，嬷嬷和我说，到时候会想办法让他们过来投奔我，所以我想把他们的房间一并修了。好，那我就按照你设计的房屋图纸去建，若是有什么问题，你再告诉我。很快，他们就开始动工了。婶子，天气凉了，我想给我相公和娘做几套衣服，秋天穿的、冬天穿的各6套。你那儿有没有嫂子闲着想要接活的？那肯定是有的呀，我的手艺和我儿媳妇的手艺都不错，若是想绣花都成。我儿媳妇之前在县里做过几年绣娘，绣工啊，那真的是没话说。那就太好了，需要多少银钱，婶子和我说一声，我去把棉花和布料拿给你，到时候麻烦婶子也帮我做几套长服，方便我平日里穿。邱婶子瞧着宋暖身上穿的华服，也明白她的顾虑。季云和他娘的尺寸我都有，之前帮他们做过几套衣服，来，我帮你量个尺寸就行，手工费也不贵，秋衣一套50文，冬衣一套80文啊，不是我要的多，只是一套下来也繁琐。不过你放心啊，我先给你做秋衣，再做冬衣。秋衣做起来快，我和我儿媳妇一起，一天能做1套，做好了就拿过来给你。谢谢婶子。婶子，棉花若是不够，你同我说一声，尽量做的厚实些。行，冬衣我给你做的厚实些。但秋衣也要加棉花吗？3套加3套不加，这样方便些。我现在拿回去让他做，你放心，我儿媳用棉花做的冬衣啊，不会显得臃肿，她学过压棉花的手艺，棉花压过以后再缝进衣服里，穿起来又暖和又好看。这是定钱，等衣服做好了，我再把剩余的拿给您。邱婶子连忙说好，抱着布匹和棉花就兴冲冲地往家里去。暖暖，你刚刚给邱家嫂子那么多布匹做什么呀？娘，我刚刚让婶子帮你和相公做了几套衣服，天气凉了，我看相公就2套衣服，想着多给他做几套。萧母眼底闪过一丝愧疚之色，都怪娘身体不好，
本来这些活我都能干的，这现在……娘，您别这样说，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唉，这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子骨好了不少，等好了以后，娘给你做。娘年轻的时候手艺也是很好的，绣的图案也很美。好，等娘的身体好了，就帮我绣个帕子吧。扶着萧母走到屋前，看着建起来的围墙，萧母的心里越发的感到内疚。她这个做娘的是一点忙都帮不上，辛苦了1个多月，猛然看到偌大的房间，她的心里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要歇息了吗？萧继云上前，快他一步把发簪拆下。宋暖还没学会怎么梳发髻，所以每日萧继云都会给他梳发髻。村长说我们建了新房，按照惯例应当摆个流水席，你觉得怎么样？流水席是多少天？都是吃一整天，早膳、午膳和晚膳，因为是全村来吃，所以人会比较多。不过房间都是要落锁的，堂屋和侧厅那些给他们参观下就是。那就请吧，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平日里都要互相帮衬，别人都请，我们不请也说不过去。那就后天摆流水席，我明天进山里。他们这房屋花了400多两银子，还有刘大爷的木匠钱没有给。我明天早上去山上捡些蘑菇，挖些野菜，柴火估计也要不少。马上就入冬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多少柴火，也得要考虑下。柴火等办完流水席我去山上砍，只是山里一过冬就会有大雪，到时候去镇上的路都会被大雪封路。你这些日子呀，好好想想有什么要买的。那等办完流水席，你带我去县里逛逛吧，我去买些东西。好。只是过了快2个月，原主的2个丫鬟还没来，他的心里倒是有几分担心。躺在大床上，宋暖幸福地伸了伸腿，很快就睡着了。萧继云躺在他身侧，他们俩中间像是隔了一条河，那是他很想要跨过去的河。知晓宋暖和自己成亲并非出于自愿，可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他发现自己好像慢慢的对他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情愫。尤其是深夜看着他熟睡的脸庞，他的心里竟然生出一些异样的心思。他努力压下心底的异样，闭着眼睛入睡。宋暖醒过来的时候，萧继云突然就睁开眼，两个人面对面的对视着。早起的宋暖脸颊红扑扑的，杏瞳水润有神，那粉嫩诱人的红唇看得他喉结微动。然后宋暖听到了他吞咽口水的声音。下了床，萧继云很自然地在他身后为他梳发髻。萧继云，你家有亲戚吗？没有，就我和我娘。宋暖应声，等他梳好发髻，才蹦蹦跳跳的下楼。萧继云看着他蹦蹦跳跳的身影，眼角也有了一丝笑意。刘爷爷，您今日来得这么早啊？想着早点把这里的活计做完，马上就要入冬了，得赚钱回去买年货，不然等大雪天就难出去了。您需要用钱可以和我们说，提前预支些银钱也不是不可以，大家都是邻居，哪里用得着这么见外。宋暖从他钱包里拿出一锭5两的银子递给刘大爷。您先拿好，若是不够回头再同我说。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当太阳下山岗，我要赶回家，同妈妈一起进入甜蜜梦乡。你是萧大哥新娶的媳妇儿吗？对。你是谁？我叫秋月，是虎头村人。前2个月我和娘一起去祖母家，昨日才回来。你好，我是宋暖。身后的秋月见他听到自己的名字没有反应。我和萧大哥以前都在一起捡蘑菇，他经常带我上山。本来还想好好捡蘑菇的宋暖，此时也明白了秋月的意图。萧继云就在里面呢，你想去找他就去找，你和我说有什么用？我又不会带你上山。宋小姐，我知道你嫁给萧大哥非你自愿，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有情人被你拆散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说是你们俩真的情投意合，萧继云2年前就到了弱冠之年，而你应该也及笄有2年左右吧？那时候你怎么不嫁给他？我不想听你们之前是谁舍不得谁，又是谁爱慕了谁。但我嫁给萧继云，不管我和他是不是自愿，但婚书上他萧继云是我相公，就算他萧继云要纳妾，也要经过我宋暖的同意。若是我不愿意，他萧继云敢纳妾试试？你怎么如此不要脸？男人纳不纳妾那是男人的事，哪有女子干涉的道理？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脚步声，
我家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既然娶了她，就断然不会纳妾。我萧继云此生也唯她一个妻子足矣。相公，宋暖小跑着上前，看着他身后的野猪，一双杏瞳亮晶晶的。相公，你真厉害！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这里蘑菇好多，我想再捡一些回去。好。萧继云应声，全程没有去看秋月一眼，后者则是绞着手帕，眼眶红红，好像是在看什么负心汉一般。终于他忍不住的上前想去拉萧继云，却被他躲了过去。姑娘自重，我从未带过任何女子上山，之前都是村子里的人一起上山，萧某自然没有任何逾越之处，还望姑娘自重。萧大哥，你难道忘记每次上山我们都是一起的，还有你救过我？那次并非是要救你，而是大家都在场，我在前面杀了那只野狼，是为了保护一起上山的人，并不是因为你。在和暖暖成亲前，我从未喜欢过任何女子，还请姑娘别再误会。你若是有喜欢的姑娘，可要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误伤你喜欢的姑娘，到时候你娶不到媳妇，我可就罪过了。没有喜欢别的人。纪云，我爹说你家明日办流水席啊？对，那是不是有好多活计要做啊？我这2天空得很，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地上那么大只野猪看不到啊，肯定是要帮忙杀了，明天流水席用的。纪云，这野猪要杀吧？今天处理，明天早上就得用。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县里买点菜呢。大家乡里乡亲的都住着，像是萝卜青菜的，大家都凑着点啊。过年都这样，你别急，我待会儿去村子那头吆喝一下，让婶子们一会儿带些过来。大勇哥，村子里有人卖羊吗？有是有，不过你要买的话只能买整只。那就买整只吧。一只羊大概要多少钱？一只羊100来斤，整只卖的话是40文1斤，估计要4、5两银子，挺多的。我知道了，那就麻烦大勇哥帮我们买1头羊。大勇点头。其实也没必要吃的那么好，大家请客一般都是有2个荤菜就顶天了。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成亲的时候没有摆酒席，这次算是补上吧。大勇让大牛去外面吆喝，自己和大壮一起帮着萧继云杀野猪。有大牛这个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圈，婶子们和嫂子们都纷纷的在菜地里拔了些萝卜、土豆和青菜过来。你就是萧家小子的媳妇儿吧？我家那个和村长是堂兄弟，你叫我春香婶子就行。这是我闺女秋月，和你年纪相仿，你们俩可以多聊聊。春香婶子好，我和秋月姐姐见过一面，就在山上。是吗？那就更好了，我家秋月手工活做得可好了，若是以后有什么活计需要帮忙的，可以叫秋月帮忙做，保证做得又快又好。那可真是不巧了，前段时间秋婶子来帮忙做好了，这会儿暂时也没有什么活计能找秋月姐姐帮忙的。没事儿，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总归是有机会的。暖暖啊，听说你和纪云要摆流水席，婶子特意拿了些瓜果蔬菜，这里边有大勇他爹在县里买的橘子，给你尝尝鲜。谢谢秋婶子。大堂嫂呀，春香也来啦，听说你们家秋月回来啦，我还琢磨着你家秋月过了年就快19了，该给她找个婆家了吧。别人不知道，可秋婶子的心里门清着呢。村子里却有不少的姑娘看着她家突然建了新房屋，见宋暖肚子没动静，就想要把人塞进来做个平妻。毕竟那么大的一个院子，起码花了好几百两。唐伯娘，秋月已经有心仪的人了。说罢，他的眼睛黑溜溜的往萧继云那边看去。月妹子，你有喜欢的人了？秋婶子顺着秋月的视线看去，很快就知道他想说的是谁，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月呀，你这丫头该不会是喜欢你大壮哥吧？哎呀，虽然你们2个人年纪相仿，不过你娘怕是不乐意呀。唐伯娘，不是你。大壮这孩子挺好的，我们看着长大的，他爹又是村长，嫁过去肯定不吃亏。对呀，不过大壮好像比秋月小一些吧？啊，对，大牛比秋月大了1岁，大壮比秋月小1岁。见解释不清了，秋月捂着脸就跑开了。宋暖感激地看着秋婶子。今日我带了几个婶子和嫂子帮你洗菜，这都是村里的传统，不需要银钱。明日啊，村里会有人来掌厨，那几个掌厨的钱你得给一下，顺带给每个人打2两酒就行。谢谢秋婶子，我知道了。暖暖，娘。宋暖上前2步，您喊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就是感觉身子这1个多月利索了不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做衣服、鞋子什么的，娘都会。娘的身子刚好，可不能累着，家里没有什么活需要做，有我和相公在，娘就再养养吧，等身子完全好了再说。可是娘，您的身体现在才是最重要的，等明日流水席办好，家里就安静了，您别担心，我和相公有分寸的。娘只是怕委屈你了，你嫁来之前也是金尊玉贵的大小姐，现在每日都得忙活，娘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呀。娘，咱们都是一家人，您说这话可就真的见外了。宋暖说着，楼下又传来一道道的声音。娘，您好好休息，明日您还得下楼去走一圈，让他们那些人看看您养的儿子有多优秀。那是因为云儿娶了你，才有那么好的运气。娘现在呀，没有别的希望，就希望你们小两口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娘就放心了。暖暖，你来过月事吗？娘，还没。若是癸水没来，便不能和纪云行房事，对你的身子不好。你现在年纪还小，也不适合有孕。不过你放心啊，这事我和纪云说过，他心里也是有分寸的。你还未满17，年纪小了些，有些事先不急。娘也不是古板迂腐之人，一切都要以你的身子为重。娘说的意思，你明白吗？宋暖羞红了一张脸，但还是点头。娘知道你娘亲呀去世的早，恐怕是没人教过你这些，你别有心理负担啊。娘是过来人，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过来问娘。好的，谢谢娘。等萧母回了房间，她急匆匆的想要下楼，迎面就撞到了一堵肉墙。撞疼你了？撞到鼻子了。宋暖抬起头，生理性的泪水将她衬得委屈巴巴的。我下次注意，楼下的野猪杀好了，我想换身衣服。宋暖应着，就把身子挪到了一旁。萧纪云马上回了房间，把衣服给换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宋暖还在门口杵着。怎么了？我听说这边山里的冬天特别漫长，会下3、4个月的雪。过2日，你租村长家的牛车，我们去县里买些过年的年货和肉回来腌制。我想做些腊味。好，都听你的。那我们倒是把娘也带去，给大夫瞧瞧身子，恢复的怎么样了？好，我得下去了，他们把羊送来了。你若是喜欢吃羊肉，到时候我可以从他们手里买几只回来，等冬天杀了给你进补。也好，买来我们还可以养养。那你能不能给我点银钱？我手里没有钱了。两人一前一后的下楼。哎呦，瞧瞧新婚的小两口就是不一样，才分开一会儿就要找人。那可不，说起来，萧家小郎君长得也是真的俊，这些日子好像白了不少，整个人越发的俊俏了。这小两口啊，真是越来越般配了。要不怎么说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来？你瞧萧家媳妇儿，千金大小姐的皮肤又白又嫩，水灵灵的，像是能掐出水来。小两口水乳交融了，肯定是会变一个色的。宋暖一下去就听到婶子们的话，故意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萧纪云去给送羊的人拿钱，他刚想要过去，暖暖，婶子找你有点事儿。秋婶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婶子就想问问你，是不是打算往纪云屋子里塞人啊？婶子，您这话我没听明白。我就是听说秋月那丫头今天回去以后哭得厉害，说是她喜欢纪云那孩子，说你愿意往纪云屋里塞人，是不是有这事儿啊？宋暖人都麻了。嫂子，我们家纪云就是个普通人，媳妇儿有1个就够了，别说是纪云不想，就算是他想，我这个做娘的呀，也不会答应他往家里抬人儿。秋月丫头说的好像我们家纪云做了什么一般，这事可得说清楚啊！我们家纪云和他都没说过几句话，可不想因为现在房屋盖起来了，就被人给诬陷了。我就说纪云这孩子是不可能会抬小的。秋月那丫头啊，回去就闹，我这个做堂婶的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回有了你们的准话，我就回去传话了。主要是因为你们小两口成亲也快2月，他们看暖暖肚子还没消息，以为季云会想要再找。暖暖年纪小，是我不愿让她那么早受孕生孩子，和她没关系啊。原来是这样。秋婶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此时也有些羡慕地看着宋暖。哎呀，暖暖也是好福气的，大妹子，你可真为她的身体着想。应该是我们家季云好福气，能娶到像暖暖这么好的姑娘。那是你们都有福气。哎，那我就回去了。哎呦，秋月这丫头也不懂事儿，我回头和她爹说一声，给她找个人家。秋月这丫头让她丢了人，秋婶子可没打算让她借自己的手去得罪人，还无所谓。她高低得让她早点嫁出去，省得影响秋家的声誉。别听那些人胡说，季云这孩子是不会在外面胡来的。我知道的，娘。那娘先上楼了。这也不知怎么回事，最近这几日呀，老是犯困。好，等萧母上楼，宋暖回到了厨房。萧季云很有眼力劲儿的帮他把水盛好，提到了浴室，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门外突然又传来了一道声响。这是萧季云家吗？啊，我是萧季云，我是赵怀清，是暖暖订过婚的未婚夫。萧季云眉头轻蹙着，他看着面前浑身贵气的赵怀清。你等会儿，我去喊他。说着，相公是谁啊？小姐，小姐，小姐，奴婢终于找到你了。他一下就想起来了，这是原主的2个丫鬟清风和明月。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赵怀清往前走了几步，伸手就想要去抓他的手。暖暖，宋暖下意识地躲避了下。少爷，您当心！赵家哥哥，暖暖，你可是在恨我呀？暖暖，你可是在恨我呀？宋小姐，我们家少爷在知道你的事情以后，就被夫人关在房间，人也病倒了，这才刚刚好些，就来这儿寻你。您对我家少爷太冷漠了。赵家哥哥，我现在已经嫁作人妇了，之前2家口头定下的婚约自然也不作数，也希望赵家哥哥早日觅得良缘。暖暖，你希望我娶别人？赵家哥哥，暖暖已经成亲了。可是我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嫁到这里，我可以付给萧家郎君白银1000两，让你们贺礼。等我回到家，我会求爹娘同意我们的婚事。赵家哥哥，我还未成亲时，你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婚事做主。我若真的和离了，你能让我做赵家的少夫人吗？还是说，你打算让我就这样不清不楚的跟着你回府，在你房里做个通房？我可以求爹娘。赵家哥哥，我的婚书已经签下了，我现在是萧家的媳妇儿。你刚刚说的这些话，我就当是没听见。你回去吧，我现在过得挺好，也不想和离。宋暖又看着明月和清风，你们的卖身契在我这儿，我可以把卖身契给你们，再给你们一些银钱傍身，你们以后就是自由身了。小姐，您别赶我们离开，我们姐妹俩当初受了您的大恩，这辈子您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既然如此，那便留下来吧。暖暖，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吗？赵怀清不甘心地看着宋暖，心也跟着抽痛起来。赵家哥哥，暖暖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说我在这里的事儿。暖暖在这里过得很幸福，相公待我极好，婆婆也待我像是亲生女儿。那是因为他看中你的钱了呀。若你不是宋小姐，若不是他救你的时候不小心看了你的身子，他一介乡野莽夫又怎么配得上你呢？赵家哥哥，他是我相公，他好不好我自己清楚。那瞬间，赵怀清感觉眼前的宋暖无比陌生。把清风明月的包袱给他们，我们走。上马车的那瞬，赵怀清还是回过头来看着宋暖。若是他对你不好，随时回来找我，即便我们不能在一起，但从小到大情分还在，我永远都是你的赵哥哥。马车很快地驾着离开。你们用晚膳了吗？我去厨房给他们做，你先带他们去房间。姑爷，奴婢自己去厨房做些吃的就行。你们一路上应该很累了吧，让他去做吧，他做的菜还行。宋暖说着就带他们上了楼。你们俩是想1人1间还是2人1间？小姐，奴婢们2个人住1间就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小姐了，你们喊我暖暖就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姐，不管是什么时候，您都是我们的小姐。古人的阶级思想都是刻在脑子里的，宋暖也没在意。我现在在这里过得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我委屈。萧季云和他娘亲都是很好相处的人，等你们住久了就会知道。小姐放心，我们都明白的。姑爷就是姑爷，只要小姐觉得开心就好。
算了，你们俩先去吃晚膳，一会儿冲个澡再睡，明天早上得早起。知道了，小姐。热水我已经烧好了，我有事得去一趟村长家，你不用等我，我晚些就回来。你提灯笼去，夜里黑。不用，今夜月光很亮。说着，萧继云就出了厨房。小姐，姑爷对你真的好吗？当然了，他很尊重我，而且家里的活都是他在干。我基本上就是上山捡些蘑菇、挖野菜，这种松快的活才是我干。小姐，您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种苦。倒也不算吃苦，自从嫁过来之后，我身子也好了不少，不会像在府里一般动不动就生病，走2步就气喘吁吁。你们俩在这里住久了，也会喜欢上这里的。夜里若是害怕，你们就点着灯睡。小姐，奴婢不怕。对呀，小姐，您忘了奴婢们小时候都是吃过苦的，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不管怎样也得留一盏灯，夜里醒来也看得清楚些。小姐，衣服我们明日清早就起来去洗。您知道村子里的河在哪儿吗？洗衣服啊，衣服都是萧继云洗的，我嫁过来以后没洗过衣服。那等明日我问问姑爷。听到自家小姐来这儿真的没受太多的苦，清风喊这句姑爷的时候，明显的带着更多的满意。那你们早些休息，我先回房了。萧继云回来了，他好像还洗了个澡。他们休息了？你……萧继云迟疑的想开口，我没有想要和离嫁给赵家哥哥，我已经成亲了，和他更是不可能。那你的2个丫鬟也要常住这里？对，他们俩是我买回府的丫头，自然是要跟着我的。不过你放心，我不用你养他们，我自己会想办法赚钱养他们。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若是不想让他们做丫鬟，就把他们的卖身契销了，这样他们便不是奴籍了。我知道了，我回头就去办。我会养你，也不介意养你的2个丫鬟。我知道你人好，这些日子我其实没有想过和离的事，可若是你有其他喜欢的姑娘，你也可以和我说。我没有喜欢别的人。萧继云，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一点都藏不住事。见萧继云不吭声，你其实是喜欢我的吧？你要是不喜欢我，你干嘛对我那么好，还帮我洗衣服，给我做饭，还不肯花我的银钱？用娘子的嫁妆建房屋，会被人看不起。所以在你的心目中，我是你的娘子，对吧？只要婚书一日有效，你便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萧继云，宋暖气得翻了个身，抱着被子睡觉。萧继云努力调整内心的杂乱，过了许久，他才上了床。下一秒，宋暖的一只脚直接横在了他的腿上。他心尖一颤，却也没有挪开。他觉得宋暖好像生气了，但他不知道他在生什么气。明明是他说他要等他爹或者是他哥哥回来以后再走的，何况他这样的家世注定不会留在这里，他又何苦多想呢？宋暖好像不解气般，另外一只脚狠狠地踹了下床沿，结果疼得眼睛都冒星星了，眼眶蓄满了眼泪。宋暖一下就委屈了。你若生气打我就好了，别折腾自己。宋暖用被子蒙住头，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萧家媳妇，你这是要撒糖？只是点糖和点心，我看那么多孩子在，怕他们饿了，所以让他们每个人领个吃的，尝尝味儿。这样也好。哎，每个孩子只能拿1个啊，不能多拿。萧家小子办流水席不容易啊，也花了大钱，大家文明点吃。若是被我看到谁他娘的故意私藏还哄抢的，以后村子呀，所有流水席都不用吃了。有了村长威慑力十足的话，那些还想冲的人一个个的都坐在桌前，拿着筷子规规矩矩的夹。萧母身体不好，下楼和村长说了会儿话，在大家一声声的恭喜里，眼眶湿润。嫂子，看你身子好像好了不少，恭喜你啊！谢谢。嫂子，我有件喜事想同你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他一脸激动地看着萧家的房屋，再看着那围墙垒好后的空地，满脸笑意地说道：我家秋月和你家季云也算是门当户对了，这孩子就挺喜欢季云的，你看什么时候方便，不如把这2个孩子的事儿办了。明月刚好就站在那儿，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快炸了。他三嫂子，我家季云已经成亲了。昨日我已经和秋婶子说得很清楚，季云的娘子只会有暖暖一人。若是这话被旁人听了去，你家闺女的名声不想要了。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城里的大家闺秀哪有我们村里的丫头好生养？你看宋小姐她长得柔柔弱弱的，一看就是吃不了苦的。他三嫂，我家纪云和你家闺女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得要去找村长问问了。你这人怎么这样？要不是因为秋月那丫头喜欢你家纪云，谁稀罕呢？萧母被气得脸色涨红。这2个月的细心调理，萧母已然不再像是之前一般的瘦，她脸颊上的肉补回来了些，原本就是30多不到40岁的人，此时也隐隐有种杨柳依人的柔弱美。娘，外面风大，您身子不好，还是先回房间吧。一会儿我把饭菜给您端上去吃。娘没事儿，你别担心，你也别太累了。这种事啊，都是男人做的，你自己多休息。刚说着，萧纪云总算是抽了身，来到宋暖身边。怎么了？我听到娘咳嗽，让她上楼去歇歇。你也上楼去歇歇。村里的流水席都是这样，办起来累。我在厨房给你们炖了野鸡板栗汤，应该好了，你们端上去喝点。你不也从早上忙到现在都没休息一会儿？我不累，你赶紧去喝点汤，一会儿我把饭菜端上去。说着，又有人在喊萧纪云了，甚至连话都来不及说，萧纪云又被拉走了。萧家郎君身强体健的，一个娘子怕是满足不了你吧？我家妹子今年16，还未婚配呢。你要是喜欢，明日我就把人送过来。这群人怎么这样？萧姐才刚刚嫁过来，他们就想往姑爷房里塞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萧纪云他怎么做。纪云出身贫苦，我娘常年卧病在床，幸得娶来娘子，不嫌弃家里清贫，并愿意卖了全部嫁妆建了新屋。虽然还欠了上百两，但日后我也会多上山打猎还清的。几位也是看纪云债多，想让他们带着嫁妆来补贴。我们开玩笑的，我那妹子呀，都已经快1亲了。对啊，我那妹子还小，我娘还想多养2年呢。纪云夫人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有陪嫁是正常的事。村子里可没有什么陪嫁的习俗，就连刚刚想插嘴的春香婶子都闭嘴了，欠了上百两银子，难怪她听说宋暖后面偷偷拿着嫁妆去卖，怕是抹不开面子吧。等他们喝酒的人喝得差不多了，大家都满意极了，所有东西撤走了。你是喝了多少酒？没多少。房间门被敲响，小姐，醒酒汤端来了。宋暖站起身，萧纪云却伸手揽住她的腰，在她耳边轻声细语地说：我没有想过再娶别人，你别生气。我没生气。你生气了，你昨晚一句话都没和我说。萧纪云的声音竟然带了几分委屈。萧纪云，你喝醉了。他伸手去摸萧纪云的脸，才发现他的脸烫得吓人，干脆把他往床上一按，然后开门去端醒酒汤。萧纪云摇摇晃晃地起身跟着他过来。我没醉。小姐，有事您喊我。哎，别走，帮我先给他喂醒酒汤。说完，萧纪云的手突然就端过醒酒汤，也不知道烫不烫，直接就咕噜咕噜地喝完了。娘子的。宋暖在心底叹了口气，伸手抱住了萧纪云。半天，萧纪云都没有吭声，他站在那儿，腰都酸了。萧纪云，我们回床上吧。见萧纪云没吭声，宋暖推搡着他上了床。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清风明月，你们俩等会儿。姑爷，山里快冬季的时候，河水里很凉，你们用井水烧开再洗，不用特意早起去江边洗。谢谢姑爷，奴婢晓得了。那个，你们家小姐平日里喜欢什么？小姐平日里没什么喜欢的，因为身子弱，很多时候都喜欢在房间里写写字，临摹字画。不过小姐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以奴婢们也说不准小姐的爱好。我知道了，你们别出去了，晚些等太阳出来再烧水洗，回房间多休息会儿吧。听到这话，还是将衣服放回了屋檐下，然后上了楼。倒也不是他们俩想偷懒，只是他们是小姐的丫鬟，不想和姑爷走得太近。萧纪云也没想那么多，他见时辰还早，又去村长家把牛车给借来了。已经喂好了，你直接赶过去就行了。
我们就不和你寒暄了，等家里围墙垒好再聊。谢谢大勇哥，我这些日子可能要上山砍柴，晚上如果上山再喊你。行，我们暂时也不急。那好，我也准备过冬的东西了，你若是有什么不方便再来找我。萧继云牵着牛就拉到了自己家门口。时辰不早了，我们得早点去县里买东西。你吃了没有？我们都吃了，你赶紧去吃点东西，我们一块上街。你们俩也去换身衣服，待会儿一起去。小姐，我们就不去了。为什么不去？我还打算买一辆马车回来，以后出去方便呢。一起去吧，等入冬下雪了，想要再去趟县里可就不容易了。你们两个小丫头看看，这有什么缺的？该买的呀也要买齐。清风明月也不好再拒绝了。等萧继云用完早膳，几人就坐着牛车去县里。山风轻百味，枕下落花随流水。路过擦拭，曾经用你柔情换我的眼泪，当爱恨都败退。没羡慕的人啊，镜中月，举杯砸碎，做一场宿醉。抽签的玫瑰，做熏香还能余味。我们得买些猪肉回去做腊肉，再做点腊香肠，还得熬猪油。你觉得我们买多少斤合适？你觉得买多少合适就买多少。猪肉多少一斤？25文钱。你要是买的多，我可以送些猪内脏送你。我买200斤，你送多少？老板指着那一堆的猪肚、猪肝、猪大肠说道：这些都送你了。好，那你帮我称好，别少称了。宋暖没有讲价，他在买了200斤猪肉以后，又去卖牛肉的摊子前。夫人想要买些什么呀？你这牛肉怎么卖？90文一斤，不讲价。我这可是正宗的黄牛肉，凌晨刚杀的。宋暖想自己做牛肉干，便点头说道：我如果买200斤，你打算送些什么？夫人若是买200斤牛肉，我这牛排就全部送给夫人。那帮我包起来吧。一下就买了400斤肉，清风明月都惊呆了。这个泥人捏的可真好。老板，帮我捏一个。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赶时间就不捏了，改天再来。你不是喜欢？喜欢又不一定非得要买，而且我们赶时间要去买的东西很多，娘还没有看病呢。说着，他来到一个很大的医馆前。娘，我们先进去看看。姐姐，你要买长弓吗？宋暖低下头去，看到一个11、12岁的男孩，背上背着一个2、3岁的孩子。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爹出海的时候淹死了，娘把家里的钱卷走，还把家里的房屋卖了。我弟弟生病了，我们没有钱买药。姐姐，我什么活都能干，你行行好，只要给我弟弟看了病，我跟着你回家，我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的。看着小男孩背上那烧得脸都红了的孩子，宋暖还是心软了。一起进去吧。中医馆里有好几个大夫，宋暖带着他们过去。受了风寒，又没有吃喝，先给他含块参片，一会儿等他清醒过来，先吃点东西，再让血统把药灌下去。清风明月，你们俩去外面的摊子上买些孩童能吃好消化的吃食来。两人拿着碎银出去了，大夫抓好药，吩咐学童去煎，自己则是在给萧母把脉。这位夫人体内有寒症，须是生孩子时候留下的病根，不过身子底子还算可以，加上这段时间应该调理一下，我给开个方子，先把旧疾治好，平日里多注意休息，在吃食方面下些功夫就好。大夫，我娘能吃荤腥吗？肯定是要吃荤腥的。这位夫人的寒症会有大夫把脉的时候容易混淆成不能沾荤腥的吐症，所以不让吃荤腥，这样身子会越来越弱，把药吃完就可痊愈。不过切记不要碰冷水，也不要吃凉的，若是想吃就蒸热了吃。谢谢大夫。宋暖松了一口气，清风明月已经买了吃食回来，喂着孩子吃完，几人提着药出了医馆。你的弟弟多大了？我今年11岁，我弟弟4岁了。少夫人，我叫魏玉，我弟弟叫魏云。你还是叫我姐姐吧。这位是我婆婆，这位是我相公，这2位是我的姐妹。宋暖没有说两人是她的丫鬟，而是介绍说那是她的姐妹。那瞬间，清风明月眼眶就湿了。知道了，姐姐。宋暖本来还想买些其他东西再去看马车，
可现在的他们还是要提前去买马车。萧继云带着他们来到驿站，花7、80两买了1辆马车。姐夫，我会赶牛车，你们都去坐马车上，我一个人赶牛车就行。那好，我慢点，你在后面跟上。好。宋暖准备熬猪油，他还得要做牛肉干。从晌午到晚上，宋暖都在干活。等他忙完这些，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指着地上的青菜，对着清风明月说道：明天若是天气好，我们把青菜洗干净，然后切了晒成菜干。早上起来以后，我打算把前面那些地方全部开垦，做个菜园。魏玉在旁边听着，心里暗暗的记下了。忙活了一天，大家也都累了。你其实不用做那么多的，若是不够的话，我可以去买。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何况买的还贵。我们现在人多了，肯定要多准备些才好。不过你也别担心，等过了年天气好了，我们抓几只猪仔，再自己养鸡、养鸭、养羊。村子里有没有人卖鸡蛋？我们买些鸡蛋吧。我问问秋婶子，回头让她帮我们买些，省得太张扬了。好，多买些吧。马上入冬了，能准备的就多准备些。我看你今日没有买尽兴，反正有马车，明日要不要再去一趟？先不急，过几日再去也一样。我这2日想要把前面的地翻了种些蔬菜。冬秋季节是种不了蔬菜的，就算真的种了，也会被冻死。让我试试吧。之前和阿爹在外面，我看别人冬天种过蔬菜，但是都要用大棚种。如果我真的种出来了，以后下雪天我们可以把蔬菜供应到那些有钱人的府上，价格自然不会低。萧继云没有打击他的积极性。好，我这2日把土松好。翌日，萧继云天还没亮就起床了。他看到前面的屋前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挥着锄头松土，他走过去，果然是魏玉。萧姐夫，怎么起得那么早？萧继云看着已经开垦了一大块的地，就知道他肯定起得那么早。暖暖姐说要在这里种菜，我昨天晚上睡得早，醒来就开始干活了。昨天晚上大家都忙到那么晚，我上楼的时候你和魏云还没洗澡，怎么可能睡得早？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既然把你们带回来了，就没想过把你们丢了。休息好了才能长高，你还有个弟弟，你得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能照顾你弟弟，知道吗？知道了，萧姐夫。萧继云喊他再睡会儿，他不去，只好带着他去刷牙洗脸。魏玉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牙刷，和他们用竹炭不一样，这样的牙刷好像刷牙的时候特别柔软且舒服。魏玉原本以为给人做下人会吃点苦，却不想他遇到了大贵人。清风明月也起床了，2人和萧母昨天晚上给他们做新衣服新鞋子，4套衣服4双鞋，做了快3个时辰，丑时才休息。怎么还穿着昨日的衣裳啊？不是说了等我们把衣裳拿下来吗？怎么还穿着昨日的衣裳啊？不是说了等我们把衣裳拿下来吗？清风拿着衣服递给魏玉，你先回房间把衣服穿上吧。这2套浅蓝色的是你的，灰色的是小云的。谢谢清风姐姐，谢谢明月姐姐。魏玉给弟弟穿好衣服，又去锄地。这次有萧继云在，2个人倒是动作麻利，很快的就开出很大的一块地。等宋暖下楼时，他看着萧继云和魏玉2人在深秋的天气挥汗如雨的样子。你们俩不用那么急，晚2天也没事的。我待会儿要上山去砍柴，顺便打些野味。我和萧姐夫一起去砍柴也行，那你们小心点，我今天还有别的事要做。直到晌午，萧继云拖着砍好的柴回来，宋暖看到里面有5只兔子。今天收获那么丰富。萧姐夫说是因为前2天的陷阱没有看，不过还活着。先放着，也不知道能不能养。应该可以，兔子还是很好养活的，每天给点草和胡萝卜就行。你想养兔子？想养肥一点，看看能不能生小兔子。下次我去山上给你找几窝小兔子回来养。好。山上蘑菇多不多？多的话，我下午带清风明月去捡。暖暖姐，山上的蘑菇特别多，前些天夜里下了雨，山上的蘑菇很多。清风明月也想上山了，用完午膳，魏玉就让魏云在房间里睡觉，自己则是上了山。小月，你弟弟认生吗？怎么看他都不怎么开口说话？我家出了变故以后，小云就变得不爱说话了。也是我这个做哥哥的没用，照顾不好他。慢慢的就好了，可能他现在没有安全感，不过你也得多关心他，家里的活慢慢做，我们不着急的。说着，他们就在山里停了下来。宋暖和清风明月拿着袋子捡蘑菇，萧继云带着魏玉进了更深的里面砍柴。那死丫头心比天高，我和他爹给他看了好几门亲事，他都不愿意。你说这丫头怎么就那么倔呢？
听说王家也给他小儿子来提亲了，怎么不同意呢？还不是嫌人家个子矮了。我觉得王家那小儿子还不错，虽然矮了点，但有手艺活啊。他在县里帮人干活，1个月能挣2两银子呢。啊，那确实还不错。哎呀，你得说说秋月，过了这村可不一定有这地儿了。话说着说着就飘远了。小姐，这村里的人是不是都成亲的早啊？应该吧，不过你们俩也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如果你们有喜欢的人了，就告诉我，我帮你们问问对方人品，合适的话就给你们些嫁妆，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小姐，我们不成婚，我们要一辈子跟着小姐。我也不是非得要你们成婚，但感情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你们俩记得我说的话就行。我们也想和默默守着夫人一样，守在小姐身边。可我娘亲去世的早，哥哥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阿爹又全听姨娘的，我的处境艰难。嬷嬷跟着我们也没有享福，却成日为我们操心。只要可以跟着小姐，我们就觉得很幸福。放心，你们家小姐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遇事只会哭的人了，我会带着你们挣钱，带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小姐放心，奴婢一定会努力挣钱。听说帮人浆洗也是可以挣钱的。对啊，小姐，我们一定会努力挣钱，不会让小姐受苦的。虽说这俩是原主的丫鬟，可宋暖却被他们的忠诚感动到了。那我们一起挣钱，我们手里有本钱，以后先做点小本生意，然后再慢慢的做大。你们放心，你们家小姐一定不会让你们跟着吃苦。清风明月头点的像是小鸡啄米一般，许是因为有了目标，清风明月觉得捡蘑菇都是那么值得努力的事。还没有等萧纪云和魏玉出来，他们已经捡了很多蘑菇。小姐，要不我先把蘑菇带回去，再带3个袋子来捡。前面还有不少的蘑菇，清风觉得不该就这样浪费了。我还带了袋子。说着，他偷偷地拿出刚刚在淘宝系统买的3个麻袋，先捡着吧。有了袋子，清风明月都惊叹自家小姐的聪明，他们都没有想过要多拿3个袋子。很快又继续地捡着蘑菇，3人如同蝗虫过境般的，不过半个多时辰，他们的袋子就装满了。山林里也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萧纪云，是你吗？小嫂子，我是胡凯啊，我们是一个村子的。说着，那个叫胡凯的男子贼眉鼠眼地往清风明月的身上打量。小嫂子，你是在等萧大哥吗？时间不早了，我先帮你把东西扛回去吧。谢谢，不过这些力气我们还是有的，就不麻烦你了。在古代，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小嫂子你别担心，我也只是看你们那么多袋子拿不完，所以……话音落，肩膀上的菌菇是很重的，哪怕是这段时间有干活，可扛着那么重的东西下山，宋暖还是感觉肩膀火辣辣的疼。可是他不能停下来，因为胡凯在后面跟着。他猜想这个胡凯应该没安什么好心，硬是咬着牙把袋子里的菌菇扛回了家。等回到家，纪云这孩子怎么让你们把东西又扛又提着回来呢？纪云这孩子怎么让你们把东西又扛又提着回来呢？娘，我们见天色要暗下来，所以就先回来了，不关相公的事。他还没下山。宋暖说着，心里又隐隐的有些担心萧纪云。小姐，奴婢提着灯笼去看看姑爷回来了没有吧？你们2个还未出阁的姑娘可不能出去啊！若是路上碰到什么不三不四的人纠缠你们就算是浑身长满了嘴，那都没法解释。纪云她也不是小孩了，何况有小玉在。他们2个男的晚些回来都不会有问题，晚些若是还没回来，我就去村长家找大勇兄弟去帮忙找找。萧母自然是担心儿子的，但不能因为担心他的儿子就让2个小姑娘出去找人。那好，我们先把这些菌菇放好。今日运气极好，捡了100多斤羊肚菌。你这孩子呀，运气一直好得很，不过下次可别扛这么重的。你们3个姑娘家的这肩膀还想不想要了？萧母说着，也帮着把蘑菇搬到了那间长长的屋子里，将菌菇摊开放在袋子上。小云要给姐姐吃糖吗？魏云点点头，眨着眼睛看宋暖。那姐姐吃了你怎么办？小鱼还有，小手又拿出1颗糖。真乖。宋暖把糖剥开吃了，就看到魏云的小脸笑开了。
不过下次小云自己吃，不用特地留给姐姐吃。脸颊一红，魏云马上就跑开了。小云这孩子呀，乖得很，下午也一直在帮忙做事，让他玩他都不玩呢，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可惜呀，就是敏感了些，估计是因为之前的事闹的，等时间长了，应该也就好了。我也蛮喜欢小云的，懂事的孩子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招人喜欢。要做晚膳了吧？娘和你一块儿做。娘，您先歇着吧，大夫说了，您的身子要好好的保养，可不能出了岔子，等您的身子好了，再做您的拿手菜给我们吃。娘的身子现在好多了，今日在外面走来走去也都没头晕过。那个大夫的药啊，确实不错，昨晚上喝完睡了一觉，感觉人都轻松了不少。既然好，那您就更应该养着了，家里有那么多人干活，不差您一个。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好，我可不希望您身子有任何问题，到时候我会难过的。小花，小花，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走了也不告诉我呀？你知道我找了你多长时间吗？小花是萧纪元14岁那年在山上捡的猫。你想让我帮你带孩子？猎豹兴奋地让他抱着6只小猎豹，兴奋地往下山的路走。猎豹悠哉悠哉地打量着院子和屋子。萧纪元看着宋暖那错愕的眼神，解释道：这是小花，我小时候养的猫。兄弟，你是不是觉得我眼睛有问题？那么大一只猎豹和猫有什么关系啊？猎豹一点都不客气，他一个窜身就跑了过去。小花，萧母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看着那一个个的小崽子，哎呀，我们小花都是做娘亲的人啦。先把他安排到门口的那间小屋子里，别把他放到牛棚那儿，鸡鸭都会吓到的。萧纪云点头，将猎豹的小崽子们都提到了靠近门口的那个小屋里。这头豹子以后是要和我们一起住吗？小花不会随便伤人的，她有自己的思维，可能是因为入冬了，她怕小豹子会在外面冻死，所以才来的。那头驴是怎么回事？那头野驴训练一下也可以家养，平日里也可以用来拉车干活。可是冬天得有东西给他们吃吧？暖暖姐，你别担心，村子里有草和玉米桔梗，我到时候去割回来。玉米桔梗怕是不容易，一般的人都会拿去烧了，不过应该可以买得到。宋暖想着，然后看着萧纪云，去趟村长家吧。萧纪云很快就明白了宋暖的意思。我先去，小花不会伤人，你别怕。说着，萧纪云就去了村长家。纪云，你怎么来了呀？我有事儿和村长说，他在不在？哦，我爹去县里了，要明儿才回来。你有事和我说也是一样的，我帮你转告他也行。我想买些玉米桔梗，你问问村子里谁要卖的，1亩玉米桔梗我可以给300万。啊？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我刚刚买了马车，今天运气好，在山上带了一头野驴，打算养着干农活，马上入冬了，我得准备些饲料给他们过冬啊。萧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那我先走了啊。我家有2亩的玉米桔梗，还有些红薯苗，等过几日忙完了呀，我给你送过去，反正聊着也是浪费。旁边有路过回家的人听到大勇的话，好奇地问：要玉米桔梗做什么？是纪云家要的，1亩玉米桔梗可以卖300文呢。哎，你们要是有的话可以割了，去他家里换钱。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这事儿谁开玩笑啊？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人马上就回家去说这个好消息。萧大哥，听说你家来了2个小丫头，是嫂子的丫鬟？和你有什么关系？萧大哥别生气，我看你家里欠了那么多银两，应该养不起那么多人呐，不如你把其中一个丫鬟卖给我做娘子啊，我给你5两银子怎么样？他们和我娘子情同姐妹，不是你口中的丫鬟。还有，我养不养得起也不关你的事儿，那是我们萧家的事儿。胡凯瞧着萧纪云紧握着的拳头，不由在心里冷哼一声，也不敢和萧纪云硬碰硬，只好走了。回到家里，饭菜已经做好了，猎豹喂完6只小崽子就上山了。清风明月是你的人，我本不该管的，不过村子里没成亲的男子多，他们俩最好不要单独在村子里走动，容易被人盯上。是不是胡凯？他在村子里都是无所事事的，他家里不差，但人品不行。清风明月都是到了年纪的姑娘，最好不要单独出去。萧纪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胡凯盯上了清风明月。萧姐，没事，
以后没事你们别出家门，有事尽量白天出去，或者我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清风姐姐，明月姐姐，别怕，我跟你们一起出门，我会保护你们的，你们不怕。是啊，我最近这段时间身子好了不少，这两丫头不会有事的，要出去我也可以跟着。清风明月鼻尖酸酸的。我们不出门就是，如果非得出门，我们也可以跟小姐一起出去。两人心里其实也会害怕，但看到大家都那么关心他们，心里还是很感动的。用完晚膳，宋暖准备消食，就看到魏玉拿着锄头就去松土。小玉，刚吃饱你休息会儿，明天来做。没事的，暖暖姐，我刚刚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松土，晚上也好睡觉。一起松土吧，反正太早也睡不着。萧继云拿了一把锄头就来松土，宋暖反正也睡不着，干脆拿着煤油灯在这儿点着，开始给松好的土挖沟。清风明月收拾完以后也来帮忙了。看看星光，看月亮，看看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梦想是甜蜜蜜，追寻的路永不完，纵然多遥远，我不会迷失方向，我拥有星光。大门砰砰砰地响起来，他走过去问道：谁啊？他听到外面传来猎豹的低吼声，他打开门，果然看到小花站在门口。小花像是献宝一般的仰起头，很快朝着他崽子们的房间里走去。萧继云在他身后轻轻笑了。小花好像认识人。他会闻味道，也会听声音。豹子和其他的动物有些不一样，他会认人。那他晚上还要出去吗？不知道，我问问他。听到这话，宋暖好奇地跟在了他的身后。小花，你晚上还要出去吗？猎豹看了他一眼，对着门外低吼了几声。他还要出去。那晚上还要关门吗？把狗洞拉开，让他钻狗洞吧。萧继云想了想，又摸着小花的头。回来的时候钻狗洞，别吓到人。小花舔了舔萧继云的手，等崽子们喝完奶，他又慢悠悠地起身，钻了狗洞出去。去休息吧，豹子一般都是晚上猎物，他自己会回来的。宋暖点头，他上了楼，进入了淘宝，给清风明月他们每人买一对带铃铛的银手镯。第二天，宋暖看到屋前又多了一只野猪和一头梅花鹿，这都是小花猎来的。他现在在屋子里睡觉，待会儿我把野猪那些处理完，再去山上砍柴。你们看看这些野味该怎么样处理？那就做成肉干吧，野猪肉可以做成腊肠。小婶子，在家吗？在家。听到声音，大勇才走了过来。婶子，花娘她肚子有些不舒服，我想借你家马车去县里看大夫，行吗？马厩在马厩里，早上喂了马料，你带着。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大壮着急忙慌的声音：大哥，嫂子要生了。闻言，大勇连马车都没有借，就朝着家里跑去。萧母看着宋暖，家里有红糖吗？花娘好像才8个多月吧，这会儿呀怕是早产，得喝红糖水才好生呢。我去拿。说罢，他很快的就上了楼。清风明月，我去趟村长家，你们俩在家。好的，小姐。萧母带着宋暖急忙就去了村长家。宋暖还提了一块鹿肉和一块羊肉。好痛啊！邱大勇，好痛啊！刚到村长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花娘的惨叫声。宋暖心尖一颤。暖暖，你要是怕的话，就在门口等着，娘自己进去。我们还是一起进去吧。大勇在门外急得不行。大勇啊，这里面是季云和暖暖给你们带的这羊肉和鹿肉，这里还有1包红糖。产妇生的时候得喝点红糖水才有力气。你先拿着。谢谢婶子。还想留他们一会儿，但萧母说家里还有活要干，拉着宋暖又走了。日后你和季云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就先去大夫那儿看看身子。大夫说呀，身子骨合适生孩子的时候再怀，孩子呀也不要生太多，1、2个就好。生多了，受苦的还是自己。娘，若我以后只生一个女孩，
您会不欢喜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你和季云的孩子能健康平安的出生就好。女子在世间本就不易，娘是过来人，知晓女子不易，生孩子是你和季云的事，哪怕你们不想要孩子，娘都能理解。人这一辈子呀，要为自己而活，自己觉得舒服，怎么过都行。走吧，我们回家。回家那2个字让宋暖突然鼻尖一酸。回去以后我还得把菜种子撒上。回到家里，宋暖带着2个小丫头去挖地沟，土地都是一块一块的，挖得工工整整的。宋暖还打算用薄膜搭棚子。小姐，你这是哪里来的？小时候和阿爹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在其他国家的生意人手里买的，因为我喜欢，就一直放在我的箱子里。那是听说是用来搭棚种菜的，说是这样可以保持棚内的温度，我就想试试。难怪之前小姐都不让奴婢乱翻之前的箱子，原来装的是这个。天色已经暗下了，萧继云和魏玉是拖着柴回来的。我们在山里面找到个地方，有不少柴。明天我们打算进山里面砍些松木回来烧木炭。这里有烧木炭的地方？大家都是自己在家自己用泥巴烧，木炭价钱高，一秤200万，而且烧炭的窑会的人也不多，我们都是自己烧，烧的也不如窑里的好，但自己家也够用。100斤柴能出多少木炭？10斤多点，运气好的情况下有差不多20斤。闻言，宋暖眼睛一亮，他虽然对其他的东西不懂，但对于理科生来说，烧炭还不是个简单的活儿。我明日挖个窑洞给你看看。你会？当然会，你忘记我们家是做什么的？萧继云这才想起来，宋府好像也做了木炭方面的生意。那好，我这几日多砍些柴火。第2天一早，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挖坑。等他做完，萧继云砍的柴也回来了，拿着木柴进窑洞里烧木炭。其他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也不怕烧成灰。宋暖倒是没有管他们想什么，他告诉萧继云要砍硬一些的树，烧出来的木炭会更好。萧继云也照做了。第4天下午，终于要开窑了。小姐，你成功了！哇，暖暖姐，你真的烧了木炭出来！我们暖暖真厉害。怎么样？我厉害吧？很厉害。把袋子拿来装好，别弄潮了。听到话，清风明月马上就跑去拿袋子，等他们装好。暖暖，你烧的炭出炭率很高，这2000多斤烧出了600多斤木炭。那是必须的。对了，要不让村子里的人带柴过来烧，每家最多烧500斤，但同样的，要让他们最少给我们200斤的柴火做辛苦费。你觉得怎么样？萧继云明白宋暖的意思，他不希望自己那么辛苦的砍柴，也想让村子里的人都烧上木炭。他带着木炭去村长家里说了这个事儿。村长听说宋暖会烧木炭，马上就把村子里当家的男人都喊来提了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入冬以后天气有多冷，能用柴换得木炭，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宋暖每天烧炭，终于在入冬前帮着村子里需要烧木炭的100多户人家烧完了。入冬的前一天，萧继云说可能要下雪了，所以宋暖想要去县里买些水果和其他好吃的。纪云，弟妹，去县里呢？对啊，大勇哥，你要一起吗？哦，花娘生完孩子以后身体一直很虚，家里牛车拉着去不方便。我想问问你们介不介意让我带着花娘去县里啊？我想带她去看看大夫。萧继云没回答，扭头看向宋暖。当然不介意，嫂子才刚满月吧，你先给她包严实点，我们不着急。大勇感激地跑回院子里。嫂子生完以后怎么脸色那么差？生了一对龙凤胎，花娘是早产，生的时候胎位不对，受了很多苦，生完到现在还流血不止。我怕她出事儿，之前找的大夫只说伤了身子，得好好休息，但是我还是不放心。确实应该去县里看看，那边大夫医术好，我娘在那儿抓了药吃完，现在下地干活都不累了。那还麻烦弟妹帮忙带过去，我对县里的医馆不熟。宋暖只是点头，心里不免有些感慨，走路都是带风的，没曾想生下孩子以后会是这个样子。大勇哥，嫂子坐月子都吃些什么呀？每天都有吃红糖鸡蛋。之前你送来的羊肉和鹿肉大部分她也吃了呀。那可能真的伤了身子，你别急，马上很快，半个多时辰就能到县里。
你夫人生完孩子大出血，你怎的也不知道带人来看大夫，还拖了那么长时间，再拖几日你就该给她准备身后事了。大夫，您救救我娘子，她今年才23呢，我们还有孩子呢。你娘子身子亏损的厉害，怕是要在医馆里住上一段时间，你若愿意就准备75两银子。好。大勇把袋子里的银钱都掏出来了，一共才40多两。他支支吾吾地看着萧继云，就看宋暖拿了5锭10两的银子给他。大勇哥，你先拿着用吧，救人要紧。大勇见着就要给宋暖跪下，却被他拦住。县里东西都贵，嫂子身子需要吃些好的，银子没了可以再挣，孩子可就一个娘亲。大夫很快地把病人收入了病号间。大勇离开的时候和他们说，回去以后帮他带话给大牛兄弟，让他们带着银钱过来，顺便把他们换洗的衣服什么的带来。牵着马车在市场，两边卖的东西比之前还多。好香啊！去买些你喜欢吃的。你也一起进去吧。你进去选，买完了我们回家。说着，萧继云把怀里仅剩的10几两银子都给了宋暖。我有，之前你给的银子还没用完呢。萧继云却直接把银子放在了他的手掌心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再过段时间我就上山了。上山就是在说他要去挣钱了，但那都是他挣的辛苦钱。宋暖没办法心安理得的自己花，他捧着东西出去，萧继云就喊他上马车。下雨了，我们得赶紧回去。半个多时辰才到村子口，邱婶子和大牛兄弟就拦住了他们的马车。继云，麻烦你了，我们来接花娘。婶子，大勇和嫂子没回来。萧继云把在医馆里大夫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又说了大勇的交代。怎么生完孩子还要那么多银子呀？大勇他不会被人骗了吧？你们俩现在就去县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流点血吗？怎么能要了那么多银子？家底都不够他们败的呀。婶子，嫂子她是生孩子导致的大出血，确实很严重，我娘当初就是这样走的，大夫一点都没有夸张，银子可以再挣，可人命只有一条。哎呀，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他们夫妻俩被骗了。我知道婶子的意思，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跟过去看看。娘，嫂子的身子要紧，何况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大哥挣来的。我们现在就去县里给大嫂送银子和衣裳，你帮着把嫂子的东西打包好。又对萧继云问：萧大哥，能不能借你的马车用用？行，你们跟着过去吧，我把东西卸下来，你们就赶去。谢谢萧大哥。生孩子可是大事，就算成亲了，也别太早要孩子。花娘嫁过来时那才15，刚成亲不久就怀了身孕，孩子倒是2年一个，现在才23，就生了5个，那身子得亏成什么样啊？萧继云默默地听着，也不吭声。暖暖姐好像也才不满17岁，她都成亲3个多月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好消息了。清风明月也是欲言又止地看着宋暖。这是我在点心店买的点心，你们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小姐，怎么了你们？看起来一个个都不开心的样子。他从怀里摸出个他早就买好的银手镯，直接拉过清风和明月的手，给他们一人带了一个，而那对小小的则是给了魏云。小姐，您这是做什么？这手镯上面有铃铛，之前胡凯那事我还记着，若是有什么事，这铃铛关键时候也可以招来人。清风明月湿了眼眶。小姐，行了，把眼泪憋回去。在我的心目中，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所以下次别再哭唧唧的。要是真有那么感动，那就好好的，只要我们可以在一起，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宋暖说完这话，又看着萧母。娘，您不会怪暖暖没有给您买吧？娘明白你的意思，清风明月是未婚女子，魏云又还小，娘不是不谙世事之人。宋暖抱住了萧母，偷偷地从衣袖里拿出在淘宝买的梅花银发簪，插在了她的发髻上。娘戴上这个发簪，果然好看极了。萧母眼眶瞬间就红了。你这丫头。还有小玉的，戴好了，弄丢了我可会心疼的。谢谢暖暖姐，你们对我和小云好，我都记得。谢谢暖暖姐，谢谢伯娘，谢谢萧姐夫，谢谢清风姐姐和明月姐姐。每一句的谢谢都是发自内心的。啊，那暖暖姐，
你给姐夫准备了什么？是啊，小姐，你给姑爷准备了什么？萧继云则是满眼期待地看着宋暖，眼神里隐隐有些光芒。宋暖红着脸，从怀里掏出一对黄金的素圈戒指。这是戒指吧？在村子里确实没有这样的说法，但在燕城好像有成亲以后戴戒指的说法。还愣着做什么呀？给暖暖戴上啊！萧继云反应过来，拿着那个小一圈的戒指，犹豫着不知道该往哪只手指戴。宋暖主动地把无名指翘了起来。萧继云反应过来后，马上把素圈戒指戴在了上面，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宋暖把男戒戴在了萧继云的无名指上。做午膳吧，我看看大棚里的蔬菜怎么样了。说完，他落荒而逃。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这些东西原本应该是我买给你的，嫁给我让你受委屈了。我以后会努力挣钱，成亲的时候没有给你买，我以后都会补给你。那你要记得你现在说的话，以后可别忘记了。我不会忘的。我知道了。宋暖蹲着身子在看冒出头的青菜和其他菜苗，这些菜苗要全部移植，不然挤在一起会浪费。好，这些都是什么青菜？这是大白菜，这是小青菜、奶油小白菜、包菜、生菜、葱。他如数家珍地说着，萧继云则是暗暗地记下。他果然还是在这乡野的地方困得太久，已经不知道外面都有些什么稀奇玩意儿了。暖暖，你以后想去京都住吗？不是很想，但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还是觉得不要靠京都太近了吧。但如果以后有机会到都城做生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我就随便问问。我看很多人都向往京都。京都是天子脚下，向往的人多也正常。我们这里离着京都也就2日的路程。如果你想，我们可以去那边玩，但如果是要在那里定居，我觉得不大行得通。京都物价太高，我们那么多人过去，估计得喝西北风。最重要的还是原主的亲爹打算在那儿定居，宋暖不是很想过去凑热闹。因为一些原因，我并不愿意去京都，但其他的地方若是你想去，我都可以陪你。宋暖心里有些诧异，但萧继云不欲多解释，他也没有追问，毕竟谁没点小秘密呢？他的秘密比萧继云肯定是多得多的。没关系的，离国那么大，都城那么多，我们又不是非得去京都。何况我觉得住在这儿挺好的。你觉得好就行，若是哪天你不愿意住在这里也没关系，提前和我说一声就好。想起宋暖说过的话，萧继云眼底的那抹热切又沉了下去。他始终都是要走的。吃饱了再来干活，先回去休息会儿。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屋子。暖暖啊，你喜欢什么花？都行，我什么花都喜欢。娘打算帮你在衣服上绣点花样，你若是不挑，娘每件都帮你绣不一样的。娘，您怎么绣暖暖都喜欢，不过您可千万不能因为绣花样熬夜，更不能不点煤油灯伤了眼睛，不然我可会不高兴的。放心吧，娘房里每天晚上都会点煤油灯，晚上刺绣啊，我就和清风明月一起，还能一块聊聊天，时间也过得快。清风明月的手艺也是不错的，不过我就不行了，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可你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而且你见多识广，娘看着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啊。娘不嫌弃就好。娘不嫌弃，娘喜欢你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弃？下雪了！听到下雪，宋暖猛地就看向外面。往年的雪都那么早吗？也都差不多，往年立冬前后都有下雪，不过这一下雪呀，气温估计还得掉。下雪了你就别出去干活了，家里有鸡有鸭还有鹅，之前买的猪最近也长了，等过年前杀。还有小花，经常会叼来不少野味，家里现在不缺吃的，你别那么累了啊。我知道，娘您别担心，我就算是要出去也会跟相公一起出去。纪云出去没关系，他是男人，但你不同，
女孩子呀，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身子，尤其是下雪天。娘放心，我会的。下雪天，她是不是该准备整火锅了？想不想吃点新鲜的？我想围炉烧烤。小姐，围炉烧烤是什么？就是一边烤肉一边吃火锅。但他们不知道，宋暖也不强求，指挥着他们去洗菜的洗菜，切肉的切肉，还把羊排拿来熬汤底。另一半则是用各种辣椒和牛油做辣锅，然后……暖暖，你这是想把这菜放在沸腾的锅里烫熟了吃？就是这样，这叫涮锅，那个叫烧烤。待会儿我先烤给你们尝尝，我自己调的料，味道肯定不错。开始刷香油，翻来覆去的烤着，等肉滋滋冒油，发出阵阵香味儿。清风明月几人已经在旁边咽口水了。终于，尝尝味道怎么样？萧母先接过宋暖递过来的羊肉串。暖暖，羊肉这么做，味道可真好啊！啊，冷吗？萧继云看着哆嗦的宋暖，快步过去，想要把窗户关严实。哎，别关严实了，把窗帘拉上就好。明日要把披风拿出来穿，太冷了。宋暖说着，就脱外衫往被子里缩。怎么了？被子好冷。萧继云一愣，先进了被窝。上来吧。宋暖听话地躺在萧继云身边，才发现男人的体温高，两个人只是挨着，都可以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热气。等我给你暖好被窝，我再盖自己的被子。宋暖窝在被子里，舒服地闭着眼睛睡觉。天气一冷，他就犯困，才刚躺下，他挨着萧继云呼呼大睡。被窝里暖和得很，喜欢的女子又在身侧。萧继云有些热得睡不着，他压下心里的异样，扑通扑通，萧继云的心跳得很快，喉结上下滑动着，生怕自己做出什么越矩的事。第二天一早，宋暖是被冻醒的，他的身边空无一人，用手一摸，床单都是冷冰冰的，外面已经白茫茫的一片。啊，好大的雪！宋暖刚要下去，萧继云就走了上来。想不想去县里？去县里做什么？昨夜和大牛兄弟一起上山去猎了只梅花鹿，恰巧在悬崖边上挖到了一株100年的野山参。大牛兄弟缺银子，所以想拿去卖了换些银钱。好，我洗漱下就来。匆匆地喝了一碗汤，吃了个饼就上了马车。萧公子，听管家说你们这次是有好东西。对，这可是好东西啊。老爷，这株野山参年份在120年左右，成分很好，而且生长在悬崖峭壁，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宝贝。您之前不是说想要？我是诚心要你的野山参的，我出这个价，你觉得怎么样啊？4300两，加上那只鹿，4400两，可以吧？谢谢李员外。萧公子，小儿再有半月就要成亲了，不知你是否还会上山打猎？上次的大虫，如果你还能抓到，我愿意每头多花100两买。上次其实也是幸运能遇到，大虫一般都在深山里，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哎，那好吧，若是还有野味的话，可以送来。好，那我就不打扰李员外了。说着，萧继云带着宋暖几人离开了。我和大勇哥一直都是28开，不过这次你们兄弟俩也帮了不少的忙。就28开吧，我们兄弟俩其实没做什么，只是帮忙拉绳子。野山参是萧大哥你挖的，我们拿2成已经很多了。萧继云把他们该得的880两给了大牛兄弟。你们要去看大勇哥吧，我和暖暖去买些东西，晚些在医馆门口接你们。谢谢萧大哥，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们都会记得。别说这些了，当初我和我娘刚到村子时，也是老村长帮了我们。以后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有用得上我们兄弟俩的，我们一定不会推辞。大牛兄弟说着，很快的进了医馆。银子给你，你可以买些自己想买的东西。我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不过下雪天确实不方便。这位夫人，你要买燕窝吗？燕窝？宋暖疑惑了下。这是上好的燕窝，有16、7节，你给我130两，这些燕窝都归你。古代燕窝价钱昂贵，100多两，不可能买到那么多燕窝。这是你偷的？我不是坏人，我娘生病了，我爹不给我娘看病，我就把府里的燕窝拿出来卖钱，给我娘看病。我爹娶了个姨娘，他宠妾灭妻。你娘要多少医药费？我不知道，但我问了大夫，他说130两就够了。闻言，宋暖拿出135两。既然是你府里的，
那我们就银货两讫，哪怕是日后你想反悔，我也不会把燕窝还给你。多出来的5两，就算我谢谢你那么便宜的把燕窝卖给了我。放心，我不会反悔，我不卖掉也是被那姨娘吃了。听他说了声谢谢，就消失在了巷子里。不错，捡到宝了。宋暖笑盈盈地看着低头在想事的萧纪云。你在想什么？买那么多燕窝，吃得完吗？燕窝易储存，何况我们人多，慢慢吃总是吃得完的。萧纪云带他来到街道上买东西，兜兜转转地逛了1个多时辰，他们才去了医馆。纪云，大牛和大壮不懂事，那野山参是你发现，而且下去挖的，哪能28分成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分成的。如果没有大牛和大壮在上面给我拉绳子，我也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时间。那绳子都是绑在树上的，他们俩真没做什么。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大勇明白萧纪云的意思，无非是看着他现在需要用钱，所以才这样做。但他也不能真的厚着脸皮就让大牛和大壮拿那么多的银子，那是萧纪云用自己的性命去换的。若是你同我这般计较，那我真的会觉得你没有把我当做朋友。好，算我欠你个人情。别计较那么多了。哎，对了，嫂子好些没有？好多了，已经不流血了，不过还得静养几日，应该过几天就可以回去了。啊，那就好。大勇哥，这是我们刚刚买的点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给嫂子喝药的时候舔舔嘴。大勇喉咙哽咽着，花娘在这里住着的这些时日，他的娘家人听说要花那么多银子给他治病，一个个的都没来，甚至连一句嘘寒问暖的话都没有。可只是一个村的萧纪云夫妇却给了他们那么多的帮助。大勇哥，外面冷，你赶紧去陪嫂子吧。大牛和大壮上了车。大哥你放心照顾嫂子，家里有我们呢。这不是刚刚卖燕窝给他的少年吗？宋暖叹了一口气，到底是没有忍住。娘，别去，你娘在上药，她没事。是你啊？少年看着宋暖，我娘的。放心，我看到你娘的时候，她还拖着你，应该是身体太虚了，所以晕倒了，所以我把你们带回来了。我婆婆在给她擦药。谢谢你，不过我没有银子给你，我的银子都被拿了。你不是说带你娘去看病，怎么被打得这么惨？我拿了银子回去后，就看到我爹拿着鞭子在打我娘。他说我娘想要害死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我想护住我娘，被一起打了。那你有什么打算？还要回去吗？萧母从身后走过来。哎，暖暖，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竟然是休书。他怎么敢？宋暖在心底里叹了一口气。你和你娘都受了伤，看你爹的行为，应该是把你们都扫地出门了。你若是无处可去，可以和你娘先住下来，但也不能白吃，得帮忙干活。你愿意帮我们？少年看着宋暖，心底有些许暖意。谢谢你们，我叫叶颖。我叫宋暖，这是我婆婆。萧纪云让叶颖住在1楼的房间，午膳已经做好了。看着满桌的荤菜，叶颖的心里有些震惊，这比他们在府里的院子里吃的还好。当然并不是叶府没钱，而是他那渣爹觉得他娘欺负了姨娘，故意的。他们的待遇比府里的丫鬟还差。想吃什么吃什么，吃多点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说着，外面传来小花的声音：有豹子！别怕，家养的。怎么了，小花？小花低低的吼了一声，然后用鼻尖蹭了蹭崽子们的身子。是不是小花不在，他们怕冷？说着又对清风明月说道：去把之前做的小毯子拿过来，给他们盖上。清风应了一声，马上就去拿了。小姐，毯子拿来了。听到那声小姐，叶颖的心里有些诧异，好似隐隐的猜测到了什么。回头再做个高点的小窝，这个冬天冷，别让他们受了凉。姐姐，我可以把猎豹抱到房间里去。小花还得给他们喂奶，用干草放在下面，垫得厚实些就好。豹子怕冷，尤其是出生不久的豹子，很难熬过冬天。去拿些干草来。等铺完一层厚厚的干草，又继续吃饭。少夫人，需要我做些什么？你会做什么？我上过学堂，琴棋书画都可以。你画的画怎么样？画的人物山水都可以，勉强入眼。刚好我想买些画，既然你会的话，那这段时间就麻烦你画画。需要什么材料你可以和我说，我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够的。
少夫人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画的。你别叫少夫人，听得好奇怪，和他们一样喊我暖暖就行。谢谢暖暖姐。宋暖上楼去扒了她的嫁妆，找到了笔墨砚台和宣纸。怎么了？我也会作画。你也识的字？小的时候学过。那我们房间和客厅的字画你来写，你来画。只是叶影他刚来，你不找点事给他做，他住在这里会不自在。好，外面下大雪了，晚上你想怎么吃？烤全羊吧，再弄个火锅吃吃。你有没有想吃的？我到时候一起做。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你决定就好。说完，楼下又传来了声响。季云，钟叔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呀。钟叔，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大牛和大壮和我是一起上山的，那些都是他们该得的。哪有什么该得的？村长知道，那是萧继云念着他们家的好，所以现在赚钱都变法的带着自己的3个儿子。不管怎样，你对我们全家的大恩，钟叔记住了。季云啊，之前婶子也是一时着急，所以呢说话有些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就是心疼银子，毕竟大牛和大壮还没成家，婶子也上火。婶子，我没有往心里去，不过我还是支持大勇哥的做法。几两银子娶个媳妇儿确实容易，但嫂子为大勇哥生了5个孩子，这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是，婶子都知道。邱婶子是真的知道错了，她不应该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更不应该起了这样的心思。那你们先忙啊，过些日子我们家会杀一只猪，到时候给你送点肉过来。周叔，能卖个后腿给我吗？哎呀，不需要买，我到时候直接给你们送一半来。似乎怕萧继云不同意。你们一定要收下，花娘生产的时候你们就送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又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而且我家还有好几头猪呢，不妨碍。那就谢谢周叔了。我今天买了些点心，本来想待会儿送过去的，正好你和婶子来了，就带回去给孩子们解解馋吧。你们……村长心里百感交集。你这儿子和儿媳都是很好的，大家邻里邻居的，本来就该互相帮助。花娘的身子没什么大碍了吧？过几日就可以回家了。今年的大雪来得早，刚开始就下那么大，这个冬天怕是不好过呀。村子里孩子多，不知道这个天气能不能烧窑。我想着大家过冬不容易，能不能再帮村子里那些人烧点木炭，让他们好过冬啊？这样的下雪天，柴火估计是要用很多吧，再拿来烧木炭，怕是会不够柴火。放心，每家每户过冬都会准备很多柴火。上次你说愿意帮忙烧木炭，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多砍了几千斤柴呢，大家都怕有变数。那行吧，今日不行，明日让他们把柴带来吧，这次就不用给我柴火了。不过我需要大家帮忙在那边搭个茅草棚，好放东西。放心，我这就让人去做。关系到村子里那些人过冬的事儿，他还是很积极的。茅草棚下午就搭好了，大家知道宋暖不要柴火，免费帮他们烧木炭，心里也都是又喜又有些不好意思。从下午开始，不断的有婶子或者嫂子来送东西，很快家门口就有一大堆的东西。宋暖有些哭笑不得，但心里也还是很舒爽的。等忙完这些，就看到叶影扶着他娘。谢谢你们救了我和颖儿。婶子，您这是做什么？赶紧起来，我和叶影也算认识，婶子安心的住下就好。叶母哽咽的话都说不出来，萧母好一阵的安慰。小玉，你和明月去园子里摘些青菜回来打火锅。魏玉拿着篮子就去了菜园子里。我也去帮忙。妹子，那些活让他们去做就行，你这身子现在弱得很，晚些可以和我一起做衣服。我针线活做得很好，谢谢夫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你若是不嫌弃，叫我一声苑姐就好，那是我闺名。燕姐，你叫我秦娘就好。2个年纪相仿的女人似乎因为交换了名字，人都亲近了不少。小姐，您怎么买了燕窝了？捡漏捡的，反正也有不少，大家一起吃。燕窝那么贵重的东西，小姐留着和夫人姑爷一起吃就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也一直都把你们当作是我最好的家人。我们总不能有难能同当，有福就不能同享吧。虽然这话他也在小姐的嘴里听了不少，但还是很感动。小姐，我来片羊肉吧。不用，让萧继云来，他片的羊肉薄，更适合做羊肉卷。
一直都在充当隐形人的萧继云默默地拿着刀在切羊肉，熬好的汤很快的盛了一大碗，放在了铜锅里。嘿嘿，这叫火锅。嘿嘿，这叫火锅，是暖暖姐发明的。可惜今天没有烧烤，那也是暖暖姐发明的。是和烫菜一样的原理。我前2年去京都的时候吃过。京都便已经有了这样的店。有些不一样，他们的菜品不是这样的，而且锅底也没有辣椒。你待会儿尝尝味道就知道，暖暖姐做的肯定比外面的都好吃。对，暖暖姐做的肯定是最好吃的。叶母看着那丰盛的晚餐，心里不由得打起鼓来。他们才刚来，身上没有银钱，也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住在这里，他已经很不好意思。跟着他们吃的那么好，他的心里很不安。暖暖姐，我听说抄书可以挣不少银钱，若是你要上街，可以带我去。我去找书店老板们多带些书回来抄。暂时先不用，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是想考取功名，还是回去争夺家产？我不想回去，他都休了我娘，我还回去做什么？我想考取功名。那就好好朝着你想做的事情奋斗。你和你娘就先在这里住着，等日后你有能力了再说其他。暖暖姐，你为什么要帮我？可能同病相怜吧。一个很爱娘亲的人都不会坏到哪里去，而他在叶影的身上也看到了原主。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相信你。宋暖对叶影浅浅的笑着。好了，先吃饭。考取功名也得要先吃饱饭才行。暖暖，谢谢你。他都不敢想，如果他们母子没有被救，而是被那个女人派来的人先找到，他们还有命吗？叶姨，再说谢谢就见外了。哎，好，不说了，吃饭。吃饱喝足，一行人上了楼。要沐浴？不洗。宋暖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你要出去？去河边捞鱼，他们说那边很多鱼，可以捞些回来。带我去好不好？我还没去过河边呢。外面雪下得到脚踝了，你那么怕冷就别去了，等我多抓些鱼回来。宋暖的眼神突然就暗了下来。我还没见过晚上抓鱼呢。那我带你去，但你要听话，河边雪深，你多穿点。刚刚还委屈巴巴的宋暖眉眼都笑开了，跟着萧继云下了楼。楼下的魏玉听到动静出了房门。暖暖姐，萧姐夫，你们要出去啊？相公说要带我去河边抓鱼啊，我也想去。我以前冬日里经常夜里出去抓鱼。萧姐夫，你也带上我吧。加件衣服，我们等你。有了萧继云的话，魏玉马上就去拿衣服了。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船归落。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好多鱼。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们多抓一些回去。好，冬天的时候吃鱼头豆腐汤最美味了。想到鱼头豆腐汤和水煮鱼，宋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有魏玉和萧继云在，宋暖就在岸边看着他们两个人，一个负责掀开水草，一个负责抓鱼。不一会儿，他们的桶里已经装满了鱼。能不能再抓几头，拿回去可以烧了做小鱼干？暖暖姐，小鱼干不放油很腥，但是要放油炸又很费油，这样做不划算的。那就等我教你们新的吃法。魏玉虽然还是不能够理解，但他听话，魏玉直接就拿着桶回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身后还跟着清风明月。小姐，我们来抓鱼给您吃。好吧，既然都来了，那就一起吧。纪元，怎么抓了那么多的鱼啊？今年天气太冷了，我们怕吃的不够，所以多抓些鱼做小鱼干。把银钱都拿去盖房子，还买马车，现在好了吧？欠了那么多的钱，现在连买粮食的钱都没了。1个时辰后，他们带来的6个桶都装得满满当当，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天一早，邱婶子带着大牛兄弟已经把半扇猪肉送过来了。暖暖啊，听说你们昨晚上抓了很多鱼，能不能告诉婶子一声，你们这是用来干嘛呀？邱婶子，这鱼虽然费点油水，但用来做汤给孩子们吃可是很有营养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城里很多大户人家都喜欢用鱼给公子小姐炖汤喝。他拿着魏玉他们一早起来杀的鱼，去厨房煮鲫鱼豆腐汤。哎呦，暖暖，你这鲫鱼豆腐汤做的也太香了。婶子就留下来一起吃早膳吧，我反正也煮了不少。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话
话是这样说，可邱婶子的目光却没有离开那锅汤。邱婶子用完早膳，暖暖，你这个鲫鱼豆腐汤真的是太好喝了。要是我回头不记得怎么做了，你能不能再教教我呀？我想做给家里人吃。可以的，婶子，只要我有空，肯定教您。哎呦，念书的人呐，脑子里懂的东西就是多。我回头也要把我那俩孙子放进学堂里。邱婶子说着，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萧家。暖暖姐，昨天晚上我们去河里抓鱼的事被他们知道，那些人都怕今年天气异常，一个个的都去河里抓鱼了。嘿，暖暖姐，我们也再去抓几桶鱼吧。现在河里鱼多，这样我们可以每天吃到鲫鱼豆腐汤。你想去就去吧，不过村子里的人都去了，估计也没有那么多鱼了。宋暖刚说完，魏玉拿着桶和萧继云、叶影咻的一下就离开了。暖暖，这天气是不是有问题啊？娘，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今年的冬天来得太快，也异常的冷，所以害怕大雪封山了以后不够吃，过年的东西还没有买齐，过2天我再去县里买些东西回来，到时娘你们也一起去吧。吃过午膳，村子里的婶子们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萧家。宋暖没有把费油的炸鱼块交给他们，而是教了他们做烤鱼。哎呦，暖暖可真会做吃的，这样做也不用浪费太多的盐腌制。哎呀，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盐越来越贵，都快吃不起了。盐很贵吗？当然贵呀，1两粗盐都卖到快200文了。说完，邱婶子又瞥了一眼宋暖厨房里的细盐，羡慕的不行。那的确是很贵。宋暖倒是真的忘记了这个，他的盐都是淘宝买的。哎呀，贵也没有办法，少吃点油水不怕，可少吃点盐可不行啊。哎，暖暖，听说你念过私塾，你懂天文地理吗？这个我还真的不怎么懂，但书上有的知识我还是懂一些的。啊，这样啊。这样的下雪天，你觉得我们得准备多长时间的粮食才够吃啊？我听相公说起过这边的天气，往年都是从入冬开始下雪，下到来年春天，最少得下3-4个月。但今年天气更冷，我觉得多准备2个月的粮食就差不多了。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之前下这样大的雪呀，还是我小的时候，那会儿第2年就受灾。我寻思着，现在粮食也不算太贵，我想多囤些。过2天大牛兄弟要去县里，我刚好让他们多买些粮食回来。两人聊这个，其他的婶子们也都听到了。等其他人离开以后，他对着萧继云说道：大家好像都在担心下雪的问题，你觉得这天气会不会持续寒冷？会，今年应该会有寒潮。你看这雪下了几日都没有停，虽然是大雪小雪交替着下，可往年下雪天也会天晴，气温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冷。若不是因为娶了宋暖，他真的不会提前把他守了好几年的何首乌挖了脉，更不会有运气打到大虫，也没有想过换个大夫，差点让娘在床上过一辈子。这几个月的点点滴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还差点什么？若是这个冬天比我们想象中的冷，我们那么多人，应该合计下该怎么过冬。还有我那蔬菜棚也是，若是冬天来袭，我们还得找火盆在那烧火升温，要的柴火可不少。你觉得还缺什么？明早我们去买。确实应该多买些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东西，但架不住人多，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还要买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以前在家只要有吃的就好，没有那么多讲究。你觉得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刚刚才买了野山参，银钱是够用的。你别担心，就算是下雪天，我也可以去外面捕猎的。那我想想，等明早出去以后捕。不急，我还有别的事儿和你说。看着楼下的叶影和叶母，叶影的爹在县城里贴满告示找他，我在想这件事儿要不要和他说。听听叶影自己的意思吧，他爹找他未必是什么好事。毕竟为了小妾可以不要老婆孩子的人，宋暖可不会觉得这样的人会良心发现。很快叶影就被萧继云喊来，把他家里的事情说了个大概以后，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暖暖姐，萧姐夫，我不回去，他压根就不是想要我这个儿子，我怀疑是那个女人在他的面前说了什么，他怕是不希望我和我娘活着。既然如此，那你和叶姨就先别去县里，在家里待着。谢谢暖暖姐，谢谢萧姐夫，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想起那被亲爹暴打欺辱娘亲的画面，他的眼角不自觉的就流下眼泪。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告诉你是觉得你有知道的权利，也不想瞒着你。
选择权在你，但我们还是希望你先强大自己，其他的另说。我知道的，小姐夫，我娘被他休了，我们的户籍。叶影顿了下，像是下了决心一般的说道：暖暖姐，小姐夫，我能不能把我和我娘的户籍迁到你这儿啊？我不想和他们家有任何瓜葛了。我倒是没问题，但你爹若是查到了，你不怕他到时候过来找你？他不会的，他对我这个儿子已经不在乎了，自然不会管我在哪里。不过更改户籍需要一些银钱，我现在身上没有银钱，等日后我赚到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无妨，不过几百文钱而已。晚些我就去报备村长，将你和你娘的户籍落在这儿。之后你若是想迁出的话，也随时可以。我觉得户籍在这里挺好的，日后等我有钱了，我就在隔壁买一块地，把房屋建在旁边。户籍在这里可以，但你也要好好的生活，千万不要像我一般，等到成亲以后才开始努力。宋暖看着这两人，忍不住的笑了。有了刚刚的插曲，萧继云在拿了叶影分开出来的户籍证明以后，便去了村长家。天气冷了以后，小花带回来的大型动物也少了，他自然不是指望小花给他找吃的。小花，现在外面冷，我看你每天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我给你的宝宝们买一头母羊，给他们喝羊奶，你就不用那么累了。小花似乎也听得懂宋暖的话。那就这样决定了，你只要自己吃饱了就行，你听懂了吗？小花点了点头。出了房屋，萧继云已经从村长家里回来了，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你怎么了？刚刚去村长家，县里的粮食突然就涨价了，而且好多商贾人家突然就不卖粮食了。听说是有高人预测今年大旱，明年会闹大旱饥荒，所以现在人心惶惶的。我们明日得早点去县里。有灾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防患于未然，多买些东西，再挖个地窖存储东西？你觉得呢？你说的很有道理，还有你说的冰窖，这个冬天我们也得试试能不能做出来。放心，我知道冰窖该怎么建，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这件事只能是我们这些人才能知道，我们自己挖。若是真的闹灾，又会有出现很多灾民。我们现在顾得上的只有我们自己，趁着现在下雪的天气，多种些菜做菜干，到时存储起来。今晚早些睡，明天我们天不亮就去县里。镇上现在也有人卖牲畜，驾马车去镇上不到半个时辰，你要去看看吗？好。宋暖没有犹豫，他们只带上了卫浴，匆匆忙忙的赶着马车去镇上。你的羊怎么卖？5两银子一头羊，如果你可以一次性把羊全买了，这头母羊我也5两银子便宜卖给你。5两银子有些贵了。我这是自己放的羊，每头羊都有100斤左右，而且这头母羊可以再生，还有羊奶。夫人若是家里有孩子，羊奶也是可以喝的。他看着萧继云，后者则是轻轻的点头。宋暖也没再说什么，拿出65两银子给老头。老头将羊卖给他们以后，很快拿着银子匆匆的进了身后的药房。小姐，宋暖没有反应过来。小姐，老身终于找到你了。嬷嬷，这是他母亲的陪嫁嬷嬷，那个对他像是亲生孙女一般的张嬷嬷。小姐呀，嬷嬷总算是看到你了，我还以为我找不到你了。再看着他身后的萧继云，姑爷，我是夫人的陪嫁张嬷嬷。小子萧继云，嬷嬷不必多礼。小姐，我住在上面的客栈里，我们先上楼说。相公，你和小玉先回去，我和嬷嬷先上去收拾东西，再买些其他的。你们回去以后再回来接我们。好。张嬷嬷马上就把自己住哪儿告诉萧继云，然后拉着宋暖上了楼。小姐，姑爷他对您好吗？嬷嬷放心，相公他人很好，对我和清风明月都很好。这就好。张嬷嬷舒了一口气，欲言又止地看着宋暖。嬷嬷可是有什么话想说？小姐，您还不知道，老爷他在京都买了个大院儿，姨娘他们前几日全部都搬过去了。那嬷嬷怎么不跟过去？我在这里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老身是大小姐的陪嫁丫头，大小姐临终前，我答应她一定会好好的在小姐跟前伺候，怎么能走啊？看小姐现在过得好，老身就放心了。嬷嬷别担心，相公他对我极好，婆母也是很好相处的。小姐，我这次来也带了不少东西，也将大小姐当年的陪嫁带来了不少，小姐可以安心。银钱可以赚，暖暖看到嬷嬷平安无事，便安心了。小姐，一会儿要回村子里，
我看到外边有卖小姐最喜欢吃的点心，小姐在这里等会儿，我去买来给小姐带回去吃。宋暖也没有反对。等张嬷嬷离开，她刚好可以在淘宝买几百斤大米和面粉，省得在古代花大价钱买。等张嬷嬷回来的时候，她看着房间里堆满的东西，小姐，这是……我刚刚在下面买了些粮食什么的，嬷嬷一会儿就说是你买来打算带给我的。宋暖简单的把听到有关于明年会闹灾的传闻说了下。还是小姐想的周到，只要姑爷对小姐好，嬷嬷死了也能下去见大小姐了。嬷嬷别担心，我和相公现在住得很好，吃的也好，你看我嫁过来以后身子也轻快了不少。嬷嬷，我嫁过去以后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我觉得在萧家比在宋府好，起码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我过得也很幸福。小姐过得好，嬷嬷就放心了。嬷嬷，暖暖以前说会养您一辈子，您就安心的和暖暖回萧家，有暖暖一口吃的，绝对不会饿着嬷嬷。不到1个时辰，萧继云就返回了。这些东西是嬷嬷买的，她听说粮食价钱会涨的时候，在宋家的米铺里花成本价买的，不贵，所以买了很多。萧继云点头，开始搬东西。小玉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在回去的路上刚好遇到了大牛兄弟，小玉和他们一起在后面，我先驾着马车回去的。宋暖哦了一声，也帮着提东西，来来回回的几趟就把东西全部搬下去了。张嬷嬷看着外面大雪纷飞，这雪下得很不寻常，小姐说的没错，明年确实容易干旱。嬷嬷，清风明月，嬷嬷，我们还以为以后都见不到您了。嬷嬷没事啊，这位姐姐好，我是纪云的母亲啊。老身姓张，府里的人都叫我张嬷嬷，夫人喊我张嬷嬷就好。萧母回了个礼，拉着叶母开始介绍了起来。小姐，这是夫人在世时提前给您留好的嫁妆，您收着吧。娘亲她，夫人她其实什么都猜得到，可即便她再有钱，也终究是女子。小姐放心，少爷那份夫人也准备好了，您和少爷都是一人一份儿。张嬷嬷又进了房间，她拿着钥匙打开了盒子，盒子里是10万两银票和首饰、发簪、翡翠手镯、玉佩。上一世没有被家人爱过的宋暖，眼眶迅速的红了。起初还以为原主的娘是个恋爱脑，什么都给了原主的亲爹，不曾想她提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筹划好了，只是没有告诉过原主而已，将东西都放在暗格里。宋暖虽然对萧继云这个人不怀疑，但这是原主的东西，她还是不想那么快的拿出来。萧继云在门外敲了敲门，听到宋暖说进来后，才把门推开。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我们这排的另一个屋子，钥匙给你保管。那明日我们还要去县里吗？都随你，你若是想去就去，不想去我们就不去。要不你去多买些鸡鸭鹅和羊回来，边养边吃。好，若你喜欢吃野鸡和野兔，我可以去山上布置陷阱，没有必要买太多，容易引人注意。也好，家里已经有10几头羊养着，应该也够了。其实他们已经很富足了。明天我去山上看陷阱，就不出去了。我们今日运进来的东西太多，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力。萧继云说着，又看着宋暖那眼眶红红的样子，还是忍不住的问：怎么哭了？没事，就是突然想娘亲了。等明年清明，我带你回雁城给岳母扫墓。谢谢相公。宋暖甜甜的喊了一声，那糯糯的嗓音让他忍不住红了耳尖。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嬷嬷来了，我们做些野味吧。说着，两人下了楼，才发现清风明月他们都在做午膳，压根儿就没有等他发挥。我来做。小姐，您什么时候学会下厨了？嬷嬷，我以前跟着阿爹在外做生意的时候就学了很多，只是姨娘不喜，我便没说。小姐真的长大了。半个时辰后，饭菜都被端上了桌。小姐，这是什么菜呀？这是水煮鱼片，这是毛血旺，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吃法，做了些改良，你们尝尝。张嬷嬷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叶颖，你看到你萧姐夫没有？我和小玉刚刚从窑洞那儿过来，没有看到萧姐夫。暖暖姐，你找萧姐夫吗？我看他不在房间，不知道他哪儿去了。要不我去附近找找。别去，我就是问问，可能是去山上了吧。
他和我说他会上山，但没说什么时候去。刚说完，萧继云扛着野猪回来，他的身后跟着昂首挺胸的小花。萧姐夫，你上山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和你一起去啊。我在半路上看到小花，是她带回来的。萧继云说着，然后看着宋暖。我看你很喜欢用猪肉做吃的，这只野猪有200来斤，你想做什么吃的都行。最近下雪，山上的野味多，我多上山几次打下来。山上雪更大，你还是别去了，我会担心的。萧继云最近白了许多的脸颊上不自觉地泛起一丝潮红。你不是说明年可能是灾年，趁着现在山上野味多，我都弄些，空着的时候我们多做些腊味，能够存放的久一些。宋暖心里有些欣慰，因为她嫁过来以后，萧继云和萧母会无条件地相信她的话，甚至和她一起去做。好，那你上山小心些，山上危险，你带着小玉去吧。今天晚上我带小玉一起去，不过过2日我可能要带大勇兄弟一起，之前我们就说好要一起去，不能言而无信。我知道，你自己打算就好。山上雪大，若是不行别逞强，安全最重要。我知道，只是现在我们人多，若明年真的是灾荒年，它不只是1年，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灾荒年，得要2、3年才能缓过来。趁着现在物资丰富的时候，我们多准备一些，有备无患。睡到凌晨，萧继云就起身上山了。等宋暖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热闹了起来。萧姐夫，你们今天收获好丰盛啊！这头野牛刚好出来觅食，被我们看到了，有1000多斤，你看着要怎么做？萧继云，你真是太厉害了！你和小玉累了吧？先去换洗下衣服，一会儿用早膳了。萧继云和魏玉是真的累了，两人把这巨大的东西拖回来，手和肩膀都拖得皮破流血了。可想到有那么多的肉食，他们的心里激动又开心。3天的时间，宋暖等人才把所有的肉都给处理好。在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嫂子，您这是做什么？暖暖，我这条命是你和纪云兄弟救的，早些天我就该来谢你们，只是大夫说不能乱走，到现在才来谢你和纪云兄弟，你们别见怪啊。举手之劳而已，嫂子您别客气。对于你而言是举手之劳，但对于我而言却是大恩。之前是我小气，暖暖，我真的很谢谢你。花娘说着，眼眶里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的人，此时说的话也都是发自内心的。哎呀，小姐现在做饭的手法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做饭挺有意思的。小姐确实受苦了，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嬷嬷都觉得您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了。难道嬷嬷看出来我不是真正的宋暖？不过这样挺好的，小姐和老爷出去的那些年，着实学到些东西。若不是因为姨娘，小姐也不需要过得那么惨。古代的男子有多么的薄情寡义，张嬷嬷看得比其他人都多。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嫁给萧继云了，我现在只等大哥平安归来，其他的我都不担心。姑爷确实比一般的男子好，若是一辈子可以这样平平淡淡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刚说完，外面又传来一阵声响。嫂子，萧大哥在家吗？相公他在楼上，出什么事了？村里的一群人上山遇到了一群野猪，现在野猪没有逮到，不见了好几个人，马上就要天黑了，我们要上山找人，萧大哥也得去。什么时候去？村子口，他们都通知了。说完，宋暖点头。没多会儿，在挖地窖的萧继云3人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里面是牛肉干，饿了就吃点。不用等我回来，等我找到人我就回来。萧继云说完，头也不回地和大壮离开了。若是在深山里找人，怕是会很不安全，尤其是晚上，野兽特别多。宋暖当然也知道深山危险，哪怕是知道萧继云厉害，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的担忧起来。晚上，他将外套脱下，往床上一躺，感觉胸口胀胀的，才准备闭着眼睛睡觉，小腹突然一股刺痛，伴随着一股热流袭来，他嗷的一声，清风明月，宋暖出巢来癸水的消息，大家很快都知道了。张嬷嬷教他怎么用月事带，清风明月帮他换床单，萧母和叶母则是用红糖桂圆红枣给他煮红糖水，魏玉和叶影则是给他烧了热水，用之前用牛皮做好的暖手袋给他倒了热水暖肚子，就连魏云都拿着他私藏的糖果，小心翼翼地递给宋暖吃。看着大家那一个个紧张的样子，宋暖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暖意。第二天一早，萧继云昨夜回来了没有？
过夜昨夜没有回来。宋暖心里有些担心，但想到萧纪云的能力，她又稍稍的安心了些。小姐若是不放心，我们过一会儿去问问。别出去了，你们2个未婚女子在村子里容易被人盯上。你怎么样了？娘说你身子不舒服，别起来。我没事。月事期不能着凉，不然以后每月都会腹痛难忍。人已经找到了，我在楼下洗了个热水澡，睡一觉就好了。宋暖哦了一句，看着萧纪云躺在他的身边，拉着被子盖在了身上。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肉麻的调调你不会知道，我爱的静悄悄。我该怎么往下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这一觉，萧纪云直接睡到了下午。你醒了呀？人找到了吧？找到了，不过受了伤，手也被狼给撕咬得很严重，但没有性命危险。人活着就还好。下大雪了，这次的雪比上次的雪下得还要大。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买？要买的话得去趟镇上。我们要买大缸，之前在村子里买的那些都用完了，不过这些我们可以在村子里买个10几个20个的，到时候放在地窖里。到时候我去买。没有其他要买的？确实没什么该买的，家里水果和食物都有，之前也买了不少的干货。那明日去县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想买的。这次下雪还不知道要下多长时间。好，应了一声。萧纪云看着他那有些前凸后翘的身材，腰似乎也细了不少，不由得蹙眉。没有吧？你腰好像细了好多。可能在发育。那你多吃点，不然太瘦了。穿好外套出了门，萧纪云就被萧母给拉走了。等宋暖在楼下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有些不自然的躲闪，就连耳尖都红了。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看起来怪怪的。没有。娘说你月事来了，叫我让你别碰冷水。我知道，昨晚娘和嬷嬷他们都教我了。有哪里不舒服你告诉我，我会好好的去。萧纪云说完，不等宋暖回答，红着脸跑开了。宋暖倒是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刚进厨房，哎呀，小姐，厨房里油烟大，你还是先回房吧。没事的，嬷嬷，你们是不是做豆腐了？啊，现在还在压着，成型啊还得等晚些啊。我还做了豆浆和豆腐脑，小姐爱吃甜口的，一会儿我给小姐端来。还是嬷嬷疼暖暖。张嬷嬷满脸疼惜地摸着宋暖的发丝，脸颊上全都是细碎的笑。第二天一早，这段时间村子里的人去山上，野味也弄了不少吧？天气也好，深山里的野兽都出来了，大家收获都挺多的，每家每户最少也有100来斤肉。大勇3兄弟自己上山也猎了1头野猪和2只麂子，这样也好，大家这个冬天可以过得舒服些。1个多时辰后，他们就来到了县里。冬天县里的生意都那么差吗？萧纪云解释道。雪下的大，就连镇上的人来县里都难，何况是村子里的人。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京都毕竟是天子脚下，自然是繁华不已，夜夜笙歌。以后若是有机会，我带你去京都游玩一段时间。你不是说不想去京都吗？只是游玩的话，倒是没什么所谓。好，等日后我们有钱了，再带着娘和嬷嬷他们一起去。市场里琳琅满目的都是肉，甚至还看到了不少的海产品。老板，这怎么卖？买多少啊？螃蟹3文钱1斤，虾都是6文1斤，扇贝生蚝2文1斤，海鱼4文钱。你要是能包圆了，我还可以送你些。又怕宋暖买不了那么多，急急地说道：这海鲜能储存很长时间的，冬天里放在雪地里就行了。宋暖知道古代新鲜的海货都便宜，却不想竟然那么便宜。我要是把这些都买了，你送我什么？小娘子，你要是可以把这里都买下来，我把后面那桶里的生蚝全部送给你，再送你2个很大的螃蟹。这个螃蟹味道很不错啊，清蒸就很好吃。宋暖看着那2只帝王蟹，眼底里全是喜意。在现代舍不得吃的帝王蟹，在古代免费送。帮我称吧。老板拿着秤就开始称，海鲜全部都被搬到了马车里。小娘子若是喜欢吃海鲜呢，我们还可以弄不少，到时候价钱好商量。若是这几日你的货量大，而且愿意送到虎头村，我可以买1车。1车？哎呀，1车可不少啊，起码有2、3千斤。但是我希望虾可以多些，
老板马上应好，他在留下了虎头村的地址以后，接了银钱就离开了。你很喜欢吃海鲜？等回去了你就知道。虽然心里疑惑，可萧继云到底没有问出声，而是赶着马车朝着家里而去。暖暖姐，你回来了，小心些别摔跤了，去里面吃，别冻着了。暖暖姐，我不饿。魏云在萧家过得舒坦，但也知道他们兄弟俩住在这里，吃住都是萧家的，也不敢拿太多吃的。那就拿回房间去，晚上饿了吃。暖暖姐，魏云有些不好意思，看到萧继云朝着他点头，他才收下了点心。萧姐，你买了海鲜吗？宋暖点头。生蚝还可以做生蚝干，储存也方便。我们现在多存储点食物，不管是不是天灾年都安心。这生蚝也不多呀。放心，到时候会有人送来卖。等到第5日上午，外面传来了一阵响声，是大壮的声音。他领着前几日卖海货的老板过来。小娘子，你们要的货我拉来了，不过这次拉的有点多，你看看要多少啊？剩下的我再拿去市场卖。有多少货？生蚝4000多斤，螃蟹300斤，皮皮虾400多斤，鱿鱼200多斤，海鱼500多斤。上次给你们看的大螃蟹也有4只，不过不卖，我特意抓来送你的。那就全都要了，不过后面我不需要了。大壮见宋暖买了那么多海货，奇怪地问道：嫂子，你买那么多海货做什么？是啊，我们这儿离着海边也不算太远，赶马车过去3个时辰就到了，完全可以自己去赶海啊。太冷了，我们赶海也没什么经验，这个海货还不错，你要买些吗？我不要。大壮摇头，说了家里有事就回去了，有那银钱买肉买粗粮多好啊，说是海鲜，实际上没有多少肉。拿着银钱，老板眼眶红红的。他们都不相信我可以把货卖出去，其实我也是在赌。家里老娘生病了，需要银钱抓药。小娘子啊，这位郎君真的很谢谢你们的。萧母将刚刚煮好的红糖姜茶端了出来。这是姜茶，可以驱寒的，赶紧喝些吧。这哪里使得呀，大妹子也太客气了。喝点吧，不然回去该受凉了。2个小伙子喝完姜茶，说了声谢谢。这是我2个儿子，鄙人姓赵，大家呀都喊我赵老二。这是我大儿子赵忠和小儿子赵毅。赵大叔，今年天气太冷，我们可能不会再要海货了，不如你留个地址，改若是我们想买了，可以直接去找您。我就是隔壁南阳县下面的渔女村，我家就住在渔女村的西南方，你们若是找不到也可以问。我夫家姓萧，这是我相公和婆母。时辰不早了，赵大叔和2个兄弟进来用过午膳再回去吧。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宋暖给他们回了1块10斤的野猪肉。萧母看着满地的海鲜，暖暖，那么多的海鲜，我们要怎么做呀？该烘干的烘干，该炸的炸，把这些海货都储存起来，我们就不需要再出去买年货了。还是你们聪明啊，早早的就把房子给建起来了。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这还没过年呢，我都怕村子里的人有些渡不过去。钟叔，发生什么事儿了？村子里草药不够，老人孩子生病的生病，倒下的倒下，大雪封山出不去，我们想去山上找草药。纪云呐，钟叔知道自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我厚着脸皮想请你和村子里的青壮年一起进山找草药，不然这个冬天大家怕是熬不过去呀。钟叔，您别这样说，大家对我都很照顾。萧纪云问了下时间，知道是一会儿就要上山。好，我换身衣服就去。急匆匆地上了楼。您喝粥。村长笑着摸了摸魏云的头，海鲜粥又香又鲜甜，是村长没有吃过的。这个粥是谁做的呀？暖暖姐。魏云对着小手指。暖暖是个聪明孩子。村长不由得在心底里暗暗地羡慕了下，娶了这样的媳妇，萧家以后只会越来越好。萧纪云很快下来了，他跟着村长出了门。萧纪云呢？姑爷一大早就被村长喊去山上采药了，怕是村子里的草药不够了。最近天气太冷，好多人都感冒了。嬷嬷吃了药，这几日都还是咳嗽，我们还没事待在这儿，其他人也没有住得那么好。我们吃穿都够，不出去就是，也就冷这2个月，过去就好了。宋暖看着外面簌簌下着的大雪，小花这段时间出去都要好几天才回来，看来山上也挺危险的。小姐您放心，姑爷他肯定不会有事的。宋暖笑了笑，
他下楼去大棚里看菜。小姐，这些青菜长得都挺不错的，回头给秋婶子送下去。没人知道他们家有大棚蔬菜。你们俩有什么缺的没有？小姐，没什么缺的，这里吃的用的都有，我们在这里过得比在宋府时还自在。那就好，缺什么了记得和我说，我买了很多东西都在仓库里。小姐，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只要小姐和姑爷可以过得好，我们就安心了。萧继云他人很好，你们俩若是找到合适的对象，也可以了解下。我不成亲，我要跟着小姐。我也不成亲，我也要跟着小姐。我不是催你们，只是表达我的态度。等明年天气好了，我会去郾城把你们的奴籍消了，重新在这里给你们办个户籍，以后你们俩就是实打实的良民。若是你们暂时没有成亲的打算，我就把户籍迁到这儿，也算是有个安身之所。小姐，暖暖在吗？周叔，你有什么事吗？是纪云，大家进去找草药都回来了，唯独他没回来。什么？他怎么会没有回来？不是大家一起去的吗？有一味药在深山里，纪云说他进去找，但是现在大家都回来了，天黑了他还没回来。闻言，宋暖的脸都白了。雪下的那么大，他怎么可以一个人进深山里去呢？我已经召集村子里所有人，若是他在晚些还没回来，我们就去山上找他。我也一起去吧。暖姐，让我们去吧。小姐，您身子弱，这下雪天您受不住，还是让清风明月去吧。村长却是摆摆手。我就是来通知你们一声，这次找草药是每户人家去一个，是村子里的事，我这会儿就让他们上山去。爹，村子口有狼群。听到这话，村长脸色都变了。有多少啊？不知道，说不清楚啊。大家都跑了，都说不敢再上山了。什么？村子口有狼群，他们怕是连村子口都出不去，更别提上山了。宋暖当然也会知道这些，他的小脸有些惨白，嘴唇蠕动了下，到底是没有再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兄弟上山去找人，纪云媳妇儿，你不用担心，我们肯定把他找回来。谢谢大勇哥。爹，您先回家去，我一会儿和大壮他们从后山这里上山。村长也没多说什么，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大勇哥，我跟你一起去。那好，大壮他们就在门外。我也去。大勇瞧着他那文文弱弱的身子，我们是要去深山里找，你这样的身子怕是跟不上，我们4个就够了，人多的话反而容易走丢。魏玉也对叶颖摇摇头。此时他们都清楚晚上上山的危险性有多大，还没走出去，外面突然就传来低低的嘶吼声。是大虫。他不会听错那声音的，是大虫的声音。先别上山，外面有狼群，还有一条大虫，他们怕是想要下山猎食啊！听着大牛的话，宋暖脸色越发的不好看了。萧纪云还在山上呢，他自然也不好叫别人去。纪云媳妇儿，我们怕是上不了山了。大勇有些内疚地看着宋暖，周围全都是野兽，我们怕是没上山，就在山脚下被野兽当吃食了。不过你放心，等野兽离开以后，我们再上山去找。话虽这样说，但宋暖的心里清楚，今天晚上他们是没有办法上山去找人的。大勇兄弟回家了，村子里有狼群，还有大虫，大家一个个的都把门给关好了。不知道萧纪云什么时候回来。宋暖烧着木炭守在门口，看着簌簌落下的雪花，心里一阵担忧。暖暖，先去休息会儿吧，已经是丑时了。娘，叶姨，我没事的，我不困。说着他就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还说没事儿，你看你困的。暖暖去休息吧，我和苑姐在这守着，没事的。好。宋暖确实困了，他打了个哈欠，上了楼。纪云这孩子聪明，他肯定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别担心，他肯定不会有事的。萧母看向不远处的黑暗，轻叹一口气。现在也只能期待他能够平安的回来。天光大亮，要不我们去找吧？还不知道村子那边的狼群走了没有，若是没有走，我们这样出去就等于是给野兽送早膳。可萧姐夫那么久都没回了。萧姐夫对深山很熟悉，哪里有山洞他都知道。他昨夜如果没有回来，肯定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再等等，若是晌午还不回来，我们就去找。两人坐在门口等，等到清风明月喊他们吃了早膳，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声响，是萧纪云回来了。他浑身都是血，身上扛着一头野猪，
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受伤的男子。萧姐夫，萧姐夫，你没事吧？萧继云摇头。先带他去沐浴换身衣服，叶影，你再给他上药。知道了的，萧姐夫。叶影也没有多问这个男人是谁，带着他去了浴室的方向。小玉，去村长家叫上大勇兄弟，在山上还有3头野猪和2头山羊，让他们和我一起去扛回来。萧姐夫，昨晚出了什么事啊？昨天傍晚，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大群狼，还有大虫。别问了，快去吧。魏玉也没有多问，提着背篓就去了村长家。萧继云捂着胸口，一股气血在他胸口翻涌着，又被他硬生生地压了下去。吃了吧，缓解内伤。萧继云接过丹药，一口吞下。谢谢裴志安，你救了我的性命。这段时间下雪，你可以住在这里。若是你想离开的话，我会给你一些盘缠离开。我看这里挺好的呀。那你就安心住下，晚些我让他们把房间给你铺好。清风、明月，这是昨夜救了我的裴志安，一会儿麻烦你们给他铺一张床。好的，姑爷。裴公子，您要住哪间房？倒数第1间房有人住吗？没有，不过现在温度低，那个房间比较冷。就那间吧，麻烦了。见裴志安执意，清风也没有多说，和明月一起出去了。我还要去山上，你身上有伤，用完早膳就去休息会儿。午膳好了会有人喊你的。裴志安轻轻嗯了一声，也没有多言。是不是项目回来了？姑爷回来了，但又出去了。昨晚在山上打了3只野猪和2只山羊，小玉他们都去了。小姐，这是上午姑爷带回来的，我们拿来做什么？等萧继云回来了再看看该怎么做。姑爷带回来一个人，昨夜救了姑爷，现在就在房间里休息，叫裴志安。既然是救命恩人，那就好好招待着吧。横竖我们也都不缺吃穿。可是小姐，那个裴公子身上有一把佩剑，那也是别人的私事，我们不问就好。而且人是萧继云带回来的，他应该知道底细的。知道了，小姐。嬷嬷还没有起来吗？嬷嬷头疼，早上我去看过她老人家，晚些我把饭菜送上去。给嬷嬷做些清淡的饭菜送上去。我记得我好像买了川贝，一会儿去房间里把买的拿出来炖。说着，外面传来魏玉的声音，宋暖小跑着出去。你没事吧？没事儿，昨夜下山不安全，就在山洞里过了一夜。瞧着宋暖那担忧的眸子，萧继云的视线一直落在他那张张合合的小嘴上，喉结不自觉地滚了滚。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在山上遇到了狼群，昨夜村子里好多狼，还有老虎。别担心，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说着，萧继云让大勇兄弟抬了1头野猪回去，其他的2头野猪和2只山羊自然是他们的。小姐，姑爷可以吃午膳啦。宋暖看了一眼周围，平日里叽叽喳喳的魏云竟然不在。你们看到小云没有？她今天怎么不在这里？小云在睡觉，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早上起来又玩了会儿。听着这话，宋暖才放下心来。裴公子，感谢你昨夜救了我夫君。小娘子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午膳一会儿就好，裴公子可以去饭厅里坐会儿，里面有炭火。裴公子，随我过去吧。裴志安跟着叶影进了饭厅，野鸡炒蘑菇、东坡肉、红烧羊排、蟹黄蒸蛋、土豆牛腩、清蒸帝王蟹。裴志安已经许久未曾吃过这么好的菜了。裴公子，都是些乡野味道，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呢？便是我在京都也没有吃过那么新奇的菜。裴公子不嫌弃就好。用完午膳，叶影带着裴志安上了2楼的客厅。这火炉是谁想的？当然是暖暖姐啊，暖暖姐什么都懂，很聪明的。他不说话，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就凝结了起来。魏云蹦蹦跳跳的拿着糖进了客厅。哥哥，你别怕，暖暖姐和萧姐夫、萧姨姨、叶姨姨、清风姐姐、明月姐姐、嬷嬷、影哥哥都是好人。我们都是爹娘不要的孩子，但是暖暖姐要我们，而且还会分给我糖吃。这个糖给哥哥吃，吃完心里就不苦了。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魏云，大家都叫我小云。哥哥，你吃牛肉干吗？这是暖暖姐做的，晚上饿肚子了可以吃。不用，哥哥晚上不饿。说的也是，我最近每天都在2楼吃点心，一点都不饿。清风姐姐和明月姐姐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我最近都长胖了，都是暖暖姐养的。自来熟的魏云拿着放着的菠萝包往裴志安的嘴里塞。哥哥，这是暖暖姐做的菠萝包，外面都没有卖，你吃。裴志安被塞了一个菠萝包，咬了一口，奶香味十足的菠萝包是他在京都都没吃过的。暖暖。萧继云伸手挡住胸口，脸颊有些烧红。
你受伤了，我给你擦药。没事儿，我叫小玉帮我上药。你怕什么？我又不吃你。暖暖，男女授受不亲。还在扒拉的手一顿，宋暖似乎想起什么来，他都忘记了，这是古代了。那你去找小玉吧。说罢，急急忙忙地出了房间。他刚刚在想什么呢？其实卑鄙一些，暖暖又不抗拒自己，他们俩未必不能做真夫妻吧。下了楼，在大棚里，宋暖的小脸立马就垮下来了。看来萧继云对他是真的没有男女之情啊。他还以为他做的那么明显，萧继云怎么样也得开窍了，不曾想他倒是榆木疙瘩一个，开不得窍。想想他都觉得生气，他有那么差劲儿，让他看着自己就想退避三舍吗？我有件事儿要和你说。裴之安是京都人，他的身份我没问，但他应该不是普通人。若是他要离开，我答应给他一笔盘缠，到时候还得从你这里拿银子。这算是在报备吗？你不怕他是坏人？他不是坏人，若是坏人，我也不会把他带回来。一个人是好是坏，我还是分辨得出来。吹牛，那么聪明，怎么会看不出来我对他有男女之情？家里有不少吃的和粮食，这些东西现在倒是不缺，但我总是担心我们的冰窖会出问题。冰窖？裴之安不知什么时候下了楼。我知道冰窖该怎么做，你们若是想做冰窖的话，我可以帮忙，全时报答这段时间里在这里白吃白住。萧继云和宋暖带着他在房子的周围都转了一圈，有懂行的人在旁边指导，10几天的时间，冰窖就全部做好了。萧大哥，救我！秋月丫头，你这是做什么？萧婶子，我求您答应我给萧大哥做小吧，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什么活都能干，求您发发善心，我爹娘聘礼只要10两银子，10两银子就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女子怎么如此不要脸啊，竟然直接跑到别人家里想要给人做小。这位姑娘慎言，自古婚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家姑爷和小姐是签了婚书的，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这里大放厥词，也未免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萧大哥才不会喜欢他呢，要不是因为毁了他的名节，萧大哥怎么可能娶她？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家小姐和姑爷婚前清清白白，怎么能让你如此污蔑？秋月没有理会其他人，他跌跌撞撞的就想要去抓萧继云的衣服，却被他很快的躲过。他脑子一热，直接就想要撕扯自己的衣服。张嬷嬷和叶母眼疾手快的扑过去压住了他。哼，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你想把衣服扯开祸害我们这里的谁呢？听到这话，叶颖等人马上就退进了房子里。我早就和你说清楚了，我此生只有暖暖一个娘子，不会再娶其他女子。你若不想成亲，可以去找村长替你做主。萧继云，你真的有那么狠心？哪怕是我爹娘要把我嫁给50多岁的员外做妾，你也不愿意娶我。那是你的事儿，和我无关。话音落，外面突然就传来一道声响。你个小丫头，想要造反吗？我告诉你，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能被员外看上，那是你的福气。说罢，又笑盈盈地对着萧母开口：我们家秋月说了门好亲事，她要嫁的可是陈员外，光是聘礼就有一大堆，她可是说了会给500两银子做聘礼，什么嫁妆都不需要备。闻言，大家的表情也都一言难尽。那员外都能做秋月他爷爷了吧？他还年轻，这陈员外虽然年纪大了些，但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她嫁过去就是锦衣玉食，还有丫鬟伺候，有什么不好的？春香婶子哪里有闲工夫和萧家人掰扯，直接让人拖着她就往家里去。看春香婶子是认真的啦，500两银子嫁个女儿去给员外做妾，难怪她都不考虑了。哎，秋月她娘啊，还真把自己的女儿给卖了。明年若真是灾荒年，怕是卖女儿的人家更多了。大家都别担心了，有我在，不会让大家饿着的。我们囤了很多的粮食，大棚里的蔬菜也很多，到时候可以做成菜干。只要我们努力，吃饭的问题是不需要担心的。他当然是不担心呢，就算外面没有粮食卖了，他还能在淘宝系统里买。其实官场没有你们想那么简单，那些人都见风使舵，想往上爬更是难上加难。就像现在的礼部侍郎萧怀礼，
据说他在考取状元前，在乡下是有一门亲事的，两人都已经签了婚书，有了孩子，但是他被太傅看中，把独女嫁给了他。为了前途，萧怀里把他结发妻子给骗了，暗地里把他原配夫人的婚书给作废了，还把他们放在院子里关起来，说是有人想害他们。后来听说他原配夫人知道了真相，带着孩子走了，到现在都没音讯。这种男人多薄幸，和我那不少难得的渣爹一样。没人注意到角落里听到萧怀里名字的萧母手细不可察地抖了下。世间男子大多薄幸，平头百姓喜欢进烟花柳巷的也不在少数，似乎也没什么稀奇。我可不这样，若是以后我娶妻，我定娶一个我喜欢的姑娘，一辈子和她恩爱有加，琴瑟和鸣。以后的事谁都说不准。吃好喝足，大家都上了楼。刚回到房间，我不会。什么？我不会纳妾，也不会在外面乱来。你不怕我和你和离？我尊重你的意见，就算你和我和离，我也不会纳妾。萧纪云开口，看着宋暖的眼眸好似盛满星辰。宋暖一时间竟然看呆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萧纪云，我们试试吧。萧纪云没反应过来，他疑惑地嗯了一声。萧纪云，我不想和离，我想好好和你过日子。这话总让他有种不真实，只是下一秒他的手已经很诚实地将宋暖抱紧，恨不得嵌入体内。我以为这是我的错觉。宋暖飞快地在他腰间软肉上掐了一把。那现在呢？娘子，疼。改口改的倒是挺快的。我会努力赚钱，以后家里的钱财都归你管，力气活都我来做。那以后你的伤还让小玉擦吗？不是，伤口有些深，血迹斑斑的，我只是怕你看着难受。我才不难受呢。是我想要在你面前留些面子，我也怕你还想和离，所以行为举止都得注意点，这样以后你若是真的遇到了喜欢的人，也不会后悔。我没有讨厌你，我开始只是不了解你，加上未知的恐惧才会想不开。这些时间的相处，我确定自己很喜欢你，也喜欢这个家。我也很喜欢你。萧纪云的耳尖红得快滴出血来。那我们以后可以尝试着慢慢的相处，感情总是会越来越深的，你觉得呢？我不着急。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娘亲说了，女子未满18不宜同房。我有件事儿得和你说，我的身世还未同你说过。我幼时曾经学过功夫，家里还请夫子教了我好些年。我不知我爹是什么人，但我娘说我不能去京都居住。我不是非得去京都住，我还挺喜欢这里的。宋暖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不是宋暖的事儿和他说，但又怕他把自己当作怪物。萧纪云也看出来了，其实你不需要什么都和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相信你。萧纪云，我其实不是真正的宋暖。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我能接受。我其实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我是几千年后传过来的现代人。真正的宋暖已经死了，我刚好在我的世界里死亡，不知道为什么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现在的我不是什么千金小姐，所以你醒过来以后才这般异常。而且我有我那个时空的系统，米面粮油在我们那儿都是很平常的东西，所以嫁妆里没有那么多神奇的东西，都是我那个时空买的。见萧纪云面露不解，宋暖闭着眼睛进入淘宝系统，然后萧纪云就看到宋暖的身边凭空的多出一袋大米，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就是这样，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米，用的是我在现代赚的钱买的。你们这里很贵重的东西，在我那儿都是稀松平常的存在。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别再告诉其他人。我没有想告诉其他人，但你没有对我隐瞒，我也不想隐瞒你，而且日子长了，我也怕你发现。我就算怀疑，也不会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只要不害人，怎么都行。可若是其他人知道，怕是会引火烧身。所以我告诉你了，以后你也要替我隐瞒。我不是圣人，救不了太多的人，可我占了他的身子，便想帮他照顾好他在意的人。你之前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宋暖啊，我和他同名同姓。宋暖没敢说自己在现代已经快30岁的事实，他怕萧纪云觉得他老牛吃嫩草。这或许也是你们之间的缘分。话音落，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萧铁夫，暖暖姐，清风姐晕倒了。闻言，宋暖很快就出了房间门。清风，清风。宋暖伸手去摸清风的额头，滚烫的不行。他发烧了，我去煎药。萧母和叶母赶紧去拿来毛巾给清风敷上。
张嬷嬷则是拿来了薄薄的毯子盖在她的身上。房间里面睡觉是不是很冷？唉，木炭晚上烧的倒是旺，可要通风才不会出事。夜里风大，气温又低，确实容易着凉。叶姨，你房间晚上也冷吧？楼下温度更高些，清风明月若是不嫌弃，可以和我一个房间，人多睡在一起更暖和。若是还冷，晚上就灌几个汤婆子睡。我发现我真的挺喜欢这里的，若是我一直住在这里，你们会不会介意啊？只要你家人没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放心吧，他们巴不得我死在外面，所以我要先赚银子，等以后真被扫地出门了，我还有银子傍身。他说的可怜，宋暖都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只要你愿意住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谢谢嫂子，我要去歇息了，明日要早起。好。宋暖也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画着放火锅的桌子、烧烤的架子，他还把烧烤的配料表、火锅的配方全部都写了出来，自己也打算明天用新鲜的羊奶试做奶茶。你图画的不错呀。当然了，画图是我们必备的技能，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很好，只是羊奶真的能做奶茶？羊奶营养价值很高，我只需要把羊奶做成好喝的奶茶，销路自然就上去了。你真的天生适合做这行。我确实想做生意，裴志安刚好拉了我一把。我不知道京都现在是什么样的，但你不喜欢的人在那儿，我不喜欢的人也在那儿。尤其我那渣爹还拿着我娘的钱在那儿做生意，我就想让他过得不自在。好。萧继云像是下了什么决定。若是你想去京都住也可以，大不了我到时候乔装一下。算了，我才刚到异世，羽翼未丰，我若是贸然出现，会让姨娘有危机感。宋家挺有钱的，我那渣爹还巴结上了好些个大官，我不想做没有把握的事。他还没自信到觉得自己是个穿越的人，有个淘宝系统就可以主导这个世界。好，将画好的纸压在了案板下，宋暖脱下外衫上了床。外面的温度已经快零下50度了，他偷偷从自己的被窝里挪到了他的被窝，才放心地闭着眼睛睡觉。萧继云已经习惯了他的偷袭，夜里太冷，他自是不好提出让他和自己睡一个被窝，但宋暖每天都会冷得钻进他的被窝，所以每天半夜时，他的怀里总会多出一个人来。翌日一早，萧继云和裴志安骑马去了县里，宋暖则是一大早的起床去了厨房。挤了羊奶以后，就在厨房里开始做奶茶。他先给羊奶煮沸，一大早起来的众人又喝了新鲜的羊奶做的奶茶。暖暖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早知道就多买一头奶羊了。村子里卖羊的那户人家有产奶的羊，要不我去买2只？那便问问吧。叶颖和魏玉陪着萧母去了村子里养羊的那户人家问：小姐，您真的要和裴公子一起做生意吗？我看裴公子也不想拿我开玩笑的样子，若是真的可以在京都打响名号，我不就省事多了？我只是担心小姐，总是要尝试的。若他真的是个合适的人选，一起做生意反倒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小姐觉得好就行，我们对这些都不懂。你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不会的事情不都是你们在做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你别妄自菲薄。暖暖，这奶羊买到了，不过涨了些价钱，要7两银子一只，我买了2只。娘辛苦了。宋暖又拿了50两银子递给萧母，都差点忘记给娘银钱了。哎呀，你上次给我那100两都还没用呢。您收着吧，家里总归是要有用钱的地方，我不在时您总不能赊账吧。无奈萧母只好把钱给收了起来。用午膳时，萧继云和裴志安才回到家。信已经送出去了，估摸过2日就会来人。那么冷的天，他们能来那么多人吗？我办事你放心。裴志安的人也都是第2天傍晚到的，来人有5个。第2天一早，宋暖就起了个大早，教3人从简单的奶茶开始做起。奶茶、烧烤、火锅，2天的时间，他们就学会了全部。宋暖则是和裴志安、萧继云讨论名字，要不你们取吧，叫季安火锅和暖暖奶茶怎么样？于是他们开的店就命名为季安火锅和暖暖奶茶。第2天一早，莫青就带着3个大厨回去了，叶璇则是要留下来。也不知道我们的店能不能开起来。放心，一定可以的。在莫青他们走后的第10天，裴志安接到了飞鸽传书，我估摸着这2个月我们能大赚一笔。
想不到京都的人那么舍得吃。等到明年开春后不下雪了，我过去那边教他们新的菜品和果茶。我还以为你不会去呢。总得去看看。不过你在京都能不能找个地方挖冰窖？明年热天我需要很多的冰做饮品。放心，我的人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再有几日就要过年了，你真的不回去？不回去，我对联都写好了，你还想赶我走？太冷血了吧！我就问问你，清风明月他们在做新年的衣服，我给你和叶璇都做了一套，不是什么好料子，你们别介意就成。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们了。一个心愿，两个心愿，轻轻挂在树上，祈祈愿。你的心愿，我的心愿，走出美好的音乐。暖暖，新年好。喝着暖气的声音在宋暖耳边响起，让他瞬间红了耳根。新年好，肖霁云。宋暖刚说着，他感觉手里被塞了东西，还不等他反应过来，肖霁云迅速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直起身来看着漫天烟火。大家坐在客厅里，宋暖率先拿出红包递了礼物给大家，因为怕混了，所以他给的新年礼物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有。当然了，我们最起码也得算是朋友了吧。又递了一个给叶璇。宋暖看着眼泪汪汪的清风明月，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是你们的压岁包，放在枕头底下枕着，这样来年就可以平平安安，没有邪祟。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压岁包。小心翼翼地将红包收好，然后看着叶璇，你愣着干嘛呀？接啊！叶璇接过压岁包，对宋暖说了谢谢。他的话是真的少，几乎到了惜字如金的地步。暖暖，我们做长辈的哪有让你发压岁包的道理呀？叶姨，这里就我和肖霁云成亲了，我们给长辈和小辈发压岁包没什么问题啊。亲娘，那是暖暖和霁云的一番心意，你就收着吧。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您别有心理负担，我真的是把你和叶影当做自己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就是想要讨个好彩头。说着，裴志安先打开了新年礼物，香包里是一条项链，里面竟然是黄金做的镂空金坠子，这挺贵重的。这个坠子叫吉祥符锁，寓意吉祥幸福，是我对你们的祝福，日后若是遇到了难处，也可以换些银钱。宋暖说着，才发现身边的肖霁云正眼巴巴地看着他。你的在房间里，我单独给你送了一个不一样的。等回了房间再看。裴志安等所有人都戴好后，才从怀里掏出红包。大家自是不好意思收裴志安的新年礼物。你们收着吧，这段时间我沾着嫂子光，店铺赚了不少银子，日后我们大家肯定是要经常来往的，大家不收下，我以后怕是不好意思常住了。被裴志安这样一说，大家反倒是不收不行了。嫂子，你知道我们店这些天进账多少吗？总不能超过10万两银子。刚想要嘚瑟下的裴志安轻咳一声，差点没被口水呛死。倒也没那么多，不过最高的一日有差不多3万两。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坐着数钱了。但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久了以后都会有厌倦期，尤其是明年可能会是天灾年，到时候大家都吃不起饭了，生意自然会差下来。你也听说了？现在大家都在传明年是天灾年，京都里其实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连我娘都买了不少的米还有面在府里，生怕到时候会有人卖高价。你家应该条件不差，竟然那么早就开始囤米了。因为每年灾年我娘都会去京都的城外施粥，所以她每年呢都会囤积大米和玉米。长公主哪里有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受百姓尊重的长公主。你娘人还挺好的。图面子罢了。见裴志安每次说起他的家人，反应都特别的大。刚巧他也困了，3人便各自回房了。裴志安的身份应该挺尊贵的，他自己也不愿意说，那我们就当不知。横竖现在都在家里，没有太多的规矩，还舒服自在些。你们那儿的世界是不是没有那么多规矩？对啊，我所在的那个世界很和平，男女平等，任何的事情男女都可以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如果婚后不幸福，我们可以协议离婚。萧霁云喉结滚动了下，其实他想问宋暖在他的世界里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他怂了。宋暖看出他心底里的疑惑，
我在那边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牵挂的人。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就离婚了，那时的我对婚姻并不是很向往。现在呢？现在不一样，我觉得成亲了没什么不好的，你和娘对我都很好，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萧继云悬在半空中的心才落了下来。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燕城有回门礼，是在成亲后新年的初3，你若是想去回门看你爹，我便陪你一起回去。回门礼？不去了，他离开燕城都没通知，我干嘛去找他？嫁出去的女子初3回娘家，娘家会准备回门宴，你若是不回去，你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说不定还会全部听信你姨娘的话。你觉得我应该回门？没什么应不应该，你若真的不想回门，我不强求，但规矩我得和你说清楚，以后若是真闹起来，别人只会知道你连回门礼都不回，也会是那个不占理的。宋暖有些纠结，躺在床上，宋暖心烦意乱。是谁呀？嬷嬷，是我呀。小姐怎么了？嬷嬷，您能和我说下我出嫁后家里的情况吗？小姐是在想初3的回门礼吧？其实我本不该和小姐说那么多，但小姐既然问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和小姐说的。难道张嬷嬷还有什么事情瞒着原主？那日夫人嘴馋，让我去买她常吃的那家点心。我刚出去一会儿，夫人她就提前发作，生产室大出血。等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和我一同进府的小菊被活活打死。老爷说是他让夫人受了惊吓，导致早产。但我知道小菊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同陪小姐嫁过来，她的人品我了解，她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夫人的事。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小菊让小姐受了惊吓，而是一个阴谋。为了这件事，我特意去找了当年的稳婆，可惜她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只能断断续续地知道当年夫人的难产是人为的。原本我想着自己找到真相，可那么多年过去，我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若不是因为我在外面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当时吩咐了其他人去，夫人就不会因为难产没多久就去了，小菊也不会被活活打死。这种剜心的痛应该是原主感觉到的吧。第二天一早，宋暖就告诉萧继云，他要去回门礼。我去和娘说一声。你去吧，我收拾下行李，我们上午就出发。好。娘，孩儿准备陪暖暖回京都岳丈家走回门礼。罢了，既然你决定去了，那就去吧。娘，您一直叫我不要去京都，是因为我爹的缘故吗？他不是想要怀疑什么，只是想要证实心里的那个答案。就是你想的那样，之前知安嘴中那个礼部侍郎萧怀礼就是你爹。萧继云在裴之安说的那次，其实就已经有怀疑了。所以您不想我去京都，便是怕他知道。不过现在没什么关系了，你小时候长得呀，和他倒是一模一样，那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可现如今倒是不像了，怕是他自己看到也认不出来了。娘想报仇吗？有什么好报仇的呢？那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恩怨，如今我只希望你和暖暖可以好好的，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其他的呀都不重要了。那我也回京都一趟，到时再一起回来。萧继云和宋暖打包的都是腊肉和肉干，还带了些品质不好的青菜。你们回门礼就带这些东西？裴之安看着宋暖和萧继云准备的回门礼，有些一言难尽。要不我去给你们添些银子，多买些。我又不是回去吃回门宴的，我要是给的多，他们还指不定的以为我陪嫁了多少好东西。裴之安也很快的明白了过来，终于在下午傍晚前，他们进了京都。你们要不要去我府上住啊？我府里挺大的，而且没有人住，但丫鬟们每日会打扫，很干净的。我们就不去打扰了，明早我们要回去，今天晚上得好好的休息一下。你把你府邸的地址告诉我，我办好事了就去寻你。你拿着这块玉佩到朱雀街的世子府找我。世子府？你是世子？对啊，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身份就和我生分了，我是真的把你们
当做我的朋友。您欢喜就好。行了，你现在说话都变得阴阳怪调的，能正常点吗？记得来寻我啊。好，我知道了。宋暖和萧继云要去客栈住一晚，裴志安则是回府，他偷偷的想要潜入娘的房间，给她惊喜。我知道你的心里只有恒儿这个孩子，我知道你的心里只有恒儿这个孩子，可志安也是你亲生的，他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你做娘的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我为什么要担心啊？他本就不是我想要生下来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在乎他的死活？你太过分了，他再不济也是你亲生的。那又如何？若不是因为你使手段强行占据了我的身子，我不可能会怀上他，更不可能会生下他的出生本来就是个错。嗡的一声，裴志安刚刚还有些疑惑的脸上此时惨白一片，他不敢相信里面的对话是他爹娘说出来的。当初你执意要把恒儿生下来，我瞒着所有人把孩子给认了下来，是因为我心仪你，我不在乎你的过去。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强迫你，但我也是个男人，你是我娘子，我有什么错？你是没有错，你就不该娶我。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要娶我，我也不会嫁，我根本就不想嫁给除了他以外的人。长宁，事到如今，你还要自欺欺人吗？志安今年已经习惯了，你再不喜欢他，那也是你的儿子，你就不能分出一点爱给他？不被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就该承受这些。你倒是很爱他呀，拼了命的给他生出那么多的弟弟妹妹来。你在外面养了那么多的莺莺燕燕，难道还不够你睡的？原来我是不被祝福出生的。世子爷，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也不坐马车来宫里？若是冻坏了，可怎么办呢？皇上，怎么了？毛毛躁躁的。皇上，不知怎么的，世子爷突然就走着来了宫里。奴才看世子爷好像很伤心，怎么叫他都没半点反应，整个人冻得都紫了。皇上您快去瞧瞧吧。安安，偏殿内，参见皇上。都轻着点，别吵到安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安安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有人通知朕呢？世子爷前段时间说是去其他地方游玩了，倒也没有说他会回来。奴才马上就派人去查。算了，人都在这里了，还查什么？长宁和裴正海又在做什么？他们俩是想把朕给气死吗？皇上息怒，老奴这就去请长公主殿下和丁远侯爷。哎呀，算了，朕现在看到他们俩就心烦。御医呢？御医怎么还不来？已经派人去请了，外面下雪天，皇上别急。朕怎么能不急呀？若是没有天大的委屈，这孩子何至于此？皇上气得脸都黑了。很快御医就来了，给裴志安扎了几针后，他才慢悠悠地睁开眼来。皇舅，我爹娘他们都不想要我，我是他们都不想要的产物，他们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生下来呢？皇舅，我再也不要回家了。以前的裴志安哭，说的最多的便是为什么爹娘不喜欢我，而现在的裴志安，安安乖，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了，你可以待在皇宫里，也可以待在自己的府里，你怎么开心怎么来，舅舅都不干涉你。皇舅，我不要回家，没有人喜欢我，我哪里都不想去。怎么会没有人喜欢安安呢？舅舅一直很喜欢安安啊。安安不委屈，舅舅一会儿就下旨给你封个王爷当当，这样你就比你爹官大，日后啊也不需要拜他。他当初真是不应该赐婚，两个人这20多年来争得你死我活的，都把孩子当作皮球一般的踢来踢去，实在是不像话。朕已经下旨了，封你为安亲王。舅舅，志安觉得做个世子爷就很好了，不需要封亲王。朕心意已决，且圣旨已下，岂有收回的道理？谢皇上恩典。哎，都病成这样了，就别行礼了。你爹娘的事儿，舅舅都知晓，他们俩确实不像话。舅舅替你做主，日后有事儿
就和舅舅讲，他们不要你，舅舅这里你永远都可以回来。舅舅，我现在住的这户人家人很好，但我不想暴露身份。叶轩已经在保护我了，我不想兴师动众。我在那边过得很开心，暖暖一家人都很好的。暖暖，这外甥是春心萌动了，那便赏赐他一块令牌吧，今后你们去哪儿都方便。治安，谢过舅舅。有人吗？大门很快就被打开。谁啊？请问这是燕城搬来的宋青云老爷的府邸吗？没错，你找谁啊？我是宋暖，宋青云是我爹。我们宋府的小姐少爷都在里面，你怎么可能会是宋小姐？麻烦您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我是宋暖，我爹他知道的。小厮说了句稍等，两人等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小厮又回来了。你逗我玩呢？我们家夫人说了，我们府里的少爷小姐都在，你害得我还挨骂了。不是，你去找我爹。老爷不在，他去郊外了，要1个月后才会回来。你还是赶紧走吧，夫人说了，不会让你进去的。说完，大门啪的一声就被关上。暖暖，我们回去吧。好，没关系的，岳父不在府里，他若是知道……你别安慰我了，其实我心里不难过的。若是没有我爹默许，姨娘她不敢说府里没有我这个人。她既然不把宋暖当她的女儿，那我还赖着干嘛？就算他的心里有些抽痛，那都是原主的身体记忆，和他没什么关系。走了吧。夫人放心，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说了。做得好。这件事情你知我知，绝对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老爷若是回来了，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吧？小的明白。东街临靠皇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世子府。两位想必是萧公子和萧夫人吧？我是世子府的管家，两位叫我萧伯就好。世子爷已经派人来吩咐过，厢房已经为两位准备好了。我们暂时有住的地方，就是来看看裴世子在不在。我们约好在这里碰面的。皇上想世子了，要留世子爷在宫里小憩2日，而且世子爷要被封安亲王，怕是要等封礼完成后才会回府。安亲王这人回趟京都就升职了。母后，皇帝，你可算是抽出时间来了。今日这事，你打算如何处理？全凭母后发话。太后满意的点头，将视线落在了跪在地上的长公主一家身上。长宁、裴侯爷，哀家很早前便同你们说过，若是不希望安安回到你们身边，打扰你们清静，便把她留在宫里。是你们承诺会对她好，爱护她，哀家才会把人送了回去。如今13年过去，你们俩为人父为人母，却从未在他的身上尽过做父母的责任。哀家对你们真是太失望了。罢了，既然当初赐婚的圣旨是个错误，那今日哀家便准了你们俩和离，从此男娶女嫁，各不相干。母后，至于安安，她本就在哀家和皇帝身边长大，你们不想要她没关系，皇帝已经和哀家说了，封安安为安亲王，不日他便自立门户，会在他的安亲王府生活。他的婚姻大事从此也不需要你们干涉，哀家和皇帝自会保他一生无忧。母后，您太偏心了，恒儿也是我亲生的，您和皇帝封他为安亲王，却连一个世子之位都未曾给过恒儿。太后脸色一沉，放肆！皇姐莫不是忘记了，裴恒现在是定远侯府的嫡长子，日后是要袭侯爵之位，怎么侯府的侯爵之位都不够他继承的，现在还要来这儿治一阵？人还是不要贪图的太多的好，省得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哼！儿臣没有其他意思，只是一时性急说错了话，母后息怒。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哀家不想管，也管不了。太后的话让长公主心底凉了半截，随即目光愤恨地看着裴之安，都怪他这个扫把星，他的出生是他最大的耻辱。皇祖母、舅舅，到这里好了，安安有些累了，恳请皇祖母和舅舅天恩，准许安安回自己府里歇息。罢了，哀家知道你不想留在宫中，
既然在这不开心，那便回府去吧。不是说要在宫里多待几日，怎么就回来了？草民见过世子爷。草民见过世子爷。你们俩干嘛呢？我们还是不是朋友了？以后见了我不要行礼，不然的话我会生气的。嫂子，你行的礼也是错的。宋暖尴尬的不行。我一时紧张忘记了。没事，跟着我，你不用对别人行礼。一会儿呢，我们一起在府里用午膳，用完午膳，我带你去店里转转。宋暖没有反对。没关系，回头我教你。萧大哥，嫂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何事？我在萧家住的时候，看到你们做的壁炉很不错，而且在取暖方面似乎做得也很好。线下许多地方突然降暴雪，导致许多老百姓被活活冻死。我想问一问你们，愿不愿意把做暖炉的方法说出来？当然，我也不会白要，我可以花银子买。宋暖犹豫片刻，技术我是可以教的，银子我也不要。这毕竟是造福百姓的事，只是我不希望被人过多打扰，可以吗？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知道这是我做的，因为我只想和相公带着家人在虎头村好好过日子。你这人，你知道有多少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出头机会？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还是更喜欢这样安静的生活。听到宋暖的要求，裴之安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你要是愿意把你那些能够造福百姓的本事拿出来教，我都可以买下。实不相瞒，皇舅对我挺好的，这些年虽然平息了战乱，但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我希望可以帮舅舅解决问题，也帮百姓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只要你答应我的，可以做到。若是有什么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我虽是女子，但也同你一样希望百姓们可以过得好些。萧大哥，嫂子，我替所有百姓们谢谢你们。虽然你什么都不要，但我也不是个不识趣的。放心吧，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会在舅舅面前替你要一块舅舅的金牌，日后不管在哪儿，你们都无需害怕被欺负。宋暖自然是不会要银子，毕竟他有很多赚银子的方法，他缺的是一个有权势的大腿。裴之安瞧着宋暖的面色，两个人明显的有些拘谨。你俩别这样，我还打算过几日和你们一起回去呢。我好奇，你为什么在京都有吃有喝，还住得那么好？为什么要去山里受苦？我才不觉得那是受苦。虽然我待的时间不久，但是却是我从小到大住得最舒服的。你们是不是看我好像很风光啊？事实上，我娘很厌恶我。我刚出生，因为我娘不想我出生，皇祖母和舅舅怕她把我掐死，所以才把我留在身边的。我小时候其实每次都会偷偷去看我爹娘，他们俩总是把大哥带在身边，他们手牵手，一家三口的背影看得我很羡慕。后来我和皇祖母说我想回家，爹娘来接的我，然后呢，我以为他们真的想要和我好好的成为一家人。我那日回京，马不停蹄的就回了家。我以为爹娘看到我很开心的，因为我都离开那么长时间了，就算在身边养条狗都该有感情了呀，走丢了也会想念一下。但他们没有。我听到他们吵架，我娘说她压根儿就不想有我，我爹是想通过我和我娘增进感情，他们谁都不爱我。昨夜我喝了酒，走到宫里，舅舅和皇祖母觉得我受了委屈，所以拼了命的想补偿我，就连这个安亲王也是看我可怜，想要安抚我罢了。你别难过，你还有我们呀，我们家永远都欢迎你来住的。你们没发现我在你们家的时候特别放松吗？那是因为你们把我当成真正的一家人看待，所以我才住得舒服。同样的，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的府里住得舒服，因为我也把你们当作一家人看待。在萧家短短的时间，是裴之安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疏忽了，我只想着身份有别，只要是在家里，我们就和平常一样。在外面也可以，反正我就这几日，等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就回山里。好，你们回来这样早，是没有进宋家的门吗？守门的小厮说宋府没有我这个千金，姨娘自然不会待见我，我干嘛非得去找不痛快？原本还想来讨个公道，可宋暖却连门都进不去，想想还有点可笑。要不我帮你出气？原本我是想闯进去的，但是今日是我的回门礼，我爹不会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在家里等我，也默认了家里没有我和大哥。嬷嬷告诉我说我娘的死另有原因，我回来就是想看看我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如今知道了，我想再调查当年的事，等我羽翼丰满时，我娘的财产我要全部拿回来，一分都不会给他。我帮你不是更快吗？暖暖想用自己的能力让他后悔，而且宋府也不是小门小户，
他的背后还牵连着不少的关系链。若是贸然出手，哪怕你是安亲王，皇上也不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到时候打草惊蛇了，再想要一击致命，几乎是不可能的。继人说的没错，我既要对付他，那就要等到有万全之策时再出手，一击致命。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舅舅那儿，给你求一块免死金牌。王爷喊我们过来，有何吩咐啊？是暖暖，她来教你们新的菜色和新的奶茶口味。萧夫人可是又有好的点子了。我看京都火锅和奶茶生意都很好，但时间长了难免会腻味，刚好有事来京都再教你们几样，隔一段时间加一个新点子，才能留住老顾客。萧夫人来的真是及时，奶茶店的顾客都问什么时候会出新品，都问了好几次了。今日你们学会了，明日就可以把新品挂出来。我们主打的就是个创新，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留住更多的顾客，让其他模仿我们的人没有办法追上我们研制新品的步伐。可若是所需的食材不够怎么办呢？食材不够的情况下就撤下，告诉他们因为季节的缘故，有些食材时节供应，于是便要到来年才能重新上新。只要我们新品出的够多，那些人就算是遗憾，也会被新品所吸引。萧夫人说的我们都明白，既如此，烦请萧夫人告诉我们需要的食材，我们马上就去准备。宋暖今日要教他们的便是炸鸡和双皮奶，厨房里都有现成的食材和材料。萧夫人，这就好了。对，刚炸出来的是最好最酥脆的，大家可以尝尝。鸡腿、鸡翅、鸡胸，味道各有不同。宋暖说完，裴之安已经拿着一个鸡腿吃了起来。这炸鸡真是妙极了呀！萧夫人简直太厉害了，我们怎么就从未想过这种做法呢？赶紧学起来，争取明日可以上新菜。三人吃完后便开始学习炸鸡，接下来做的便是双皮奶。这就是双皮奶，冬天便做热的，夏天便是可以放凉了再吃，味道也会有不同。秦山几人吃完后，这和蒸蛋的味道可差得太大了。那是自然，你们先把这2样学好，过2日你们再教其他人学会了，我们再学另外几样。萧夫人好主意，我等受教了。我做的其实不如3位大厨做的精致，相信有3位大厨的改良，这样做的会更好。宋暖又看着裴之安，你带我去找下掌柜，我有些事想交代他。裴之安点头，三人离开了厨房。草民见过王爷。这是萧继云公子和他的夫人宋暖，也是这店的老板。萧夫人有话和你说，你且听着吧。萧公子、萧夫人，小子是火锅店和奶茶店的掌柜孙春生，有何吩咐？孙掌柜，我有个主意，你且听听看行不行得通。萧夫人但说无妨。我们火锅店可以做个充值活动，分为一次性充值1000两的会员、5000两的高级会员、2万两的至尊会员。成为会员，新品研发出来第一时间可以在店里免费品尝。若成为高级会员，有新品会免费送到府上品尝。若成为至尊会员，不仅会免费将新品送到府上品尝，店里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让他们不想出门也可以随时吃到想吃的。孙春生诧异地看着宋暖，你这么做是为了快速赚银子？暖暖是想通过会员制将老顾客锁住，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所不同，也更愿意花银子。所以你们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我认为挺好的，反正嫂子你脑子好使，你决定就好了。我今夜就把那些整理出来，跟着明日的新品一起上牌。那便麻烦孙掌柜了。孙春生又急匆匆地下去了。我真觉得自己好像没发挥一点作用，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做，我就是个废物。这地段和人脉我可搞不来，不过厨房的卫生一定要干净，后厨千万不能出现任何不干净吃坏肚子的情况。这个你放心，来的都是达官显贵，谁都不想担事，都是我们自己的人，放心着呢。他们出了火锅店，似乎想起什么来，裴之安问道：你们在京都想不想要一套宅子？我宅子后面那套虽是3进3出，但房屋足有2亩地呢，是我自己买的，若你们想要的话，我送给你们。这一套宅子价格不低吧？我是出宫那年买的，也就花了1万两。虽然我这宅子吧临近皇城，但我后面那条街离皇城远，你们若是想要的话，我可以过户给你们，你觉得呢？素暖当然想要，这样好的宅子谁不想要？就算是他不经常的来住，可在京都若是有房，他以后来这儿也方便些。看出宋暖想要，我们还是按照市价。我这宅子呀，只送你们不卖。你这样做总归是有目的的吧？他有朝一日落魄了，没有去处，横竖我都信任你们，所以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自然没什么反对的。不过你非要把宅子给我们，除了这个原因，应该还有其他的顾虑吧？我现在是王爷，皇宫里那些皇子们厌恶我、讨厌我的肯定很多。他日若是皇子变太子，再上位，第一个收拾的可就是我了。他可不想那么早就死。那些说什么没有家人的爱就会活不下去的都是鬼话。他堂堂安亲王，有钱有颜，过得不得顺风顺水。你想的倒是长远。就冲你们愿意收留那么多不相干的人，我就愿意相信你们。裴之安，你还要不要脸呐？急惯了的人还跑到皇上面前哭，还真让你给哭到一个王爷的位分。那你为什么不去舅舅面前哭啊？是因为不想吗？你也知道我现在是王爷了，你这个世子是不是该向我行礼啊？裴之安，你别太过分。怎么，国公府的世子便是这般教养，看到本王连行礼都不会？见过王爷。即便是再不情愿，司徒浩然还是对裴之安行礼了，可眼睛里全都是遮掩不住的怒意。安亲王这个位置可得要坐稳了，毕竟哭来的东西没什么价值。没办法，我那日只是心情不好，喝了一点酒，哭了一会儿，舅舅就非得赐我为亲王，我推都推不掉。哪像世子爷，连个世子头衔都是皇后娘娘在舅舅面前给求的。裴之安，嘿，怎么办呢？我一不小心就把实话说出来了。世子爷可是京都出了名的好脾气啊，应该不会生我气吧？此时的宋暖低着头，心里却笑得不行。你别得意的太早，就算是亲王，那也不过是没有任何权势的亲王。不会吧？难道还有人想做个有权势的亲王？是你想，还是你的两个堂弟想？这种杀头的话他可不敢说，他的姑母是当朝皇后，他们国公府又是朝堂上说话有分量的权臣，裴之安说的每句话都在灭门的线上蹦跶，他恨不得把他给掐死。我们应该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他们想针对的是我，不是你们。不过没关系，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也就只能嘴上无能狂怒。那就好，你们不用担心，亲王这层身份只是舅舅给我的保护伞，只要我没权势，其他人就算是不爽也得憋着。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真希望快点把这里的事情解决好，我们早点回虎头村。快了，过2日我会把烤肉、姜汤奶茶都教他们一遍，等春天了我再来教其他的。也好，明晚我要去宫里赴宴，你们俩想不想去见识一下？宋暖看了萧纪云一眼。你想去吗？萧纪云只是看着他，温柔的笑。你想去，我便陪你去。规矩多吗？只要站我身后就行了。刚好进宫，我也可以和舅舅说暖炉之事。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不是坏事，可以在舅舅面前混个脸熟。那就去吧，我还没进过宫，去长长见识。我是你母亲，如今便是连见你一面都难了，是吗？娘说这话，孩儿就听不懂了。明明是娘说不想要我这个儿子，舅舅和皇祖母看我可怜，才把我带在身边养着。当初我真的以为娘说的那句想我是真的，看来也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罢了。堂堂安亲王在乡野之地待了不过半月有余，说话竟然也同乡野之人一般，粗鄙不堪。母亲教训的是，孩儿日后一定会向爹娘多学习，如何在府里面养面首和小妾，争取将家风发扬光大，保证不会给爹娘丢人的。混账！我是你母亲。母亲不说，我都快忘记你是我母亲了。那请问，亲爱的母亲，您找我这个不孝子做什么呀？你已经到了及冠之年，该迎娶王妃了。礼部尚书萧怀里之女，样貌出众，才情过人，做你的王妃刚好合适。哦，就是那个早些年抛弃原配妻子和孩子做了太傅乘龙快婿的礼部侍郎萧怀里啊。想不到我才出去游玩几个月，都从礼部侍郎晋级成礼部尚书了呀！哈，难怪那么多人愿意吃软饭，看来软饭还挺好吃的。长公主气得脸都绿了。自古婚约，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爷若是不愿意，直接拒绝便是。众目睽睽之下诋毁我爹，岂非君子多为？那请问萧小姐，我刚才说的哪句话是假的呀？你……萧檀儿脸色一红，半晌都说不出来一句话。本王不是要针对你们萧家的意思，不过你再这样不知好歹，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这个人天生坏种，京都人人皆知。哼，你说话的时候啊，最好考虑一下，
毕竟我抖起黑料来可是不会心软的。萧檀儿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他眼眶含着泪，便看到一道身影从马车里缓缓地下车。爹，去车上坐着。虽然过了10几年，可萧继云一下就听出来萧怀里的声音和他小时候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婚约的事情怕是有所误会，檀儿年纪还小，下官并未想她那么早嫁人。长公主和安亲王莫怪，下官回去以后一定约束好家人，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早就听闻尚书大人为了前程能屈能伸，今日本王倒是长见识了。可是尚书府哪里得罪了王爷，让王爷一大早就在宫门口对尚书府发难？本王想发难，还要等你们犯错？各位贵人怎的都在外头啊？安亲王，太后娘娘瞧您还未进宫，特意让奴才来迎您进宫。您再不进去，太后娘娘又该不吃药了。这明晃晃的维护和偏心，在场的众人都看得真切。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舅舅，您喊我来有事？你说可以解决暴雪带来的冻寒问题，舅舅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治安前些日子住的那户农户家里要做暖炉，只需要简单的泥土就可以堆成一个暖炉，一整个屋子都很暖和，而且那户人家还会做伙房。将宋暖之前说的方法仔细地说着，皇上听得也是认真。这个说起来倒是容易，可做起来未必简单呢，最好是有人教着怎么做。说这话的时候，皇上有意无意地扫过宋暖。舅舅放心，我的人会教他们如何做，等他们学会以后，马上就可以下放到每个地方去，教那些人该如何做。离这寒冬腊月还有1、2个月时间，他们如今学会了，以后便不需要挨冻了。你说的对，这是朕上次给那农户的令牌，你帮朕转交给他们，若是以后他们还有什么好点子，也可以上报，朕会一一赏赐。治安知道，舅舅你放心，若是有好点子，治安一定会告诉舅舅。那不介绍下你身后的姑娘？皇舅该不会是看上宋暖了吧？哎呀，舅舅又不和你抢，你慌什么？被点名的宋暖心里更慌。民妇宋暖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草民萧继云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你和谁进京的？舅舅难道不知？罢了，知道你把他们当朋友，舅舅也不干涉你的事儿。不过暖炉和伙房，你们可要用点心，若是有问题，朕可要你们脑袋。舅舅虽不过问你的私事儿，可再怎么样也得悠着点，别一次性得罪太多。奏折参你的态度啊，舅舅都没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交代完，皇上才对着谭公公说道：带他们下去吧。王爷，奴才带您去偏殿休息。去什么偏殿休息？带他们去偏殿的后院里，朕要看他们是如何做的暖炉。别怕，有事儿我会担着。来到偏殿后，朕不是暴君，该如何做你就现场做。若是这个壁炉和你说的伙房可以在离国推行，朕可以允诺你一个要求。谢陛下。因为材料准备的充足，宋暖和萧继云甚至连午膳都没有吃，做了3个多时辰，终于把壁炉给做好了。这便好了。只要把做壁炉的泥给烘烤干，就能正常用了。倒是心灵手巧，刚刚说的话有效。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赏赐？金银珠宝，或者是加官进爵？你们可以好好想想。民妇谢过皇上，只是民女做壁炉，只是想帮助更多人，没有想过要赏赐。哦，不想求赏，那就记着吧。日后想要赏赐了，再一并赏。谢皇上容恩。天气冷，宋暖今天跪的腿都麻了，看着皇上摆手示意他们起身。朕年轻时也在外面带兵打过仗，虽说现在是天子，但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个明君，可以吸纳人才，做更多造福百姓的事儿。舅舅，您有什么话就说吧，您这样含糊其辞的，我真听不下去。朕听闻萧夫人是个奇女子，知晓很多农耕的事儿。若是萧夫人愿意分享你的种植方法，朕愿封你为离国第1个异姓女王爷。异姓女王爷？民妇谢过皇上天恩，若是有民妇可以为皇上解忧的，民妇定当鞠躬尽瘁。但民妇更喜欢做个自由之人。这话说出来，皇上倒是不觉得奇怪。
按照他的言行和安安描述的，此女应该便是高僧口中能够拯救离国百姓的神女。她和高僧说的一样，生性自由，不喜功。朕对你的许诺永远有效，你可以随时在朕这里兑换。皇上掏出一块金牌递给了宋暖，这是安安之前为你们求来的金牌，也是朕的贴身金牌，见金牌如见朕。朕特赦你们夫妻二人今后面圣无需行跪拜之礼，也希望萧夫人今后在农事上不吝赐教。草民叩谢皇上天恩。安安，来祖母这儿。皇祖母，孙儿是不是闯祸了？不就是礼部尚书，有什么闯祸的？是他家不好，哀家还未说要给你娶王妃，他们倒是折腾得欢快。皇祖母，孙儿若想成亲的话，一定会告诉您的。只是孙儿心里难受得紧，只要一说成亲的事，孙儿心里便会无端暴怒。再想起爹娘说那些话，孙儿……安安别怕，皇祖母啊，肯定不会让他们再说这样的话刺激你。有皇祖母在，没人可以伤害你。孙儿知道，皇祖母一定是知道孙儿心里苦。皇上似乎对你很满意，但我总感觉心里隐隐不安的。放心，皇上只是欣赏我。伴君如伴虎，谨慎点儿，总归是没有错的。他捏了捏自己的脸，嘶的一声。怎么了？感觉像是在做梦，不确定就捏捏自己的脸，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你捏我就好，干嘛捏你自己？暖暖，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差距好像越来越大了。什么差距越来越大了？你别妄自菲薄，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要请教你。何况我们成亲了，若是我赚不到钱，难道你会不要我吗？当然不会。那不就对了，这些银子是我们一起赚的，我们都成亲了，这叫夫妻共同财产。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我会生气的。好。第二天天一亮，他们一早就要启程回家。在京都10天，宋暖真的好想家。正月14，穿着大红喜袍的胡凯笑眯眯地站在萧家大门口，村子里的人都凑过来看热闹，一个个的对着萧家里面指指点点的。你个小人，你给我滚开！明月是我们家丫头，我拿她当自己孩子看待，你死了这条心吧。沈大，所有人都知道了，明月被我抱了，男女授受不亲，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啊？所有人都知道了，明月被我抱了，男女授受不亲，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啊？你不要脸！马上就是元宵节，昨晚魏玉、叶颖被叶璇带着上山了，怕是要晚些才能回来。想不到今天胡凯就带着人在萧家门口要人啊！是，我不要脸，要脸哪里能娶得到媳妇儿啊？胡凯，你小子就是趁着萧家小子不在，就敢这样欺负人家？这也不算是欺负吧？明月那丫头确实被他给抱了，这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呀。什么被抱了？还不是胡凯他故意的，人家就在墙脚下也过去抱人家，这种人太恶心人了。这种事谁说得清楚呀？还是再看看吧。胡凯，你小子真不要脸呐！我们兄弟好像已经警告过你，不要来打萧家女眷的主意吧？哼，看来你是把话当成耳旁风了。大勇兄弟得到消息，急匆匆的就来了。明月已经被我抱过了，那就是要嫁给我的，谁来都不好使。闻言，大壮就要上前去揍他，却被大勇死死的拉住。婶子，吉时都快到了，您还是赶紧让明月出来吧。胡凯突然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拉了出去。我警告过你，再来我就把你的脸给废了。看到叶璇回来，大勇兄弟一个个的都松了一口气。我警告过你，再来我就把你的脸给废了。你干什么？赶紧松开我儿子！一个30好几的妇人冲了过来，魏玉和叶颖都挡在了叶璇的面前。打人了，还有没有王法了？2个大小伙子竟然打人了！哎呦，我的腰啊，我的腰都快断了！谁打你了？你说话是要讲点道理的，你们简直就是无赖！萧母已经推开门出来，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这是怎么了？半辈子没有怎么和人吵过架的萧母喊了一声暖暖，眼眶里的眼泪都忍不住的往下掉。娘，您怎么了？你那个小丫鬟和我们家胡凯情投意合的，我们这是来迎她进门的。
她那丫头都被我们家小凯抱了，以后谁还敢娶她呀？我劝你们识相点，现在嫁进来，我还愿意出1两银子的聘礼。若是再不把人送出来，到时候可别说是我们胡家欺负人。清脆的巴掌声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宋暖已经打了胡母10几巴掌，打得他的脸都肿了。清风明月是我的人，就算他们不愿意成亲，我也可以养他们一辈子。别以为你们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可以逼我们就范。告诉你，我的人你们不配。夜影未遇，把胡凯给我绑起来，一会儿送到衙门去调戏良家妇女，我看你们有什么话好说。听到宋暖要把人送到衙门去，胡母都惊呆了。明月是个低贱的奴籍，连良民都不是，哪来的良家妇女？怎么刚刚还不够教训？说话没有漏风，倒是我的错了。萧家小子，你竟然纵容你媳妇这样打我！若不是因为你是女子，我早就上手了。医药费我萧家出得起，今日就算是打死你，我也不怕背上这条人命。你可以试试看，是我的剑快，还是你的嘴快？萧大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那天就是想去抱一下明月，我真的没有抱到她。我手伸过去的时候，她就跑开了。是我下贱，是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村子里造谣。你们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一次吧。胡凯是真的害怕了，哭得眼泪鼻涕横飞。我今日不抓你，完全是看在同村的份上。若是再有下一次敢打我们萧家女眷的主意，我这把剑可不只是对准你的胸口。话音落，剑尖直接朝着胡凯的裤裆削去。胡凯还以为自己的命根子要保不住了，嗷的一声吓晕过去。娘，明月她没事吧？小姐，小姐，您回来了。暖暖姐，明月她被胡凯那个禽兽给污蔑了，在村子里到处给她泼脏水。明月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流言蜚语，一夜就病了。现在高烧不退，还时不时的说胡话。我知道。宋暖坐在床边，轻轻地给明月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明月，是我。小姐，明月，是我回来了。小姐，小姐，小姐，奴婢不要嫁给那个胡凯，奴婢宁愿去尼姑庵里做尼姑，也不要嫁给他。小姐，明月求求您了，不要把我嫁给他。他是真的害怕。小姐当初被姑爷救了，也因为流言蜚语和姨娘的哄骗嫁给了姑爷，那她是不是也要嫁给那个无赖流氓？别怕，我不会把你嫁给他的，我已经把他赶走了，他以后再也不敢缠着你了。听着他哭着哭着，然后又睡着了。小姐，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马车也累了，我照顾明月就行。小姐，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马车也累了，我照顾明月就行。然后对着清风嘱咐道：清风，你去给小姐姑爷弄些吃的，我来照顾明月。清风应了一声，便先下去了。暖暖姐，明月姐姐不会嫁给那个坏蛋吧？不会的，有暖暖姐在，她不会得逞的。可是村子里好多人都说明月姐姐的坏话，他们都好坏。魏云气呼呼的。下次再听到别人这样说，你就告诉他，如果他们再说明月姐姐的坏话，暖暖姐会把他们抓到衙门去。知道了，暖暖姐。暖暖姐在京都买了好吃的，你先下去吃点，让明月姐姐休息。魏云摇摇头，一向对吃的很热衷的她，此时守在了明月床前。我要照顾明月姐姐，我在这里可以帮忙嬷嬷端茶倒水，嬷嬷一个人在这里好累。小云这孩子懂事得很，这几日明月生病，她都在旁边守着，忙上忙下的。嬷嬷，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小姐，您说这话就是见外了。清风明月也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您先去吃点东西，老奴在这里照顾就行。好。都怪我那天有些头晕，明月那丫头看我不舒服就让我休息，她出去外面弄雪，也就是在门口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大胆啊。叶姨，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胡凯这人太恶心，在门口还敢动明月，他简直是不想要那条小命。以后我会再小心些，门口也不让他们两个小姑娘出去了。话虽如此，可宋暖却也觉得这样不是最好的。他将视线落在了叶璇身上。叶璇好像武功不错，
您有何吩咐？天冷也没什么事可做，不如你教着清风明月一些防身之术，也省得他们2个小姑娘被人欺负。好。刚应着，裴志安走了过来。干脆我亮出身份来，把他们都抓进牢房里去，也省得他们打清风和明月的主意。宋暖何尝没有想过？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就是为明月抱不平。急什么？他总会有上山的时候，山上的野兽那么多，要是他不小心被野兽给咬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他那温暖的小嘴儿，怎么可以说那么冷冰冰的话？这件事包在叶璇身上，他会做好的。叶璇在旁边忍不住的叹气，他们家世子爷都变成王爷了，怎么还像是以前一样，老是拿他出去吹牛？对了，墨染和墨亲是住在哪儿？要不给他们安排一间房？不用了，他们3个人睡一间房就好了，反正明早他们要离开的。我一会儿把叶璇隔壁的房间收拾下，看他们自己想睡哪儿。萧大哥哪儿去了？应该去村长家了。裴志安有些累了，和宋暖说他要去休息了，就回房间了。宋暖上了2楼，他将外衣脱下挂好，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好累啊！宋暖刚想要闭眼睡觉，萧继云走了进来，看着他穿着单衣钻进被窝里，往里面缩了缩。你去村长家都说了些什么？问了关于明月的事儿，还有你之前说落户的事儿，我已经和村长说了，把他们俩的户籍落在这里的事儿。村长是怎么说的？倒是没有问题，不过村长也说了，清风明月可能会成亲，若是要成亲的话，最好是等他们2个人成亲以后直接迁到夫家，也省得麻烦。那就先等等，过2日我再问问。明月怎么样了？没有什么大碍吧？高烧还说胡话，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应该是怕我们把他嫁给胡凯，刚刚哭得不行。萧继云，我困了，睡吧。他低头，视线落在了他的脸颊上，让人忍不住的想一亲芳泽。萧继云的头往下低了些，他望着怀里的宋暖，喉结滚了滚，到底是没有。暖暖还小，他怎么可以想这样禽兽不如的事？若是吓到他了怎么办？宋暖已经睡着了，似乎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他的唇角不自觉地弯了弯，软玉在怀。萧继云有些难入睡，他感觉自己好像要炸了。不知情的宋暖突然翻了个身，背对着萧继云，有些不舒服地扭了扭屁股。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哪里受得了这样无意识的撩拨？弓着身子，让自己尽量舒服些，闭着眼睛，在他光洁白皙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都记得刚刚的那个吻，这辈子不负暖暖。小姐，我那会儿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想不到真的是小姐回来了。下次遇到这样的事别害怕，有我们在，不可能会让你嫁给那种烂人。我知道的，小姐，我就是害怕。不怕了，等你身体好些了，让叶璇教你们些防身的功夫，以后你要好好和叶璇学，知道吗？小姐，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就是当时特别害怕，怕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就把我嫁给他。以后再也不可以这样想了，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知道了，谢谢小姐。小姐，京都好玩吗？很繁华也很美，你要是想去，下次我们去京都带你们去。嘿，小姐最好了。他喊来了清风，对着2人说：我路过燕城时，把你们俩的奴籍消了，以后你们就是良民了。至于户籍，我想知道你和清风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打算放着，还是把户籍落在这儿，等日后成亲了再迁到夫家？小姐，我们把户籍落在这儿，和小姐一起。明日我让萧继云去村长家把你们的户籍申请办了。志安走过来，在聊什么呢？外面还下着大雪，火锅和烧烤都开始了。进去吧。暖暖，怎么了？明月的事情有需要我帮忙的吗？若是他不想在村子里了，可以把他送到京都去，也省得他心里多想。我刚刚问过，他已经没事了。那便好。这段时间住在这里，他们对我多有照顾。若是能帮上忙的话，你尽管说，千万不要和我客气。宋暖应了一声，2人进了饭厅。刚进去，萧继云就递给他一盘的烤串。我刚刚烤的，你赶紧吃。萧大哥，你这也太偏心了，我也在这儿呢。裴大哥，你吃我烤的。小玉别理他，他都多大的人了，要吃自己可以拿。怎的你就不吃这套呢？所以你还是自己动手，毕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拿起魏玉给他的烤串咬了口，裴志安吃得2颊鼓鼓，还不忘对着宋暖扮鬼脸。家人们，谁懂啊？吃完晚餐，宋暖带着他们来到了蔬菜大棚里，一眼看去，里面都是绿油油的青菜。蓦然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青菜种的也太好了吧！明早你们要把这些菜带回去，我们一会儿摘好放在马车上。好的，萧夫人。暖暖，你那礼物里的银票，这次我和相公在京都都赚了些银子，确实赚了不少。那些银票娘您先收着，家里开春以后得去抓些鸡鸭回来养。您知道我很喜欢吃肉的，那些事就得麻烦娘去做了。哎，那也用不了那么多。我和相公还打算再买2亩地圈起来，到时候我们不在家，娘您还得拿钱出去，您就别推辞了。这3000两我是拿给您补贴家用的，另外这1万两是媳妇儿另外给您的私房钱。说着，宋暖从兜里掏出1万两银票递给了萧母。哎呦，这怎么可以啊？这些银子已经够多了，那些你拿着。宋暖把银票塞在萧母的手里。娘，我和相公负责赚钱，这些银票您收好，日后若是有需要用银子的时候，我再问您拿。哎，那好吧，我先帮你收着，你们要用的时候啊，就和娘说。娘早些休息，暖暖回房了。去吧。萧母拿着银票，只感觉沉甸甸的，她怕是做梦都想不到，从京都出来以后还会过得那么好，像是做梦一般。回到房间，宋暖见萧继云坐在桌前画画。猜猜我是谁？猜我是谁？暖暖，相公在作画。那日你在御花园看雪景时，似乎很喜欢。我想着反正无事，干脆就把那雪景画下来，挂在房间里，你也可以随时欣赏到。宋暖眼睛一亮，凑过去直接在萧继云的脸颊上偷亲一口。谢谢相公。萧继云脑子里嗡的一声，耳尖不自觉的就红了。干嘛？不喜欢我亲你啊？就挺突然的。哦，身子往前一倾，宋暖将萧继云抵在身后的桌前。我睡着的时候，某人好像想亲我来着。暖暖，我……萧继云抬起头想要解释，宋暖一只手撑在桌面，红唇直接就贴了上去，软软的，好像还有点茶香味儿，淡淡的茶香味儿充斥在两人的唇瓣，唇贴唇的触感很好，让萧继云一时间忘记了思考。唇齿交缠，由浅至深，辗转缠绵。窗外的雪洋洋洒洒飘絮着，像是无数星辰洒落，凝和静谧。亲完后，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萧继云身体的变化。娘子，你先去休息，我缓一会儿。要我帮你吗？宋暖说完这话，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你先休息吧。他现在还不能，至少不能在他还没满18的时候这样。然后这个晚上，萧继云做了个有颜色的梦。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去洗裤子了。宋暖起来的时候，身边早就是空空的。他穿戴好就下了楼。张嬷嬷端着早餐对宋暖说道：“小姐，吃点早餐吧。”谢谢嬷嬷。嬷嬷，你的身子感觉怎么样了？有劳小姐挂心啦，只是天气太冷了，这老骨头啊也不管用喽，动不动的就有些不舒服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小姐别担心。说不担心那肯定是假的，改日天气好了，暖暖带您瞧去。哎呀，我这把老骨头真没事儿，也就是小时候掉水里落下的病根儿，早些年就已经看过了，没有别的法子。那嬷嬷以后就好好的养着，反正家里有我们，不需要您担心。小姐这次去京都可看到了老爷？宋暖摇了摇头，将去宋府的事情说了下。听到宋暖连门都没有进，张嬷嬷显得异常的气愤。那个毒妇，她怎么敢？她去京都后就被爹给扶正了，现在是宋府的夫人，怕是在阿爹身边吹了不少的枕头风。再说，如果没有阿爹的默许，她也不敢这样做的。那小姐有什么打算呢？先挣银子吧，宋府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好了，阿爹的事业也是如日中天，怕是也没有把我和哥哥放在心里。嬷嬷，若是暖暖想要把家产给夺回来，您会支持我吗？小姐做任何决定，嬷嬷都支持。只是宋府背靠着的势力不小，小姐还需谨慎行事啊。嬷嬷知道宋府背靠着的是谁？老奴确实不清楚，但应该不是一般的官儿，最起码也是个皇亲国戚的程度。牵扯到皇亲国戚，
确实不小。不管怎样，小姐也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若是让小姐身陷险境，老奴倒希望小姐就在这里过好这辈子，起码这样会有脸去见姑娘。嬷嬷放心，我会安排好，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说着，萧继云便走了进来。我在村长那里把我们家附近那3亩地买下来了，还有田地，我买了30亩。小姐怎么买了那么多地呀？我们住的人多，地方自然要大些。我打算在另外一边种一些果树，我们以后也不需要去外面买水果。30亩很多的。我当然知道，所以下次我们去街道上，若是有合适的长工，我们买些回来。确实需要一些长工，30亩地，光靠我们这些人怕是不够的。刚说着，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嘈杂的声响，还未等他们过去，外面就有人大声地喊道：开门，赶紧开门！里面的人劝你们识相点，赶紧的开门，把叶影母子俩给我们交出来，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听到是要交出叶影母子俩，宋暖也知道来人是谁了。你们算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说什么就让我们做什么？你们最好给我识相点，若是得罪了叶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我倒想知道怎么样个不客气法呀？最好在门外说道说道，我好好听听。裴之安吊儿郎当地站在了门口，然后他朝着身后的叶璇看了一眼。怎么样，扛得住吗？少爷放心，属下可以。若是连一些混混都打不过，怕是要回去种红薯了。把门给打开吧。裴之安一开口，叶璇就把门给打开了。见门开了，为首的那人也开口了：我们不为难你们，把叶影母子给我们交出来，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们包庇的罪名。包庇？怎么，他们母子犯法吗？他们偷了府里的东西，我们要抓他们回去见官。可惜他们注定是要失望了。裴之安吊儿郎当地掏了掏耳朵，故作害怕地说：你们要抓我去见官，我好怕呀，怎么办呢？我现在怕得要死。识相的就赶紧把叶影母子给拉出来，我保你们什么事都没有。是吗？裴之安突然就变了脸色，身边的叶璇咻的一下就来到了男人的身边，用剑抵在了他的脖颈上。男人吓得腿发软。大侠，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说，是谁指使你来的？是我们家老爷。男人眼神飘忽着，萧继云却是厉声呵斥道：说实话。我们是姨娘派来的，是姨娘害怕夫人和少爷回去，所以才让我们来把他们都抓回去。抓回哪里去？抓到风月楼去发卖了。风月楼？你们老爷可知晓？老爷毫不知情，虽然不喜欢夫人和少爷，可老爷也不会做出那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毕竟少爷是他的骨肉，他还是不会赶尽杀绝的。把他们都捆起来吧。叶璇问道。少爷，要把他们都给……叶璇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萧大哥，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啊？送官吧。那就把他们送去见官。放心，人已经被抓了，是那个姨娘做的。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怕是村子里的人传出去的。别担心，有我们在这儿，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暖暖啊，我们在这里真的会影响你们的。我了解他的，知道我们在这里，他肯定会再派人来这里捣乱的。我们在这里会连累你们的。不会的，他们再来人也不怕。纪云他们呀，已经把人带去官府了，官府自然会调查清楚。没有用的，叶家在京都有关系。叶姨，你相信我们，真的不会有事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把你和叶影交给他们。听到这话，叶母的心里越发的内疚了，因为他的缘故，让他们都处于危险中，他真的做不到。看着叶影母子俩这满脸担心的样子，只好下了剂猛料。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裴之安他的身份更加尊贵，具体的我也不能说，不过你们放心，叶家就算是到了这儿也做不了妖的。那我们这样会不会给裴大哥造成负担呢？负担什么呀，他乐意至极的，你们就放100个心，有他在不会出任何事的。有了宋暖的话，叶母和叶影两人的心里也放下心来。暖暖姐，谢谢你。暖暖姐，谢谢你。你干嘛行那么大的礼？我们俩是平辈，我容易折寿的。暖暖姐，我知道你和萧大哥是为了我们好，可如果事情是你们都兜不住的情况下，我希望你可以诚实的告诉我，我和我娘真的不希望连累到大家。你别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
更别想着离开这儿。你信我，只要不是你们犯了死罪，其他的情况下，我都可以保得住你们。叶颖是个读书人，很快的就知道他话里的意思。看来萧大哥和暖暖姐这次去京都，不仅是赚到了银子，还有了些许的门路。暖暖姐，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知识，一定会考上科举，不给你丢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但科举再重要，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你现在的年纪也不算大，科举还要2年才开始，你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我知道。不知怎的，此时的叶颖感觉自己的眼眶酸酸的，好像有什么液体想要往外流。男子汉大丈夫，这次流眼泪，下次就不可以了。以后你会遇到更多更让人难解的事，你要做的是该如何去解决事情，而不是遇到事以后就想着退缩。我知道，我就是怕连累大家。那我问你，你会不会因为我们遇到了麻烦，就和我们保持距离？当然不会，我们对你也是一样的。姨娘，大事不好了，小二他们都被抓了。什么？什么时候被抓的？就是刚刚，官府已经把他们给收监了，应该很快就可以查到人是我们派去的。怎么可能？他们可是出了名的混混，怎么可能连人都抓不走，还反被人给抓了？千真万确，我们的人已经在官府那边打点了，应该不会把姨娘给供出来。那就好。翠花，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回姨娘，奴婢跟了您3年了。说起来，你跟了我那么长时间，我都没好好的让你陪过老爷，你想不想陪老爷呀？姨娘恕罪，奴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思。若是奴婢有这样的心思，就让奴婢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这小妮子说些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这肚子呀是越来越沉了，再过段时间就要生了，想要让你帮我伺候老爷。奴婢不敢，而且有艳红姐在，奴婢不敢逾越。艳红她都跟了老爷很长时间了，这时间长了呀，男人就会腻。我记得你今年有16了。回姨娘，再过3个月就满16了。是个很漂亮的妮子，是老爷喜欢的。今天晚上就由你来服侍老爷吧。今天晚上就由你来服侍老爷吧。姨娘恕罪，求求您了，奴婢在家里已经有了婚约，奴婢求姨娘开恩。傻丫头，嫁给那些山村莽夫有什么好的呀？你若是跟了老爷，今后别说是其他的，荣华富贵肯定是少不了的。何况你是处子，老爷最喜欢的就是处子之身。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去老爷房间。淮阳县府衙内，堂下何人？为何见到本官不跪？裴之安拉着萧纪云，直接就坐在了一旁的太师椅上。叶璇则是站在堂下，县令大惊失色。堂下之人何知自己所犯何罪呀？10几个混混被吓得瑟瑟发抖，当场就把事情给一股脑的抖了出来。听到是叶老爷家的私事，县令的心里也都咯噔了下。叶家姨娘现在有孕在身，怕是不能过来。既如此，县令大人有何高见？按照我朝律法，主犯有身孕，需要赔偿1笔银子，再写一份保证书，从犯则是判牢狱之罪。几位觉得可合适啊？那便1万两吧。叶璇也是狮子大开口。我们就在这里等1个时辰之内，若是拿不出来银子和保证书，县令大人就该好好的考虑下自己的前途了。他们母子俩居然是敢要2万两白银。等县令大人的师爷去到叶家时，说是1万两银子，可他又不会只说要1万两银子。郑姨娘，您还是赶紧把银子拿了吧。保证书我这边都已经为你写好了，你签个字就行了。哎呀，那边可不是好惹的呀。叶家母子现在是搭上了京都来的爷，您还是别想着再去做什么了。他们怎么敢的？郑姨娘，赶紧吧，不然我就该去找叶老爷了。麻烦师爷等会儿。他在自己的私库里看了看，也才23000多两，这让他真的大出血了。银子很快的就拿到手，叶璇甚至都不会给县令一个眼色，跟着裴之安和萧纪云就离开了。以后叶家的事儿少掺和点，他们应该是惹到大人物了。叶家在京都里也有人，大人是否太过担忧了呀？刚刚那令牌可是宫里出来的，叶家再厉害，能有宫里的贵人厉害？你看看那个吊儿郎当的男子，身上都是锦缎，那可是江南上贡的，此人身份不凡，我们少招惹。快到傍晚的时候，
他们才回到家里。怎么样了？赔偿了1万两银子和一份保证书。叶家那个姨娘有身孕，按照离国的律法是不能把她召到堂内的。萧继云把一个盒子递给了叶母。叶姨，银子是叶家赔偿的，您收着吧。这件事是你们解决的，这是叶家赔偿的，理所应当是给您和叶颖的。那就见者有份，这也算是意外之财。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也可以帮得上忙。魏玉和魏云也被塞了200两银子，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好像就他们兄弟俩一直在拿银子，却什么都给不了大家。宋暖看到魏玉眼底里的落寞，小玉，改天雪小点了，你和叶颖去河里抓2条鱼吧，我突然想喝鱼汤了。知道了，暖暖姐，等天气好些我就去抓鱼。小姐夫，暖暖姐，我和我娘想在这里常住，后面如果再建围墙，我们想出1份钱。房子是大家一起住的，你要是出钱的话，其他人不也要跟着你一起出钱了？我娘夏天怕热，我想在靠近山的围墙边建一个专门给我们玩乐的地方，地方宽敞也舒服些。我也有这样的打算，到时在旁边再建2栋房子，等开了春以后，来我们这儿的人可能会多起来。我也打算到时买些长工回来。暖暖姐，家里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你有事情让我来做就好。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打算买太多的长工，几个就好。暖暖姐，如果还遇到像是我们那么可怜的，你还会带回家吗？也不是什么人都要往家里带，若明年真的是灾荒年，各地全部都涌入灾民，我们救不了所有人，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暖暖姐，坏孩子不能带回家。叶大哥，一会儿我帮你量量身材，帮你也做2套衣服吧。明月，这里有2个叶大哥，你问的是哪个？明月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叶颖连忙打圆场。我已经量过身材了，说的肯定是叶璇大哥。我们家叶璇今年得有23了吧？可怜跟着我到现在都没成亲，真是被我耽误了。少爷，行了行了。裴志安摆摆手，意味深长的开口：喜欢就要争取，你家少爷又不能帮你把人给抢回来，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觉得合适就试试看，叶璇这人呐，还是挺不错的。明月没吭声，脸却红得像是抹了胭脂，羞涩地低下头去。明月还小，大家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根本没有说任何不喜欢，却是说明月年纪小。回到房间，你觉得叶璇怎么样？武功很高，人也很好，不过他是治安的暗卫，是个好男人，但未必是个好夫婿，除非他成亲以后愿意陪着明月解甲归田。先顺其自然吧，叶璇是个懂分寸的，他应该会考虑好这方面的事。我觉得还是应该问问他的打算，不过应该有人比我们更急。果然，在大家都回去休息以后，清风拦住了叶璇。你喜欢我的妹妹？我是喜欢明月，但我有分寸，不会给她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介意你们俩谈感情，可明月是个女儿家，如果你保证不了她的未来，那就不要对她有任何越矩的行为。清风姐姐放心，我会的。你去休息吧。清风往后退了半步，才让叶璇先离开。翌日便是元宵节。你喜欢？我就是觉得这个头饰的工艺做得真好。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我给你买。暖暖姐，你喜欢哪个？我给你买。这个可不行哦，待会儿出去外面买东西你再买单。但是首饰这种东西得让你萧姐夫买。魏玉哦了一声，又退到了旁边。这不是城里张酒鬼的那2个闺女吗？是他们俩。张酒鬼的娘死了，张酒鬼欠了一屁股的赌债，前些日子失踪了。听说要债的呀，把他们家的房子给强占了。这2个孩子呀，怕是过不下去了，这才卖身葬祖母。哎呀，也是真的可怜，摊上那么一个酒鬼爹。他们娘也是狠些，丢下他们俩就跑了。话也不是这样说的，张酒鬼一喝醉酒就打媳妇儿，谁家媳妇儿要被这样打，能不打跑吗？要走也是带着孩子走吧，把这俩孩子留下来面对他们的酒鬼爹，多狠的心呐！唉，多可怜的孩子呀！家里刚巧也缺了个洗衣服的丫头，我看这个小丫头就挺合适的。宋暖开口，
刚想要往前，就看到一个公子哥走了过去。太小了，没兴趣。哎呀，嘿嘿，这两个小丫头那么小，回去刚好可以调教调教，日后说不定呀，还可以卖个高价呢。这是怡红院的妈妈吧？是了，听说最喜欢买那些青涩的小姑娘回去调教2年，然后靠出夜卖个高价，漂亮点的就送去给人做妾。唉，这两个小丫头惨喽。我们姐妹2人只给人做粗使丫头，不计原花留校。我也是看你们姐妹俩可怜，这才给你们机会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这2个小丫头我要了，刚好我家缺2个粗使丫头。我们家夫人的话，你没听懂吗？叶璇声音冰冷，眼神凌厉，妈妈就知道这不是好惹的人，当即笑着离开了。姐姐，你要买我们吗？我们姐妹俩很便宜的，你帮我们把祖母埋了，我们姐妹俩以后给你当牛做马，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好。放心吧，我们家小姐既然说要买了你们，那就不会骗你们。谢谢姐姐。天色暗了下来，叶璇让他们先去找个客栈住下来，把尸体送到了义庄安放，又在义庄老板那儿买了棺材，准备第2天把人下葬。姐姐，我们真的是去做丫鬟吧？你不会把我们卖到怡红院吧？你看我们像那种坏人吗？女孩犹豫了下，然后摇了摇头。小二很快地把热水提了进来，等宋暖过去的时候，2个小姑娘已经洗完澡了。楠楠姐，我叫小花，今年13岁，这是我的妹妹小草，今年6岁。你爹没有给你取大名吗？没有。那我给你们取个名吧，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就唤你仙云可好？谢楠楠姐赐名。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你妹妹就唤相思吧。谢谢楠楠姐赐名。取了名，2个小丫头却不想出去看灯会，说是想在客栈里休息。到了门口，都弄好了。给他们取了名字，姐姐叫仙云，妹妹叫相思。他们不想去灯会，我就让他们在客栈里休息，我们自己去。不怕他们逃走？真的逃走了，也就损失2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就当给自己积阴德了。你介意吗？我们刚刚说好了，大家分头出去各玩各的。这样不好吧？宋暖说着，才发现其他人已经走了。有什么不好的？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也想跟着你去放花灯。那就去放花灯吧。我刚刚看到河边有家老板卖的花灯很漂亮。2人手牵着手来到了护城河边。2位客官，把想要许的愿望写在纸上，河神会保佑你们心想事成的。你想写什么？许愿的东西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灵了。你想写什么？许愿的东西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灵了。宋暖狡黠一笑，然后躲起来开始写着：希望宋暖和萧继云可以恩爱两不疑，一辈子幸福快乐。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康快乐。医院无期暖暖，一生顺遂，家人平安喜乐。2人写完，来到护城河边，宋暖和萧继云把花灯放在了河里，然后闭着眼睛开始许愿。萧继云很快睁开眼来，他偏头看向身边的宋暖，鹅黄色的灯光下，宋暖闭着眼，长卷的睫毛垂下，倒映着淡淡的黑色剪影，红唇轻轻蠕动着。相公，你看，烟花好漂亮。很漂亮。2人手牵着手在街道上，前面的摊子前很是热闹。想要哪个？只要是你种的，我都喜欢。等着。难忘孤星没月生，这位公子可猜得出来？装。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老板愣了下，赶紧把兔子灯取下来给宋暖。风里去又来，风前雁行斜。凤仙。四面山溪虾戏水。思念的思。一盏盏漂亮的灯在宋暖的手里拿着，周围的女孩们眼神都变了，好羡慕啊！都是女子，为何这位姐妹的未婚夫如此优秀？9个够了吗？宋暖头点的像是小鸡啄米。清芳姐姐，我现在要做什么？一会儿跟着我们干活就行。你都会些什么？我什么都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还会做农活、针线活我也会一些，不会的我可以学。只是我妹妹小了些，有什么重活能不能都让我做？我不需要睡很久的，我每天睡3个时辰就好。可不可以让我妹妹少干点活，我多干些？别怕，我们家小姐很好说话的，
而且我们不需要干什么重活，洗衣服、做饭、烧火就行。清风姐姐，我真的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清风姐姐，你别生气，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我姐姐也不是故意这样说的。姐妹俩许是在外面的时候被欺负得狠了，此时跪在清风面前也是吓得瑟瑟发抖，生怕清风会给他们卖到怡红院去。真的没有那么多活可以做，你们别怕，我们呀不是坏人。清风姐姐，怎么了？没事，我说家里没什么重活干，他们好像不相信。哦，暖暖姐她人很好的，你们别怕，我们也是被捡回来的。你看我们是不是住在这里也挺好？只要你们不生出什么坏心思，暖暖姐是不会为难你们的。听到清风和魏玉都这样说，姐妹俩被扶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些惶恐。好了，婉熙要做饭了。我们人多，每天洗衣服、做饭、做家务的活也是挺重的，那都得我们自己来，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仙云烧火，小相思则是在旁边乖巧地坐着。魏云拿着糖果走了进来，给你们吃糖果。姐妹俩不敢要，这是暖暖姐给我的糖果，可好吃了，我那里还有很多，这是给你们的。收着吧，只要家里有来新的面孔，小云都会拿糖给人家吃。姐妹俩接过糖，很小声地说了谢谢。暖暖姐和小姐夫很好，大家都很好，你们会喜欢这里的。小相思小小声地应着，手里紧拽着糖果，却不敢吭声。上去玩，她却拼命地摇头，她不敢上去。那上面是暖暖姐他们自己住的地方，他们不能上去。若是东西不小心不见了，他们肯定会被误会成小偷，到时候会像是阿爹一样把他们吊起来在房梁上打的。清风姐姐，相思姐姐不想和我一起玩。仙云，让小相思和小云去玩吧，天气这么冷，2楼有壁炉，很暖和的。你们要提前适应这里的生活，以后打扫卫生什么的，难道你们都不上2楼了？小相思，你跟着小云弟弟去玩吧，别乱动东西，知道吗？小相思点头，跟着魏云去2楼了。舅舅给我写信了，说是你种的菜味道不错，问你能不能再送些进宫里去。你知道的，冬天能吃的蔬菜太少了，种的也不如你的水灵。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太多可没有。我懂，还有你冬天种植蔬菜的技术，舅舅也想问问你可不可以教别人。佩芝安，那些人应该不会已经来了吧？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舅舅没有派人过来，他说要先问过你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些人才会来的。皇上都发话了，他可能不同意吗？行吧，但是来的人如果太多，我们房间可是不够住的。你放心，最多4、5个人，不会再多了。宋暖心里虽然不是很舒服，但也没有多说什么。放心吧，每次来的人不会那么多的，他们吃喝的银子都算我头上。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这个。宋暖在意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怕来的人越来越多，皇上会不会觉得他无所不能，到时候会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虽然我平日里也喊你嫂子，那是因为萧大哥救了我，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的。那我还得谢谢你，帮我带来了那么多烦心事。两人说话的时候，萧继云已经从村长那儿拿到了清风明月的户籍证明。钟叔，等开春了以后，我们就要把围墙全部垒起来。钟叔，等开春了以后，我们就要把围墙全部垒起来。到时候还想请您帮忙叫他们来上工。放心，我到时会替你安排好。不到短短半年，你们家好像是换了新面貌一样，你早就应该这样了。虽说日子难过，但也不能放弃希望。你看现在这日子不就越过越好吗？还是多亏了钟叔当初对我们家的帮忙，不然纪云和娘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好。那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们母子俩那么努力，在哪里都不会差，我也没做什么。两人又说了会儿，村长才送着萧纪云出门。纪云来了，马上就要用膳了，留下来一起吃吧。谢谢嫂子，家里已经在煮饭了，就不打扰了。行，下次记得带暖暖过来玩。好的，嫂子，我先回去了。等萧纪云离开，花娘才在心底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她还是欠了萧家很多人情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还。大勇从房间里出来，怎么杵在外面呢？天多冷啊！就看到纪云来了，想问他要不要在家里用个晚膳。我知道你想什么，别想太多。纪云家开春以后要垒围墙，到时候我们兄弟过去帮忙一段时间，不要工钱就是了。其他的忙帮不上，这忙还是可以帮的呀。
花娘看着大勇那憨厚老实的脸，心底里也有几分的感动。大勇啊，我给你和家里添了很多麻烦。姐姐，暖暖姐姐他们都好好，你说我们算不算遇到好人了？所以我们以后每天都要好好干活，不能白吃白住。姐姐你放心，我会帮着一起干活的。真希望每天都可以吃饱饭呀。一日一早，外面的天都是黑的，姐妹俩就起来了，拿到井边去洗衣服。井水很凉，冷的人手放进去都会被冻伤。那么冷的天，你们洗衣服不把水烧开了洗，不怕冻伤手？没事的，我们在家也这样洗。要么去厨房烧水洗，要么就回房间去睡觉。叶璇声音僵硬，仙云也不敢多说什么，带着小相思就去烧水洗衣服了。等他们把衣服洗干净，清风明月已经下来了。早膳他们吃的都是馒头、包子之类的。为什么不做些面条呢？我们做出来的面条不怎么好吃。我做的面条挺好的，要不让我试试吧？等宋暖下来的时候，厨房里就传来一阵阵的香味儿。今天怎么吃面条了？仙云做的面条，我们尝尝味道。有面条，我也吃一碗。包子、油条和面条都准备好了，我去端来。仙云还会炸油条呢。我刚刚试吃了，比外面买的还好吃。明月已经把包子和油条端了上来。想不到仙云的厨艺竟然那么好。他说以前在酒楼里做短期工时学的，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吃完早膳，大家又去了2楼的客厅玩。仙云，把活干完了就上2楼和大家一起烤火，下面冷。我知道了，暖暖姐，我把厨房擦干净就上楼。小相思被他们带上去了，仙云一个人在这里干活，不用妹妹帮忙，已经觉得很轻松了。别不好意思，大家对我们姐妹俩很好，我挺好的，只是暖暖姐，我闲不住，有没有其他的事情给我做呀？冬天能有什么事可做？你就安心的上楼去，以后不用起那么早，就算是晚些也没关系。好的，暖暖姐。第二天晌午，来学习大棚种菜的官员就来了，一共5个官员，其中有个叫温如心的官员，特别年轻，大概20出头。你怎么来了呀？属下奉命来学习农作。真会演，那你好好学着。这是大棚，是利用温室的效应为蔬菜提供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萧夫人是通过烧炭火和明火，把大棚热量聚集，把大棚控制在一定温度，蔬菜在一定舒适的温度下可以生存。在下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就是你理解的意思。在下可否在这儿研究下？当然可以，但不能破坏我的菜。一会儿我会拿种子过来，会让你们全程记录蔬菜生长的过程。萧夫人大意。温如心虽是左相3子，但却不涉及朝堂上的党争，才会自请至户部做了大司农，与果蔬为伍。宋暖也没有客气，他就指挥着温如心几人3地劳作，当然他自己也要做，他都以身作则了，就算是到了宫里，皇上也挑不出他的错出来。这是什么？不知道，莫青说是皇上交给我的。说着，宋暖打开了盒子。这好像是夜明珠，这是给他们交的伙食费吗？不要白不要，先收着吧。萧继云看着他把东西收进一个很大的铁盒子里。为何把这些都放在铁盒子里啊？安全啊，水进不了，火烧不毁，钱财放在这儿才安全。不然怎么办？他只有淘宝系统，又没有空间，只能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我想以后每月给仙云姐妹俩5两银子。他们虽说是卖身给我们了，但仙云很能干，若是他们以后想成亲，也有银钱傍身，你觉得呢？你做主便是，但5两银子着实很多，我觉得可以先给3两，先看看人品再说。那就先给3两吧，日后还打算买几个长工在家干活，还是有些边界感的好。今天真的是累了，你去给温大人他们送2瓶金疮药去，这样细皮嫩肉的贵公子怕是没有吃过苦，我看他手都肿了。萧继云沉默了下，才闷闷地开口：你怎知他手肿了？他洗手的时候我看到了。萧继云应了一声，拿了2瓶金疮药出了房间。转眼开春了，3月初的虎头村不再下雪，在山里过了个冬的小花又开始往家里捕猎。温如心在萧家待了快2个月，整个人都好像焕然一新。她每日跟着大家一起劳作，胃口也好了起来。萧夫人，我们今日要做些什么？菜就暂时不种了，果树和葡萄树我们也都种好了。今日我们休息1天，待会儿用完早膳，我带你们去山上种菌子，看看竹笋出来没有。好。
萧夫人，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你说。我看你的种子出芽率高，产量也高，能不能在你这儿买些种子回去种，到时培育出来新的种子，造福百姓？可以。还有稻谷和小麦，若是种下的这批好，老爷打算全部买下，拿去培育种子，让我问问你的意见。这个没问题，我答应过裴志安的。温如心是不信什么神女的言论，可宋暖这个人身上全都是谜，而且他似乎真的像是当今圣上说的淡泊名利，又极其不喜阶级。对他而言，众生平等这句话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实的做到了。短短不到2个月，他感觉自己的思想都受到了升华。还有，你说，我最多不同意，又不会骂你。老爷想把2个小姐送到这儿来住一段时间。该不会是刁蛮任性，动不动就诛人9族的那种性子吧？9小姐确实任性了些，但2小姐体弱多病，老爷觉得这里很适合养病，想让萧夫人同意。来可以，但不能带随从和丫鬟，带些换洗的衣物就好。来了以后要帮忙做事，我这儿不伺候大小姐，也不惯人臭毛病。哦，不带丫鬟，但会带一些随从太医。可以是可以，但我们房间不多，2个小姐得住一间屋子。这是自然。愣着干嘛？赶紧捡菌菇。我们现在人多，吃的也多，不多干活哪来的吃的？哇，好大的蘑菇！小相思兴奋地喊着：“今天我们可以吃菌菇盛宴了。”我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野味。小心点。裴志安啧了一声，转头看向温如心。春天来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不像是某些人到现在连婚约都没有。温如心脾气很好，每次裴志安说他都不吭声。随安还未定亲，还未遇到心仪的女子，所以未定亲。你博学多才，以后肯定会遇到心仪的女子。他这样的闷葫芦，谁嫁给他不得闷死？裴兄说的是，我确实不适合成婚。裴志安看着他那不咸不淡的模样，顶了顶后槽牙，想说些什么，到底是忍住了。转而他是故意的，他小时候可不这样。展开说说。算了，捡菌菇。裴志安有些烦躁的摆摆手，很快去了另外一边捡菌菇。下了山，累了吧？还行。我和钟叔说了，倒是青砖来了，我们先把围墙垒起来。已经连着几日没下雨，建房子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还有件事，2位公主要来我们这儿，我不敢推脱皇上的意思，答应了。无妨，到时我们避开一些就是。天气虽然开始热起来，但夜里还有些凉，你睡觉少踢被子，容易着凉。天气越来越热了，得准备薄被子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县里就告诉我。宋暖甚至都不用说，萧继云就知道他想做些什么。家里粗布麻料也不多了，回头我们得去县里买些放着。家里人多，总归是有用得上的时候。家里的田全部按照你的意思储上水了，还有什么要做的你告诉我。先垒围墙，建浴室和茅厕，我到时告诉你怎么修。萧继云，你生辰是什么时候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想知道。8月27，不过你生辰倒是快了。 4月初3，你是不是想送我生辰礼物？想要什么？是不是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买什么。我才不说，说了就没有惊喜了。狡黠一笑，宋暖暗暗地记下了萧继云的生辰日期。一夜好眠，宋暖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就已经传来了鞭炮声，他才想起来大牛今日成亲，村长家被布置得喜气洋洋。秋婶子，恭喜您和钟叔新家添人。哎，借你吉言，希望大牛媳妇儿能早些为我们邱家添丁。这是我和纪云的一点心意，秋婶子你收着。这是我和纪云的一点心意，秋婶子你收着。我就不打扰您招呼其他宾客，先去外面转转。也好，马上就到吉时了，新娘子马上就到，我该准备了。暖暖，嫂子身子好些了吗？已经全好了，之前生孩子还有些小毛病，去医馆后全部都治好了，这还多亏了你和纪云兄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而且我们也没做什么，都是大勇哥心疼嫂子。不管怎样，我和孩子都谢谢你啊！你和纪云兄弟要不要去我屋里坐坐？这外面人挺多的。我想在外面看看，还是第一次喝喜酒呢，挺稀奇的。花娘也没强求，说了几句就去带孩子了。午膳很快就准备好了。开席以后，宋暖刚准备拿筷子夹菜，就看到菜很快的就空盘了，两人就吃了2块的菜，就在等散席。萧继云找到村长说自己下午还要干活，便带着宋暖回去了。暖暖，喜宴好吃吗？我抢不过，我才刚拿起筷子
菜就空盘了。乡下办喜宴就是这样，很多地方是直接抢刀打架，所以呀，没什么钱的人家都不爱办喜宴。你就是宋暖，你就是宋暖。朝阳不得无礼。二姐，女子身材纤弱，上前对着裴志安徐徐行了个礼。表哥安好。安宁表妹好。这位想必就是萧夫人了。小女安宁带妹妹朝阳叨扰了。二姑娘言重，若是有什么需要便同我说，房间已经为2位姑娘准备好了，我带你们上去。宋暖带着2人上了楼。2位姑娘以后就住这间房，若是夜里不想下楼上茅厕，可以拿公桶进来。这房间那么小还要放公桶，岂不是一个房间都是味儿？房间有个隔断间，是专门用来如厕的。等2位姑娘住进来，我会在这点上熏香，如厕完打开窗户，隔间是不会有味儿的。已经足够好了，本就是我们前来叨扰，萧夫人不嫌我们姐妹麻烦便好。朝阳年纪小，不懂事，但没有坏心眼，萧夫人莫怪。二姑娘喜欢就好。来时父亲便嘱咐萧夫人是个心灵手巧、平易近人的女子，萧家人也好相处。今日一见也是如此。宋暖还能说些什么？皇上都这样说了，他总不能说自己小心眼儿吧？一会儿我让他们把2位姑娘的行李拿上来，2位姑娘休息一会儿，晚些就用午膳了。麻烦萧夫人了。等宋暖把门给关上后，朝阳撅着嘴说道：二姐，她就是一个乡野村妇，你干嘛对她那么客气？朝阳，别忘记我们来时父亲说的话，若是你再这般任性，别怪二姐不护着你。二姐，你……我们现在是在萧家，借住着萧家的房子，行事万万不可丢了皇族颜面。你难道想要让人觉得我们皇家公主就是这般无理取闹？我知道了，二姐。你还有1年就及笄了，这样的性子是会吃亏的。二姐你别生气，我以后多注意些就是了。父亲说了，萧夫人是个奇女子，让我们在旁多看多学。你瞧瞧其他兄弟姐妹都没被派来萧家，也该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马车里属于2位公主的行李很快就被送上来，足足12个箱子，快把1/3房间给塞满了。马上用膳了，待会儿再收拾吧。好。哼，这种乡野地方能有什么好吃的？朝阳，表哥在这住了许久都未曾说什么，你这样太失礼了。我知道，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随便说说也不行，别忘了父亲交代的话。朝阳心里憋着一股气，却又不敢吭声。志安，别给二姑娘吃了，她刚吃这些东西得慢慢适应。他觉得每道菜的味道都很好，平日里只吃半碗饭的他，吃了1碗饭，喝了1碗汤。吃饱以后，安宁想上楼。二姑娘刚用完晚膳，先别上楼休息，在楼下消消食对身子好。喂，你怎么和我二姐说话的？她身子不好，得上楼休息。你拦住她，若是她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朝阳，二姐，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下来。别瘪嘴。朝阳轻哼一声，才上了楼。很快，朝阳拿着一个盒子下来。朝阳，二姐和你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没忘。萧夫人，这段时间我和二姐要在你家中叨扰，小小见面礼不成敬意。二姑娘、九姑娘有心了。安宁很快拿着小的红包，每人发了1个。发完见面礼，安宁再次说道：安宁和妹妹朝阳最近得有在萧家多打扰，若是有合作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包容。话是这样说，但安宁却未和任何人行评理。大家不知他们身份，但也猜测得出来身份不低。姐姐，吃糖。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小鱼。姐姐，吃糖。真乖，你叫什么名字？小鱼。姐姐喜欢吃糖。接过魏云拿来的糖，安宁扯了扯朝阳的衣袖。我不爱吃糖。糖好吃，暖暖姐给的。不吃。不吃就不吃，谁稀罕你吃？裴之安大步的走过来，接过他手掌心里的糖。小云乖，这个姐姐不爱吃糖，安安哥哥喜欢吃。魏云看了朝阳一眼，然后又掏出一个包好的饼干，想递给他。朝阳手一挥，饼干突然就掉在了地上。宋暖快步将饼干捡起。小云，这个漂亮姐姐她不爱吃这些甜食，小云留着自己吃。姐姐长大了爱吃饭。朝阳反应过来，
我不知道他想给我东西，我就想把蚊子赶走，我不是故意的。天之娇女有自己的骄纵，可她也不是傻子。在这乡野村庄，她身边的宫女太监都不在，又没人给她撑腰，她不敢做得太过分。没事的，小云她看到家里有人来都会给糖。时间不早了，大家早些回房间休息吧。说罢，她对着萧继云说道：我们去看看那边刚种下的果树。我也去。温如心没有理会他们，也跟了过去。二姐，我回房吧。安宁打断了朝阳的话，慢慢地朝着楼上走去。我又不是故意的，干嘛对我那么凶啊？我又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安宁姑娘，你就在这附近捡蘑菇，再往里走，你身体怕吃不消。这里有蘑菇吗？安宁看了周围一眼，觉得宋暖是在嫌弃她拖累，不让她继续跟着了。那你要继续跟着我们往前走吗？让我休息会儿，我再走。宋暖递给她一颗糖，吃颗糖补充下体力。接过糖，安宁道了谢。温如心瞧着安宁的走走停停的模样，忍不住说道：二姑娘身子弱，还是别往前走了，前面路挺远的。而且她走路很慢，温如心甚至觉得等她到了捡蘑菇那地儿，都该用午膳了。你们先去吧，我和安宁在后面慢慢来。大家闻言很快往前走了。对不起啊，让你陪着我在后面慢慢走。我不着急，你身子要紧。其实我蛮羡慕你们的，你们的感情看起来好好，而且仙云的厨艺也很好，我竟然吃得忘了规矩。在萧家，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吃，不必拘束。可是嬷嬷说，男子都喜欢柔情似水、腰肢纤细的女子，若是吃的太多，腰肢会粗。宋暖整个人都愣住了。生命受之父母，但身体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女子可以有100种活法，但一定不是别人要求的那个样子。女子可以有100种活法，但一定不是别人要求的那个样子。他突然就明白了父亲为何让他来这里。母妃总说她要做个知书达理的公主，才会引得其他人喜欢，但却从来没有人和她说过女孩子应该为自己而活。心里莫名有种被珍视的感觉，是她活了16年从未有过的。等捡完蘑菇回到萧家的时候，大家也都异常的发现安宁姑娘好像暖暖姐的跟班，亦步亦趋的跟着她。地我们翻好了，还要做些什么？暂时不用，我们先把种子给撒在地里，等长大一些再移植过去。记得让随安他们去做，他们得多学一些。刚说完，温如心就远远地朝着他们走来。萧公子、萧夫人，京都那些贵人都很喜欢吃西瓜，老爷特地让人飞鸽传书来问，能不能多种些。行吧。宋暖转头看着萧继云，不然把我们门口那些地都买了吧。好。萧继云看了一眼门口那足有4、5亩的地，又去了村长家。我也知道这样挺为难你的，但老夫人很喜欢吃瓜，老爷一向孝顺，便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老爷说了，不会让你吃亏，会有其他的补偿。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我们西瓜种的不好，你家老爷会不会把我们给埋了？老爷是个开明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的。神女似乎对京都有些抗拒，朕曾经抛出橄榄枝，想要册封她为异姓女王爷，她似乎并不愿意。神女降落人间，自是不能以常理来推论。她身上有许多可以帮助圣上巩固江山的法宝，圣上要记得，千万不要有将神女占为己有的心思。贫僧还是那句话，神女愿意拿出来的，圣上就接着；若是她不愿的，圣上也别强求。离国未来还长着呢，圣上万万不可寒了神女的心。贫僧说过，安亲王命中带祥瑞，会指引神女来到圣上面前，前者都已应验。只要圣上初心不改，日后离国将会呈现盛世太平，百姓将再不会受饥饿之苦。安慰接到消息，前段时间安安在大肆地从米行里采购大米，朕担心。圣上且看着，马上要开始出现的天灾里，安亲王和神女可以为百姓做到何种地步？宋暖哪里知道，远在京都宫里的皇上对自己会是那么的关注。我们门口的地是5亩多，村长给我们算的是5亩，你打算全部用来种西瓜和甜瓜？不然怎么办？宫里那么多的贵人，我们总不能得罪里面的人吧？
先种着吧，等这批种子出来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种。我只是觉得你太辛苦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经手，我也不能帮你。若是我什么都会就好了，也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你已经很厉害了，家里的地都是你带着他们去翻的，我做的其实也不多，而且有他们一起做，我又不傻，我有偷懒的，我不会让自己那么累的。暖暖，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吃你的软饭。那你就说，这软饭你愿不愿意吃吧？但我不会什么都让你去做，相信我，我也会成长得很快，不会做拖后腿的那个。肖霁云，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后腿，我赚的银子都是我们俩的，我希望你同我在一起是毫无负担的，我不管飞得再高，只要你拽一拽绳子就会发现我就在你的身边，从来都没有走远过。好。安宁准备去找宋暖，就看到他和萧霁云相拥的画面，想不到萧夫人和萧公子竟然那么恩爱。他看萧公子说话少，还以为两人的感情不是很好呢。暖暖，你种的那些花真的会开吗？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特意把屋前那些铺满青砖的路旁边都做了花圃，等到了开花的季节，肯定会很美的。你那么喜欢花，等我回去以后给你带些过来，保证很多都是你没见过的。谢谢朝阳，我不是为了你，我就是吃你的住你的，所以才想还你罢了。好，我知道了。朝阳这人一开始看他，以为她是个很不好说话且任性的姑娘，相处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她只是单纯的没脑子，嘴比脑子快，心眼不坏。这西瓜种下去应该可以吃到不少吧？裴之安捶了捶自己的腰，等西瓜成熟了以后，我起码要吃到饱。表哥，西瓜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吃了，本来产量就低，甜的又少，若是让你一个人吃了，我们吃什么呀？西瓜产量低？对呀，西瓜产量高，那也是不好吃的西瓜，那种甜的西瓜产量都不高。但是我还是很相信你，我相信你可以种出甜甜的西瓜来。种完西瓜苗，晚上睡觉时，萧霁云看着宋暖忙的脸都瘦了，都忍不住的心疼。要不然明日休息，你去县里玩一天，顺便买些想买的东西。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累。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现在天气越发的热了，我们得早点把房子建好，还要把菜都种了。等这一批菜全部都收获完，有了菜种子，我就可以歇息会儿了。他也想要玩啊，但他更加清楚现在不行，菜种子需要经过他才能给其他人，他总不能告诉其他人他有淘宝系统，他的菜种子全都是淘宝系统里来的吧？总归是要让蔬菜开花结果，然后再获取种子。这马上就是你的生辰了，到时我想跟你过一个生辰。还是别过了，反正我们自己知道就好。这里人多眼杂的，若是有什么不好的传出去就麻烦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等明年我过18岁生辰时，我们再过好不好？萧家现在真是人多眼杂，宋暖不想出现任何意外。到时我给你过。你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茅厕已经做好了，我们在后面做了那么大一个化粪池，以后可以拿来施肥浇地，也不怕菜地贫瘠。我看工部的那些大人对你的化粪池很感兴趣。当然，我这化粪池也不会让茅厕臭烘烘的，而且还可以施肥，两全其美的事干嘛不好？但能够想得出来这样做的却只有你一个人。萧霁云是真心为自己娘子感到骄傲，她甚至很想知道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百姓是有多么的幸福。农历4月初3，起床后她发现自己的梳妆台前放着一个很大的盒子，里面竟然是一整套的黄金饰品。这傻子！宋暖眼眶有些酸酸的，曾经她是真的不怎么喜欢黄金，觉得有些土，可现在戴上后她才觉得黄金是真的好看，贵气又漂亮。等她带着出门以后，萧夫人是要出门？没有啊。萧夫人今日这身打扮很漂亮。温如心真心的夸赞。谢谢。洗漱时你这发簪不错，很适合你。宋暖也依旧道谢。你今日为何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去哪里吗？突然一时兴起。我还以为你要走呢。这边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完，我能去哪里？房子马上就建好了，而且围墙也都已经垒好了。不过你真的好厉害呀，你好像什么都会。我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我这只是傍身的技能而已，朝阳身份尊贵，并不需要这些加持。才不是呢，我在这里也待了2个多月了，我明白为什么人人都那么敬重你。
你真的很厉害，虽然我也不想承认，但这些都是事实。我想做个和你一样厉害的人，我想做个和你一样厉害的人。他是真的希望可以和宋暖那么厉害。原来女子也可以修房子，女子也可以做大厨，女子还可以教大司农种菜。所有的认知都在宋暖这里一次又一次的被刷新。朝阳觉得自己真的好想一直留下来。你觉得我很厉害？当然啦，你会修房子，而且还是伙房。你建的茅厕很干净卫生，不会脏兮兮的，也不会臭烘烘的。洗浴的地方更是方便大家洗浴，男女都分开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在一个隔间里边沐浴，丝毫不打扰其他人。朝阳如数家珍般的说着。之前是我不懂事，我老是在你的面前诋毁你，觉得你是一个乡野村妇，所以看不起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不能原谅我之前的鲁莽？朝阳，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很善良的姑娘，只是从小被骄纵惯了。那你愿不愿意收我做你的徒弟？我想拜你为师，跟着你学那些稀奇古怪的知识，我真的很想。我想拜你为师。你我身份有别，我是不敢收你做徒弟的。不过你有任何想要知道的，只要是我会的，我都教给你，可以吗？闻言，朝阳嘴巴瘪瘪的。只是做我的师傅，难道也不行吗？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而且我一定会把你当做师傅一样敬重。比起师傅，我更愿意和你做朋友，只要是你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朋友就朋友吧，总比什么都不是的强。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朋友，不是吗？我之前确实也有很多不好的言论，我以后会改的。说着，朝阳赶紧地跑开了。温如心远远地站在那儿，她来萧家前也从未想过，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的思想会被改变了这么多。宋暖洗漱好，就到厨房里喊了仙云：“你把这道菜做好了上来找我，我有事找你。”暖暖姐，我马上好，知道了，暖暖姐。等做好这道菜，才上了2楼。暖暖姐，别站在门口，进来吧。仙云走进去，宋暖拿着一锭10两的银子递给仙云：“这是你和小相思这2个多月的工钱，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暖暖姐，我和相思已经被你买下来了，不用再给工钱了。暖暖姐，我和相思已经被你买下来了，不用再给工钱了。每个人都有，你放好。日后你和小相思若是成亲，也可以做你们的嫁妆。说罢，宋暖又拿了2根银簪和一个大的银铃铛手镯和一对小的银铃铛手镯。大的是你的，小的这对是给小相思的，这也是大家都有的。之前太忙忘记了，现在才想起来。暖暖姐，别哭，你这段时间的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劳动应得的。暖暖姐，谢谢。从来没有人对我们姐妹俩那么好过。入夏后，房子已经建好了，萧母也把工钱给结清了。村子里有些没成亲的混子，看着这进进出出的人，以及萧家又加建了新房，心里越发酸了。大家都在猜测是宋暖的娘家在帮着萧纪云，一个个的在背地里都说她吃软饭。说着说着，语气越发的酸了。暖暖啊，我看到你家房子建好了，给你道个喜。这只鸡和鸡蛋你收下啊，我还得回去干活。你给的蔬菜种子发芽率很高，我们都谢谢你。等过些日子都长好了，村子里的人呐都会送一些过来。小姐，是少爷，是少爷呀！陈大夫，陈大夫！宋暖惊慌地喊着，整个人踉踉跄跄的想要去摸宋文周，却又缩回手来。帮我把他带到房间去，麻烦你们了。2个男孩也没多话，很快地帮着宋暖把人抬到了房间。陈太医也已经带着药箱来到了房间，去打盆温水来。宋暖也顾不上其他，按照陈太医说的就去做。等宋暖把温水端过来，受了很重的内伤，2条腿都被打折了，得重新打断再续骨，至少要1年才能恢复如常。谢谢陈大夫，要什么药您说一声就好，我这边再去买。宋暖看着躺在床上紧闭双眼的宋文周，眼眶红红的，
心里更是难过到不行。萧夫人莫怕，老朽一定会治好这位少爷的。陈大夫让宋暖先出去，他自己则是在里面给宋文周治疗。周哥怎么会变成这样了？他不是参军去了吗？嬷嬷别想太多，哥哥不会有事的。待会儿我们问问那2个孩子，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不容易等到陈太医出来。陈太医，我哥哥他没事了吧？已经扎了针，不过双腿得要等他醒过来以后再重新断骨接上。萧夫人先找人给他浑身都擦洗干净，晚些就该醒了。谢谢陈大夫。宋暖说着让张嬷嬷先看着，自己则是去田里喊萧继云回来。等他们回去后，就帮着宋文周清洗身子，2个小男孩也被带到了浴室沐浴。冲完澡，我刚刚问了那2个男孩，他们是县城的小乞丐。1个月前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哥，当时他们在乞讨，大哥见他们可怜，给他们买了10个包子，还给了他们2两银子。再见到大哥是3天前，他们看到大哥被人打得半死，在巷子里把大哥给救了。大哥在昏迷前告诉他们去虎头村找你，他们就拿着剩余的铜钱坐别人的牛车到了县里，因为铜钱花光了，他们才坐了个拉车把大哥一路拉到这里。我去熬一锅鸡汤，等大哥醒了喝。我去吧，你脸色不好，休息一下，别想太多了，有陈大夫在，大哥不会有事儿。我们把恩人送来了，我们也该走了。你们若是无处可去，可以留下来，我不能保证其他的，但肯定能保证你们吃穿不愁。当然，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事要离开，我可以给你们一些银子。姐姐，真的可以吃饱饭吗？当然，但需要干活。那我们留下来。男孩身上的衣服都换成了新的，那是卫浴的衣服，2人头一次穿那么好的衣裳，感觉像是做梦一样。我叫宋暖，你们可以叫我暖暖姐。暖暖姐，我叫小天，今年13了，这是我的小伙伴小海，今年14。那你们先等会儿，我给你们煮碗面。谢谢暖暖姐。小天和小海虽然饿，但也没有到处东张西望，而是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口。先吃碗面垫垫底吧。2人看着面条上的翠绿的青菜和金黄色的煎蛋，吞咽了下口水。2人风卷残云般的吃完面条，甚至连汤都喝完了。暖暖姐，我们什么活都可以干，现在就可以做。暖暖姐，我力气很大的。晚些再做，现在不着急，再过会儿就做午膳了。宋暖说着喊来卫浴带2人，自己则是去了新房那儿。工部的官员都在做着研究图纸。萧夫人，家里有些事耽搁了，伙房也已经建好了。各位是打算等天气凉了试，还是等下雨天气凉了以后试？已经有半个月未曾下雨，看着天气，想等下雨也不容易。我们商量了下，就等入秋以后再来一次。这样也可。萧夫人，回去以后，我们想全面推行您教的壁炉和茅厕，只是工部最近手头紧，是否能让在下先推行？待日后工部银钱宽松些，一定第一时间把银钱送到府上。造福百姓的事，自然不会收什么银钱。诸位说笑了，民妇做这些，也只是想让离国百姓全部都可以过得舒适些，并无他想。萧夫人真是高风亮节呀！萧夫人果真是奇女子啊，这等气魄也是我们不能及的。工部的官员马屁拍得响，可在萧家很长时间，他们都着急回去。在确定了入秋以后再来一次，他们就马上回房间去收拾行李了。清风明月等人快午时才回来，听到宋文周受伤来到家里，清风明月面色一惊，2人急急忙忙地去了卫浴的房间。小姐，少爷他怎么了？暂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得等哥哥醒过来以后才知道。少爷他幼时也习过武，怎会伤得如此重啊？先煮饭，救了大哥的救命恩人还饿着呢。知道了，小姐，我马上就去。没事的，陈大夫已经说了，大哥他晚些就醒。小细鱼，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女人做的？现在谁也不知道，下不了结论，等大哥醒过来就知道了。刚说完，床上的宋文周缓缓地睁开眼。妹妹，哥哥，是我。哥哥，你感觉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头痛。大哥头部也受了伤，需要静养才好。我去把炖的鸡汤端来，你守着大哥。好。都是哥哥的错，若不是哥哥执意去参军，妹妹就不会中了那个毒妇的圈套，又怎会嫁给一乡野村夫呢？哥哥莫急，相公他是极好的人，婆母待我也很好，妹妹在萧家过得很好，也很开心。宋文周看着已然有些陌生的妹妹，心里百感交集。我们暖暖长大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丫头了。
哥哥，你这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去参军了吗？我是去参军了，在军营里待了几个月，1个半月前不知怎么回事，被人诬陷以后就要被关进军牢里。一个我帮过的士兵和我说了此事，我本想据理力争，却被逐出了军营，我便回到了燕城。可打听以后才知道，你被嫁到了虎头村，爹带着那个毒妇去了京都。我想回宅子里，却被人赶了出来，说是宋府没有我这个少爷，我气不过，就和人理论了起来，最后被人打了出来。我本想去找你，但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说是手里有那毒妇害阿娘的证据，我便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了快1个月。后来那人约我见面，谁曾想我在巷子里被人打的差点没了命，还好我当时随手救过的小乞丐救了我，我也是命不该绝。哥哥受了很重的内伤，双腿也被人打折了。陈大夫说了，哥哥的腿要断了重接，需要1年的时间恢复。无碍，能活着就很好了。看到妹妹过得好，哥哥心里也就放心了。说话间，萧纪云已经端着一锅鸡汤进来了。便是你当初救了暖暖，又和她成亲的。大哥，我是暖暖的相公，我姓萧，大哥叫我纪云便可。暖暖是个很好的姑娘，既然成亲了，暖暖又说你对她好，我希望你可以对她好一辈子。若是敢负了她，我肯定不会放过你。别看宋文周人瘦弱的像是个小白脸儿，可说话的时候却带着一股的狠劲儿。大哥放心，我肯定会对暖暖好的。哥哥，相公他对我真的很好，你先喝点汤，再吃点肉，这是相公特意为你炖的，炖了许久呢。清风，暖暖姐平日里都喜欢吃些什么食物开胃呀？叫姐姐，没大没小。嘿嘿，我觉得我们都是差不多大，每次叫你和明月姐姐，感觉我把你们都给叫老了。那也得叫姐姐，我喜欢听你们叫我姐姐。说着，清风仔细地想了想，往常小姐胃口不好时，都喜欢吃一些糕点，可惜这里没得卖。那你告诉我暖暖姐喜欢什么糕点，我可以试着做一下。我看暖暖姐好像没什么胃口，我想做些东西让她吃些，也省得饿。小姐最喜欢吃马蹄糕和桂花酥，好像没什么材料可以做。我回头试试能不能做个桂花酥，桂花家里有，马蹄糕可能得再等等。没事的，你平日里准备的3餐就已经够累的了。小姐她只是看到少爷这样才没有胃口的，等少爷没事就不怕了。可惜我没办法替暖暖姐分忧，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行。小姐她心里边都明白着呢。房间内，宋文周吃了午膳，整个人都舒服了许多。哥哥没事，妹妹别怕。哥，你先好好的休息，什么都别想，其他的事情都等到你腿好了以后再说。这段时间叨扰妹夫了。我既和暖暖成亲，那我们便是一家人。大哥安心住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和我说，或者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说。虎头村离镇上也不是很远，大哥千万别见外。妹夫说的是，我想出去外面看看暖暖住的地方。说着，则是把宋文周直接抱了出去，放在了躺椅上，看着面前修葺的很漂亮的院子，瓜果蔬菜都长势极好。宋文周再看着身边的妹妹，心里有些百感交集。他的妹妹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都怪他无用，去军营里连个百夫长都选不上。哥哥，这些菜都是我种的，我厉害吧？我们家暖暖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小姑娘。宋暖转头看向萧纪云，时辰还早，你要不和小玉去镇上或者县里看看有没有轮椅卖？若是没有，到时候让刘大爷先给我们做一个。萧纪云应声招呼着魏玉去了。张嬷嬷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才来到宋文周面前。周哥，你这腿是不是那个毒妇做的？嬷嬷，文周没有证据，不过嬷嬷放心，等我把腿伤养好，一定不会再鲁莽，更不会让妹妹担心。周哥没事就好，只怪那个毒妇。张嬷嬷说着，见到人来，又突然停下了。哥哥是想住在1楼还是住在2楼？2楼有个空房间，到时候我可以让纪云和你住一屋，照顾你。不爱，我自己可以的。到时要把腿给打断重接，肯定是需要人照顾。暖暖姐，可以让宋大哥和我住一屋，我和宋大哥年纪相仿，在一起住也方便。哥哥，你觉得可以吗？宋文周自然是不会拒绝，见宋文周好像不难相处，大家也都纷纷上前和他说话。想不到暖暖的哥哥长得还挺好看。再好看那也是外男，也就因为我们住在萧家，若是在宫里和那么多男子一起用膳，
干活，怕是早就被罚了。你可得谨记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的男子，你最好别生出什么想法来。若是被你娘知道了，到时说不定草草的就把你给指婚了。我才不怕，若是我自己心仪的男子，就算是私奔，我也愿意和他一起。朝阳仰起头，满脸桀骜不驯。你是女子，这世间之事，不管任何时候都对女子尤为苛刻。这种名声传出去，别说其他人怎么看，你让你娘如何自处？二姐，我只是觉得成婚是大事，最起码得找个我自己喜欢的。二姐，你这样说的好像我想自己找夫婿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二姐不是这个意思。朝阳，女子在世间已经很难了，尤其是我们这种身份的，我们注定没有办法像萧夫人一般肆意洒脱。我们享受的待遇，便是我们日后要背负的使命。可我还是更向往现在的生活。我在萧家的这2个月，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二姐又何尝不是呢？安宁的视线落在不远处宋暖的身上，感觉他身上好像披了一层金色外衣，瞩目的让人挪不开眼。可我们不是萧夫人，这些日子你难道还没有看清萧夫人是有多么的能干？她总会有各种技能，就连那些大人们都对她毕恭毕敬，钦佩不已。像是她这样的奇女子，世间未必能找出第2人，不然爹又何必如此费心的把人都聚在这儿呢？哥哥，虎头村住的挺好的，山上不仅有野味，还有野菜、菌菇，河里田里还有鱼有虾有黄鳝。晚些哥哥想吃什么就说，家里有很多菜，只要是哥哥想吃的，我都给哥哥寻来。哥哥知道你的心意，不会想不开。我以后还得努力挣钱养你，到时等你生了孩子了，哥哥还要给我的小外甥们撑腰呢。大哥，我才刚满17。暖暖，你喊我有事吗？你知道画本子吗？当然知道了呀，线下很流行画本子，若是有好的故事，卖得可贵了呀。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开个店，专门卖画本子？我没事就写一些，到时候拿去卖，还是和以前一样，利润1人1半，你觉得怎么样？你没开玩笑，你也会写画本子？当然，等我写好给你看一些，到时候你觉得可以，我们就去印刷卖卖看，看看能不能卖得出去。那不，财神爷，若是你真的能写出来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只是说说，到底怎么样还是得看卖的怎么样。放心，只要你能写出来，我就可以让他们印刷出去卖。现在画本子可抢手了，可惜会写的人不多，翻来覆去的就是书生爱上小姐，看都看腻了。裴志安说完，宋暖也有了新思路。他虽是理科生，可该知道的霸道总裁一点都没有少，这点小事儿还能难得倒他？你满17了，是不是准备生宝宝了？九姑娘为何这样问？我看很多女子都是成婚几个月之后就有了生育，你满17了，你婆母难道没有催你生孩子吗？果然，催生的大军虽迟但到。我虽成了婚，但还未有夫妻之实。我娘是个很好的女子，她说女子太早生子对身体不好，所以并不强求我生子。你婆母对你真好，我看身边之前玩的小姐妹成亲之后就被追着生子，说是成婚2、3个月都还未有孕，婆母就张罗着给她夫君纳妾，简直是可恶至极。所以女子成婚一定要找个家庭和睦，夫君也疼自己的才好。可一时好，却不代表一世都好。万一等他过几年厌倦了，想要纳妾，也是阻止不了的事。接受不了夫君纳妾，那便在成亲前说好，只接受一生一世一双人。若是夫君成婚后做不到，那和离便是。和离倒是简单，可却会遭人闲话。女子一辈子都不应该为任何人而活，流言蜚语算什么？只要自己足够有钱有权，别人就算人后说8分，却都不敢在自己面前演1分。真的可以做到不在乎吗？别人怎么选我不知道，可这种事情若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会这样做。我赞同你的话，自古都是男子薄情寡性，凭什么要让女子委曲求全？女子不比男儿差，我以后要找就找一个一心一意对我好的夫婿。第一次，安宁没有去反驳朝阳，她开始想，她之前接收到的训诫是不是对的？萧夫人，我和明月感觉彼此都挺合适，我想和他先定亲，可以吗？互相喜欢是好事，可定亲的事情你该和清风说，她毕竟是明月的亲姐姐，她才是有发言权的那个。我已经和清风姐姐说了，
他说若是萧夫人同意，他就没问题。宋暖只感觉头疼，他怎么感觉这些个小丫头都好像挺相信自己，什么事情都问他，就不怕他棒打鸳鸯啊？你和明月成婚之后，你的身份问题你考虑过没有？我已经和王爷汇报过了，若是我成婚，我便脱去暗卫的身份，到时换个新身份重新生活，到时我也会陪着明月住在这儿，在萧家旁边买块地建房屋，我们2个人以后就定居在这儿。既然你都决定了，那我便没什么可反对的，只是明月年纪小，先定亲，成婚等到她18时再说，你觉得怎样？萧夫人放心，我这边也还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可以脱身，我已经和明月说好了，2年后我身份一摆脱，我就娶她进门。既如此，那我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有件事我还想和您商量一番，我想把左侧的那块地买下。我也想建一栋伙房，再加个壁炉，能不能麻烦萧夫人帮我画个图？当然可以，左侧那块地大，垒围墙建一栋房子完全够。若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萧夫人好意，叶璇心领了。银子我攒了不少，足够明月和清风姐姐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房屋设计图我可以帮你画，但找人这方面你还得和萧继云说，他才知道怎么请人帮忙。我已经和萧公子提了此事，多谢萧夫人。叶璇行了个礼，这才匆匆地下了楼。叶颖站在那儿，也听到了宋暖他们的对话。暖暖姐，叶大哥想要建房子吗？怎么，你也想建房子吗？我确实也想建一栋房屋，大家都那么熟了，住在一起也开心啊。暖暖姐，你觉得可以吗？当然可以，我明白你们心里的顾虑。白天你们照常过来，晚上再回自己家休息，我们还是可以和现在一样过。左侧那块地叶大哥要了，我在想把房屋建到哪里去。左侧那块地得有好几亩，你们可以商量下。那我问问叶大哥，再问问小玉，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建新房？他们兄弟俩日后总是要成亲，我们一起建，还可以结个伴儿。宋暖没有反对，就让他们自己去商量了。我在想，小天和小海救了大哥，我是不是该给他们一些银子？确实可以给。那你觉得应该给多少？从雁城到虎头村，他们没有把人丢下，反倒记得大哥给他们吃的和银钱，把大哥送到这儿。这2个孩子品质不坏，多给些也无妨。他们不是兄弟，那就每人给200两，你觉得可以吗？你把他们喊到2楼，我去房间里拿银子。萧继云应了一声。暖暖姐，你喊我们有事吗？你们俩年纪不小了，在雁城为什么要靠乞讨为生？能不能和暖暖姐说说？暖暖姐，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也想去干活，可我们是黑户，没人愿意收我们。黑户？我娘是青楼的妓女，我幼时是在青楼里长大的。我娘不知怎么惹怒了老鸨，老板们就把我给赶出来了，我娘也不在了。小海他家曾经是开学堂的，因为得罪了贵人，全家被害死了。他逃了出来，却不能用以前的名字生活，所以我们就成了黑户，2人只能在雁城乞讨度日。暖暖姐，是不是你这也不要黑户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明白的，我们明早就离开，不会给暖暖姐招麻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问清楚些你们的事，想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家人。我已经没有家人了，他们都叫我野种。我没有爹。对不起，是暖暖姐冒犯你们了。不是的，暖暖姐，你人很好，也不嫌弃我和小海，我们很感激你。小天说着，小海的眼眶红红的，紧咬着唇，却一个字都没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在那么苦的环境里还可以有那么好的心态，暖暖姐很欣慰。这是暖暖姐感谢你们帮我把大哥救回来的酬劳。在这儿，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若是你们落户在这儿也可以，到时候我会和村长说，落户以后你们就不是黑户了。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落户在这里吗？当然可以，你们想清楚，到时想落户就和你们萧姐夫说，他会负责你们落户的事。谢谢暖暖姐。小天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银子。暖暖姐，我可以拿手里的银子去建房子吗？我用不了那么大的，我就想自己落户在自己的房子里，以后我就可以有家了。一个从未有过家的孩子，此时也没有矫情到不要银子，因为他们最缺的就是银子。当然可以，村子里有很多地，你们要是想建房子就先商量下，如果确定要买地的话，到时候可以和他们一起，其他人也打算建房子，以后你们在这里干活，每个月都会有工钱给你们，最少每个月有2-3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商量下，谢谢暖暖姐。暖暖，生辰快乐。
宋暖不知道以后的萧纪云会不会改变，但这一刻两人的感情无疑升温得特别快。唇齿交缠的那瞬，无数的烟花在他的脑子里绽放，都在叫嚣着想要继续再继续。也不知过了多久，宋暖才气喘吁吁地靠在萧纪云的胸口，听着他胸口那强而有力却异常快的心跳，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行为有多么大胆。真希望你快些长大。宋暖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萧纪云一说，他的脑海里就有画面感了。他其实想说他现在也不小了，可作为接受过性教育的女性，她心里清楚有些事还是晚些最好，对女性的身体更好，所以只能委屈她那已经可以开荤的相公了。萧纪云在他的耳边磨磨蹭蹭的，时不时的在他脸颊上啜一口，让他整个人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你先下去，我缓缓。嘶哑着声音，萧纪云感觉自己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出事。你没事吧？暖暖要帮我。还不等他开口，下一秒，暖暖要帮我。还不等他开口，下一秒，他就感觉萧纪云带着果酒香气的吻铺天盖地的袭来，吻得他快喘不过气来。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感觉萧纪云把他的手往他身下带，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说：可以吗？宋暖的脑子里都是浆糊，他轻轻嗯了一声。萧纪云把他的手拉了过去，房间里是萧纪云那极力克制的声音。大约2刻钟后，宋暖才脸红的看着在整理衣物的萧纪云。暖暖，我……萧纪云也从酒里清醒过来，他有些懊恼的看着自己。我没怪你。宋暖声音很小，他就感觉手火辣辣的疼，整个人恨不得找个被子躲起来，才能缓解刚刚的尴尬气氛。对不起，暖暖，我刚刚喝了些酒，头脑不清醒，有些放肆了。说完，萧纪云从床上下来，连忙给宋暖找衣服。宋暖沐浴了，回到了房间。要睡了？先不睡，我得写个话本子，到时候看看反响怎么样。画本子？萧纪云点头，知道宋暖可能是不好意思了。那我先休息。你先休息吧，我晚些睡。萧纪云躺在床上，想着刚刚的事，心底还是有些许燥热。他翻了个身，听到门外传来一道敲门声，看到是叶璇，关上门便出去了。有事？要不要去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宝贝？今夜吃了酒，你还行吗？我酒量好得很，反正今夜也睡不着，干脆去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我和暖暖说一声。进了房间，叶璇找我上山去，你一会儿早些睡，我们今夜不会那么早回来。怎么又去山上？你该不会是躲我吧？开春以后山里有很多好东西，反正也睡不着，叶璇邀请我一起去，我们就一起去。你们去吧，注意安全，别逞强。萧纪云应了一声，才关上门离开。等人离开，宋暖倒是写不下去了。他想起晚上两人的亲密的接触，还有萧纪云用他的手。哎呀，宋暖，你在想什么呢？你们都已经成婚了，他是你的老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写不下去了，宋暖干脆回到床上睡觉。迷迷糊糊中，他好像看到萧纪云回来了，看着他温柔的笑，一步一步地朝着他走去，然后没有任何话语地翘了他的唇，把他狠狠地抵在床上，凶凶地夺取他的唇齿间的美好。然后他的手很大胆地放在了他的腰上，解开他的衣带，手从他的腰间一路往上，他凶猛地要了一次又一次，让他感觉整个人都踩在云端。第二天醒过来，宋暖感觉有些窘迫，他竟然做了个有颜色的梦。换了身衣服，宋暖才下了楼。萧夫人，暖暖，我们要回去了，京都里出了些事，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去了。还来吗？暂时不清楚，那边没有说，只是说京都有事让我们回去。那好，我给你们拿些牛肉干在路上吃。啊，我们也要回去一段时间，我应该过几日就会回来。暖暖，我也要回去一段时间，陈大夫我让他留下来，等我忙完了肯定第一时间回来。没关系的，你们有事忙自己的就好了。连裴之安都得回去，宋暖估摸着是出了不小的事，但他也没有问，把东西给他们以后就送他们离开了。一直过了晌午，暴雨就突然下了起来，哗啦啦的暴雨伴随着大风袭来，暴雨一直下着。宋暖也有点担心外面的田地，
没事儿，虎头村地势较高，就算是涨水也涨不到太高。何况我们挖了那么多沟渠，都会流到河里去的。希望吧。湖广地区连日来下暴雨，暴雨导致无数的房子倒塌，死伤无数。臣以为尽快从户部拨出赈灾款和粮食过去，先救济湖广两地的灾民。皇上，湖广两地受灾是大事，但户部的粮食早已告急，湖广两地百姓居多，户部一时间也筹不出太多银子呀。湖广两地受灾严重，着户部尚书马上筹集10万两白银和20车粮食赈灾。皇上，我看前段时间各位大人的公子小姐们手头都挺宽裕的，如今湖广两地受灾，不如就让各位世家公子小姐作为表率捐献一些。皇上英明。皇上才不管他们的心里想些什么。他回到了御书房里，刚进去就发现裴之安坐在里面，刚刚还严肃的脸颊上也有了一丝笑意。安安，舅舅是在担心湖广两地灾情吗？湖广两地受灾严重，暴雨足足下了快半个月，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说不担心，那都是假的。安安急着见舅舅是有什么事儿啊？安安急着见舅舅是有什么事儿啊？舅舅，我想参与到赈灾里去。洪灾过后会有瘟疫，我觉得暖暖他肯定有办法。就算是没办法，他建的房子极好，我想让他帮着一起赈灾，为受灾百姓多尽些力。舅舅也一直头疼，该由谁去运送这批赈灾物资？既然安安愿意，那舅舅就派你去。这一批赈灾的粮食一定要到百姓手里，赈灾银两也一定要救治到每个需要的百姓。赈灾的条件艰苦，舅舅到时候会多派些人手护送你去。你自己也小心些，先问问宋暖愿不愿意去，他若是不愿意也别勉强。舅舅放心，我知道的。裴之安说着就给宋暖飞鸽传书了。好在他聪明，把叶璇留在了虎头村。宋暖接到裴之安的信是在第2天的早上，看完信以后，宋暖才问：灾情很严重？是这些年最严重的灾情，大半个湖广都被淹了，房屋倒了近半，大部分的百姓流离失所。我知道了，我和萧继云商量下，一会儿给你回复。好的。宋暖拿着信上了楼。怎么了？裴之安给我写信了，把信给了萧继云。宋暖等他看完以后才开口：你怎么看？他应该是想拉着你一起立功，只是赈灾不是小事，会有危险，你想清楚了？他问的是想清楚没有，而不是叫宋暖不要去。大棚蔬菜里种的南瓜和土豆丰收了很多，不管是拿去种地还是吃都可以。而且我想买些大米去赈灾，当然我不会买太多，倒是从我们这里运出去。你决定了就好，我不能陪你一起去，你打算带谁一起去？清风吧，他做事沉稳，也比较有主见，其他人就在家里继续干活。只是我不知道要去多久，地里的西瓜和田里的稻谷那些，你费些心。放心，我会顾好家里的。这次我不能陪你去，你会不会怪我？当然不会，裴之安这次为我们创造了机会，我还是想把握住。你决定好了就行，到时候和娘说一声。什么时候去啊？他们已经开始出发了，我们要去的话一会儿就要出发了，到时在官道上碰面。那你和娘说一声，再去和大哥说一声。宋暖点头。家里的钱你知道放在哪里，要记得每个月给他们发工钱，大家都发。我和他们说的都是最少2、3两，你看着给。先去和萧母说了，再去了宋文州的房间。非去不可吗？去不可吗？大哥，我没事的，你一定要在家里好好的养腿，我也不用去太久，到时就回来了。这里面有1万两银子，大哥你要说好，想买什么都可以。宋文州想推回去，身边总归是要有钱傍身的，若是想买些东西没银子怎么办？然后宋文州就把银票给收了。不管怎样，还是要注意些，外面不比家里好，坏人也多，你要小心些。又说了几句体己话，宋暖才离开。小姐，你难道不怕吗？我们总得踏出去，若是畏手畏脚，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小姐说的对，我不怕。其实带着明月一起来也是可以的。叶璇和明月在一起了，清风还是想为自己的妹妹多争取些独处的机会。明月不如你稳重，等以后吧。清风轻轻嗯了一声，两人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闭着眼睛休息。晌午过后，还怕你们不来呢？你都说了，我肯定会来的。我的马车里还有一些，需不需要和你的一起放？就放在你的马车上，
时间不等人，我们赶紧赶路吧。好，官兵押着粮食和赈灾盐的马车，很快地朝着湖广两地去。宋暖掀起帘子，满地狼藉的黄泥和饿到倒地的灾民，抱着尸体绝望大哭的人，还有麻木地躺在地上等死的人，跪在地上求着给孩子点吃的人。清风看到这一幕，他眼眶红红的。小姐，这些人真的是太惨了。天灾无情，百姓遇到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无能为力。这次的水灾比上一次要严重很多，百姓们怕是过得越发艰难了。一会儿先组织熬粥，把粥熬好以后，先让所有人都吃饱了。等明日一早要先搭起休息的帐篷，还有那些已经去世的人的尸体要进行统一火化，避免瘟疫的发生。尸体火化怕是不行，人都讲究入土为安，怕是很难实现呢。入土为安也得有条件，你看看现在的地方，全都是因为暴雨而去世的人，人在雨水里浸泡着，很容易滋生细菌。若是不统一处理，到时候解决了温饱问题，瘟疫一来，我们更加招架不住。宋暖态度很强硬。裴之安，我明白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你要知道，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最终，裴之安才缓缓地点头。做坏人就做坏人吧，只要可以少死一些百姓，他就算是被骂成恶人也没有关系。坐了1刻钟，马车就到了城外。沃城的太令大人急匆匆的就来了，城外搭了几个粥棚，此时的粥棚却是没有一个人在熬粥。怎么没有一人施粥？官员们没有回答。宋姑娘问你们什么就回答什么，装什么死？回宋姑娘，暴雨下得太久，我们的粮食也都拿出来施粥了。是今日开始，衙门里也没有粮食了，所以才在等朝廷的赈灾粮食。那还等着做什么？赶紧去打水洗锅熬粥，必须用干净的水。此时的宋暖也没有去管他们，提着裙摆就朝着难民那边走去。孩子怎么了？求求您了，救救我的孩子吧！我孩子发烧了。宋暖摸着孩子的额头，滚烫得很，对着太令身后的那群脚不会挪动的县令们怒吼道：都站在那处做什么？还不请大夫和太医过来医治！听到宋暖的声音，裴之安对着跟来的太医说道：烦请各位太医先替有需要的人治疗，药材我们也带来不少了，不够的话到时候让学徒上山去采。裴之安发话了，其他人哪里敢摆谱，一个个的都去帮忙。粘稠的粥是赈灾施粥的标准，宋暖开始安排人施粥，大家都相互取暖。此时也没有人在乎什么男女大防，因为在真正的生死面前，好像也没有了其他的想法。倒是把男女分开，刚好有两边的草地，男子住一边，女子住另外一边。好。裴之安说完，又去吩咐身后的太令。太令是真的不知道面前的女子到底是何来历，王爷对他的话如此的言听计从。等灾民全部喝完粥，那都快午夜了，官员们一个个的都开始打瞌睡了，但却不敢离开。宋暖熬着鱼腥草的茶，他一晚上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闲下来时才端着碗喝粥。其他的百姓许多还未休息，看着这个遮着白纱的女子和王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现场，丝毫没有像其他的官老爷一样嫌弃他们脏臭，和他们吃一样的粥，眼睛酸涩涩的，都感动了。一会儿我们在马车上先打个盹儿。裴之安很小声地哦了一声，其他的官员人都傻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赈灾那么努力的王爷。他不回官府休息，其他的官员哪里敢回去睡呀？只睡了不到3个时辰，士兵和灾民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怎么回事？凭什么把我们的亲人烧了？他是我爹，他死了我不能尽孝，你们还想把他给烧了？你们这群人没有良心！是啊，凭什么把人给烧了？我们都是良民，不是坏人，凭什么把我们的亲人给烧了？我们不同意！都是烧了我们的亲人，我们要土葬！暴力的气氛一触即发，都给我住手！可惜现在黑压压的人哪里管宋暖说些什么，一个个的冲上去。其中一个灾民拿着木棍上前就要去打官兵，却一下敲到了宋暖的额头上，瞬间一道嫣红的血迹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掉。都给本王住手！裴之安用着内力怒吼一声，快步地走到宋暖面前。暖暖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灾民面如死灰地拿着木棍，他只是想打官兵，他没有想要打帮他们的仙女呀。太令见状也急急地跑了过来，吩咐人就要把闹事的灾民抓起来。他不是故意的，不用抓他，我没事。面对乌泱泱的人群，诸位先听我说几句吧。
许是因为看到宋暖从昨夜开始就帮他们，灾民虽然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但都沉默了下来。知道这次受灾使得所有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家心里都很悲愤。但朝廷知道的第一时间，皇上就下旨拨了赈灾粮和赈灾银子，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我们是从4日前就起身过来，第3日傍晚到达的墨城。这样的灾情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也是大家不想发生的。可现在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去解决。诸位也可以看到，洪水泛滥，大家都说大灾之后必有瘟疫，但瘟疫是因为洪水里带来的病毒太多，我们必须把尸体全部火化处理，才能阻止瘟疫的发生和蔓延。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亲人去世了，就变成了病毒？在场的灾民也都纷纷交头接耳起来。此时的宋暖若是敢说是，他肯定会被这些灾民给暴打一顿。你们的亲人并不是病毒，只是他们在洪水中被感染了病毒，包括在场的各位都是一样，在洪水里感染了些许病毒。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身上的皮肤，是不是有一些红色的疹子，那就是病毒。在场的很多人都掀起了自己的衣服，看着那皮肤上的红疹子，一个个的都害怕了。洪水带来的病毒会渗入我们的皮肤，若是在我们身上停留的时间太长了，便会导致瘟疫。到时瘟疫蔓延，我们就都没有办法面对。也是你们，就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被感染瘟疫。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自救。那我们该如何自救啊？可以干活的男丁帮助官兵去山上砍伐树木，为我们自己搭个临时的住所。还有些男丁需要跟着官兵把所有的尸体都搬到远一些的地方，到时统一火化。我们到时会在那火化的地方建一座英雄墓碑，将这次在洪灾里为了救家人，亦或者是无法自救的英雄们的名字全部都刻上。这笔银子将由我个人承担。大家以后也可以过来祭拜自己的家人。有力气的女子可以帮我做净水装置，到时过滤出来的净水要够我们吃喝。我们争取在晚上时可以把事情做好。我们今夜需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洗净。我和安亲王已经找人买了麻布制成简单的成衣，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人都可以穿上干净的衣服。最后等这次洪水退去，我会在这里教大家种地，免费提供给大家一些种子，同时也会帮忙大家重新建设新的家园。说完，宋暖对着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古代，鞠躬是很正式的道歉。宋暖的举动无疑是让所有的灾民都泪目了。宋姑娘是好人啊，周美好，她给我的孩子端了一碗红糖水，她救了我孩子的命。为乡亲父老，宋姑娘说的没错呀，我们20万的灾民，总不能什么都靠宋姑娘吧？我觉得像是宋姑娘说的自救。对，我们要自救，我们不能辜负宋姑娘的好意。高举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看是谁敢不听宋姑娘的话，我老子也在这次洪水里死了。但宋姑娘说的没错，如果瘟疫蔓延，我们还会死更多亲人。我支持宋姑娘，因为我还有妻儿有老小，不能这么自私。宋姑娘，是我不小心打了你，你要怪就怪我吧。乡亲们都是好的，是我一时迷了眼，误会了朝廷，也误会了大家的好意。佛祖曾言众生平等，我并不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高贵，我们都是离国的百姓。刚刚那样的情况我能理解，因为我的娘亲也去世了。作为子女，我能明白大家想让亲人入土为安的心情，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一味地沉浸在悲伤里，因为我们的亲人会希望我们往前看，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这次的洪灾也给了我们更大的警醒，这几日我也会亲自去各乡各县看洪水突然爆发的原因，想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给大家。闻言，灾民们越发的感动了。宋暖也没有时间和他们伤春悲秋，他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安就站在那儿，与有容焉地看着宋暖，同时又在心里感叹：若暖暖是他的妹妹该多好啊！墨城郊外可有大的空地，还未有人耕种。宋姑娘，这处没有，但是在3里地外有一处荒地，大约有1000亩地。那就那处吧。如今洪水未退，我们要先保证这些百姓的利益，先把地开垦了，种粮食，其他的事情都往后靠。本王会向皇上上奏书，先把地开垦出来，保障每个百姓的基本温饱问题。很快，第2批的赈灾粮到了。跟着第2批物资来的还有温如心和另外几个户部和工部的官员。萧夫人，你真是太厉害了，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奇女子。温大人怎么来这儿了？不是该去我那儿看着稻谷？我已经派人去记录起他，这次来赈灾现场也是皇上下的旨意。礼部尚书萧怀里的公子萧钦是御林军少尉，
刑部尚书杨万成的公子杨景硕，也是如今刑部少卿。萧少伟、杨少卿，我们二人是奉皇上之命来协助宋姑娘的。他们的身份哪能有王爷高贵，很是认命的，一个个干活。想什么呢？那么入神。在想该如何把银子落到实处，6、7万两，能挖个水库吗？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还是得修河，水利工程还是更有必要的。要建的话就建吧，不够的话我这里出。天灾时时有，你能补贴得了多少？说完，宋暖看了看后面的几个大冤种。这不是还有几个大冤种？大冤种？那是什么？宋暖凑过去，在裴之安耳边说了些什么。此时的富商之子们在认真的算账，哪里知道自己被算计了。当晚，裴之安的房间里就多了11万8千两白银。你那好东西真不少，哎，我感觉你比那些官员更加关心百姓的生计问题，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不然那怎么办？总得想办法解决吧。你就当我心肠软，看不得人受苦。说真的，在我心目中，你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你是怎么做到又刚强又努力的呀？你真的是大户人家千金吗？我觉得你更像是一个仙女下凡，来人间拯救离国百姓的。我要是仙女，我就变了仙术，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吃饱穿暖。我要是仙女，我就变了仙术，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也不会像是现在一样什么都得自己做，有些时候却又做不了什么。可他的心里其实想说，在他的心目中，她就是个仙女，就是给百姓带来希望的，只是他没说。暖暖，晚上想吃什么？我一会儿让叶璇去买些回来。天天吃青菜的，我也会受不了。宋暖看着清风，想吃什么赶紧报菜名，安亲王请客，错过了就得等了。谢谢王爷，我听说墨城有很多当地特色菜，我都想吃。叶璇，记得多买一些当地的美食，王爷请客。知道了，清风姐姐。我休息会儿，到了喊我。你妹妹都找到另一半了，我其他的手下你看中了没有？要是有的话，可以发展一下。谢王爷关心，奴婢暂时还没有成亲的想法，也不想离开小姐的身边。你是心里有喜欢的人了吧？喜欢谁啊？告诉我，我绝对不说出去。他已经成亲了，是之前认识的一个书生，我们定了终身。但他家里因为我是奴籍，所以不同意。后来他被他家里逼着娶了妻，我们就断了联系。他连反抗家里的勇气都没有，你若是真想嫁给这种人的话，肯定会吃亏的。不过你才多大呀？等以后呢，肯定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说我们出的这笔银子他会记得，以后也会给你奖赏，他会先记着。我也没有想过皇上给我什么样的赏赐，我是心甘情愿出这笔银子的。哎呀，什么时候动工，这笔银子不能经过其他人的手，我们不能时时刻刻守在这儿，得找个可靠的人跟进才行。莫亲吧。我还没问过你，叶璇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人，还是你舅舅给你的人？你说呢？宋暖摇头，他们都是我的人，是我幼时出宫时救下的，他们自愿成为安慰。不过等他们有朝一日想成亲了，我会让他们离开，这是我答应他们的。想不到你人还挺好的。我一直都挺好的，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一会儿打算去哪里？张大人这边要处理他们的事，我们就先去菜地里看看种的菜怎么样了。菜地里有很多的灾民还在劳作，看着长势喜人的青菜和各种蔬菜，宋暖一排排的看着，很是满足的对着温如心说道：这些菜要留作种子，剩余的分给这次受灾的百姓，可能分不了太多，但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1亩地能够有4000到6000斤，要让他们都留好种子。听说你们要修水库和一条河连接西蜀地区。打算修水库，再挖一条河过去，横跨大半个西蜀地区，可以解决那边的干旱问题。你真的挺让人惊喜的。那我就当你夸我了。还有种子吗？蔬菜种子还有一点，西瓜种子也有一点，南瓜还有一点，红薯土豆是没有了。你看到的那几百斤我都拿去播种了。有多少就多少吧，这段时间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离开的时候告诉我。我已经让其他的官员到时在这里负责，我到时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次。玉米的产量远不及土豆和红薯高，尤其是红薯，虽然需要3个月左右的成熟期，但却是最能够让人解决温饱的食物。好，不过你说南瓜和冬瓜一个可以有5、60斤，是真的假的？你可以等南瓜和冬瓜长大了以后再看，现在我说是，你肯定也不相信。对了，我们明日要去修水利，你要不要去看看？去什么去啊，在这里看好你的菜，省得到时候被人偷吃了都不知道。
若是去的话，伟些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去。那便去吧。宋暖指着前面的粮食，看到那边的地没有？到时我们可以普及每个都城都弄一大块地，用于培育种子，再把种子发给每一个百姓，让大家都可以有优质的种子种地。只要粮食的产量增多，才能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你说的对。这些天我在这儿时，也会经常的想起这件事情，和你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已经上书给了皇上，希望可以每个都城实施。张大人，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就该回去了。若是有事，我再来。宋姑娘，那么快就要回去了？家中还有其他的事，可能这几日就要离开了。这是我画的图纸，里面有房屋图纸，张大人有时间可以看看。图纸是很好的，只是这样建房屋需要太多银钱，百姓怕是无力负担呢。温如心适时说道：以往是不假，但如今宋姑娘给了那么多的种子，又修水利，说不定过2年就可以实现呢。世侄说得对，宋姑娘确实是个奇女子，所学所知也比我们更丰富。三皇子就对着宋暖问：你们要回去了？事情办完了，不回去做什么呀？我们是来赈灾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早就该回去了。我就问，看着这边顺利的开始修水利，宋暖也就安心了，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好，他们就上马车离开京都。马车很快的朝着虎头村驶去，到了官道分岔路口，已经是翌日清晨了。裴志安恋恋不舍的看着宋暖：暖暖，你到时候要记得来看我呀。我一定会带着西瓜来看你，到时再给你多做些好吃的，一定不会委屈你。那好，要是西瓜熟了，你让他们多拉些过来给我吃啊！我那么辛苦种了，要是吃不到，我死都不……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宋暖敲了下脑袋。说什么混话？就算我不去，我也经常让他们送，行了吧？说什么混话？就算我不去，我也经常让他们送，行了吧？裴志安点点头，这才恋恋不舍的上了车。暖暖，要记得给我送西瓜呀。午时过后，他们才回到虎头村。马车停在门口的时候，宋暖看到墙上爬满的绿色藤蔓，上面的花苞含羞待放。他一拍门，里面就传来一道声音：谁啊？是我。暖暖姐回来了，暖暖姐回来了。大门很快就被打开了。暖暖，你终于回来了。暖暖，你终于回来了。宋暖看了一圈都没看到萧继云。相公呢？介云和大牛他们上山去了，估计要晚些才能回来。清风也已经拉着明月的手在开心，看着他四处张望的样子，说道：叶璇他去裴公子那儿帮忙了，估摸着这段时间没时间回来。宋暖看着院子里的花都开得正盛，眼睛里全都是惊喜。这花开得真好看。那场雨下完，植物生长得更快了，真是一天一个样。菜园里的菜真是多到吃不完，还有地里的花生玉米，田里的稻谷长势真好。今年呀，一定是个丰收年。那就好，我在墨城时还一直担心，湖广两地的水灾简直是太严重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说书的都在说你和安亲王赈灾的事迹，把你们两个是夸了又夸。夸我？宋暖哭笑不得，他哪里有他们说的那么好。纪云看你喜欢吃西瓜，你走了以后又买了20亩地，又种了5亩地的西瓜，2亩地的甜瓜，还有红薯、土豆、玉米都种了些。宋暖觉得萧纪云真的是很懂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西瓜应该快熟了吧？娘，你们还没摘西瓜？纪云说明日可以摘，没曾想你今日就回来了。叶姨，旁边的房子是你们修的吗？那块地过去那个水沟给填起来了，加起来有10几亩地，我们每人买了2亩地，修了房屋，都已经建好了，还是暖暖你说的伙房。叶姨，你们该不会都住进去了吧？天黑了我们就回去住，早晨起来我们再过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把萧家当做自己家。可叶隐年纪也大了，总归是要为他打算的。也挺好的，我看建了好几间院子。对，小玉兄弟是最外面那个院子，兄弟俩不愿意分开，叶璇修了一间，我们母子俩修了一间，小天和小海各修了一间。宋暖点头，倒是可以理解，大家都住进了新房子，宋暖家里倒是一下子就空了。等他出来，仙云已经把菜给做好了，满桌的荤菜让宋暖都忍不住的吞咽了下口水。他刚咬一口，身后突然就传来了一道声音，是萧纪云的声音，起身就朝着门外的萧纪云扑了过去。我回来了。刚洗完手的萧纪云刚抬腿，就被宋暖扑了个满怀，他紧紧地扣着他的腰，让他站稳。我还在想，你这几日也该回来了，先用膳。大家发现两个人的眼神都快拉丝了，毕竟是小别胜新婚，小两口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
大家也没有调侃。西瓜应该可以摘了，一会儿我去地里给你摘几个，你尝尝味道。我已经放在冰窖里冻着了，小玉你们去搬一下吧，刚好切开看看好不好？魏玉他们很快就去冰窖搬西瓜了，西瓜皮薄肉红，瓜子也少，这和我们之前吃的西瓜不一样。那你就尝尝我种的西瓜有什么不同。将西瓜切好，宋暖才问道：陈大夫怎么也不在？陈大夫和文州都在休息，陈大夫说文州的身子需要静养。等大哥醒了，我再给他切一个。一个西瓜20多斤，吃的一个个的都吃不下了，才赞叹道：这西瓜简直是太好吃了啊！到时候还得往京都里面送一些，早知道一开始就应该多种些。一会儿大家要去哪里干活？小姐，我们一会儿去山里捡蘑菇。前段时间下完大雨之后，夜里也会经常下雨，山上的蘑菇可多了呢。而且我们还拔了好多好多的笋，全部晒干了。叽叽喳喳的说完，大家都看着宋暖，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宋暖自然是一个个的夸了，才伸了个懒腰。吃饱喝足，我去田里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去。暖暖，治安他真的是安亲王啊！虽然已经得到了证实，可大家的心里还是有些许的疑惑。对，裴之安就是安亲王，他怕大家知道他的身份，不把他当自己人就隐瞒了。他看起来那么好相处，竟然是王爷。好啦好啦，以后他来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喜欢我们把他当王爷，我该去田里。裴之安他那儿还有事，这段时间我可能还得去几趟墨城，到时候家里还得靠大家。几人来到了田里，看着已经抽穗的水稻，谷穗颗粒饱满，压弯了禾苗。稻谷的产量应该会很高。这段时间村子里有不少人问我，想要买些谷种，我还没有回，等你回来听你的意见。这一季的不行，我已经答应了皇上，把这些稻谷都先上交朝廷，到时候和村长说一声吧。下半年种的，可以每户人家留一斤谷种。都听你的。温如心则是激动地看着稻穗。萧夫人，这稻谷谷穗饱满，每亩的产量应该能有500-600斤吧？应该可以的，得等熟了以后才知道能有多少。这批谷种太重要了，晚上还是得守着，我得飞鸽传书回去，得派一个小队过来帮忙。应该不需要吧？这稻穗长得好，有经验的都知道，这稻谷肯定会丰收。若是夜里被人给糟蹋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也好，这批等到时候都要做成谷种，还是谨慎些的好。几人再次的回到了萧家。宋暖回去以后，宋文州已经睡醒了。妹妹，哥哥，你的腿怎么样了？还疼不疼？哥哥不疼，腿养得很好，这几日也可以走一会儿了。这段时间多亏了妹夫，是她一直起夜照顾我。她是你的妹夫，照顾你是应该的。不过相公的好，我记得的。哥哥，你要好好的养着，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好。宋文州说着，又看了里面的西瓜一眼，欲言又止。哥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那个西瓜是你种的？是我种的，怎么了吗？啊，没怎么，就是觉得你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这样挺好的。比在那个家里的时候好，最起码现在的宋暖很开心，也很活泼，真正就像是嬷嬷和他说过年轻时候的娘亲一般。哥哥要是喜欢吃就多吃些，瓜田里还有很多呢，明日还得早起摘些西瓜。萧继云轻轻嗯了一声，其他人都去干活了，就剩下他们二人，也就问道：带进宫里？对啊，总得是要上供一些，还不知道要送多少过去，你觉得应该送多少？成熟了的西瓜也没有多少，您早看看吧，每个西瓜有20多斤，别太多，不然下次太少就不好了。摘30个左右就好，还打算把西瓜送到京都，至尊会员送2个，高级会员送1个，普通会员到店里就直接送切好的果盘。萧继云好奇，不卖卖肯定是有想卖的，可总得给会员一些福利，而且是其他人没有的福利吧。萧继云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他点头。叶轩不在，飞鸽传书我已经学会了，你若是想传消息过去，我也可以的。等明日皇上派来的人离开了，他们也就差不多到了。靠在萧继云的肩膀上，宋暖问道：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里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大家就是担心你。我其实都累死了，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累过，每天睡不饱也吃不饱，经常和清风、裴之安、叶璇几人偷偷的吃牛肉干，又不敢多吃，怕胀气。尤其看到那些灾民，我觉得他们活的实在是太累了。是你太善良了。我和裴之安一起花了好多银子赈灾，还拿了银子修水利。我没有和你商量，他的话还未说完，萧继云便在他的额头上吻了吻。乖，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你就不怕我到时候骗了你啊？不怕。萧继云把他往自己的怀里带了下。我相信你，也尊重你的一切决定。你是我的娘子，只要这个关系还存在的一天，我就会兑现自己的承诺。暖暖，我不希望你和我成亲以后就有所拘束，我希望你
可以是无拘无束、开心快乐的。小纪云，谢谢你。宋暖靠在萧纪云的胸口，听着他胸口强而有力的心跳声，眼底里细碎的全都是笑意，手轻轻地抚着宋暖的头。萧纪云感觉胸口闷闷的，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塞满了。晚膳吃得很饱，宋暖一路奔波，明月给他准备了洗澡水，等他洗好了上楼，萧纪云竟然不在房间里。两人还未曾有夫妻之实，自然也没有传说中的小别胜新婚，非得要腻味在一起。头发干了以后，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他是真的累了，所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宋文州房间内看着萧纪云给自己按摩腿，我没关系的，暖暖刚回来，你早些回房去陪她吧。陈大夫说了，大哥的腿得好好按摩才会好。我的腿能走一会儿了，夜里若是要起夜，也可以自己去。大哥，我和暖暖是成亲了，但她年纪还小，我们还未有夫妻之实，而且我也不想让她太早有孕，所以大哥无需套我的话，我尊重暖暖，是因为我爱她，不是因为别的。萧纪云知道宋文州是在担心什么，他之前也有意无意地说起过这个话题。听到萧纪云的解释，宋文州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你可以尊重暖暖，我很开心。我并不是反对你们俩的婚事，毕竟你们也成亲了，只是生儿育女这种事一直都是女子吃亏。暖暖是我妹妹，我自然是希望她好。他不讨厌萧纪云，还挺欣赏。宋文州按好脚，萧纪云才回到房间，就发现宋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看着他裸露在外如白藕般细腻的肌肤，喉结不自觉地滚了滚，在他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天还未亮，宋暖就起来了。他到瓜田里摘了32个西瓜，2个是给暗卫们路上吃的，另外10个是要带进宫的。快到午时，秦山等人才到。这些都是分店的总厨，我特意带来给萧夫人过下眼目。宋暖点头，这边刚拉走西瓜，温如心又找到了他。皇上说这个西瓜水分足，瓜瓤甜，皮还薄，想让我们把瓜子都给收起来，到时全国推广。等这批西瓜运出去后，很快就会有人把瓜子收起来。等到明年，离国最起码有1大半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西瓜吃。皇上想买一些。皇上这次想要多少？皇上想要举办一场宴会，招待的都是文武百官，还得给各宫运一些，所以皇上派了5辆马车过来。5辆马车最起码也得要1万斤。宋暖深吸一口气，我又不能抗旨，皇上要我还能不给？他还得给裴之安安排一车。叶璇不在，他都不知道找谁去给他送西瓜。莫城，裴之安抓着把手，气喘吁吁地跌坐在了土堆上，也顾不上脏了。暖暖的到底回了虎头村没有啊？他还记不记得有个我在这里等他呀？许是西瓜没熟，宋姑娘一向对您好的，一定会记得给您带西瓜来的。说的是暖暖肯定会记得我的，我可是把她当亲妹妹宠的。裴志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水泡，有点委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这金矿他是一天都不想挖了，好怀念每天的大鱼大肉。他现在过的不会比一个长工幸福。西瓜是在宋暖回到虎头村的第10日送到的，送西瓜的是萧纪云和魏玉。萧大哥，小月，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忘了我的。暖暖让我们给送了些西瓜和甜瓜、肉干和果脯，我们也在墨城买了些点心，都在里面了。你住哪里？我们送到你住的地方去。然后带着他们去了临时搭建的木屋里，将西瓜和其他东西搬了进去，却是塞不下。那些西瓜就给大家一起吃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挺累的，这座矿还得挖挺久的。这里有些人参，还有一些草药，驱蚊虫的膏药、金疮药，都是暖暖让我带来给你的。这次回去稻谷就该收割了，可能这段时间都没时间来了。不过等这次忙完了，暖暖说她会来看你。在这里休息一夜，明日再回去吧。我们一路赶着过来的，人倒是无所谓，马会受不了。说着，裴志安就想要带他们去矿山，却被萧纪云拦住。我们就不去了，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和小玉帮你把这里加固下，省得下了雨容易湿了屋子。那我也休息会儿。其实我也可以不用挖的，不过看到大家都这么做，而我却做着无所事事，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是暖暖让我知道，原来救人是那么有意义的一件事。之前我就算赈灾也没有这样的感触。之前我真打算做个闲散王爷，现在觉得如果我有能力，还是可以帮助到一些穷苦百姓的。之前我们说的那件事，我想和你谈谈。萧纪云开口，你想通了？他点头。然后两人让魏玉去外面守着，不要让人靠近。二人就在屋子里商量了许久的时间，等出来的时候，还是外面喊着要用晚膳了。坐在地面上，张大人说道：“这进度还是慢了些呀，王爷什么时候请求增派些人手啊？”
舅舅找的人应该快来了，到时候会有军队驻扎在这里，到那个时候大家不用那么辛苦了啊，那就好。把新的一批西瓜给送走了，宋暖才伸了伸懒腰，望着院子里已经开了的月季和玫瑰花，他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太累了，真的是太累了。刚偷懒的间隙，宋文周坐着轮椅过来了。暖暖，是不是累了？哥，有点累，但还好。只想着我其实都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情，都那么累，你说那些百姓该多难啊！你现在不是在改变吗？嬷嬷也给了我一些娘留下来给我的银子，和你差不多。若是你那银钱不趁手，和哥哥说，哥哥的银子都给你花。哥哥的银子还是得留着给我娶嫂嫂的，而且我会自己挣钱的。暖暖，哥哥进军营不行，想要走仕途。宋暖愣了下，哥哥是因为喜欢走仕途这条路，还是因为要给娘亲报仇，所以才选择走仕途这条路？有什么区别吗？不管怎样，我都不能放过那个毒妇。至于爹，哥哥，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哥哥，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改变自己。我记得以前的哥哥温文尔雅，是个翩翩公子，可若是为了仇恨，就让哥哥只为复仇而活，娘亲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开心的。妹妹，我们是亲兄妹，是相隔几分钟的同胞兄妹，哥哥应该相信我。哥哥当然相信你，只是不想看到你那么累，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这些都是身体上的累，可若是哥哥再出事，我会一辈子都心痛的。哥哥在外面过得不好时，我也会胸口闷难受。如果哥哥真的想，我这里确实有想要哥哥做的事。闻言，宋文周眼睛一亮，我要做的那件事会很难，所以哥哥要治好自己的腿以后再说。陈大夫说了，我的腿恢复得很快，应该半年左右就可以正常的走路。而且我觉得学医也挺有趣的，陈大夫说我有天分，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想跟着陈大夫一起学医。学医很好啊，哥哥若是喜欢学医，就趁着现在陈大夫在，好好的跟着他学。陈大夫夸我有天赋，前段时间你不在家，我也跟着学了许多，也看了不少的医书，现在一些简单的都会了。而后他又想起什么来，这段时间我的腿需要每日按摩，都是妹夫帮我按的，他对你真的很上心。想起萧继云对自己的好，宋暖也是夸赞道：萧继云他是个很好的男人，你妹妹决定过日子的男人自然是不会差的。对，比赵家那个好。休息了会儿，外面就传来了一阵的嘈杂声。宋暖起身出去，就听外面熙熙攘攘的闹道：我不管，你们萧家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怎么了？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妇人抓着一个很小的女孩朝着他们家走来，嘴里嚷嚷道：你们萧家真是太过分了，大家乡里乡亲的，我们家二丫才13岁呢，你们的人竟然是把她给睡了，你们赶紧给我们个说法。睡了？商婶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这儿没什么。我没有找错。商婶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这儿没什么。我没有找错。我们家二丫说了，今早她在割猪草，是你们萧家的男人把她拉到草堆子里边，把她给睡了。我不管，你们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上官府去告你们。张婶子你别急，我现在就去问问清楚。没多会儿，宋暖就把那些生面孔都带了过来。人都来了，张婶子，二丫说我们萧家的人欺负了你女儿，你先让二丫先指认是谁，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如果是这里的人做的，一定会让他对二丫负责。快点看呀，我倒是要瞧瞧是哪个畜生那么大的胆子，对我家二丫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二丫早就羞得抬不起头来，可她没有办法，所以她必须得找到一个男人。二丫的视线马上就落在了一个长得周正也十分帅气的男人身上。是他。被指的男人正是皇上下旨派来的亲信，他面上毫无表情。这位姑娘，既然你说我欺负你，请问我是什么时辰，在哪里欺负你的？早晨在草垛堆里。早晨？具体是什么时辰？天蒙蒙亮时，你把我拖到草堆里。后面的话二丫没有说下去。确定？确定。今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在山上，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问问村子里的人。我在山上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也在，那个年轻人大概17、18岁，长得中等个子，穿灰色长衫。是不是徐家那个小子？他今早好像上山了。为了不污蔑人，马上就有人去徐家找人了。二丫，到底是不是这个男的做的？二丫到底也是13岁的孩子。是胡凯胡大哥。今早我在割着草，他把我拖到了草垛里，他把我喊不要，他就打了我，还把我嘴巴堵起来了。我不想嫁给他，所以我就想找个有些钱
的人嫁了。听到是胡凯，张婶子人都傻了。哎呀，狗生他娘啊！二丫就是个孩子，现在说清楚了，赶紧去胡家找胡凯算账去，不然他不认账怎么办呢？张婶子气得直哆嗦，拉着二丫又朝着胡家走去。一场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宋暖有些唏嘘。宋姑娘，我澄清了自己，可以回去了吧？好。宋暖应了一声，又说：对不起，我刚刚叫你们回来，并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们做的，但小姑娘说是萧家的人做的，我们就必须洗清嫌疑，希望你们能理解。姑娘，我们理解的。稻谷马上就要收了，你可以让其他的兄弟们都回来用膳，一会儿我让叶影他们过去守着。男人轻轻嗯了一声。萧夫人，有事吗？这批稻谷你是打算怎么处理？到时另外运过来的稻谷是1换1，还是运送够你们吃的，其余的换成其他的？1换1应该不需要，这稻穗看起来应该1亩能产1000斤左右，30亩起码得有3万斤，留100斤谷种给我就行。吃的稻谷肯定是要换给我的，我们这儿人多，你也看得到，起码得5000斤以上吧。我会安排的。这些稻谷晒干以后，就会全部被运往京都，到时全部都培育成谷种，送到各地去种。还有玉米和蔬菜种子都可以的。到时候该怎么种，你自己去教，这些可不归我管。但每个地方能种的粮食不一样，太热的地方只能种些耐干旱的玉米、红薯、小麦。他在说，温如心就在旁边听得认真。宋暖不知道西瓜现在在外面到底是有多么的紧俏，直到村子里的人找来，一个个的在门口闹。萧家媳妇儿，我们是把你当作是自己村子里的，才放心把西瓜卖给你。1斤西瓜你才给我们3文钱，但是在燕城1片西瓜就88文呐！你赚了我们那么多银子，你今日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所以你们都是这样想的。我们的西瓜卖出去了，肯定是需要说法的呀。对啊，我们西瓜卖给你那么便宜，到了你的手里卖的那么贵，你拿我们种的西瓜赚大钱，难怪你们萧家过得越来越好，都是吸着我们的血赚的呀。就是你要给我们一个说法，你就是故意骗我们的。宋姑娘，需不需要我？宋暖轻轻的摇头，刚想开口，大勇兄弟就跑了过来，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邱婶子。你们简直是白眼狼啊！我们现在所有的种子都是暖暖给我们的，若不是他心善，愿意帮扶我们一把，他又不缺那一些银子，大不了多开黄蟹田地自己种，干嘛非得拉着我们全村人一起啊？就这些日子，谁家没有赚个几两银子？谁家菜不是种得好，收获多的？做人要凭良心呐！当初是我舔着脸去问暖暖要的种子，我答应他说到时会先顾着他。当时我也说了，种子发下去以后大家要卖也只能卖给暖暖，暖暖不要，你们才能往外卖。可现在你们都在做什么？别说了，你们2家都是一伙的，我都看到了。你们不管是卖什么东西都是一起的，萧家没少给你们好处，让你们帮着他们家做这些事儿吧。你们说的什么话呀？季云媳妇儿要是没嫁到我们村子里，我们现在也没赚那么多银子。这3次卖西瓜，最少的人家应该赚6、7、8两嘛，最少的人家应该赚6、7、8两嘛。以前1年可是1两银子都不一定能存得到，更别提那会儿请大家帮忙盖房子，给的价钱都是比外面价钱高出5文钱的。大家如果这样想萧家，那下次要是还有这些好处，我们是不会让村子里的人优先的。话音落，有些人又怂了，却有人继续说道：那是我们应得的，何况西瓜也是我们种的，萧家这样做，我们是不会把西瓜卖给他们的。闻言，宋暖也笑了。还有谁是这样想的？现在全部都站出来。余下的人有20几个，宋暖一一的问清楚是谁家的，然后让温如心帮忙记上名字。你们的西瓜可以卖出去给其他人，但以后萧家所有的种子都会绕开，不会再给你们。其他的人若是给了他们种子，以后也一律不会有种子拿。凭什么？萧家是外来的，而且其他人有，我们凭什么不能有？因为种子是我带来的，如果我不想，就算是毁了，我也不会给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你们萧家不过是外来户，你一个小娘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和宋姑娘好好说话，不然就凭你区区一条贱命，哪有资格在宋姑娘面前蹦跶？听到男人喊宋暖、宋姑娘，再想起之前赈灾的传言里那个灾民口中像是仙女一般的女子，就叫宋姑娘。有些脑子快些的人突然就明白了什么。不服气是吗？不服气你也给我憋着。不服气是吗？不服气你也给我憋着。我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娘，
不会无条件的付出。拿了我的种子种出来的农作物产量怎么样，你们心里都清楚吧？我是看在大家都是同村人的份上才给的，不然你以为见到个阿猫阿狗我都会给？萧家确实是外来户，可就算是外来户，你也惹不起。我的种子一定会绕开你们这些只能看到蝇头小利的小人。我确实是做的挺错的，因为一开始我就不该给你们种子，让你们过得太好，好到现在你们都快忘记了之前的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领取种子之前，我记得大家都是按过手印的，把种子免费领回去，但吸管却只能卖给我。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村长家看看是不是有这条约，就算是拿到官府我也不怕。不过以后我肯定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后面跟着的人都懊恼不已，可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等那些人灰溜溜的离开以后，暖暖，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会来闹事，他们也没有人告诉我。没事的，秋婶子，只是那些人我肯定不会帮扶，就算是一个村子的也不行。哎，我都明白的，这事儿确实是膈应，看到那么多的银钱，谁都会心动。但婶子也不是个糊涂人，你放心吧，婶子也不会说出去的。谢谢婶子。婶子其实挺满足的，就你给的那些种子，我们一家人就靠这些种子能够一辈子不愁吃喝。说完，邱婶子带着大勇兄弟离开了。赵夫人，需不需要我帮忙？他们只是有西瓜种子而已，这些种子今年是不能再种了，等明年了，外面种子多得很，大家都种了。你觉得这西瓜能值多少钱？何况这些种子等到明年都能实现量产，又何必管那么多呢？他要赚的自然是这还未量产前的第一笔钱。午膳吃的不多，温如心也看出他心事重重。等他到了葡萄藤下坐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一定是相互的，这个世界上人是有很多种的，我们问心无愧就好，别因为这小部分的人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我知道。话音落，门外又传来了一道声音，是村子里的婶子们全都挤在了门口。启云媳妇儿，我们也不是什么有学识的人，也不会说啥场面话，但你对我们的好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原本打算呀等鸡鸭长大些给你送来，但是现在我们也得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我们都很谢谢你和萧婶子、纪云对我们全村的帮助。我们没有把西瓜卖给其他人，当时村长夫人拿种子来时，大家伙都是答应了的，甭管其他人怎么想，但我们是不会忘记年前下大雪时你没有收1文钱帮我们烧炭，每天夜里还得起夜看火，我们不是白眼狼。萧家对我们好，这些日子我们也赚了不少银子，足够我们过得很好。我们都知晓你是为了帮村子里的人过得好些，我们是真的很感激你们呐。他躺在长椅上，闻着淡淡的花香，微风吹过，他竟然睡着了。温如心就在不远处的地方站着，他看到宋暖一袭淡绿色的纱裙倚在长椅上，长长的睫毛残影下，那精巧的鼻子下有些侧影，水润的红唇有些弧度，安静且美好。他就听到自己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动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才匆忙地低下头，眼底里全都是慌乱。睡了个午觉，宋暖感觉自己好像又可以了，他伸了个懒腰。醒了？哥哥，你怎么在这儿？看你睡得熟，怕你被蚊子咬了，就给你拿了个香包过来。最近睡得不好，刚刚有些累了就睡着了。能不累吗？你看你都累瘦了，脸也越来越瘦了。那人家还高了呢，哥哥看到没？我现在很高了。确实长高了，也漂亮了。他刚想着，外面就传来了一阵的响声，是叶影他们回来了。午后没事可做，他们就拿着桶去河里抓鱼了，还带了几个侍卫一起去。宋姑娘，田里的稻谷可以收割了，若是可以的话，我们明日就开始。温大人说可以就可以。我们和温大人已经沟通过了，那就明日割稻子。好像没有买割稻子的工具，宋姑娘放心，我们已经带了。宋姑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虽说谷种是我带来的，但我却没有干过农活，所以有些好奇。暖暖，明日割稻子你就别去了，你最近这段时间太累了，我们自己做就行。是啊，暖暖姐，这些我们自己来就好。我不割太多，我想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简便些的方法。听到宋暖这样说，大家也就没有再劝，他懂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若是真的可以有更加方便的，还是有好处的。一日一早，田地里全都是人，大家割稻谷的割稻谷，力气大的男人们脱谷穗，大家忙得汗流浃背。太阳高高的升起，毒辣辣的晒在大地上。宋暖虽然也晒过太阳，可此时被晒得有些头晕，手里的镰刀突然一歪，暖暖，你流血了，一下就扶住了宋暖。宋暖感觉脚边火辣辣的，然后就是一阵的痛意，疼得他额头上全都是汗。暖暖，没事吧？暖暖姐，小姐，没事吧？看着宋暖脚边的白色足衣已经晕开了血，
温如心直接就把他抱起来，急急地朝着萧家走去。陈太医，脚怎么了？没事的，哥哥，就是不小心割到了。很疼吧？肯定很疼，让陈大夫给你上药，上药了就不疼了。伤口太深，得用桑皮线缝合，我去准备准备，得烧些热水清洗下伤口。我去烧热水。萧母说着，温如心也去帮忙烧火了。很快，陈太医就把工具从房间里拿了出来。等萧母把水端出来时，温如心也出来了。她视力好，一眼就看到了宋暖那珠圆玉润的脚，伤口很狰狞，一条长长的口子，看得她十分心疼。她很快地别过脸去，没有再去看。陈太医看着宋暖的腿，对着萧母说道：一会儿得消毒缝针，你帮忙按着他的腿，不能让他痛得乱动。说完又还是有些担心。温大人，还是你来吧。温如心走过来，蹲在地上，紧紧地抓着宋暖的腿。疼了就咬着哥哥的手。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咬哥哥了。你小时候怕疼都是咬着哥哥的。没有麻醉的生缝，宋暖疼得面部狰狞，她眼睛里全都是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掉在了温如心抓着她腿上的手背上，烫得她的手背生疼。到时我每日换药就是，不过你这不能淋浴，到时让人给你擦擦身体，最好别走路，躺着别感染就行。暖应了一声，陈太医就让温如心把她抱回房间里。回到房间，今天麻烦你了，随安，我没事的，你先去忙吧。我得回去了，你注意些，别再碰到脚。温如心说完，马上就退出了房间。暖暖，娘给你打水擦擦身子，再换身衣服吧。那就辛苦娘了。傻孩子，说什么辛苦呢？要辛苦也是你辛苦呀。这段时间你太忙了，都没好好休息，又忙活着家里的事。哎呀，也怪娘没有多关心你，应该让你多休息的。刚睡醒的张嬷嬷又匆匆忙忙过来了。小姐，你这脚伤的。嬷嬷，我没事的，不疼了。怎么会不疼啊？小姐最怕疼了。嬷嬷您别自责了，是我自己不小心，我下次会再小心些的。唉，都怪老奴不好，帮不上小姐什么了。嬷嬷，您再说这样的话我会生气的。重新换上衣服，暖暖就别下楼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这伤一定要好好养着，以后一日三餐我们都给你端上来。谢谢娘，谢谢嬷嬷，我就知道你们最疼我了。嬷嬷，我吃不下那么多的，我若是渴了手边就有水喝，您就歇会儿吧。暖暖，听到萧纪云的声音，宋暖猛地抬起头来。相公，怎么那么不小心？你都不知道我听到消息有多担心。宋暖轻轻哦了一声，又为自己辩解了句：我不是故意的，可能当时弯腰的时间太长了，想要起来的时候又有些头晕，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脚给割了。一定很疼吧？萧纪云想起刚见到宋暖时，他是很娇气的，走路累了都眼泪汪汪的看着他，能把他的心都给融化了。现在不疼了，陈太医的医术很好。夜里让娘或者清风过来陪你睡，这样我放心些。没事的，我夜里不起夜。夜里有人守着你，我也放心。若是他们夜里不会睡觉，把我脚给踢了，那岂不是更严重了？闻言，萧纪云沉默了。我真的没事，若是夜里有事也会喊的，你就放心啦。那你有事喊我，我夜里也会起来看你。裴志安他没事吧？过得倒不算太好，但也不差。他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去看呢？等我忙完了吧。他也挺惨的，估摸着很长时间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了。没事，他自己乐在其中。最近刚好有些累了，我想歇歇。那就歇着。你的脚伤了，本就不能下地，家里的事都有我。暖暖，我有件事要和你说。之前我没有同你说，裴志安找我一起合作，我们准备打造一座情报网，前期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可能会比较多，我们还得培养一批死士，可能有时候我会离开一段时间。那你之前怎么不同我说？当时没有想要和他合作，也没有想过要回萧家夺回什么，只是前段时间大哥受重伤回来，我就改变了主意。宋府现在在京都的势力也很大，虽然还未挤进商贾四大家族，但根据裴志安得到的消息，宋府这些年赚了不少银子，靠着他赚来的银子打通了很多达官显贵。你爹已经把他儿子宋子生塞进了礼部做了官，如今还被扶阳县主看上，定下了婚约。宋府有了这样的姻亲，对我们是不利的。他那儿子才多大？怎么？宋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因为原主的记忆里只有一个宋子月。你的意思是我那渣爹还有个藏起来的大儿子？那姨娘被扶正了，他们的大儿子被藏了10几年，比你们年纪还大上2岁，今年已经19了。等他籍贯时，就会迎娶扶阳县主进门。这个烂人！别生气。还有他们生的2个女儿，一个和国公府的五少爷司徒雷定了亲，另外一个做了太傅次子谢锦桥的贵妾，人是前些天入的太傅府。他
他们倒是机灵得很，一到年纪就批发出去。萧继云摇头，有传言说是宋真儿上香时遇到了谢锦桥，他年纪都可以做宋真儿的爹，但两人却一见钟情，在寺庙的厢房无媒苟合在一起，被抓了个正着。所以说，现在宋府的人都高攀上了权贵，我们以后想做什么就更不方便了。张县主的爹是镇国大将军，长孙仁杰，深受皇上器重；哥哥是少将军，长孙长泽，在军营里颇有威望。按照你刚刚说的，姨娘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我那渣爹是脱不开关系了。他们俩应该是成亲前就苟合在一起，却为了我外祖父母家的财产暂时选择分开。我娘的死也不会是意外。别着急，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尽量把情报网做好。这件事儿我也和裴志安分析过，他想的和我们想的差不多，只要我们有证据，还怕扳倒不了那些人吗？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计划下。我们店这段时间赚了不少的银子，到时你要多少银子告诉我。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让裴志安一个人出钱。暂时要的不多，但我们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培养一些人才，最重要的就是机关问题。话刚说完，门突然就被推开了，萧母走了进来。娘，我刚上来喊你们的，就听到你们说的后面的一些话。机关娘会做，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娘可以教。娘，您怎会？娘小时候就是被你们外祖母带着学了机关术。可若是学习机关术，应该不会在这里，您倒是得去其他的地方。只要你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娘就算是在其他的地方也不担心。您之前说不希望我报仇。萧母沉默了会儿，才决定告诉萧继元真相。可你爹呀，当初很恩爱，他被太傅看中之时，我已经生下了你。他曾经多次拒绝太傅，却是被打压。最后一次，你爹来看我们母子，告诉我，太傅说，若是他不娶谢荣，就把我们母子2人都给杀了。他若是很爱娘亲，大可以辞官带娘离开，这不是他抛弃我们母子的理由。唉，你爹是这样做了，他第一次辞官被皇上拒绝了，只是又过了一阵，外面早就有传言，太傅府的千金和他情投意合，2人马上就要喜结良缘。等到你爹去进宫面圣，我就被太傅府的人给控制了，被逼着签下了休书。也就是你在郊区大院里住的那些日子，一直都是太傅府的人关着我们，直到他们成亲。太傅大人说，要等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才能放我们离开。等到你爹和谢荣真的生了孩子，我们确实被带走了。说起那段往事，萧母还是忍不住的泪目。您不希望我找他的麻烦？我们和他没关系了，但娘也不希望你因为仇恨蒙蔽了双眼。娘更希望你可以和暖暖过得开心一些。至于他，娘只当他是陌生人，他怎么样都与我无关。孩儿明白了。娘，我吃一个就够了，那么多我也吃不完。本来想给你呀整个端过来的，就是怕你吃不下。这都半下午了，你多喝点。这人参是纪云之前在山上采的，那都留着呢。小玉杀了6只鸡，全都包的人参，大家都吃了，你也多吃点，吃哪儿补哪儿。闻言，宋暖都笑了。家里的猪油好像不多了，去年我们买的那头猪没杀，这会儿得有400斤了吧？我们把洗过的水拿去喂猪，猪草也打得多，这会儿起码呀得有500斤左右呢。等这几日把稻谷割完，我们把猪杀了，也可以休息会儿。谷种也弄好了。偶尔他也躺在外面的躺椅上，看着外面开满的鲜花，他就想摘一些放在房间里。暖暖，你想要去哪儿？哥哥，我想摘些花放在房间里，这样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可以闻到花香，看着就觉得心情好。我给你摘，你躺着乖乖别动，脚不想要了。他的腿已经可以走了，每日都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行走。够不够？谢谢哥哥，够了，都能插2个花瓶了。我记得你以前不怎么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有次我给你折了几只腊梅，都被你训着下次别折了。只是不想和姨娘发生更多的冲突，不过现在不同了，不在那个家，我觉得自己过得很舒心自在。都是哥哥的错，当时不应该离开，不然你也不会被流言蜚语给逼的。随便嫁个人，宋文州又说不出来了。他在萧家的这些日子过得其实很开心，他也很认可萧纪云这个妹夫。已经过去了，哥哥，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哥哥，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舒服吗？可惜娘不在了，
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想，若是当年娘发现了阿爹在外面与人通奸，倒不如和离了好。我看婶子带着妹夫就过得挺好的。世事难料，想必娘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不过大哥你也别急，他们会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一连几日，他们都在割稻谷。这批稻谷产量很高，我估计每亩得有1000多斤。等把稻谷全部晒干以后再称好，到时就可以算出产量了。宋暖的脚已经愈合，可以下地走路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等这批稻谷运往京都，你也应该回京都复命了吧？这批稻谷我要押解回京，但我还得过了你种的花生、玉米、土豆和红薯那些的产量，我还得继续记录。怎么，我在这里影响你了？这批稻谷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你在跟进的。皇上若是想要种出谷种来，那肯定只能是自己先培育。我以为那么重要的事情会交给你。等把你这边的种子都记录完，我才会回京。若是我真的回京了，怕是很难才能寻到机会再来。暖暖，吱嘎一声，他推开门，就看到在偷吃的宋暖。脚没事了吧？县民问你想要吃些什么，猪已经杀好了，想要怎么做你说一声，他好安排。宋暖起身，剥了一颗荔枝塞进他的嘴里，吃完了再下去，别被发现了。说完，他就下了楼。暖暖在家吗？宋暖马上出去。婶子，有什么事吗？之前二丫不是冤枉了你家，二丫他娘带着二丫去了胡家，胡凯那小子说不是他干的，还让二丫他娘拿出证据来。二丫他娘自然是拿不出证据，这种事情能有什么证据呀？二丫他娘现在寻死觅活的，说是二丫毁了身子，还败了他们家名声，要把二丫给发卖了。二丫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个可怜的孩子。我看你们家也买了不少干活的，就想问问你要不要把二丫买了。他娘说了，给2两银子就卖。婶子，真的不是我想不想买二丫的事，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你也知道，之前二丫冤枉了我们家，我若是把她买来，别人还以为我们家真的做了什么。这件事我还真的不能帮忙。婶子，你也别怪我多嘴，二丫她不实诚。婶子，你也别怪我多嘴，二丫她不实诚。我虽然会买丫鬟长工的，但也只买老实本分的。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二丫这孩子，大状还没说清，我把她买回家确实不像话。那我再好好的劝劝二丫她娘，先把她稳定下来再说。邱婶子说完，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萧家。一会儿用晚膳了，我看你许久未曾出去，明日我带你去县里逛逛吧。宋暖本想拒绝，可想着也许久未曾出去，又同意了。别看，又看不到是吗？胡凯，你想干嘛呀？是二丫来勾引我的，她把我带到草垛里，求我要她的，可不是我逼她啊！不信你们问问，我要是强迫她，那么近的距离，她难道不会喊？你和二丫都这样了，准备把她给娶了。我为什么要娶她？她就算是给我做暖床的，我都不要。何况是他自愿的，我也付了50文钱给他。不信你们问问他。胡凯，你别嬉皮笑脸的，你要是不娶二丫，你这就是奸淫罪。我这最多叫嫖娼。胡凯，你个黑心肝的，我们家二丫起初就是被你给强迫的，你这烂人名声烂得很。若不是这样，二丫怎么可能会去污蔑其他人呢？你现在又把二丫拉到这儿来，逼她就范。我告诉你，就算是豁出性命，我也要去衙门告你一个奸淫罪。是你家丫头自愿的，和我们家胡凯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大家乡里乡亲的，要么你把你家丫头免费送过来，要么就等着被人唾弃吧。婚前失贞的女人，我们胡家可不会花银子。你个老娼妇，我和你拼了！胡凯，你必须得给二丫一个名分。我不给，你们敢对我怎么样？那我们就把你抓去官府。我不嫁给他，他就是个禽兽。胡凯想走，大勇那边也已经把他给绑起来了。季明兄弟，能不能借你的马车一用？我们得把他送到县里的衙门里去。你们这些黑心肝的，你们敢？离国律法有严明，男女未成亲便私通，按照离国律法，女子进猪笼，男子发配流放。若是强迫女子，则犯奸淫罪，犯法之人是要处以极刑的。你们凭什么欺负我儿子？我告诉你们，这个丧良心的！我家二丫清清白白的一个小丫头，还没及笄就被你家胡凯给糟蹋了。你还说她在外面有其他男人？你这个老娼妇，管不住儿子的废物，老毒妇！胡凯被人绑着，看着胡大娘被打，一开始还无动于衷。拿着我的这枚玉佩去找县太爷，和他说清楚事情的经过即可。我娶二丫还不成吗？好，那你们现在就给我去拜堂，该给的聘礼2两银子，1两都不能少。既然都愿意了，那就让他们拜堂吧。
婶子，恭喜你和张叔了，我和季云就先回去了。也没有办酒席，不需要礼钱。刚刚还谢谢你们帮忙，二丫才能顺利嫁到胡家。可胡凯那态度，二丫是我生的，她失了清白，不嫁给胡凯能嫁给谁？我总不能真的把她给发卖了吧？回去的路上，宋暖一句话都没说。张婶子做法虽然不是很好，但她也都是为了二丫好，留给她的结局只有被发卖和进猪笼。当初你娶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当时从那些马仔手里救了你，拉了你的手，也看了你的手臂，就该对你负责。而且当时宋府派人来说，若是我不娶你，你就会因为我嫁给其他人做妾，我不忍心，所以就答应了。所以你是在救我的时候对我一见钟情，喜欢上我的？那日你发丝凌乱，其实我没有看清楚你长什么样子，真正看清楚是在你撞墙以后，说不上喜欢，我知晓身份有别，也没存那心思。眼睛一转，宋暖勾着唇，一蹦一跳地朝着家里走去。看着他的背影，萧季云在心底里默默地加了句：其实我是后来才慢慢喜欢上你的。楠楠姐，今天晚上有烧烤吃。难怪我闻着那么香，我去沐浴，待会儿出来吃。朝着厨房走去，他的情绪不高涨。暖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开心了？没事的娘，就是刚刚看到二丫嫁给胡凯，心里有些触动，一会儿就好了。唉，虽说胡凯不是什么好人，可嫁给他也好过进猪笼。唉，二丫这孩子呀。想起他之前冤枉人的事儿，萧母也不好说些什么。一日一早用过早膳，就驾着马车出去了。只是到了县里以后，卖东西的人竟然寥寥无几。老板，今日那么早就不卖货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北边那边下冰雹了，那冰雹大的呀，跟鸡蛋似的，把农作物都给砸死了。现在人心惶惶的，哎呀，怕是荒年真的要来了，我们也不卖东西了。你们看着能不能买些什么回去，然后把粮食储存起来吧。冰雹那么严重吗？先去看看。两人来到了街道，往日里热闹的街道上似乎都没有什么人，好像卖东西的人太少了。两人在布庄买了150匹棉布，付了定金后，让他们送到虎头村萧家。粮食在街上几乎是没有的卖。看来我们还得回去多开发些地，多种一些粮食。没什么可买的，早些回去吧。他们本来也不缺什么，主要是宋暖想从淘宝买东西出来，光明正大的吃，自然是要出来一趟的。他们很快的就回到了虎头村，布匹比他们先到，剩下的银子是萧母付的。哎，怎么回来这么早？刚刚啊送了好多布匹来，你们怎么突然买这么多布？穿也穿不完的。没事的娘，我和香龙去县里以后，街上空荡荡的，说是北边下冰雹，把很多的农作物都给毁了，现在人心惶惶的，都说荒年来了，都不肯卖粮食了。我和相公就买了些能买的回来。大家虽然不缺衣服穿，可总是要做一些以防万一的。而且他们都有了新家，干脆也给他们置办了。知道可能会有灾荒，大家心里其实也都有些担心。别担心，等把秧苗插下去，红薯、土豆、玉米、花生也该收成了，到时该储存的储存，那些桔梗全部都要收回来，养牛羊。转了一圈，宋暖觉得他们种的是真的挺多的，也就稍稍的放下心来。今日无事，你想不想去赵叔那儿？那就去吧，我也挺长时间没有吃海鲜了。我可以去吗？当然可以了，去了也可以多看看。宋暖说着，男人也沉默地走了出来，跟着他的还有另外4个手下。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也算是认识挺长时间的，我总得知道你叫什么吧。我们没有名字，你可以叫我01。01也挺好的，起码我知道该怎么叫。01，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帮忙。宋姑娘客气了，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请问你们找谁啊？婶子你好，我找赵叔，我们是虎头村来的。虎头村？姓萧是吗？是的，婶子。赵老二是我男人，他去邻居家了，你们先进来坐会儿，我去喊他。把宋暖他们都请进屋里，才去邻居家找人。外面突然就传来了一道声响，他们还以为是赵老二回来了，却不想一个老妇人走了进来。你们是什么人啊？我就说那婆娘不是个安分呐，我儿子还在家呢，就敢带这么多男的进家门，这贱蹄子！我们是来找赵叔叔的。姑娘家抛头露面，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这时候赵老二回来了。你还来这里做什么呀？我告诉你，赶紧回去，别让我看到你，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会做什么。你个没良心的，我生你养你这么大，你为了个这么个贱蹄子，你竟然敢这么欺负你亲娘，老天爷就该把雷劈到你身上，而不是让我家贵宝年纪轻轻就离开我这个老太婆。老妇人又哭又闹的，赵老二气得脸色发青，把她直接给扔了出去。
之前我病重，婆婆和我们分了家，和我小叔子一起住，我们给她养老。小叔子前阵子出了些事，所以他就一直来家里闹。让你们看笑话了。萧纪云等人笑着说没事。萧公子、萧夫人，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想买些海货，不知道赵叔能不能帮我多买些？有是有，不过家里不多，要是你们不介意，我可以去村子里收一些，刚好最近大家晒了很多海货，都着急想卖。赵叔，麻烦你了。不麻烦，你们先等着啊，我去和他们说一声，最近说是有灾荒，大家都想赚些银子。不过说起来，我们现在过得那么好，多亏了你帮我们牵线搭桥，我们每日负责收获就有进项，贱内的病也治好了。很快让他们把准备卖的海货给带过来了。把账结清以后，宋暖还是忍不住的对赵叔叮嘱了下。听说要闹灾荒，赵叔你还是留意些，可以买些粮食在家里。海货虽然好，但是不扛饿。我早就准备好了，修了这新屋以后，我们就储存了不少粮食。萧夫人你放心，我们村子里的人心里都有数。京都那边的货您就一直送着，只要不出什么事，那也是可以挣钱的行当。现在我们全家每个月都能挣不少，我已经很满足了。赵婶子已经把他家里的干货都塞到了他们的马车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比起你们的大恩大德来不算是什么，希望你们别嫌弃。看着那大大的2个袋子，宋暖在心底里叹了一口气。赵叔、赵婶子，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有空了我们再闲聊。宋暖说着，突然就把一锭银子塞在了赵婶子的手里。等赵婶子反应过来的时候，萧家对我们有大恩。我知道的，但他们不想占我们的便宜，等下次我再找个机会，再送一批海货过去吧。小姐、姑爷、温公子，几位大人，赶紧先用晚膳吧。小玉，这些海货单独放在一个屋子里，明日要重新把海货全部拿出来晾晒，再储存好。这次收获挺丰厚的，拿回去以后再晒干些，就可以全部储存起来。萧夫人买那么多的海货，是担心灾荒？我们人多，吃的也多，肯定要考虑这些问题。只是我很喜欢吃海鲜，我们又没有时间来渔村，就只能多买些海货了。我看虎头村过去的那深处有许多荒地没有卖，虎头村虽然位置差了些，但很适合种稻谷。我想把那些荒地全都开垦了，专门种地。你是打算住在虎头村吗？若是可以，在京都自然是更好的，但如今我觉得虎头村的气候更好，稻谷的产量高，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救更多的百姓，不是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种的再多都不如让他们自己种。红薯产量高，1亩地能产5、6千斤，别说是一家人，就算是一个大家庭都够吃的。萧夫人，红薯的产量只有8、9百斤，没有你说的5、6千斤。现在没有，但是用了新的红薯种，肯定可以的。等用完晚膳沐浴完，已经是半夜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吵闹声。看着忙着搬西瓜的人，他才想起来到日子了。萧夫人，萧夫人，孙掌柜，最近生意好到爆，我们的店面已经把旁边的店铺都按照萧夫人的意思租下来了，会员的数量激增了不少，这些都是账目，还请萧夫人过目。账目等晚些再看。孙掌柜，回去以后就不要再增加会员了，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会员人数暂时已满，暂时不接纳新的会员。可现在的形势大好，我们靠着会员积攒了不少的人气，如今正是生意正好之时，为何不再接纳新的会员啊？多了就显得不值钱了。孙春生恍然大悟，还是萧夫人聪明，是小的狭隘了。这个盒子烦请孙掌柜带到给王府，交给萧伯。接过盒子，孙春生点头回答：这些日子西瓜售卖的很快，奶茶店的生意异常的好。萧夫人，你什么时候才去京都啊？到时候可以把账盘算一遍。这样的生意不可能一直火爆，我们只是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时间长了，如果没有新意就会回归于平淡，所以没有必要再增加会员。回归到平静之后，每月还能维持到5万两银子就挺好。现在趋势暂时还不错，不过萧夫人说的也没错，现在外面已经开始有和我们店里一样的摊贩和小店，虽然味道不如我们的好，可生意却还不错。萧夫人，我们需要采取些什么手段吗？没关系，也拉不了我们什么客源，就算拉了也没事，生意谁都可以做，没有必要把别人的路堵死，底层百姓也不容易。小的了解了。7月3号，萧纪云带着宋暖和明月去了墨城。他们一进去，看到宋暖的那瞬间，整个人都委屈的不行。我真的很尽力的想要早些过来，但事情真的多。你别委屈了，我给你带了很多好东西。裴之安这才舒服了些，把东西全部搬好。裴之安瞧着明月那东张西望的样子，笑了。叶璇他要去帮我办事了，不知道你来，不过他晚些就回来了。裴公子，叶璇他还好吧？他能吃能睡的肯定好啊，有好东西我都和他一起吃，你放心吧。
我没欺负他。裴公子，我就问问，别打趣人家了。这边怎么样了？裴志安叹了一口气，却没说话。明月，我们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明月也不傻，很快的就起身跟着萧纪云离开了。等他们离开，暖暖，我不是不相信萧大哥和明月，但有些事是机密，你能知道，其他人不能。没事的，你说吧。现在金矿的情况也就那样，舅舅担心朝堂上的其他人都知道，所以派来的都是我们的亲戚。这座金矿含金量很高，我们开采得快，第一批黄金已经运回去了，有10万两，第二批也已经快冶炼好了。这座金矿应该能开发出不少金子，拳头那么大的金，这座金矿能让国库充盈。那就好，我给你带了1500斤的谷种和300斤玉米种回去，也交代了萧伯，你放心吧。我那些粮食肯定是要先紧着前线的战士，也要赈灾。你之前给我的谷种和其他的种子产量都很高，萧伯已经给我带了信，可惜之前红薯的种子少了，只种了1亩地的。我已经和萧伯说了，把收获的种子全部种下半年的地。我带来的东西到时也记得分析给张大人。外面似乎有些不太平，北边下冰雹，便有了灾荒的言论。我们来的路上也看到了不少的店铺都关门了。我也让孙掌柜不再接受新的会员。你那儿西瓜和甜瓜熟了没有？我给你的种子也没有少，也就比我们慢了半个多月，应该也成熟了吧？是成熟了，我听你的话，全部都种了，一起种了30亩地，萧伯也会安排好的。不过我还得给舅舅送些，萧伯已经帮我送了5000斤了。那我们可能撞了，我也送了2000斤。裴志安倒是无所谓的耸耸肩，你现在住的这么简陋，怎么不搭个好些的木屋住？无所谓了，比我们赈灾时住的好多了。裴志安递给他一个袋子，宋暖接过打开，里面是一封密函，信上写着一行很小的字：宋府向国公府和太傅府各送了20万两白银，扶阳县主被封郡主。只是短短的一行字，宋暖却是内心涌动，各送20万两，那就是40万两。想到那些银子都该是原主和宋文周的，宋暖的心里就窝着一股无名火。宋府现在有一飞冲天的趋势，虽然没有办法挤进4大家族，但无疑也是差不了太多。他们有钱的程度应该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听说几个国家首富最富的能有数千万两白银，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之前有一个家族姓沈，那个家族特别有钱，后世隐居起来，后人也很少出现。听到首富有数千万两白银，宋暖都忍不住倒抽一口气。敲门声响起，两人也已经说完了。张大人，宋姑娘，我刚刚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修水利的事情怎么样了？进展的还顺利吧？大家都很能吃苦，也有干劲儿，这会儿修得很顺利，应该会比我们想的提前完成。张大人辛苦了。这段时间承蒙你们的照顾，以后若是回京了，一定要好好的聚聚。张大人放心，以后机会多着呢。宋姑娘果然是个妙人呢，难怪安亲王那么喜欢你。宋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张大人别误会，我和知安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他把我当妹妹，我也把他当兄长看待，而且我已经成亲了。您刚刚看到的那个男子是我相公，姓萧。成亲了啊，是老朽眼拙了，宋姑娘别介意呀。没有，我们关系确实是挺好的，不过我下次确实应该多注意些。宋暖说着，又和张大人说了些关于水利的事儿，这才回到了裴志安那儿，说今天晚上我们睡哪里？今晚你和明月就住在我的房间，我带萧大哥去张大人的房间挤挤，天气热，睡地板也可以。那也行，你记得进门的时候敲门。我有点累了，先休息下，你没事就出去吧。你好好休息，要是没地方，我们还可以去马车上对付一下。马都要休息了，马车倾斜着，就算是躺在上面也不舒服，还是算了吧。明日我们回去还得靠你赶车呢。萧纪云点头便出去了。宋暖躺在床上，明月休息会儿吧。好的，小姐。宋暖是真的累了，她躺在床上很快的就睡着了。明月翻来覆去的半晌都没有睡着，直到外面突然传来了这道声音。明月睡着了没啊？叶璇他们回来了。听到这话，明月猛地从床上弹起，很快的就朝着外面走去。你受伤了？没事，一点小伤，没什么大碍的。你怎么样了？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还挺好的，在家里有吃的有喝的，房子也已经建好了，我有时间就在那布置一下，也在门口种了不少花藤，还有葡萄藤，等你回去了就可以看到了。等以后我回去了再做，最近应该是很忙的，我看你最近也瘦了不少，要注意身子。我知道的，那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啊？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您的事情比较棘手，我知道陪你的时间少了，但我保证等把那些事情都处理好，我就和王爷提出卸甲归田的要求，到时我们就成亲，做一对普通的夫妻。不
过你也别着急，王爷对你有恩情，等该隐退的时候我们再退。我不着急的，我们慢慢来。我就知道你是最懂我的。等我卸甲归田以后，我会努力的挣银子，不会让你受苦的。我才不会受苦，小姐对我们可好了，而且我们现在攒的银子不乱花，也足够我们过得好。就算分出来，也能够种地，够我们吃住的。好，都听你的。你放心，等我这边忙完了就回去，我争取早点把你娶回家。话还未说完，外面就传来了一阵的声响。有野猪！有野猪下山了！你回房间，我去看看。大家都往山的那边去救援。宋暖到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他人都在那儿喊着，然后他就听到了萧继云的声音：叶璇受伤了。裴之安呢？放心，王爷是安全的，他刚刚就在我的房间里，没事儿。宋暖这才放下心来。很快，受伤的人全部都救出来了，所幸都是受了伤，唯一一个伤得很重的便是叶璇。明月站在一旁，哭得像是个泪人儿。缺什么药材吗？止血粉不够，我带了。都怪我刚刚在那儿的时候喊了一声，叶璇肯定是以为我在那儿，所以才过去的。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不过巨石确实也很危险，若是以后下雨了，也容易出现问题。这些巨石还得安全的放置。我知道，我会安排好的。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没有，我在你房间里睡着，有个士兵可能以为我是你，所以就把我给拉出来了。巨石也没有砸在房间，也还好，省得把那些西瓜都砸烂了，就真的浪费了。萧继云看着宋暖，暖暖，带明月回房间休息下，这里有我照看着，不会有事的。我不去，我要在这里照顾叶璇，我就算是回房间也睡不着的。小姐，你就让我在这里照顾她吧。那好吧，那你就在这里照顾她，晚些我来替你。谢谢小姐。别一直哭，叶璇她不会有事的，若是腿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把她带回去，有陈大夫在，她肯定不会有事的。谢谢小姐，小姐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说完，她自己又忍不住地哭出声来。没事的，叶璇她肯定不会有事的。回到房间里，宋暖也睡不着了。门外传来敲门声，宋暖喊了声进来，裴志安就进来了。我得麻烦你一件事情。你说。叶璇这样子肯定是不能在我身边了，我总不能为了自己让她真的出什么事。而且在你那儿吃得好住得好，陈太医在，又有明月会照顾她，我也会更放心一些。那你怎么办？我肯定是要守在这里的。叶璇不在，不过莫青和莫染都在，还有我不少的亲戚，不会出岔子，你放心。我想干脆借着这次的事情，直接让叶璇离开我这里，让她和明月成亲去。真的？当然是真的，她是我的人没错，但我也没有那么自私，他们都是我捡回来的，却也是我一直很倚仗的。我一直都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所以提前离开也好。裴志安，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靠谱。谢谢你的夸奖。我知道了，我要休息了，你也去休息吧。出了房间，裴志安就看到萧继云站在门口。萧大哥，我之前和你说的我已经在办了，这笔钱从我们共同的收入里支出，但负责联络的人得是我们的亲信，你若是有合适的，可以举荐一个。我来就是和你说这件事的。我娘会机关术，也会进机关，你光是培养谍者还不够，最起码要培养一批死士。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培养了，这些都已经有了，不过机关术确实至关重要。萧姨的机关术真的很厉害吗？我曾外祖父是九阴。裴志安诧异地看着萧继云。九阴前辈是萧姨的？他没有再说下去，眼神里却都是惊喜。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用担心了，萧姨肯定是厉害的。两人谈论了一会儿，才起身去看叶璇。姑爷，裴公子，叶璇他发高烧了。姑爷，裴公子，叶璇他发高烧了。他身上的伤口多，现在天气炎热，伤口容易感染。你别急，我先给他擦拭身子，把他温度先降下来。明月，你先回去休息吧，叶璇有我们照顾就好，一会儿我们会给他擦身子的。谢谢姑爷，谢谢裴公子。明月也知自己不合适待在这儿，起身就离开了。想不到叶璇这个呆子平日里话不多，竟然可以找一个那么好的另一半，她运气真好。明月确实是个很好的小丫头，希望叶璇早些好起来，也省得她心疼。别光羡慕别人，要我说呀，最好的还得是暖暖，你这小子运气才是真的好。暖暖这性子和心胸，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若不是他和你成亲的早，爱慕他的人那么多，你还未必可以娶得到他。那你呢？你也对他生出了男女之情吗？我认识他的时候，你们就成亲了，就算是有好感，也会被扼杀。不过我对他还真没有男女之情，但是我总感觉她应该是我的妹妹，可惜我爹娘……他顿了顿，又轻啧了一声。我觉得他们不配。萧继云便是放下心来。我曾以为你对他是有点心动的。许是你看错了，不过你打着我问也没用啊。想和你抢的人是温如心，又不是我。不过你可别小看温如心呢，
这厮虽然看着风光霁月，可内心阴暗的很。他一旦认定的东西，只要抓住了机会，就绝不会放手。你好像不喜欢温大人。我幼时在宫里住，有次在御花园里抓蝴蝶，祖母给我穿了一件月牙白色的锦服，她非说我是妹妹，害得大家好一阵笑话我，都说我长得像女孩子。那时宫里的人都喊我安妹妹，我不讨厌她，讨厌谁啊？温大人其实还好，他很懂礼仪，也懂进退。说起来，你爹是不是萧怀里啊？听到这句问话，萧纪云身子突然僵住。你不用担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也不会把这事儿给说出去。只是当初我提起萧怀里时，萧姨的神色有异，所以我推断出来的。但是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安心好了。所以你当时在皇宫门口说的那些话，有一部分是因为你救了我，我想帮你出气；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真心实意的讨厌这种为了权势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男人，所以我不给他留情面，还是因为他人品不好。谢谢。哎，不然我当初也不会想着拉你入伙。说实话，大家都有相同的目的，你别看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安亲王身份何等尊贵，在外人看来，我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可舅舅和祖母不能保我一生平安无忧。后宫那些娘娘们对我虎视眈眈，皇子们对我不满，大臣们对我怨念颇深，以后不管哪条路，我都会摔得很惨。只有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我才能全身而退。只有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我才能全身而退。我一直以为你从未想过这些，也不及你隐瞒的深呢。你那身功夫可是比叶璇还高，弱水剑4大名剑榜首，你师傅来历不凡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同类之间容易产生共鸣。我幼时就在深宫长大，对周遭的一切都很敏感，我能感觉到你和我一样，不然你怎会允许自己在这里隐藏那么些年？萧纪云沉默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裴之安才听他说道：娘亲不喜提起往事，若不是阴差阳错的救了暖暖，又娶了她，我应该就一辈子这样过下去。那可未必。裴之安笑得贱嗖嗖。不过说来，你那亲爹当年确实是娶了太傅千金，但却是被逼的。他想和你娘离开，被多次阻拦。依我看，他对你娘确实有情，不然也不会那么多年过去了，两人生儿育女，却还是分房而睡。萧纪云冷着脸，语气也有些不快。分房睡也没阻止二人生儿育女，不是？毕竟是成亲了，怎么可能会没半点关系？不过我倒是听说太傅给你亲爹下了药，所以这事儿才办成的。太傅之前把他死死地压在手底下，现在才放出来。你看着吧，你那亲爹肯定会反扑的。裴之安八卦得很开心，萧纪云却无所谓这件事。见萧纪云不想提这事儿，裴之安干脆也闭嘴了。两人守了叶璇一夜，快天亮时，裴之安才去眯了会儿。石安说让我们把叶璇给带回去，我看着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在这里待着了，先把他带回去让陈大夫看看，早治疗，以免留下后遗症。也好，你可别忘了我呀，有时间带些好吃的过来看我，你要没时间的话就让别人来，天冷时记得多帮我带几床被子，我怕冷。裴之安唠唠叨叨个不停，宋暖也不打断，他知道他其实就是有些孤独。只要我有空，我肯定会带东西来看你，就算是我没空，我也争取找人过来给你带吃的。裴之安小小应了一声，眸子里却有诸多的不舍。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以自己的性命为先，若是有棘手的事，就飞鸽传书过来。好。望着马车越来越远，裴之安的心里越发的酸涩了。叶璇这是怎么了？他的武功不是很好吗？怎么受了那么重的伤？萧纪云简单的将事情说了下。有陈大夫在，肯定不会有事的。我的腿伤成这样都能治好，要相信陈大夫的医术。腿倒是没什么大碍，但他受了极重的内伤，伤及五脏六腑，需要调理才能恢复。不过就算是恢复好，他怎么样？明月急急地问道。伤及根本，恐难有后。明月却是坚定地说道。陈大夫，只要叶璇的命没事，其他的我都不在乎。陈太医知晓他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又解释了句：房是没问题，只是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有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不在乎的，只要叶大哥没有生命危险，他不管成什么样了，我都可以接受。明月再次表明自己的心意，陈太医看了他一眼，满眼欣慰。老夫也会尽力，明月姑娘放心吧。谢谢陈大夫。怎么出来了？怕明月会不自在，就出来陪你说说话。你说回去以后我们再种些地，还来不来得及？倒不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是我们人手不够的问题。不行的话，买几个长工吧。算了，这样找长工危险性还是大了些，先缓缓吧。是因为北边的冰雹，所以想要多种些粮食，想多帮一些人，但我到底是帮不了太多。暖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来，没有什么是那么快可以改变的，问心无愧就好。你
会不会觉得我这种想法其实挺幼稚的？不幼稚，相反，我觉得你的思想在我们之上。我虽未看过你如何赈灾，但我也听说过不少关于你赈灾的事儿。众生平等，在很多人嘴里都是空话，你却真的把这句话刻在了骨子里。暖暖，有些话说出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很难。他日若回头看，我相信你也不会后悔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宋暖点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明月，你想清楚没？如果你要嫁给叶璇，那就代表着你们以后可能会没有孩子。姐，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事，但我和叶大哥是真心相爱的。别说他不能有后，就算是他真的不能，我也心甘情愿和他成亲。不后悔？我不后悔。我明月对天发誓，若是有朝一日我因为叶大哥不悦而嫌弃他，我就……行了，我又不是真的想棒打鸳鸯，只是你年纪小，我怕你日后会后悔的。叶璇对你的好我都看在眼中，我们也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人。等叶璇身体好了，你们就成亲吧。姐，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哈，我最在意的是你会不会幸福，至于其他的都不重要。姐，哭什么？幸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握在自己手里。明月，姐姐希望你可以幸福。我知道的，姐，我真的很幸福。叶大哥他对我很好。不管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你还有个姐姐，姐姐永远都是你的后盾，也会是你永远的娘家人。如果有一天你不开心了，也是要记得，姐姐永远在家里等你。宋暖躺在床上想休息，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你要出去？昨夜休息得好，我去田里看看，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你也累了，去田里看看，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你也累了，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坐了2日的马车，你都累了，好好休息，明日再去也不迟。听话。然后宋暖就真的乖乖听话了，躺在床上没多会儿就睡着了。暖暖姐，这河里的鱼都少了。自从大家觉得鱼汤好喝以后，每个人都从河里捞鱼，就连田里的鱼也少了。村子里人多，大家都去抓鱼，自然就少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也有挺多的。何况那院子那边那么大的池塘，里面的鱼虾够吃了。最近下雨了吗？没有，最近温度高了些。不过虎头村不缺水，倒是不担心这个问题。那就好。暖暖姐，你放心，我们已经在田地中间的位置都挖了大坑，储存了水，保证附近的田地都有水可以灌溉。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暖暖姐，你这次回来该不会又要出去吧？不确定，没事自然就不会出去了。怎么了？你们是有事想和我说吗？叶颖说她想去参加今年的秋考。宋暖倒是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可我记得还有个同事吧？暖暖姐，同事我早就考过了。3年一次，你今年都快16了，确实应该去参加试试。既然叶颖要去参加秋考，那大家以后辛苦些，让她在家里好好准备秋考，好好学，我看好你哦。暖暖姐，我希望你可以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不管这次秋考怎么样，尽力就好。我知道了，暖暖姐，我肯定会考过的。成亲的人呐，是真的太多了。这才刚喝完喜酒，又有好几户人家说还有嫁娶，不过不办酒。赚了银子，自然是要给儿女把婚事办好的。我吃酒时听旁边的人说，二丫有身孕了。那么快就有身孕了？她才多大呀？哎呦，她这年纪生孩子还是挺危险的。那可不，说是二丫有了身孕，胡凯最近有些银子就在外面胡来。他成亲后过得也不好，不过这胎生的若是个男孩，应该会好过些。这话听在宋暖的耳朵里，却是有些许的不快。生男生女又和女人没关系。我看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宋暖犹豫了下，还是问道：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若是我并不想要孩子，你会找其他人？不会。若是你不想要，那我们就不生。我不看重这些。可是大部分的男子都很在乎后代的问题，你难道不在乎？在没见到你之前，我其实就打算这样守着娘过完残生，根本就没有想过娶妻的问题。现在有了你，我就很满足了。我不贪心，得之我幸，不得也没关系。纪云，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尊重我。你之前不是说过，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全部的意愿？我爱你，所以我想尊重你所有的意愿，只要你说，我就可以做到。宋暖抬眼，夜幕下金光皎皎。突然，一颗流星划破夜空的宁静，他猛地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宋暖和萧纪云可以一辈子在一起，幸福快乐。7月的天气越来越热，宋暖窝在屋子里，感觉吹进来的风都是热的。怎么了？太
太热了，这天气怎么能这么热？我去拿些冰块出来，给大家屋子里降降温。要是有风扇就好了。50是最热的时辰，你把窗户都关上，一会儿换身清凉些的衣服，我去大哥那儿给他按腿。午睡是不可能的，宋暖在房间里休息了半个时辰，又重新的穿着衣服下楼，刚走到后门时，直接掐住他的下颚，掰开他的嘴，给他喂了一颗药进去。把我救活，不然我们就一起死。有病吧？我没有那么容易死，救我，其他的我都既往不咎。把男人给拖着进了屋子，宋暖喊来陈太医。这是谁啊？不认识，看他伤得那么重，就把他给拖回来了，看看能不能救吧。你呀，到哪里都能捡回来几个人。此人内力浑厚，但内伤极重，需要一些上好的药材调理内息。需要什么药材？陈大夫，您把药方写下来，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药。好，将药方写好，陈太医这才回答：在这儿有吃有住的挺好。若是萧夫人不介意，老夫倒是想把夫人接过来一起住一段时间。她身子不是很好，我想让她过来静养一段时间。当然不介意，尊夫人若是不嫌弃这处简陋，想何时来都可以。陈大夫一直都在这儿帮忙，我也挺过意不去的。举手之劳而已，是我自己愿意来这里，就是想要远离权力场。若是可以把夫人接到此处，那就再好不过了。自是可以，陈大夫可以给隋安修封信，他应该快要来了，到时候让他带尊夫人一起来便是。如此也好，萧夫人按照上面抓药，这药方应该要去县里抓才能够凑齐。我这就抓药去。来到县里，这位姑娘啊，这药方上面的几味药材价钱很高，您确定要？掌柜的，您就按照药方上面的去抓就好，银子我带来了。好吧。过了1刻钟，掌柜的把所有的药都给包好。姑娘，一共367两3000银子。拿着银子付了账，这才提着药出来。他刚想要走，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谁抓的呀？家里人。你可知这是什么药？治疗内伤的药。陈大夫给我开药方时同我说了，他说这药方很贵。家人受了内伤，你可知什么样的内伤需要这样珍贵的药材才可以治得好？知道，前几日他在墨城被巨石给压迫到了五脏六腑，这些药可以让他好得快些。男子又往前靠了靠。你紧张什么？你被人架着脖子，难道不紧张呢？你若是心里没鬼，又何必害怕？有病吧！我们素不相识，我一个柔弱的女子在这里被你堵着，我都害怕你是个神经病把我给砍了。柔弱的女子？哼，我倒是没看出来你是有半分害怕的。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信。既然说不清楚，那就跟我回去说。宋暖甩着男子的手，半晌都没甩开。来人啊！救命啊！有人非礼了！你以为那些人会听你的话？男子拽着宋暖就要走，却被刚刚赶到的叶影拦住。你想干什么？放开暖暖姐！情郎。男子看了叶影一眼，再看着宋暖。把你们刚刚救的那个人带来，到县衙来找我，我叫长孙长泽。听到名字，宋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把药给了叶影，先把药给带回去，我暂时没事，让萧静云带陈大夫过来，他知道该怎么做。暖暖姐，你小心点，我马上就回去和萧姐夫说。想去上厕所。别耍什么小心思，我告诉你，若是你逃了，我就让你的小情郎替你赔命。他是我弟弟，不是什么小情郎。长孙长泽淡淡的瞥了宋暖一眼，然后对着外面喊了一声：带他下去。叶影1个时辰以后才回到萧家，一回到家，他就去找了萧继云。买到药了。萧姐夫。叶影把萧继云拉到了一旁，压低声音把宋暖和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我知道了，你先不要和其他人说，我会处理好。萧姐夫，暖暖姐不会有事吧？是我没有保护好暖暖姐。这不是你的问题，可能是真的抓错了人。我和陈大夫去就回来，你别想那么多。萧继云很快就去找陈太医了。长孙长泽是镇国大将军的独子，现在也是军营里的少将军，职位颇高。不过好在老夫和大将军有些交情，这就去找少将军解释下。不过这人毕竟是尊夫人救的，我们到底是要带还是不带？带去吧，救暖暖要紧。何况我们和他并不认识。把我给献出去，你们那娇弱的小美人可就得死。我可是在她的身上下了毒，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解得了她的毒。转过头去，萧继云看着男人竟然已经醒过来了，他伸手就想要去抓他的手，却被他反手扣住。你这功夫放在外面确实是能打的，可对我而言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萧继云明显的也被男人的内力所震惊到了。萧公子，先救萧夫人要紧。不把她带去，我们能救得了暖暖吗？
无妨，我会和少将军说，萧夫人是无辜的。不管何时，萧夫人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萧继云点头，把男子安排到了暗房里。另一边，宋暖等得饿得不行，他真的好饿。若是你愿意把人交出来，我就让你吃东西。你为什么会觉得人是我救的？因为你可疑，整个县里只有你抓了这副修复受损内力的药材，不是你是谁？你最好祈祷你家人愿意把人交出来，别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不然我饶不了你。宋暖马上闭嘴了，他一部分是因为心虚，另外一部分他是真的不想死。他都不知道自己被喂的是什么毒，怎么可能会把人给交出去？饿了吧？那好似带着杀力般粗糙的手指摸着他的下颚。你就告诉我，你今日是不是救了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只要你说了，我不仅给你用膳，还给你500两银子做谢礼。我该说的都说了，再等会儿我相公大人来了，就会和你解释清楚的。长孙长泽的眼眸里闪过一丝诧异。你成亲了？怎么不行？我和我相公感情很好，自然是成亲了。成亲了，为何手工杀还在？成亲了，为何手工杀还在？真是个小骗子！若不是我不小心看到，还真被你糊弄过去了。宋暖还真未注意到自己手臂上的手工纱。成亲后又不是非得同房，我相公他尊重我，看我年纪小不舍得让我受苦，难道犯了哪条律法？牙尖嘴利。长孙长泽才不信这种废话，面前的女子起码及笄了，都是可以当娘的年纪了，怎么可能会年纪小？你自己满脑子邪念，便以为全天下的男子都是你这样的？你叫什么名字？关你屁事！你说我要破掉你这手工纱，你相公还会这般尊重你吗？长孙长泽，你敢碰我，我杀了你！杀了我，你也配？看着宋暖那姣好的面庞，想凑过去，宋暖突然就狠狠地呸了他一脸口水。你怎么敢的？长孙长泽的手紧了紧，差点就要把宋暖的脖子给掐断。不过是个乡野村妇，本将军就算现在要了你，谁又敢说些什么？窒息的感觉让宋暖面色涨红。他其实想要说他认识裴之安，想要说他认识温如心，也想说他见过皇上，然后他整个人都昏了过去。真是无用。长孙长泽只是想吓吓他，却没有想到他反应竟然会那么大。他喊来丫鬟把他送去沐浴，然后又被抬到了房间里，直到快深夜。少将军，门外有2人想要见您，说是您抓来女子的相公。还真成亲了，把房间里那女子看好了，让丫鬟进去守着，别让她跑了。属下遵命。到侧厅，少将军，少将军，我是暖暖的相公萧继云。今日少将军抓的那个女子是我娘子。长孙长泽上下的打量着萧继云。陈太医怎会在此说？下官奉旨在这儿，还请少将军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可以把萧夫人交还于萧公子。他救了本将军要杀的人。萧继云刚想开口，陈太医的手却在下面拦住了他。少将军怕是误会了，这药方是下官开的，药是给安亲王的一个手下开的。那个下属前几日为了救人伤得很重，被送回了下官这儿医治。若是少将军不信，老夫可以给安亲王取一封书信，让安亲王和您解释。王爷的手下受伤了，需要堂堂太医院的太医来救治。陈太医，本将军确实是有些不信的。少将军许是没有明白下官的话，这位萧夫人便是宋姑娘，如此少将军可还明白是什么意思？长孙长泽面色变了又变，他先是一惊，随即唇角便是勾起一抹笑。正好本将军有空，许久未和陈太医叙旧，那就去陈太医住的地方歇息几日。萧公子应该不介意吧？萧公子应该不介意吧？少将军不嫌家中粗陋便好，只是我娘子她胆小，还望少将军让我把她接出来。萧公子怕是对胆小2字有何误解？长孙长泽说着，对着侍从说道：去把宋姑娘带出来。是的，少将军。等他们一起回到虎头村，已经是下半夜了。躺在床上的宋暖没有醒，看着身上的衣裳被换，看着他脖颈上那圈有些肿的红色勒痕，眼底里有怒意，更多的是心疼。心里的那股怒火无处宣泄，最终化作无数想要成功的小火苗，埋在了心底。一日一早，没事，人被转到了暗房里，你为何想留下那个人？他给我下毒了，解药只有他才有。等先应付完长孙长泽再说。暂时没事，先别声张，免得大家都担心。饿了吧？先下楼吃东西。你为何不问我昨夜长孙长泽他有没有？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他差点伤害了你。他这个人很危险，小心些吧。还疼吗？可宋暖还是下意识地哆嗦了下。昨夜长孙长泽掐他的时候，是真的有种想要让他死的感觉。别怕，有我在，下次我不会让你单独去了。这不是你的错，他毕竟是将军府的公子，我们避开些就是了。暖暖一定觉得很委屈吧，是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保护他，才让他现在处于那么被动的境地。阿季云，对不起，是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这个权力场。
也许是这段时间和裴志安他们的相处给了我错觉，让我觉得那些事并没有那么复杂。可是昨夜长孙长泽掐我时，我才知道，我在那些有权势的人眼里不过是蝼蚁，死了也不过是贱命一条。暖暖，别说了。宋暖把头靠在他的肩膀，谁都没有再开口。等二人下去以后，宋姑娘，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好好谈谈。长孙公子怎么也跟过来了？我以为我们这样的粗陋之地是配不上您的身份的。无碍，我行军打仗时以天为被，地为床，最惨的时候被敌军围在山上，没吃的时候我就抓山树，吃生肉啃骨头，只要能活着，什么苦我都吃过。所以宋姑娘还是想清楚再回答的好。我可以看在陈大夫的面子上不管以前的事，但我希望宋姑娘不要欺瞒的好。许是陈大夫还没带您去看叶大哥吧？我还是先带你去看人吧。说罢就带着长孙长泽去了叶璇的房间。萧夫人，怎么样，身子好些了没有？萧夫人放心，我没什么事，只是这段时间都帮不上什么忙，还需要大家照料。我别说这些话，你没事就好。陈大夫说了，你的伤需要静养，我们还等你好了以后和明月成亲呢。明月她还小，这件事情也不急，最起码得等到我身子好了以后再说这件事。说着，他又看向长孙长泽，这位长孙公子今日来过，是否还有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我觉得这只小狐狸在撒谎骗我。确实是在下受了伤，早晨时我已经把令牌给长孙公子看过，若是公子不相信，也可以找我们王爷了解清楚。我暂时相信你们的话，不过我来都来了，也想在此处多逗留一段时间。宋姑娘应该不会拒绝吧？长孙公子喜欢的话就住着吧，只要不嫌我婆家简陋，饭菜不合胃口就行。他说完又看向叶璇，好好休息，我大哥和陈大夫都在外面，有什么需要的就喊他们，等你腿好些了就可以出去外面透透气。现在你身上的伤太严重了，陈大夫说你最好是不要移动。叶璇应了一声，才目送着他们离开。身后的长孙长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但宋暖心里清楚，他还没有放弃调查。你一个大姑娘，平日里也敢这样上山？我们是乡野之人，自然要在山野里觅食，若是碰到天灾，一群人就没得吃了。乡野之人，你觉得我像傻子那么好骗？他的双眼赤红，死死地盯着宋暖。宋姑娘在赈灾时可是跟安亲王一起捐献了几十万两银子，又何必在我面前装得有多勤快呢？我不像是长孙公子生来就富贵无忧，权势大。你说我在之前赈灾时捐赠了银子，那是我愿意出的，和我现在需要在山里寻食没有任何的冲突。你想玩，本将军就陪你玩，我倒是想看看你究竟能装多久。两人捡了半个时辰，突然就听到了一声低吼声，然后他看到一头猎豹朝着他们扑过来，别伤害小花，用头不断的在拱宋暖，还用舌头舔着他的手。小花，你的宝宝呢？小花把头晃了晃，宋暖把东西收好，跟着他进了森林深处。长孙长泽此时人都有些傻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猛兽竟然温顺的像是宠物一般，而且他们刚刚是在交流。宋暖跟着小花进了森林再深处些，他看到了6只小家伙。看你们都不回家，这段时间小云可想你们了。宋暖干脆坐在了地上，刚刚离开一会儿的小花给他咬来了2只野鸡。家里现在不缺吃的了，你把野鸡带回去给你的孩子们吃，在山上待久了也要记得偶尔回家，让我知道你和孩子们都还在。小花在宋暖的手背上舔了舔，又舔了舔野鸡。宋暖知道小花想要让他把野鸡带回去。小花，我要回去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小花在他身边转了一圈，然后自己离开了。下山以后，一会儿吃完了你回房间休息会儿，最近农活少了些，我们来做就好。今日得摘些蔬菜回来，那些采摘完的地还得翻土，我看看到时候种些什么才好。你想想种什么，我们来种就行。我还得去田里看看，最近天气太热，得在上游再挖个大些储水的坑。晚些去太热了，你最近也累，不差那么点时间，休息会儿。我打算在那边搭个棚，最近这段时间地里的东西老是被偷，不是很安全。晚上谁在那儿守？大哥现在腿好多了，到时我带小玉他们去。听着语气也是要在那儿住一段时间的。也好，我回头去寻些家犬来，晚上若是有动静，这些家犬最是知道了。你告诉我那个人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弄几条家犬来。长孙公子，该说的我们已经说了，若是您执意觉得我们藏了人，您可以搜查，也可以在这里住着看。说完，萧纪云摸了摸宋暖的头。我先出去，你把汤喝了，最近都瘦了。别出去干活了，休息一会儿。萧纪云应声离开。想不到啊，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子应该不会愿意屈居于人下，更不会为了所谓的名声让自己嫁给这种男子。看来我的消息有误。长孙公子，
一个人就算是再强大，也需要可以依靠的亲人。我只是个普通人，所以我更需要。那他有什么好啊？若是你愿意，我相信安亲王很乐意选你做王妃的。我和治安的关系不是外面所传的那样，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他低头把碗里的汤和肉都给吃了，这才起身出了饭厅。房间里，这个长孙长泽知道了我的身份，他该不会是为宋家所以来找麻烦的吧？他知道了，那代表着宋家很快就会知道。知道就知道吧，这种事情迟早都是要知道的。他们两个人却是想多了，因为宋青云从未给宋暖上过族谱。他们下楼才发现，温如心竟然已经到了。暖暖，这是蜜函，这是家犬，知道你喜欢，我特意选了4只。暖，这是蜜函，这是家犬，知道你喜欢，我特意选了4只。你有心了。随安竟然也在，少将军怎么也在啊？刚好有空来这里小住一段时间。少将军难道没有接到皇上的圣旨？这次去北边赈灾，您是负责押送的将军。皇上派我去赈灾？皇上钦点了少将军，宋姑娘和我一同前往。赈灾的物资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过去了，怎么还需要本将军去送啊？这是皇上的意思，若是少将军不信，可以让萧夫人先把密函看了，您再看。宋暖将信将疑地把信打开，上面写的是让他带着玉米种子和红薯种子去荆州支援赈灾，而且还提到了长孙长泽，说他会保护他的安全。长孙长泽保护他，简直是笑话。萧夫人，看完了吗？宋暖把信给了温如心，时间很仓促，他们一会儿就要启程。宋暖甚至都来不及做其他的，他就去了田里，和萧继云说了这件事。想去吗？也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但我多赈灾，多做些善事，日后真的有个万一，皇上兴许会看在我曾经这样帮助过灾民的份上，不会降我们的罪。我暂时不能陪你去，娘过段时间就要走，我还得安排这边的事儿。放心，有温大人在，不会有事的。会不会觉得后悔了？我们不出手，他们也会出手的，何况大哥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他不想被动了，原本他只是想多赚些银子，现在的他更需要自己的情报网，不管是宋家还是萧家，他都不想放过。你的毒暂时不会发作，他说半年以后才会发作，他离开之时会给我们解药。你在家要好好的，我这次应该不需要太久，要记得我。我会想你的，小心些。别担心，这次赈灾还好，刚好是其他地方夏收的季节，朝廷在那些商人的手里买了30万斤红薯、5万斤米和3万斤面粉，一起押送过去。这次受灾的人很多？这倒不是，等你到了看到了以后就知道了。长孙长泽就看着这两人在那你一句我一句的，眼底里全都是浓浓的嘲讽之意。他倒是对着所有人都和颜悦色的，唯独对自己没有一个好脸色。宋暖可没有想那么多。苏姑娘，你这汤里加了什么呀？我感觉有肉的味道。我带了一些自己做的腊排骨，熬出来的汤会比较香，但不多，大家吃个味道，也守个泽里蛋。宋姑娘真是好心肠啊！湖广那次赈灾，我们就听说了您的事迹，您真的是太厉害了。赈灾的物资都是朝廷发的，我也就是做些小事，厉害的是皇上，我们只是皇上手下的兵而已。宋暖才不会傻到在长孙长泽的面前给出把柄。多休息吧，明日一早还得早起呢。暖暖，你就睡在软榻上吧，把帘子拉上，我们出去外面睡。这样会不会不好？宋暖有些担心的看了长孙长泽一眼。本将军又不是女子，非得挑地方睡。半夜，其他人都还在休息，只有他醒过来了。他提着桶准备去河里打水，转身却看到了长孙长泽。喂，你去哪里？打水，熬点粥给大家喝。一起去。借着月色，他想要打些干净的水。长孙长泽见他磨蹭了半天，有些不耐烦的拿过他手里的桶，整个人腾空而起。孙长泽见他磨蹭了半天，有些不耐烦的拿过他手里的桶，整个人腾空而起，在河中间直接盛了一桶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轻功，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看傻了？没有，你刚刚那是轻功？那你功夫应该是很好的吧？功夫不好，我敢上战场？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特别好？也不是，我只是想尽量多帮助些需要帮助的人。你知道你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可笑吗？我听说你很崇尚众生平等，但你可知这个世界生来就是不公平的。在外人看来，我长孙长泽是有多么风光。我父亲手握重兵，我娘是诰命夫人，我从小就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谁又知道，我从2岁时就开始练功，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守护离国的边境，不让其他国家来犯。我今年也才20，但我14岁就上战场，我杀过无数敌人，我脚下的风光都是我每一次奋力杀敌换来的，所以我为何要接受所谓的众生平等呢？我的功勋，我父辈的功勋，都是我们长孙家用祖祖辈辈的鲜血和命换来的。长孙长泽说完，宋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妄图改变阶级，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活着，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依，有所食，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安居乐业。话还没有说完，长孙长泽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这话说的就像是人间妄想，
没有哪里是不缺吃穿的。湖广洪水，西蜀大旱是常态。现在北边连日下的冰雹是天灾，我们的粮食产量一向不高，而且还要优先供给给前方的将士。除非你有能力让这些都改变，那你刚刚说的才有可能会实现。所以我在努力，也许没有太大的成效，可如果能够多让一个人吃饱，那也是好的。但愿你这样的想法永远都不会变。不过小姑娘，心善可不是件好事，这不是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你这样的想法容易被人啃得骨头都不剩。也许以后会后悔，但我知道自己现在肯定是不后悔的。人活一辈子，哪能不经历些黑暗？可你又怎么知道我经历的又全部都是黑暗呢？一连3天，终于在第3日傍晚，他们来到了荆州。宋暖看着那些官员熟稔地吩咐士兵把赈灾粮搬进县衙里，不由得开口阻止。这些赈灾粮不应该先拉到粥棚里去吗？这位姑娘有所不知啊，赈灾粮都是要入库称的。一辆马车载了多少粮食我们都知道，外面的灾民等不了。少将军，下官按照他说的去做，腾出几间房来，把赈灾粮全部搬过去。这次的赈灾粮，皇上有旨，交由宋姑娘、少将军和本官做主，其他人无需插手。听到宋姑娘3个字，县令的瞳孔地震了下。宋姑娘，报谢县令大人，皇上让我们赈灾，我们时间急，先去忙了。县令大人，皇上让我们赈灾，我们时间急，先去忙了。一会儿先来5辆马车跟我走，要3辆装满红薯的马车和2辆大米的。其他兄弟们，麻烦把剩下的赈灾粮全部放进房间里，除了我们自己人，其他人都不准接近这批赈灾粮。是的，宋姑娘。姑娘，是赈灾粮来了吗？对，这是第2批赈灾粮。老人家，你们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好几日了，都忘记第几日了。各位乡亲们，朝廷的第2批赈灾粮已经到了，大家放心，朝廷没有不管大家，大家不用急。远处，县令等人站在那儿，面色却是十分的难看。大人，这个宋姑娘一点面子都不给您，您真的要这样忍气吞声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呢？上一次赈灾，宋姑娘和安庆王的名气打响了，湖广的官员是一点油水没捞到啊，还以为这次皇上不会派他来了。第1批赈灾粮来了都没事，他竟然在第2批来了。县令气得牙痒痒的。可他毕竟是皇上钦点的，又是安庆王喜欢的人，我们还是先看看吧。把所有的粥都吃完，宋暖难得休息了会儿。得回去洗个澡，今晚应该可以回去休息，明早再来。你若是不放心，今夜我在这里守着就行。哪能让你一个人守着？不过那边我也不放心。那些都是我的兵，只要没有我的命令，是不会把赈灾粮给转移走的。你是将军，在前线的时间多，应该知道粮草的重要性吧？我还不至于去贪污这些赈灾的。话音落，他很快的上了马车。回去在这里过夜吗？等他上了马车以后，累得靠着就闭目养神了。宋暖睡着了，刚想要把宋暖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可长孙长泽快他一步，直接把他的头按在了自己的臂弯里。虽然看起来好像对宋姑娘有意，少将军说笑了，暖暖她已经成亲了。成亲了也可以合理啊，离国对这方面的风气还是很开放的。虽然若是喜欢，难道还会担心左相大人不同意？暖暖和萧大哥的感情很好，少将军还是别开玩笑了。我只是很钦佩暖暖。这样啊？长孙长泽若有所思的点头。我对宋姑娘倒是很有好感，虽然你也知道，我们将军府对门第向来没什么介意，说不定还有机会。少将军，暖暖她已经成亲了，你这样做不妥。我只是借她靠一会儿，又何不妥呀？啊，温大人这般怕是永远都没办法娶到心爱的姑娘呢。长孙长泽才不相信温如信所说，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他才不会认错。少将军，暖暖是个很好的姑娘，请少将军不要用其他的心思去揣测她。早就听说安亲王被这个女子迷得神魂颠倒，为了她连京都不待了，日日待在乡野村里。本以为温大人是奉命过去的，想来也是乐在其中啊。还未开口，马车就停了下来，宋暖还没有醒。长孙长泽伸手想要去抱他，少将军把他叫醒就好了。虽然你说你不喜欢他，本将军是不相信的。暖暖成亲了，还望少将军自重。暖暖，暖暖，起来了。是不是到了？到了，到房间了再睡。这里的气温好像挺高。荆州偏平原地区丘陵颇多，确实比其他地方热。不过说起热，兰国的漠河那边冬冷夏热，又是蛮夷之地，不管是耕地还是常住都很不易。我幼时曾与阿爹去过兰国，跟着商团做生意，那边确实是黄土高坡，很难耕种。那你觉得蛮夷之地耕种什么是最好的呀？高粱、小麦、青稞、棉花、玉米、红薯、荞麦这些都可以种植。
南国人口不多，易守难攻，把人力多放在这些上面，最起码是饿不着的。一个国家只够吃饱可是不行的。不过你懂得还挺多，很快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宋姑娘，热水已经在里面了，有什么需要的您说一声，奴婢们马上就去准备晚膳。麻烦了。沐浴完，外面已经传来了敲门声。宋姑娘，少将军请您去他的房里用晚膳，可以帮我端到房间里吗？宋姑娘放心，温大人也在，说是有事情需要商量。闻言，宋暖才被带到了长孙长泽的房间。暖暖，坐这里。谢谢。看着这两人眼神交汇，长孙长泽眼神有些冷。再不吃就凉了。什么时候去地里看看？过2日吧，先把这里的事情安排好，这样可以吗？你们决定就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灾民安抚好，可别出现什么暴乱才好。用完晚膳，见过两位大人。姑娘，自重。奴家连连是来伺候大人的。本官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回去告诉县令大人，有精力花费在我们身上，倒不如多给灾民百姓做些实事。还不滚！本将军是来赈灾的，岂不是什么女子都能看得上眼？两位回去以后可得把门锁好了，千万不要让人偷偷溜进去了。我派几个人在你门口守着吧。没事，在府衙里他们不敢造次的。回到房间，这才躺在了床上休息。好在长孙长泽说的事没有发生，这一夜他睡得很好。累了许久没吃东西，宋暖此时也累得不行。不舒服？我没事，可能是天气太晒了，有些难受。吵什么呢？你做那么多，别人未必感激你。你放我下来！他被长孙长泽抱到了马车上。我之前确实是对你有些误会，我觉得你这个人确实和我看到那些女子不一样。你很优秀，也很漂亮，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女子。但我成亲了，生怕长孙长泽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你以为我什么女人都会喜欢？再说了，你若是真的和离了，那就是二婚。二婚的女子可不值钱，你觉得我会喜欢上你？宋暖突然就觉得放心了。温如心匆匆的过来。暖暖，都已经算好了，每人1斤红薯，大米和面粉加起来只能有半斤，也不错了。这次受灾严重，我们倒是再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地方买些能吃的。荆州旁边有个富商在，听说他们家粮仓每年都是大丰收，不如我们去拜访下。也是可以的。这个富商姓东方，没有人见过他们长什么样子，只知道这个东方家的富商特别的有钱，家里良田无数，平日里却极其的低调。听闻就这个庄子每年都有100万斤的粮食交上去，具体东方家有多少谁也不知。随安，你身上有多少银子？500多两。温如心面色稍窘。我素日里也不怎么花钱，身上也很少带很多的银子，怎么了？没事，我在想到时得出多少银子才能买些粮食。走一步看一步吧。他们很快的来到了东方府。来者何人？可有拜帖？我们是京都来的，拜帖已经送过了，不知道东方老爷可曾收到？两位贵客里面请，我们家少东家在里面等着两位。谢谢。在下东方青羽，是东方府的少东家。少东家好，在下温如心，这位是宋暖宋姑娘，我们2人有事拜访，希望没有叨扰到少东家。温大人客气了，先坐下喝杯茶，有事我们可以慢慢谈。在下早就听说过宋姑娘的大名，不知宋姑娘和温大人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呢？少东家，我们想来买一些粮食，不知道少东家这里是否有余粮可卖？余粮自然是有的，你们想要的粗粮我们也有，只是在下想知道宋姑娘买这些做什么？实不相瞒，这次虫灾危害太大，我想多买些粮食给灾民。宋姑娘，这笔银子在下若是猜想的不错，是你和安亲王出的吧？对，我们也出不了太多，只想尽些绵补之力。宋姑娘，你刚刚说的在下仔细的考虑了下，可你也知道现下的形势，灾荒是肯定会发生的。我们东方家虽有余粮，却也有很多的下人需要养，我需要一个你能说服我的理由。少东家应当是有想要的吧，不妨直接说，若是我可以给得了的，我会答应的。既然宋姑娘也这样说了，那在下就提了。我知晓姑娘手里有不少好东西，所以我希望姑娘可以提供一批产量高的种子给东方家，东方家会根据姑娘给的数量，最低给出10万斤大米，60万斤粗粮。还有呢？在下对宋姑娘培育种子的事很感兴趣，希望宋姑娘这次赈灾以后，可以随宋姑娘回去研习种植的知识。可以，我会提供一批种子给你，包括蔬菜、水果、粮食，产量有多高，你可以跟我回去以后看。等我把种子给了灾民以后，剩余的等回去以后再给少东家。宋姑娘，水稻的产量真的可以1亩地上1000斤？少东家可以保留质疑，等去了就知道了。这批赈灾粮在下会以宋姑娘的名义送过去，也会捐赠10万两赈灾银，一同过去由宋姑娘支配。那我就以茶代酒，感谢少东家。互利互惠而已。既如此，那我们便不打扰了，今夜还有不少的事。在下也不强留，宋姑娘和温大人事忙，以后我就让下人先把赈灾粮运过去，方便宋姑娘处理。
二人告别后就离开了东方府。少爷，咱们不知道这种子是否能够产出那么多的粮食，您这样大手笔会不会太自信了些啊？我打听到的消息不会有错，只要有了这批种子，我们可以提前把种子种下去，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你不怕东方青羽有什么不好的企图？有什么可怕的？朝廷里肯定有各大富商的眼线，他们得到了消息也不足为奇。随安，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富商的？我听长孙长泽说的。宋暖闻言却是笑了。你赚的银子够你这样霍霍出去吗？少将军对我的事还挺有兴趣，不过我挺忙的。少将军若是闲得慌，那就找人先把带来的种子种下去吧。你让我种地？皇上说了，让少将军协同温大人帮我赈灾。如今百姓的地暂时不能耕种，我们带着这些士兵先行耕种，有什么问题吗？自是没什么问题，你都把皇上给搬出来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呀？我还真是小瞧你了。短短一夜，不仅能让东方府的少东家为你耗损良多，还愿意为了你走出东方府。少东家，您怎么来了？人多口杂，宋姑娘唤我名字即可。好，青羽，你来找我做什么？只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哼，东方家能帮得上什么忙？东方公子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只是想听暖暖说，宋姑娘可是已经有了夫君了，东方公子还是不要抱希望的好。我只是想同暖暖做朋友。宋暖终于是受不了长孙长泽的阴阳怪调。少将军，那块地里还需要有人看着，不如先去看看。要去就一起去，我一个人可不去。是在下眼拙，竟不知是少将军，还望少将军见谅。拉倒吧，你们东方家想探听什么消息不行，何必假意呢？少将军见谅，青羽幼时身子不好，直至年前才稍好些，暂时也未接管家族之事，所以对朝堂之事并不了解。东方公子说的对，你确实是不知，不然也不会找这个傻女人做交易了。说罢，他抬腿就朝着前面走去，蓦地还不忘加了句：还不跟上来，想我一个人给你做苦力。原本还想要休息会儿的宋暖，此时也只能苦苦地跟了过去。暖暖，上我的马车吧，我见你累了许久，应该饿了，我马车上准备了些点心。好啊。宋暖是真的不想和长孙长泽坐在一起，可他刚上去，长孙长泽又从那辆马车上过来。刚好我也渴了，东方公子应该不介意吧？少将军赏脸是青羽的福气，不知二位的口味，特意让厨房多做了几样。这点心做的精美，我一时间竟有些不舍得吃。也就那样。少将军是国之重臣，又在皇宫里走动，自然是见惯了山珍海味。我这只是些小食，确实难登大雅之堂，倒是希望可以合暖暖的口味。先把种子种上，到时我看他们有没有时间把培育好的红薯种给带过来。放心，我们带来的种子全部按照你的意思培育好了，希望可以多产一些。虽然倒是有的忙。时辰还早，你要不要去那边的山上看看？蝗虫就是从那边过去的。我们上山去看看。你身子不好，还是在马车里待着吧，一会儿我们就下来。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好。山上的树叶几乎都是光秃秃的一片，只有脚下发黄的树叶还残留着，似乎在告诉他们这片山林曾经的枝繁叶茂。走了大概有大半个时辰。时辰不早了，要不先回去？也行，再走一会儿，若是没有什么发现，我们就回去。是木薯的藤蔓，好多木薯的藤蔓。木薯？长孙长泽，是木薯，好大的木薯。这林子里的东西，你确定可以吃？这叫木薯，声称是有毒的，但是蒸熟以后是可以吃的。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这一大片的地方都有木薯的叶子，应该都是木薯。木薯产量极高，一亩地可以产出1万多斤。那就再往前看看吧。只是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先回去吧，明日带人来挖木薯，这批木薯完全可以救活一大批的人。突然，他腹部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先上厕所，你能不能等我一会儿？你真是……我马上就好，你等我一会儿可以吗？快点，我在原地等你。随手拿了个火折子给他，点上，别踩在鞋上了。宋暖内急，只是他才刚走没一会儿，突然就听到了低低的嘶吼声。突然，好像是悬崖。扑通一声，他们掉进了水里。我们没事了，真是太好了。才刚说完，长孙长泽头一歪，倒在了地上。长孙长泽人昏迷了，宋暖也就可以在淘宝系统里买东西。宋暖拿着小瓶的白酒给他消毒，
给他清理好伤口，再把药粉倒上。天上没有繁星，月亮被遮住了大半，他的心里竟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该不会又下雨了吧？锅里的鸡肉还没好，外面突然就传来一道轰隆隆的雷声，一道道的闪电让宋暖感觉有些害怕。他拿着大木勺准备盛汤喝，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哎，你身上有伤，躺着吧。我们在山下，你没受伤吧？没有，刚刚谢谢你救了我。皇上的旨意是让我保护你，若是你出了事，我便是保护不力，这是我的职责。有肉？运气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岩壁，也有碗筷和锅，虽然是用过的，但我洗干净了。这只野鸡是我在水边抓到的，你多吃点。外边下雨了，若是他们找不到我们，我们还得想办法出去。长孙长泽不会故意的装柔弱，他拿着宋暖递给他的筷子就吃了起来。这鸡肉很鲜很香，等吃完了，宋暖才拿着锅要出去。外面下大雨，放着明日再洗。洗干净了我再烧一壶水，渴了也可以喝。行了，你身上怎么随身带米啊？多出来的，本来想放回去的，忘记了。还好下的不是酸雨，这场雨来得挺及时的，下完了以后种地就更方便了。你跟着我摔下山崖，孤男寡女的过一夜，难道不怕别人误会？我光明磊落，我不怕。胆子确实大，不过流言蜚语的威力可是很大的，有时候足以杀死一个人。我赈灾时还和灾民同吃同住，晚上灾民都在地面上一起睡，也没见出什么事。长孙长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闭口不说。雨足足下了2日2夜，终于在第3日时放晴了。出太阳了，我们可以找路出去了。顺着河流走就可以找到路。在这里，人在这里，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俩怎么摔下山崖了？吓死我们了。没事吧？我没受伤，少将军受伤了。少将军，您感觉怎么样？没事。我们发现了可以吃的木薯，有很多。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回到山上把木薯挖出来，到时灾民都可以分。等他们把木薯都挖完以后，县令却找到了宋暖。宋姑娘，听说这木薯可以吃，下官瞧着这木薯有近1000万斤，全都给灾民，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呀？浪费？那按照县令大人的意思，该如何？自然是上报朝廷，充入国库。可这是我发现的，我想把这些先给灾民们救急。县令大人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灾荒言论四起，粮食价钱一高再高，发下去的银两根本就没有多少，买不来2斤米，粗粮倒是能买些，但现在粗粮不容易买到，你让他们如何活下去？那也不能全给了这些灾民呢。县令大人，您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我是皇上钦点过来赈灾的，这座山也是离国的，是皇上的。既然皇上将这个权利给了我，我就有权利处置这些。若是没其他事，县令大人还是回去歇着吧。县令大人有事。少将军，下官只是来找宋姑娘商量木薯的。那关你何事？木薯是他发现的，是灾民和我们的士兵挖的，他有权利处理。少将军说的是下官疏忽了，下官知错了。你知道你做这个决定，很多人都会对你有意见。我知道啊，不过又怎么样呢？你也看到了，方圆不说100里，起码几10里全部都被蝗虫吃光了，总不能让灾民去吃树皮吧？等灾民们把木薯全部领走了，宋暖这边也带着种子来到了东方府。这些种子已经是我在这里的全部了。宋姑娘果然豪爽，这比我预想的多很多。以后若是有新的，我也会给你送来。好，那我就期待着。不知宋姑娘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也就这几日吧，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剩下的事情需要随安去处理。那我也准备下，到时要离开了，你让人来通知我一声，我这几日也要把府里的事情安排好。好，那我就先回去了。他把事情解决好了，也预示着他可以回去了。温如心也回来了。种子发芽了，和上次一般，出芽率很高。我已经交代了后来的2位大人，等他们交接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唉，我该不会又要去京都吧？不想去？想回家，哪里都不想去。若你不想去，那我和皇上说一声，等到燕城关到时，我们就分开。皇上该不会怪罪我吧？放心，皇上肯定不会责怪你的。何况木薯是你找到的，你有处理的权利。若是真的有事，我也会担着。随安，谢谢你。我挺不喜欢去京都的。说的也是，你最近风头确实有些盛，去了也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会飞鸽传书的，把这件事上奏给皇上，你别担心。自然是不担心的。2人说着出了府衙。你们去哪儿？出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一起吧，我也没吃。3位客官想要吃些什么？上面有菜单。来一份招牌肉燕馄饨。我和他点一样的。
长孙长泽点了一份招牌肉燕馄饨，又喊了一碗面条和一大盘白切肉和一只烧鸡。他是个武人，胃口比旁人更大。白切肉味道不错呀，你尝尝。他们吃着的时候，长孙长泽又要了3碗羊肉汤。你真的很厉害，你是怎么找到那么多好吃的地方的？这里知道的比较少，若是你去京都，我可以带你去大街小巷里吃各种美食。酒楼里的菜色虽然好看，但却未必好吃。你开的火锅店和奶茶店的确很有新意，但是你的手艺远远不及你请那些大厨们。我就是想点子的，翻椒炸香以后味道不会差，而且你也不得不承认，我做的火锅底料，其他地方学不来的。确实，天冷以后能吃上火锅，确实是很舒服的事。而且你的火锅底料似乎放了很多香料，京都里到现在都没人能复刻出一份一模一样的。长孙长泽，一个人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我那么努力的想点子，为了钻研好吃的，我手都磨烂了，所以我能挣那些银子，也是我应得的。等到了府衙里时，他们3人要各自回房。宋暖，长孙长泽，你别告诉我，刚刚的饭钱要我还给你。长孙长泽真想掰开他的头看看，他的脑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过2日我们就要回京复命了，看在你也救了我的份上，好心提醒你，那个受了重伤的男人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江湖杀手榜上排行第1的杀手叶幽，他的绝杀叫7步杀，不管再厉害的人在他手里不超过7招必死。我知道你救了他，虽然我没证据，你为什么不愿意把他交出来我也不想知道，不过你最好不要和他有任何牵连，不然就算是皇上也未必保得了你。长孙长泽，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救人，那天的药我是给叶璇抓的。我抓他是顺便，你最好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回去以后就让他离开，他手里有数不清的血债人命，做烂好人的下场可能会面临株连9族。也不管他到底听没听进去，长孙长泽说完就回了自己的房间。他穿戴好出了房间，敲响了长孙长泽的房间门。有事？宋姑娘大半夜敲我的门，难道不担心我会误会？我听说荆州有地下黑场，那里有奴隶卖，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带我去？哼，你知道地下黑场是做什么的吗？你就敢去，不怕死？你能不能带我去？把这个换上，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去地下黑场会被人拐走的。说罢，他自己走到了桌前，背对着他喝茶。宋暖去了屏风后，等他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去铜镜前梳发。我不会。你都成婚了，竟然不会梳发？我不仅不会梳发，我还不会自己梳发剂，在家里都是我相公帮我梳发剂，相公不在也有清风明月帮我。长孙长泽想说些什么，到底是忍住了。他站在宋暖身后，十分熟练地给他把青丝全部梳上。想不到你男装也不错。那是，本姑娘天生丽质，不化妆也好看。谢了。算是报答你当时救了我，没有把我撇下。长孙长泽说着，朝着外面走去。你若是有喜欢的小奴隶，就拉响这个铃，外面会有人把你想要的奴隶带给你。当然了，你得出相应的赎金。一个奴隶要多少银两？几两到几百两都有，看你要买哪个。我知道了。里面还有些培养过的，你要买吗？培养过的有什么不一样？你想要的能力他会有。说罢，长孙长泽起身，带着他走了出去。喂，这个人怎么回事？哎呀，公子好眼光啊！这是3个月前带进来的，武力值很高，不过还未被驯服，怕是会伤了公子。2位公子还是移步到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合心意的。宋暖杵着没有走，长孙长泽也明白他的意思。本公子就喜欢驯服了，这个什么价钱？若是合适，本公子买下了。300两，这价钱有些贵了。公子应该清楚里面的规则，这价钱肯定是没办法少的。不过我们奴隶区若是有公子喜欢的，我们可以赠送几个。宋暖扯了扯长孙长泽的衣袖，他点头。也好，我可得挑几个身段好的。站出来，见你的新主人。男人挣扎着，住手！哎呀，公子莫急，小的只是打他一鞭而已，不会有性命危险的。别打他，打坏了我们可不要。你去哪儿了？出去外面为什么不和我打声招呼？你知不知道我有我在，能出什么事？若不是看到你房间也没有人，我早就派人出去找了。下次再要出去，不准背着我。若是你出事，我该如何上报？对不起啊，随安，我以为你睡觉了，我下次一定会告诉你的。你们去地下黑场了？既然你都醒了，那就帮我看着他们洗澡。若是身上有伤，帮我给他们上个药，我不方便。放心吧，我会看好的。我去房间换身衣服，你帮我看着，一会儿我再看有没有房间让他们休息。院子里还有一个下人房，有通铺，这2日就让他们睡那儿吧。好。背着人的少年却没有动。你怎么了？我背的是我妹妹。妹妹？宋暖诧异了下。我给她洗吧。我自己可以，等他们都洗完了，我再给妹妹洗。不爱，澡堂有分，我倒是让他们兄妹俩去另外一个澡堂洗就是了。
等他出去的时候，奴隶们已经在外面等候着了，看着宋暖，齐齐地喊道：“主人！”宋暖被吓了一跳，不用叫我主人，我叫宋暖。小姐，都饿了吧？你们刚刚出来，肠胃应该不是很好。我让厨房准备了面条和粥，太晚了，你们先随便吃些，每人1碗面，粥就随你们自己喝，别喝得太饱，对身子不好。花了多少银子？我拿给你。好啊，100两。今日多亏了你，让你忙活了那么长时间，你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们就行。你知道什么？语气是嫌弃的，动作却是认真的。他找来了2个士兵，以防他们出什么坏心思。把他们带下去休息吧。今晚的事谢谢你们了。时辰不早了，你早些休息。许是真的累了，他躺在床上很快睡着了。你为何带他去地下黑场？那有多么的危险，你不会不知道吧？所以你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质问我呢？是他要求我带他去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长泽，下次不要带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若是他出事，你我都逃不了大的责任。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除了他上次赈灾有功，又是安亲王在乎的人，皇上如此器重他，应该还有别的理由吧？有些事我不能说，但你要记得，皇上对他的安全很在乎。我知道了，谢谢你提醒我。时辰不早了，先睡了。第2日一早，谁啊？今日还有事要出去吗？去哪里？你若是没什么事，我们就回去了。怎么那么着急？不是说过2日再回去？得回军营，那边出了些事。那温如心呢？他还要留下来几日。你若是不回京都，便和我一起走官道。那就回去吧。不过我来的时候坐的是温如心的马车。我这边有马车，让你的人都准备好，我们马上回去。随安，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事，这段时间你别乱走就是。长孙长泽的人会把你送到家里，我过几日回京复命完就去你那儿。若是可以的话，多囤些吃的。边境突发暴乱，战事吃紧，怕是很多的粮食都得送我前线。一旦交战，苦的就是百姓，你得为自己多打算。我知道了，你要小心些，凡事以自己的安全为主。和温如心道别完，宋暖让人去给东方青羽送信。他们在街尾和东方青羽碰面。宋姑娘，在下的马车里宽敞，你和少将军若是不嫌弃，就坐在下的马车吧。青羽相邀，我们自是不介意的。你下来，我有话要嘱咐你。宋暖哦了一声，2人来到了偏远些的地方。你要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那个人太危险，不是你可以掌控得了的。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但你别信他。回去以后让他离开。宋暖想说他没有，但长孙长泽却直接把他的手拉起。这毒是他中的。宋暖才发现他的手腕上有一条血红色的线。我怎么不知道我的手上有这个线？叶幽不仅是个杀手，他还会调配毒药，他的毒只有他能解。你回去找他要解药。他这人虽然坏，但却不滥杀无辜。你对他的评价似乎很高。我是个将军，却不是顽固之人。朝廷曾经向叶幽招降了无数次，但他都拒绝了。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道不同而已。所以你当初抓他是为什么？想让他加入我的麾下。他这样的人才不在军营里打仗太可惜了。这是我的腰牌，你救了我一命，我暂时没有办法报答你，这就算是我在报恩吧。以后若是有事，就把腰牌给他们看。离国境内，就算是我的死对头，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可以保你性命。你当时也救了我，大家算是互相帮助了。这个令牌我就不收了。他拉起宋暖的手，将令牌塞给他。我这一去，可能很长时间都回不来了。你这个人虽然心思单纯，但却也心善。为了离国的百姓，也为了军队日后的军饷，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活着。而后转身大步的离开。宋暖站在那儿，良久都没有回过神。暖暖，你发现了没有？和你接触过的人，待在你身边的人，好像都特别的喜欢你。没有吧？有的。你也许自己并不觉得，但你可能不知道长孙长泽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人呢。他高傲的有时连自己父亲的面子都不给，但他对你特别的宽容。我也不爱与人攀谈，但我却觉得你浑身都是谜，很想让人靠近，抽丝剥茧。我哪里有什么谜的？我就是个普通人。你这话说的我像是个妖怪。妖怪我倒是没有见过，不过奇能异事我就见过不少。你不需要妄自菲薄，我对你没有恶意。青羽，你随便带的一块玉佩，都够买下好几座城市。暖暖喜欢，我来的匆忙，也没有带什么礼物。若是暖暖喜欢我的玉佩，送与你就是。宋暖有些懵，我就随口一说，这样贵重的物品你还是收好吧。若是摔坏了，我可赔不起。那就这个吧，我觉得女孩子都应该会喜欢。青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个是我一开始就准备好的，却一直不知该怎么送你。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日后若有需要，我们还可以一起合伙做生意。东方府的生意做得那么大，应该不需要和我这样的小人物一起。不是的，我觉得你点子多。实不相瞒，我们东方府的服饰虽然卖得好，但却少了些什么。我看你点子多，若是你肯指点一二，我可以算你合伙。当然了，太多的利润不可能的，
毕竟东方府也有自己需要的。你想让我帮你设计服饰？你也可以这样理解。离国线下追求很新意的东西，像是你开的火锅店，用青菜卷着烤肉吃，奶茶，还有各式各样的。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应该是很有天赋的。你让我想想吧，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段时间我都会在府上叨扰。马车从燕城到虎头村，下午就到了。怎么样，没什么事吧？大哥，没事。这位是东方青羽，我的朋友青羽，这是我大哥宋文州。啊，宋公子，叫我青羽就好。东方公子别客气，来者是客，叫我文州就好。宋暖看着奴隶们说道：“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平日里帮忙种地就行，但不能乱走，知道吗？”奴隶们点头。大哥，纪云他们去地里了。纪云没有去地里，他带婶子去京都了，怕是要过2日才回来。不过小玉他们去地里了，最近下了雨，地里的粮食长势喜人，大家都怕出什么事，直接在那儿搭了个棚，每日有仙云他们去送饭。大哥，你招呼下青羽，我带他们进房间。这边房间虽然多，但你们要3人睡一间房，你们愿意和谁住就站在一起。你妹妹就不要在这里住了，她是个女孩子，会跟着我去前院里住。你们3人一个房间。另外那个……他看着那个有功夫的男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醉奴，没有名字。那你们呢？求子名。还是等我相公回来给你们取名字吧，这取名字我还真是不擅长。你叫什么名字？回小姐。没名字。那你以后就叫喜儿吧。喜儿谢小姐赐名。这里都是男人住的地方，你随我来，我带你去你住的地方。宋暖带着他来到他们住的这块，你就住这间房，夜里留一盏灯就不怕了。谢小姐。里面的床铺都是干净的，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暖暖姐，暖暖姐，你回来了。小姐。暖暖的人缘挺好的，这些都是暖暖带回来的，感情自然比较深。她很喜欢救人，心软罢了，见不得小姑娘被卖。何况这些个小姑娘都挺好的，心软吗？这是我带回来的人，都是苦命人，日后会住在家里。之前不是说人少，家里田地那么多，总是要添些人的。对了，清风明月一会儿给他们拿些生活用品，等小玉回来以后，让她教着他们怎么用。小玉他们不回来，我让小云去吧，她现在可会了，什么都知道。暖暖姐，我什么都知道。是，我们小云真棒。行了，大家都先干活，我这次回来暂时应该哪里都不去。那我先去做饭。小云，你带他们把院子里外都先熟悉一遍。你们跟我来，待会儿熟悉完家里了，明月姐姐会给你们拿东西的。小姐，您这段时间在那边赈灾过得怎么样？我看您回来以后好像又清闲了不少。外面有些乱了，兴州内处的灾情很严重，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得多种些菜，熟了的就摘了，然后再种，最好是能种些能存放又能填饱肚子的。小姐放心，我都知道的。暖暖，你这的花挺好看的呀，不知下次我能不能带些回去？今年不能种了，等明年天气渐暖以后，你可以派人来取，那时种的花祖国会高些。宋姑娘，你好像还未安排我的住处啊？不知青玉想住在哪处？若是不嫌弃的话，2楼右侧还有2间房子是空着的，我大哥就住在2楼。我看你们相谈甚欢，住得近应该也方便些。那就住2楼吧，我的手下可以安排在1楼，不知方便吗？自然是方便的。若是有什么需要的，你也可以和我说，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我吃的比较清淡。放心，我会交代仙云给你做些清淡的饭菜。大哥，你就带青羽去选个房间吧。宋暖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萧继云不在，总感觉家里好像空荡荡的。明明有那么多的人在，他的心里却好像缺了些什么。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萧继云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慢慢的增多了。交付真心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他走到梳妆台前，刚要坐下，才发现桌上竟然被压着一封信。暖暖，若是你回来我还未归，便在家里等我，一切未变，勿忧。念你。真是个呆子，一点情话都不会说。宋暖很快下了楼，不知饭菜是否合你口味？若是有什么想吃的，你可以说，我到时让仙云做。无妨，只要粗茶淡饭就足够了。村子里夜里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你若是无聊，可以在院子里消食，或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当然，我看你也不像是喜欢这些。若是你想喝茶、练字什么的，可以去那个屋，那是专门给大家休息的地方。我倒是挺稀罕你院子里的这些花的，总觉得这味道很舒服，让人沉醉其中。围墙上的是蔷薇，院子里那些娇艳欲滴的是玫瑰花，开得壮盛的是月季，种类繁多。右侧花团锦簇的是绣球，等有空了我会多种些。我喜欢种花，更喜欢院子里全部都是花。那你和我娘的爱好很像，说起来我娘也特别喜欢搬弄这些花花草草，这些花她应该很喜欢。我还从未听你说过你娘。我娘她性子清淡，不喜外面的俗尘之事，若不是因为我身子不好，她估计都想住在庙里清修了。许是因为心里有事
所以才想着静吧。你说的没错，我娘她确实心里有事。不瞒你说，我娘还未婚嫁之时，曾经有个闺中密友，感情十分要好。只是我娘嫁给我爹以后，便去了北边，因为出了些事，多年未曾联系。辗转才知道，这个闺中密友家里出了些事，他带着所有家产成了亲。成亲后生下孩子后，便撒手人寰。为此，我娘抑郁了很长时间。毕竟是闺中密友，出了事自然是难受的。我娘说，是因为她陪嫁了所有的家产，又把大部分家产都给了她夫君打理，才会招来这样的祸事。人心难测。对呀，人心难测。我娘和她的闺中密友曾缔下过婚约，若以后生的是一儿一女，便结为夫妻；2个儿子则结为兄弟，2个女儿则结为金兰。我到现在都还守着这个约定呢。可惜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那个素未谋面的岳母生的是不是女儿。宋暖心里一惊，你娘的闺中密友叫什么名字？林乐瑶，曾经也是富甲一方的林家大小姐，不过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就算是说起来，也应该鲜少人还记得。果然，听到原主亲娘的名字，宋暖心里已经确定东方青雨说的是她了。你难道没有去找过你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妻？我之前身子不好，是今年才治好的，没办法长途跋涉。前段时间我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暂时还未有回音。闻言，宋暖心里有些感慨，她一时间竟不知该不该告诉东方青雨，自己就是他嘴里那个未婚妻。想了想，她还是说道：“我娘叫林乐瑶。”东方青雨刚刚还笑着的脸瞬间僵硬了。你娘真的是林乐瑶？你祖父叫林广富，对吗？如果没有错的话，我就是你要找的人。那你怎么会？那他怎么会突然成亲？没有等他，可却突然停住，委婉地问道：“那你知晓我们有婚约吗？”宋暖摇头，因为原主到死都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未婚夫，而且一直都以为赵家大哥才是他的未婚夫。怪我，若是我可以早些去寻你，也不会让你和大哥遭遇这样的事。这本就是我家的事，你没有必要自责。他喉结有些干涩，知道宋暖是自己未婚妻，心情很复杂。以后若是有事就和我说。还有这个，这本来就是你的，我当时便觉得他和你有缘，如今看来冥冥之中却有天意。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本该是你的。那能不能暂时不要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宋府现在已经不是我和大哥的家了，我以后想要把我娘的财产夺回来，我可以帮你。不用的，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若是有需要帮忙的，我会开口。那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应该会放心吧？比例肯定也不会像一开始我说的那样。这些都不着急，等我有时间了给你画些图纸，你先试试。时辰不早了，我有些累了想休息，想沐浴的话你找他们说，他们会告诉你在哪里。房间内，东方青雨激动得睡不着。他从记事起就被告知有未婚妻，到现在他依旧把未婚妻当作是唯一的夫人看待，且从来没有想过要换人。可现在他知道未婚妻是宋暖，他成亲了，这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担忧里。若是暖暖他不愿意和离，那他岂不是没有夫人了？许是因为脑子里想的太多，等他睡着的时候都是深夜了。妹妹，怎么了？哥哥，以后你会不会不要我？想什么呢？你可是我亲妹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2个人才是最亲的，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啊？我也不会不要哥哥的。哥哥，你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傻不傻？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只要哥哥活着，就永远不会抛下你。我知道，哥哥最疼我了。东方青雨下楼，便是看到了这一幕。宋大哥，东方公子，我好像比你小2岁吧？无碍，你是暖暖的大哥，我叫你宋大哥，应该可以吧？是我反应过激了，宋大哥还是叫我青雨吧，我以后还得在这里叨扰，叫公子未免生疏了些。宋文州也没有说什么，便是喊了一声青雨。暖暖，怎么了？你有时间吗？可不可以单独帮我做几样菜？我觉得你做的菜味道更合我的口味。当然可以，只是仙云的厨艺比我好，没关系，晚上我给你做几样好菜。你是不是比较不习惯人多一起吃？我确实有些不适应啊，不过没关系的，我可以慢慢适应。是我的错，我都忘记了。你今天的午膳先将就和大家一起吃，以后用膳你若是不习惯人多，就在凉亭里吃。会不会太麻烦你了？不麻烦，反正凉亭够大，我晚些就安排。用过午膳，奴隶们要出去，宋暖喊住了他们。等下，你们还习惯吗？谢小姐关心，我们很习惯呢。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到时就和小玉说。你们的衣裳还在做，到时也会让他们把你们的秋衣和冬衣一起做了。有什么需求你们再说。用完晚膳以后，我会给你们每个房间都发些吃的，夜里饿了可以吃。谢谢小姐。那你们跟着去干活吧，身子若是有不舒服的，可以和小玉说，她会安排你们休息。等奴隶们离开，宋暖才准备去村子口问问有没有牛腩卖。
刚想要走出去，东方青雨就喊住了他。暖暖，你去哪儿啊？我去看看有没有肉买，给你买点牛肉做番茄炖牛腩。山上应该是有野味的吧？让他们去后山猎一头就是了。后山有些危险。没关系，他们只是去就回，也不会耽误事。那行吧，不过后山他们地势不熟，还是小心些，猎不到也没有关系的，家里还有不少的菜，若是今日没有，我明日再去买就是了。大家都累了，各自回房休息了。他突然就想萧纪云了。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家？宋暖瘪瘪嘴，嘴里是抱怨的，可心里却是想念的。翌日，外面就传来了马蹄声，很快的朝着外面跑去。萧纪云，他看到了从马车里下来的温如心，错愕了下，眼神的失落却明显的很。随安，是你啊？看到是我，失落了吧？温如心闪开身来，萧纪云就在他的身后下了马车。萧纪云，你终于回来了。暖暖，你今日好热情。想你了。他一点都不在乎旁边还有那么多的单身狗，只知道这一刻他是很开心的。我也想你了，不过还有贵客，等晚些我再好好补偿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直安的外祖母。暖暖，我来这里会不会打搅到你们呀？您说的哪里话？怎么会打搅？这是我们的荣幸。哈哈，如此就好。朝阳和安宁回去以后老是提起，我便想着过来住一段时间。刚好京都天热，就带着这两丫头一起来住。安宁和朝阳对着宋暖眨眼睛，两人明显的比在宫里时活泼多了。您先在凉亭上坐，我马上让厨房多加几道菜。暖暖姐，那位老太太是谁呀？是位身份很尊贵的人，到时我会问清楚她老人家的嗜好。这些天，先与你们先别出去干活了，那么多人，做饭肯定要些人手。知道了，暖暖姐。再煮些米饭和包子，那么多的人，应该会暂住一段时间。他有些脑壳痛，这些人来真是一点征兆都没有。用过晚膳，宋暖想要去切西瓜，却被太后喊住了。暖暖是有事想要出去。没事的，太夫人，我想去切些西瓜。在瓜田里摘吗？都已经摘回来了，瓜田要马上种点其他的。老夫人有什么想吃的，我可以去拿。刚吃饱，没什么想吃的，倒是想要在这院子里逛逛，看看花。院子里都有路灯，一会儿我再让人多点几盏。路都已经铺好了，但前面有一口池塘，您先看，我去安排下房间。等他把这些都给处理好，时间都已经不早了。因为怕冒犯到太后，萧纪云也不敢和宋暖睡一个屋，只能暂时先去萧母的房间住。宋暖甚至都来不及和萧纪云说上几句话，两人就回房间休息了。暖暖，我问你个事儿。什么？昨日那个坐在你身侧穿着胡兰寺请服的男子是谁呀？瞧着朝阳那满脸春心萌动的样子，宋暖心里咯噔了下。他叫东方青雨，是我朋友。他成亲了吗？朝阳果然问了重点。他尚未籍贯，至于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没问得仔细，但他父母辈似乎为他定下过婚约。他这也不算是骗人吧，毕竟东方青雨的未婚妻是他，但这件事他得找个空闲和萧纪云说，其他人还是不提的好。这样啊，他说了声谢谢，有些垂头丧气的离开。宋暖在心底里叹了一口气，朝阳可是公主，即便是她真的喜欢东方青雨也没有用，皇室的公主嫁给商人的可能性几乎是渺茫。有些念想还不如一开始说清楚，也省得到最后难受。一会儿我去山上放些陷阱，猎些野味回来。宋暖瞧着四下无人，飞快地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你先去，晌午休息时你回房来，我还有事同你说。我知道，我先上山，注意安全。他说着，外面又传来了一道声音，抬眸看去，他竟然看到了萧钦，他骑着马就在门口。宋姑娘，萧钦，你怎么来了？奉旨来的，皇上让我负责这次挖木薯和莲藕的事，我连夜骑马来的。我介绍下，这是我相公萧纪云。宋暖拉着萧纪云那微僵的手。相公，这是萧钦，京都来的。萧大哥叫我名字就好，来得匆忙，叨扰了。你自便，我还得上山一趟。好，宋姑娘，一会儿可否帮忙带路？就你们这些人来了？大部队在后面，我们到时都会在那儿吃住。宋姑娘放心，挖起来很快，只是在山里面运下来还是要些时间的。无妨，我们带了一半的精锐，我们会有办法把那些食物运出来。他们的速度倒是挺快的，1个时辰以后就到了。有这批粮食，能解决一部分的灾荒带来的问题了。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告诉宋姑娘也应该无妨。不知怎么的，今年洪水过后，降雨量突然就少了。靠近西北地区天气炎热，地晒得都开裂了，河里也没有水，已经持续3个多月了。西北所有地区都这样？差不多吧，只是干旱的程度不一样。
宋姑娘，你知道干旱的地区种什么比较好存活且产量高吗？小麦、高粱、花生、玉米、红薯都是比较抗旱的，还有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木薯都是可以种植的。交会消息后，宋暖又指着那些葡萄说道：“皇上应该没有想让你们把那些葡萄给摘走吧？”啊，葡萄也不算多，而且运输不易，宋姑娘可以摘走。那就谢谢萧大人了。等我做了葡萄酒，请你喝。等他摘完才问道：“你要不要一起回去？等明日再来。”我们一会儿要搭建住的棚子，晚些再过去住一晚。明日等人全部到齐了，我们就住这儿。那行吧，你们记得路吧？记得。宋暖点头，这才准备背着背篓离开。暖暖，夏季云，暖暖，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我都没有想到娘会那么早就去了京都，早知道我就提前几日回来了。放心吧，娘知道你有很多事要做。松开宋暖，萧季云拉开他的衣袖，看着他手腕上的那条黑红色的线。年人还在，我带你去找他要解药。萧季云拉着他的手，带着下了楼。来药解药，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你该给我解毒了吧？这是什么线？看着他那手腕上的线，很是不可思议。你之前就中过毒？没有，我怎么可能会中毒？你就是中毒了。我已经给你把脉了，你的体内有2种毒素，而且你体内的毒很辣，只要你身体有阳气进入，你的毒就会马上发作，到时阎王爷都救不了你。怎么可能？什么时候被下的毒？你们自然是看不出来的，这种毒肯定是很早就种下了，最起码有10年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另外一个人，没有人可以解得了你身上这2种毒。你保我给你解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你说的话是真话？你们没得选，如果没有我帮忙把他身体里的毒解了，他就只有等死的份儿。我这是看在他救了我的面子上，才愿意花这些功夫。没事的，我们和他无冤无仇，就信他一次吧。说罢，宋暖看着叶幽，说吧，你的条件。没什么条件，我知道你有能力，你只要把我保住，我就给你解毒。等我的伤好了，你的毒解了，我自然会离开。当然，等我好了以后，你的毒若是没有完全解，我可以留下来给你做护卫。等你的毒解了，我们就互不相欠。希望你能说到做到。那是自然。去门口守着，我要先给他逼毒。萧季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点头，就守在了门外。赶紧吸一口，别浪费。我不喝。叶幽直接按着他的头下去，嘴直接堵在了冒出来的血上。别喝了，命不要了。我刚刚喝你血，我觉得你的血很好喝。我的血里可是有无数的珍贵的药材，给你喝那是看在你没有出卖我。不过我可警告你，这毒没有解完，最好不要有任何的男女越举行为，不然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谢谢，我知道了。回去吧，别打扰我休息。还傻呵呵的对人好呢，若不是我及时发现，小命过阵子都没了，还笑得出来。一出去，萧季云就扶住了宋暖。没事吧？没事，他说的没错，我以前经常觉得自己胸口偶尔会闷，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刚刚他帮我输内力，我感觉压着的感觉没有了。那就好，我先送你回去，待会儿我再过来。这是百年人参，对你修复内伤有很好的作用。谢谢你愿意出手相救。我成了他的情，自然会说到做到。我帮你把被褥换了吧。我说了，不用换。不管怎样，多谢相救之恩。叶幽看着萧季云的眉眼，随即想到了什么。你长得很像是我见过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有，何况是相似之人。若是无事，那我就先回去了。请便。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一个小小的村落里，有身份的人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他还真的想知道，传说中的神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萧季云回去就发现宋暖睡着了，低头在他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萧公子，暖暖她没事吧？只是有些不舒服，谢小姐关心。那就好。二姐，我就说了暖暖肯定没事的，你就别担心了。我们看着还是帮些忙吧。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吃喝的，就算是拿了银子也麻烦人家。也不知道祖母是怎么回事，非得来这儿。爹说的没错，你就是嘴比脑子快，没有谁可以享受一世荣华富贵不出问题。我觉得暖暖现在这样就很好啊，她什么都会，就算有一日她自己一个人了，也可以过得很好，不是吗？他很佩服宋暖，也想要学他一样的厉害。等宋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睡了1个多时辰。暖暖，你醒了？你身子没事吧？刚刚看你的脸色不是很好，你是不舒服吗？是有些难受，可能吃多了凉的。那你就歇会儿吧，实在不行就上楼去躺着。我们刚好也没事，在这里洗洗葡萄。这个葡萄是用来酿酒的，
到时酿好了，我给你们送一瓶。那我要洗干净些。老夫人还在休息。祖母都有午睡的习惯，晚些也该醒了。东方青雨也从楼上下来，他这2日还真是一点都找不到可以和未婚妻好好聊天的机会，心里多少有些郁闷。暖暖，青雨，这2日有些忙，可能没时间陪你聊天了。知道你忙，哪能叫你陪我聊天呢？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不需要的。你要吃葡萄吗？你们把葡萄全洗了，吃不完多浪费啊！葡萄洗了不容易储藏，我拿来做葡萄酒，留个几十斤，大家一起吃就好。太后已经醒了。暖暖，老夫人，你真是个能干的丫头。我看了你这的田地，真的被打理得很好。说来惭愧，这些都是他们做的，我都没怎么打理。你别这一番妄自菲薄。说实话，我还指望你可以改变世人对女子的看法，可以让所有人都承认女子在很多方面都不比男子差。希望可以开辟新的科举之路，女子也可入朝为官。女子想要入朝为官是件很困难的事，太夫人为何会觉得我能做到？你可以的，我看好你。宋暖只感觉自己压力巨大，他们是怎么做到对自己那么有自信心的？翌日，你是不是在介意萧亲？说完全不在意那肯定是假的，他毕竟享受了我原本该享受的亲情，但他同时也是无辜的。即便是我和他父母之间有解不开的恩怨，但他作为萧家的孩子的确无辜得很。萧亲在赈灾的时候我并不待见他，但他确实是个很正直的人，我不会叫你和他握手言和，但不希望你因为这个让自己心里难受。我不会胡思乱想的。还有件事我得和你说。宋暖简单的把东方青雨的事说了下，当然包括他是自己娘亲定下来的未婚夫这件事。我不知道还有这门婚事，不过我和东方青雨已经说清楚了，他知道我们已经成亲了。他很优秀。东方青雨确实很优秀，也是他见过的那么多人里最有威胁性的存在。毕竟是商贾大户人家的继承人，优秀是肯定的。不过他再优秀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长辈是闺中密友，可现在人都已经去世了，再多的感情也不可能像是以前那么深。你说的对，是我想多了。7月16号，在虎头村待了10来天，太后也要启程回京都。暖暖，萧郎君，下次来京都时一起进宫来。时辰不早了，我们就先启程了。恭送老夫人。离开的人多，萧家的人也少了不少。10日一次的解毒，宋暖这次吐完黑血后，再吸了叶幽的血。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是滚烫的，不过没关系，他说这是正常的情况，我能忍得住。听话，他说了，你现在身子需要好好的休养，若是觉得难受，我给你搬些冰块来。暖暖他怎么了？刚刚看他好像不舒服的样子，需不需要请陈大夫给他看看呢？有劳东方兄惦记，暖暖他没事儿，就是有些乏了。啊，那就好，我还担心他不舒服呢。暖暖姐，小姐夫说你身子不舒服，我炖了些人参鸡汤给你补补，你多喝些。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身子突然就有些乏了。暖暖姐，你最近这段时间太累了，我们都说让你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日积月累的，肯定就累倒了。喝完鸡汤，宋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才刚刚睡醒，这会儿喝完鸡汤就有些犯困，迷迷糊糊的，他又闭着眼睛休息了。真是睡得死。叶幽有些嫌弃地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宋暖，把自己的内力开始源源不断地往他经脉里输送。一炷香后，叶幽才悄无声息地离开。宋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身子又舒服了些许。暖暖姐，不然我把陈大夫叫过来给你瞧瞧吧。我真的没事，可能是前段时间太累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睡觉。难不成是有孕了？别瞎猜，我还没到年纪呢。暖暖姐，你好好休息，我一直都在楼下。东方青雨在楼梯口等他下来了，才开口问：暖暖是不舒服吗？东方公子，暖暖姐她没什么大事，只是前段时间累着了，她这几日有些嗜睡，等把之前的觉都补回来了，她就不会这样了。可能真的是她太累了。宋暖又美美的睡了一觉，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叶幽竟然在他的房间里。你怎么在我房间？给你解药，吃下去。不是说10日一次，这还没有到10日，你怎么给吃的那么勤快？是我身子出现了什么问题吗？怕你太蠢，蠢死了答应我的承诺做不到，我就吃亏了。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坏，干嘛把自己说成是坏人啊？我知道你最近都有帮助我，我夜里经常会呼吸不顺，但我感觉夜里好像有人来我房间帮我顺气。有些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那么清楚才好，别以为你自己有多么的厉害，事实上你也不过是有凡胎肉体，能有几条命够你这样糟蹋的？你说的话我会记得的，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些，我会更加小心的。你不用谢我，
我没有想过要帮你，我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怕你死了而已。宋暖没有和他争辩，因为他又犯困了。刚刚还和叶幽说话的宋暖，此时已经睡着了。一直到7月下旬，宋暖才觉得自己的身子好了不少。看他下了楼，东方青雨第一个就凑上前去。暖暖，你感觉怎么样了？你这些日子都在楼上，你身子哪里不舒服？要不再请个大夫来看看？没事的，青雨，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能是前段时间太累了，这些时间都在不停的休息。现在休息好了，我感觉自己身体好多了。一定是赈灾时没有好好的休息，看你那时每日就睡2-3个时辰，日积月累的，肯定就把身子给累坏了。我下次会注意的，你们就别担心了。我让人送了不少补品过来，到时给你拿一些。你这太破费了。我就是带来大家一起吃的，吃进肚子里的怎么算是浪费呢？你不感觉无聊吗？不会啊，这里很适合养身子，刚好我身子不好，最近这段时间在这儿，我觉得过得很舒服。不过暖暖若是觉得我在这里妨碍到了你，我也可以马上离开的。没有，我没有觉得你在这里妨碍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爹娘会担心你。我已经和我娘说了，她很支持我在这里多住些时。要不要下棋？我不太会，我技术挺差的。暖暖的棋艺确实不怎么好，而且她在桌上比赛就特别的容易输，你还是别喊她和你一起下了。没关系的，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嘛，又或者我可以好好的教你。有个那么厉害的下棋高手带自己，宋暖还是可以接受的。你好像给我吸的血越来越少了。我敢给你一直吸，你敢吸吗？我不敢。他每次输完内力都会很无力地倒在贵妃椅上。你体质很特殊，这些日子没事就别出去了。我身上的伤还没好，最起码要等我恢复个7-8成才能离开。那你现在恢复了几成？时不时的给你喂血，还要把内力输给你，你觉得能有多快？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得上你，能让你内力恢复很快的？看着你去死，我就可以恢复内力了。我现在很惜我的小命，你放心，没什么事我就不出去了，我肯定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你倒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人，明明那么怕死，还敢和那些贪官对着干，也不怕他们找个杀手给你杀了。所以你认为我不做这些就没有人想着让我死？你可以找我帮你杀人，我不收你那么多银子。你为什么要做杀手？我不杀人，别人就会来杀我。我的身子骨很适合做药人，我甚至记不清楚自己被灌了多少药，身上有多少被毒物咬过的伤口。后来我实力强到无人能及了，我就把他们全部都关在了笼子里，看着一条条的毒蛇从他们的身体里钻进去，只要是有洞的地方，那些蛇就会钻进去。我每夜每夜的听着他们的惨叫声，那真是我听过最悦耳的声音。做杀手不好，容易被人报复。既然伤害你的人已经不在了，你也可以换个身份活着。天大地大，总归是有自己喜欢的地方。喜欢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我死啊？也有很多人想我死，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你虽然不是意义上的好人，但也不是滥杀无辜的坏人。长孙长泽和你说的？他和我说了些你的事，说你杀的都是该死的人。若是价钱合适，不该死的人我也杀。他说完，闭着眼睛不再言语。等他离开，宋暖才闭眼休息。半夜突然雷鸣大作，下起来暴雨。打雷了，我过来看看你。我没事，只是这雨下的太大，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怕不怕？不怕，还有些困。你今晚过来睡。我还是不进去了，你现在情绪不能太高涨，对身子不好。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喊我就行。宋暖才点头，关上门以后，躺在床上就闭着眼睛睡觉了。等宋暖醒过来的时候，村子里罕见的涨水了，他们的田地却都被淹了。下暴雨了，这场暴雨看起来得下个2日啊。得去把菜园里的菜给摘回来。下雨了你就别出去了，你身子不好，若是觉得潮湿就把窗户关上。那么大的雨，你去摘菜，你也不缺那些菜啊。我是不缺那些菜，可那些菜可以做成菜干，谁知道以后的年头是怎么样的，多储存一些是不会出错的。虎头村秋天很凉，你身子不好，若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先回去了。东方青雨哪能不知道宋暖的意思？没关系的，我暂时没事，可以多待一段时间，何况有陈大夫在，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随你的意，我那儿画了不少的图纸，到时拿给你。中秋节草草的过了，萧继云迎来了他23岁的生辰。相公，生辰快乐！这是送给我的。我绣的不怎么好，你别嫌弃。当然不嫌弃，我很喜欢。萧继云拿着荷包看了看，上面的花花绿绿的花草和鸭子，他还是看出来了。这并蒂莲和鸳鸯绣得很好，我很喜欢。你竟然看出来了，我还怕我绣的你看不出来呢。你喜欢就好，以后我还给你绣。绣工活细致，容易用眼过度，你手那么娇嫩，还是少做些，要是刺到了手，我会心疼的。
放心，我就偶尔秀秀，我对自己的绣工还是有一定认知的。不过你这个荷包也要好好的带着，你要时刻的记得我。我会的，除了你，我谁都不会要，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我会变心。不管你以后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在。萧霁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宠着我很犯规？因为我压根就不可能会喜欢上别的人，我就想早点把毒解了，然后过上睁眼就可以看到你的生活。快了。萧霁云说着，声音染上了些许情动，她僵直着身子不敢动。宋暖也发现了她身体的变化，整个人被她抱着，被抵得脸红不已。暖暖，别怕，让我冷静下。要不要我？你身上的毒还没有解，你先出去，我自己在房间里平复下。好。宋暖很快的就出去了。好丢人。宋暖心砰砰直跳，她很快离开了房间门，准备下楼的时候，就看到东方青雨站在那儿。青雨，你怎么站在这儿？准备下去透口气，感觉房间有些闷。那一起吧，我打算晚上做些好吃的，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看他们能猎回来什么。我看园子里的萝卜长得很好，突然想吃羊肉炖萝卜，还想吃烤羊肉。等会儿我让他们宰一只羊，再杀一只鹅，做个烧鹅给你尝尝。等他忙完这些，才想起来叶幽，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过来。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说了句进，宋暖才把门给推开。你来做什么？今日还不到日子。我相公今天生辰，想请你过去用晚膳，你要不要一起？我去做什么？我可没有生辰礼物送。不用送，人很多，你不需要担心，没有人会注意你的。闻言，叶幽有些心动。你想看我长什么样吗？一开始好奇过，但现在不想了。我说过，看过我脸的人都死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看。叶幽摘下面具，那张妖冶般的脸就出现在了宋暖的面前。他想闭眼，可已经来不及了。别杀我，我什么都没有看到。那现在呢？放心，你救过我，我不会杀你。那你要不要过去一起用晚膳？还有你身上的衣服也不合身，过去量下尺寸，到时给你做秋冬的衣裳。既然你邀请了我，那我就去。说着，叶幽又把他的面具给戴上了。叶公子，坐这儿吧。晚膳吃的差不多，宋暖借着萧霁云和宋文舟说话的间隙，偷偷的去了厨房。萧霁云还没有反应过来，厨房门口突然多了一道浅浅的烛光。宋暖用木托端着一个2层的蛋糕，边走边唱：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永远幸福，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万事顺意。萧霁云，祝你生辰快乐，万事顺遂。萧霁云整个人都愣住了，快闭上眼睛，许个愿望。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蛋糕。祝萧姐夫生日快乐！谢谢大家，我们都是一家人，不需要客气。希望往后的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像现在一般吃喝不愁。叶幽几乎无话，脸上又戴着面具，只是东方青雨视线却有意无意地扫过叶幽。他总感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很熟悉，好像哪里见过。你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只是觉得有些熟悉。既如此，那我免费为你把个脉吧。叶幽直接拉过东方青雨的手，给他把完脉以后，眸子里带着些许嘲弄。你家中倒是真有钱，但凡实力差些，你早就该死的，苟延残喘罢了。想完全根治吗？你能帮我根治？当然可以，10万两黄金，我可以让你的身子恢复的和正常人一般；20万两黄金，我可以改造你的体质，让你身强体健，百毒不侵。我怎么相信你？先治病，再付钱，不怕我治好了不给你银子？要多长时间？半年。20万两黄金，我先付你10万两定金，另外10万两，等我的身体确实像你说的那般再给你。成交。晚膳吃完，大家还在院子里聊天嬉闹。宋暖还想和萧霁云聊天，却看到宋文舟拉着他在聊天，无奈他只能先回房。好不容易等喝了点酒的宋文舟说完，他扶着人上楼休息以后，这才回到了房间。他想要开门，却发现门竟然从里面锁住了。好好的一个生辰，萧霁云还想抱着宋暖睡一晚的，这会儿竟然连门都进不去。他无奈只能回到隔壁的房间。你怎么走路都没声呢？一会儿给你熬一碗退烧药，最近天气反复，你心思别太杂。我心思哪里杂了？我说过，不想死就别想那些男女之事。你的毒还想不想解了？我之前不是这样的，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感觉浑身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我也不是故意想的，我下次会注意的。你之前伤得那么严重，还是别消耗内力了。
知道我不容易，下次脑子里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对着他容易起心思，你们就隔开些。若是被萧纪元知道他缠他的身子，那多丢人呢。你若是不好意思，我就替你说，你的身子需要静养，有些事情想多了，对你的毒没有好处。还是我自己说吧，夜幽，别输内力了，我尽量控制住。要不你给我弄些草药排毒也行，你这样输内力，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心安理得。掏药枣很难受，而且我会看你的身子，这样你也能接受。女子的名节有多么重要，叶幽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是要我把衣裳都脱了？不需要，可以穿贴身衣物，因为你身体内的毒需要毒虫吸毒，你的手臂还有你的胸口、后背。你让我想想，若是在现代，宋暖觉得这都不算什么，或者是如果他没有成亲的情况下，他也觉得没什么。可他现在是成亲了的人，这种事应该和萧纪云说。说完内力，叶幽的脸色越发的苍白了。他躺在贵妃椅上，闭着眼睛休息。你内伤那么严重，你干嘛还输给我那么多内力？你的内伤要吃什么才好？还是因为你一直把你的内力输给我，所以才变成这样？别问了，我想休息会儿。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叶幽，宋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只能让他在贵妃椅上先自行恢复些内力。他拿着野山参找到清风，让他每日切一些炖鸡汤。小姐，这是给谁喝的？那个戴面具的，他最近帮我解毒，损耗了很多内力，每日炖些野山参，看看能不能帮他补回来些。好嘞，小姐，炖好了，我要送过去吗？不着急，你先炖着。他回到房间，发现叶幽还在贵妃椅上躺着，蜷缩着身子。你醒了正好，我刚刚把野山参炖了鸡汤，熬了3个时辰，你喝完再吃点东西。若是你觉得麻烦，你可以住最隔壁的那间房。不用了，我倒是直接搬到伙房里住，那边2楼给我留个房间就成。那你先吃点东西，你要是有想吃的可以和我说，我让仙云给你做。叶幽没有说话，沉默着站起身来下了楼。宋暖把碗洗了放好，转身之时才发现温如心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他被吓了一跳。随安，那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我要回京一趟，您要不要一起？裴之安不在京都，我去了又好像不知道干嘛。你难道不想看看你店里现在怎么样了？而且京都这会儿气温适宜，你过去也可以住一段时间。我收到家书，说是安亲王今日也要回京都复命了。你什么时候去？萧纪云还没回来，我想和他一起去。我倒是不着急，这几日回去都可以。如果你想等萧大哥，那我们就等萧大哥回来再去。那好，我等他回来。萧纪云是2日后才回来的。你这次去辛苦了。不辛苦啊，暖暖，我可能要去京都一趟。刚好，我也打算去趟京都。他后知后觉地问道：你去京都做什么？处理一些事儿。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到时你处理你的事，我刚好去看看娘，在京都给明月买些成亲时要用的东西。好，现在这样的情况，你不能知道关于这方面的事，等成熟了以后，我再让你进去。没关系，我都知道的。许是因为那边出了什么事，萧纪云说他们收拾一下就要出发，宋暖这才找来了其他人问：我们要去京都一趟，你们有没有谁想要跟着一起去的？大家都纷纷摇头。叶姨，你要不要带小影去？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出远门。小影明年要准备科考，要不问他去不去？那我去看看吧，提前熟悉一下环境。我也去，刚好去那边查看一下产业。还有我，叶幽自然是要去的，毕竟宋暖身上的毒还得他帮忙解。陈大夫不回去吗？回去府里也冷清清的，就不回去了。等把文州的腿治好，我再回去。大家都不愿意去，宋暖也没有办法。东方青羽一到京都就去了东方府的府邸，温如心也去复命了，宋暖就带着他们去了裴之安送他们的府里。宋暖才进去，外面萧伯就来了。萧公子，萧夫人。萧伯，你那么着急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我们家王爷说，若是萧公子来了，就让他先过去。那么着急，那你去吧，注意安全。萧夫人是要在这边住，还是回王府住？我就在这住吧。裴之安不在府里，有些乍眼。闻言，萧伯也没有多说。我们这些天就住在这儿，你们若是有想要出去玩的，就可以去，不过注意些，小心荷包别被人偷了。小姐，我们哪里都不去。你和叶影出去外面逛逛。虽说我们也不是要定居在京都，但以后来的日子可能会多，所以提前熟悉一下更好。听到这话，清风点头。偌大的府里就剩宋暖和叶幽了。他刚想开口，我哪里都不去，我跟在你身边就好。我想去街上一趟，你和我一起去吧。我跟你去，我说了，在你还未完成解毒前，我都会跟着你。2位客官，想要点点什么呀？要一壶茶，你再看着配点茶点。小二立马笑着去做了。客官，茶水点心都来了，2位请慢用。小二哥，我有点事想知道。
二位客官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只要是在京都里的大小事，我都知道。我们是想知道关于去年刚搬到京都的宋府。二位客官算是问对人了，这个宋府我还真知道，是燕城搬过来的。那小二哥知道宋小姐她们平日里都喜欢去哪些地方吗？宋家的2位小姐，一个已经嫁进了太傅府，一个待字闺中。不知2位想知道哪个宋小姐呢？没成亲的宋小姐平日喜欢去哪里？我们兄妹刚到京都，想结交些宋小姐这样的。宋小姐平日里喜欢和一些京都贵女们在府中赏花，就连想要买些什么东西都是差丫鬟出来买啊。不过明日京都贵女们会去火锅店里吃火锅，你要不要吃火锅？叶幽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我们先回去吧，明日再去吃火锅。他带着叶幽回了府里，宋暖正在府里的房间休息，就听外面传来萧伯的声音：宋姑娘，温大人来了。随安，你怎么来了？找你有事。萧伯，还麻烦您在外面帮我们看下，我有事和暖暖说。是出什么事了吗？说皇上想要从外面赈灾的千金里找心地善良的皇子妃，这个消息是你传播出去的。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我才刚来京都，都不熟。皇上的密探都知道这件事了，还好安插了死士保护你，不然你现在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这是京都，天子脚下，有什么是皇上不知道的？你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别说是皇上，就算是那些朝廷重臣，也都有自己的暗探。你下次做这件事，先提前和其他人商量下，不是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我觉得我做的挺好，是挺好的，但这样的消息由你的人散播出去，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温如心点他，若是你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告诉萧伯，他会处理好。就算倒是真的出事被调查，你也不会牵扯其中，自然会有人处理干净。他现在也不知道该说宋暖聪明还是傻，简直不知人心险恶。我知道你想要替皇上分忧，只是以后这样的事能不自己出面就不自己出面，甚至不能是你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出去外面散播，知道吗？我知道了，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暗探在。我没有怪你，只是这样的事情太危险，不一定每件事都那么好运。暖暖，你也可以试着相信我，我爹虽然是左相，但我是皇上的人。什么皇上的人？见他是真的不知道朝堂上的那些事。现在朝堂分为几派，一派是拥护皇后的皇子做太子，一派是拥护贵妃生的皇子做太子。皇后是国公府所出，贵妃是太傅府所出，朝堂几乎是这2派，而我哪派都不沾，因为我是皇上这边的人，支持的是皇上的决定。这样说你明白吗？那你把这个告诉我干嘛？我哪派都不想沾。他也不想知道这些朝堂上的事。温如心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你现在和我将军府安亲王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不告诉你，你该相信的人是谁，回头你被人卖了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你真的……温如心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你这样还想把宋府扳倒，我看你有点悬。温如心，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些吧？你还是小看了皇上的实力。离国现在虽动荡，可皇上掌控的暗线可比你想象中的多，所以你不用顾忌着皇上，因为皇上自始至终没有想过对你有任何恶意，所以有些事你可以试着相信皇上。宋暖当然是听懂了，他只是有些不相信，毕竟在绝对的利益面前，没有人敢保证对方会初心不改。安亲王已经在回京的路上，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是从王府过来的，避免了很多耳目。下次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让下人带话，这里的人都是安亲王的亲信，不会出问题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离国百姓可以吃饱穿暖，不是为了你，你不需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他说完很快的又离开了。宋姑娘，皇上的心腹，我该如何称呼你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想害过你，何况我的身份你不也知道的差不多了？我确实知道的挺多，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是皇上的人。你知不知道我和皇上可是有仇的？你猜我若是把你绑架了，皇上会不会为了你出宫呢？也有，我自认我对你不薄，你这样对我，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那你可知当朝皇上杀了我全家，若不是因为他，我本该幸福安乐的过一辈子。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宋暖被掐得脸颊涨红。一些松开我快喘不过气来了，也我可
可以不杀你，但我也不会把你的毒全部解了。你既然和狗皇帝是一起的，那你把他给骗出来，等我解决了他，我就给你解毒。你疯了吧？你觉得皇上若是会那么的相信我，怎么可能会让我住在虎头村这样的地方？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做的这些只是想让所有的百姓都吃得上饱饭。是吗？可我不相信你的话，你应该有办法带我进宫的吧？你不想把他骗出来也可以，带我进宫去，我就把你的毒全解了。宋暖觉得叶幽是真的疯了。别妄想偷偷的去报信，你应该知道，我想要杀你易如反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只负责把我带到皇上面前，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连累你，相反的，我会请你看一场好戏。什么时候？今夜我就想进宫，你应该做得到吧？横竖都是死，宋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可选择的。你放心，我恨他，但我不会傻到杀了他。比起他来，我更恨的另有其人。宋暖答应了，让萧伯传递了消息。很快马车就安排过来了，他和叶幽很低调地被安排进了皇宫。宋姑娘，皇上就在里面等着您呢。这位公子，御膳房内不可待面。子发，你在外面候着，让他们进来。民妇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见身边没有动静，抬起头来看着叶幽笔直地站在他的身边。叶幽，你做什么呢？平身吧。你是谁呀？陛下看我会不会觉得很面熟啊？叶幽，别胡来。你到底是谁？陛下看到我真的没有印象？不过也对，陛下后宫佳丽3000，有些故人不记得也是正常的。你是瑶姬的孩子？皇上看的是叶幽，却又不是他。他好像在透过叶幽看其他人，那眼神里饱含所有的爱恋和内疚。宋暖听得云里雾里的，有些不解地看着叶幽，再看着皇上，觉得自己好像吃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瓜。瑶姬她还好吗？托陛下的福，一个还未成亲就有了身孕的女子，在哪里都遭人唾弃。我娘生下我没多久以后就去世了，我也托陛下的福，被丢到了荒郊野外，没被野狼叼走，都是陛下的庇佑。叶幽的语气阴阳怪调的，可皇上却没有生气。孩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和你娘确实有过好感，但我们从未有过男女之事。撒谎！我娘除了跟过你，就没有跟过其他人了。这些年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打探得清清楚楚。我娘怀我的时候，刚好就是你在军营里做军医那段时间。她离开的时候就有了身孕，不是你的是谁的？可我没有。皇上开口，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可是那不是梦吗？看着叶幽，眼神里有几分愧疚。我不知道那夜瑶姬和我有了夫妻之事，我以为是做梦。我问过她的。可你辜负了她，不是吗？叶幽，你冷静一点，当年的事情你并不了解，你别被有心之人利用了。皇上他是个明君，你让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再下定论好吗？他也许是个明君，但他却不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可这是我和他之间要清算的事，你让开。最起码你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叶幽，你要相信你娘的眼光，若皇上真的有那么差，你娘一个医女是不可能会把你生下来独自抚养的。就算我求你，可以吗？叶幽沉默半晌，到底还是退了一步。好，我倒想要听听你要怎么辩解。是我的错呀。听完这些的宋暖只觉得自己吃了个大瓜，他此时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生怕被人杀人灭口。我就不信你真的什么消息都找不到，你可是离国的皇上，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你什么都知晓，那必然是知道我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瑶姬甚至没有告诉我他是哪里人，只让我唤他瑶姬。我让人寻遍了离国，未曾有过这个人。难道你后来就没有查出西岐的已故公主就叫瑶姬公主吗？皇上的面色有些许变化。查到过，那是10年后调查到的消息。当时调查她是因病去世，而死亡的日期是在10几年前。我并未想过她会是西岐的公主。那你也应该怀疑过的不是吗？叶幽眸子冰冷，说话咄咄逼人。你所说的这些不过是你的狡辩罢了。
你不过是不舍得你的皇位而已。若是你当初愿意放下一切去找我娘，她不会因为未婚先孕被陷害，更不会被她的皇叔丢进野狼窝里。我娘的惨死，我的遭遇，都是因为你贪恋权势，不负责任。皇上没有反驳，这是他犯下的错，即便是他不知情，可他依旧愧疚。你愿意认祖归宗吗？我会昭告全天下你的身份，也会把你娘册封为皇贵妃，到时也会去西岐带回你娘的骨灰，葬入皇陵。是不是别人特别在乎这皇位，也在乎这后宫之位，所以你觉得我们也在乎？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弥补你。弥补？好啊，那你把太子之位传给我，我就相信你是真的爱我娘，想认我这个孩子。好，我马上就写诏书，明日早朝就下旨封你为太子。我暂时不想要这样的权力地位，不过你最好记得你说过的话，这太子之位等着我来继承。我现在暂时还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份，你若是觉得亏欠我，那就把太子之位留着。早些定下来也好，这太子之位早就该有人做了。你这人烦不烦？谁想和你们一样做皇帝？为了稳定朝纲，还要和那么多不同的女人睡，我嫌脏。话音落，皇上的身子也微僵。我后宫那么多嫔妃，确实对不起你娘。你再等等，等过个几年，我会把一个真正盛世的离国交到你手里，到时候你想娶谁就娶谁，我不强求你。这语气很卑微。无聊，走不走？这破宫里待着一点都不舒服，我想回去了。宋暖还想行礼，叶幽却直接把他给拉走了。你刚刚干嘛这样说？我看得出来你其实没有那么恨皇上，不是吗？他负了我娘，这是事实。你之前为什么想杀我？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那么多，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两人回到府中时已经很晚了。小姐，您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没事，你们今日去哪里玩了？我们去成衣店和京都那些有名卖布料的店里去瞧了。做婚服的料子一匹就得要好几百两，给他们两人里里外外都做新衣太贵了。我倒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成婚这事儿一辈子也才一次，还是隆重些的好。银子的事你别担心，放心买。顺便和叶颖多吃些京都的小吃，省得下次来还不知是什么时候。小姐，银钱方面别担心，你家小姐不缺这点儿。我说过要准备你们的嫁妆，我还一直记着呢。我替清风谢谢小姐。早些去休息吧，我也要休息了。热水我已经放在房间里边的浴桶里了，您沐浴完早些休息。在房间的浴桶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刚准备睡觉，叶幽悄然无声的就来到了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瓶酒，喝点。心情不好喝酒其实是没用的，你其实可以把心里不痛快的话都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会舒服很多。你放心，我酒量不好，你说的话等我喝醉醒过来以后就忘记了。我其实知道我娘的死不全是因为他，我外祖父不喜欢我娘，派他去勾引当时还是皇子的他。走啊！叶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吧，我们先去外面找个地方用早膳，再去城外看看。两人离开了府里。暖暖，叶公子，真的是你们啊！我刚刚还以为自己眼花了，我还以为你最近消失了。城外突然来了许多的灾民，我们府里本来想去参与施粥的，但不知哪里来的消息，说皇上想要找心地善良的千金做皇子妃。我们运到城外的大米被截糊了，没有地方施粥，我就干脆把前几年的稻米拿去卖，也可以赚一笔嘛。你倒是聪明，跟在你身边久了，多留个心眼儿。那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呢？来巡视下店里的情况，店里前2个月的账已经清出来了，你的分红我到时送到你府上去。不是太多的话，就先放着，等年底一起分红。确实不多，所有的店加起来的分红是23万两，到年底了应该会多分一些，到时嫁娶的多了，生意也会好上许多。23万？您有所不知，我们东方府的产业遍布所有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东方府的成衣店。那还是先拿回来吧，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东方青羽说了声好，然后看向叶幽。你的是用银票还是其他呢？我只要金锭子。没问题。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帮我泡药浴？需要的药材多，我写给你方子，你倒是按着抓药，抓到的药全部送到他这儿。好，我还有事，就先离开了，等我忙完了来找你。说完又急匆匆地离开。那么多黄金，你想要运出京都很难，到时放在你的府里，你帮我保管。不怕我把你的黄金都给私吞了？你的小命都在我手里，会有什么可怕的？这次你若是想要玉，就一起回到虎头村，未必有那么齐全的药材。宋暖这才想起来，这都2日了，萧纪云还没回来。
两人吃完就起身去了城外。暖暖，接到新任务了，有兴趣一起吗？什么任务？去山上找能吃的食物。若是你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可以多学习些新知识。什么时候去？过2日，我们这边需要找些人手一起。那就过2日去。说好以后，宋暖就对叶幽说道：能不能找到东方青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今日抛药浴。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身子？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没多好啊？能帮一些算一些。你看城外的这些百姓，你觉得他们无辜吗？这个世界上无辜的人多了去了，人都该为自己负责。他们的穷不是遇到了天灾人祸以后才开始的。山上那么多的野味，那么多野菜，他们明明可以去晒干拿来吃，来这里叫苦有什么用？叶幽说的当然也是事实。回去以后，宋暖看到了萧继云。相公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我有事要和你说。怎么了？我们在一个深山里看到许多你之前挖出来的山药和木薯，连绵的几座山脉都是。我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几个山脉都是？山上还有野菜和菌菇，而且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地。我看城外的灾民越来越多，不如让无处可去的他们都在那里重新建家园，他们也有吃用。你说皇上会应允吗？这我不清楚，不然你去和皇上说。好，你和我一起去。我就不去了，我有件事想要和你说。将自己想要药浴的事和萧继云说了，宋暖有些不安地看着他。那就药浴吧，比起其他，我更在乎你的健康。回头我会让温如心陪我一起去那边，几座山脉应该能挖出度过这个阶段的食物来。不过冬日里有什么可以种的食物？太过寒冷，其实是没有蔬菜能过冬的，就算是我这里也暂时还没有。那就只能去山上找食物了。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些可以食用，所以山上特别多，不仅是我们这里的山上，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山上。几座山怎么也足够全部的百姓发上一些吧。事不宜迟，他们很快的各自行动。外面的夜幽已经准备好了，药浴在2个房间里同时准备，仅是一墙之隔。这水药在胸口处会很难受，它会帮你吸出郁结在你胸口的毒血，等毒血被吸出来就没事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最后他的意识已经薄弱的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萧继云守在了他的床头。暖暖，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是怎么到床上来的？你泡到后面晕倒了，是夜幽叫清风守着你，你身上的衣裳也是清风换的。夜幽他没事吧？他损耗了些内力，需要好好的调理生息，估计这几日都要卧床休息。我已经和皇上说了，正好裴之安也在，皇上也觉得这些灾民可以安置在那儿。现在他们已经在准备人手，我可能没时间陪你了，我还得去一趟。不过之安不去，晚些他会过来。辛苦你了，相公。不辛苦，只是你现在身子很虚弱，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东方青羽怎么样？他没事，他这次受了些苦，不过身上的病根确实没有了，也不知道夜幽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他现在可以说是百毒不侵，一般的毒药都没办法让他中毒。你的身体也是。那是不是说明我身体内的毒素已经完全清除了？毒是清除了，不过你和东方青羽都需要喝1年的中药调理身子，这1年内不能有亲密的关系。要喝那么长时间？夜幽说你当时没有抵住金环蛇，所以需要调理。你才17岁，我们不着急，等喝完了药也就多了半年时间，我不着急那半年。对了，娘最近这段时间不能出现在外面，暂时不能安排你们见面，不过你放心，最多1年娘就可以出来走动了。不能见也没关系，娘她有没有什么缺的你告诉我，到时我买来你带去。不用，那边有专门负责这些的，他们每个人的身份都不能泄露，你的心意娘都知道。现在太傅府日益渐大，太傅的女儿虽然是贵妃，但却恩宠争胜，就连皇后也要逼她3分。我们想要对付太傅府，需要些时间。我知道了，你要是有事就去忙吧，我就在府里等你回来。这一走可能会是好些日子不能见到，我那边的事情还需要10日左右才能处理好。我等你平安回来。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说完，萧继云大步的离开。宋暖在房间里休息，裴之安是晚膳时才到的。暖暖，你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就是要多休息而已。你在那边没受伤吧？受了一点轻伤，不严重。不过金矿我们已经挖完了，剩下的水库他们在建，应该能在年前建完。之前种的粮食收获全部都发放下去了，你可以放心了。我现在倒没什么不放心的，我也就是一个人，哪能事事都如我意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边发展得很好，最迟1年就好了。两人聊了许多，宋暖知道了他们的意思。干旱地区种玉米和小麦，我们当时也种了不少，还有稻谷、红薯、土豆，到时都可以让他们先种。舅舅让我捐出一些种子来，我打算除了我们自己要留下的，其他的都拿出去做种子。稻谷种子其实是最多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先让百姓吃饱。皇上的决定是没错的，也是因为产量高了。皇上说军队的粮草现在都不需要担心，只要熬过去就好了。暖暖，我觉得你真的是个福星，自从你的出现，我们真的解决了不少困难。这次
萧大哥发现的几座山都是连绵的木树，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挖出足够百姓吃大半年的口粮。到时候舅舅会全部发出去，争取让所有百姓都不至于饿死。叮嘱完宋暖好好休息以后，又急匆匆地离开了。御书房内，皇上坐在案牍前，心情大好。四方，你觉得朕该如何奖赏萧继云和宋暖？陛下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奴才哪敢妄自揣测。你呀，如今还不到时候，加得太高了，他们二人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还是等稳定了以后再封。说是神女，其实朕一直觉得她是个普通人，只是她懂得的东西比较多，只是朕不知道她的种子到底是怎么来的，产量还那么高。宋暖在府里休养了半个月，身子才恢复了正常。午时去火锅店里吃火锅吧，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闲来无事，宋暖答应了。王爷，宋姑娘，怎么来这儿不提前通知一声啊？就过来用个午膳，你先忙你的，我们自己来就好。宋姑娘，您是来教我们做汤底的吗？汤底倒是一并教你，你先别急。行，那宋姑娘你先吃着，有事喊我们。对了，我上次给了萧伯很多种子，让他拿到庄子里去种，其中让种了10亩地的番茄，算时间应该到成熟期了吧？萧伯有汇报的，陆陆续续就有不少成熟的，除了供应给他们做番茄酱的，剩下的我都让他们先送到王府了。你要拿来做菜？打算做个番茄锅底，再做个酸汤汤底，到时专门做个药膳锅，这3个锅底就是今年的了。都出药膳锅底了，你怎么不出个海鲜锅底啊？暂时先不出海鲜锅底，到时出个海鲜包。菜刚上来，东方青羽突然就出现了。青羽，你能下床了？手下的人说看到你们了，我就过来看看。我可以坐下来用膳吗？随便坐，别客气。暖暖，你背着萧大哥玩这么大？裴之安瞧着东方青羽那遮掩不住的爱意，眼底里全都是笑意。这是东方青羽，我和随安去赈灾缺粮是他帮的忙，还出了不少的赈灾款。原来是东方兄啊！失敬失敬，我是裴之安，暖暖的大哥。安亲王客气了，我娘和暖暖的娘亲是手帕交，也是闺中密友，叫我名字就好。你也别叫我安亲王了，既然你们有这层情分在，还是叫我之安吧，我喜欢别人这么叫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锅底已经在翻滚，宋暖懒得理他们，坐在火锅前开始吃起来。东方青羽和裴之安聊天，聊得差不多了，东方青羽才对宋暖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我这边暂时可能不回去。好，给你的图纸你省着点，到时有新的我再让人给你送过来。我最近这段时间都会在京都，等忙完京都的事，我会再去你那儿住一段时间，再回家过新年。东方青羽说了自己的计划，才和宋暖道别。裴之安送宋暖回到府里，这才说道：舅舅要给边境送一批军饷，这批军饷要够30多万的士兵和战马吃上半年，来来回回的估计要跑好几趟。我给舅舅300万斤南瓜，500万斤玉米，红薯和土豆各3000万斤。明年开春以后，把你的地全部都种上。稻谷的产量虽然高，但红薯和土豆的产量也高，你可以多种些。你想的没错，我上半年打算把那3万亩比较干的地种上红薯，另外2万亩种稻谷、小麦、土豆和玉米。你在京都附近的庄子里还有没有空地？我想试试种点冬天吃的水果，到时盖些我那冬天的薄膜。我那儿还有40多亩地是空的，到时候供应的蔬菜可以种那里，还有其他几个分店所属的城外我也有地，到时候让他们也种些，省得冬天了还要到处送菜，太麻烦了。也可以，不过草莓就不在其他地方大肆种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种出来，如果不能长出来就浪费了。什么时候培育的？在虎头村培育的，都2个多月了，这会儿种下去，等过2个月就会开花结果。这个草莓是一直都会开花结果的，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希望能开花结果，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水果。暖暖，我们得回去了。出什么事了？一会儿回去了，你先收拾一下，回虎头村。萧大哥已经先回去了。闻言，宋暖的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们的人和其他势力发生了打斗，萧大哥为了不泄露情况受了重伤，不过你放心，有人护着他，先回虎头村了，应该晚些就到。你现在回去收拾，先回去，这边的事情交给我。没关系的。好。着急回家的他，就看到已经在门口的温如心。我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知道你今日要回去，那就一同去吧。我收拾下东西，很快就来。直到第2天快落日时，才回到虎头村。暖暖姐回来了。暖暖姐，小姐，萧继云呢？姑爷在房间里。天气凉了，我们把萧姐夫送到伙房那儿住了。小姐，姑爷他回来的时候受了很重的伤，陈大夫当时给他治疗的时候，血水一盆一盆的端出来。你们是不是在京都出什么事了？没事的，你们别担心，是遇到了一些事，不过已经没事了。小姐，姑爷他痛的刚刚才睡下，陈大夫说他要静养，您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还是先休息下，等姑爷醒了我们再喊您。听到萧继云要静养，
宋暖又忍住了，用过晚膳又沐浴完，萧继云都没有醒，他还是没忍住到了萧继云的房间。大哥，暖暖怎么不回房间休息？妹夫他有我守着，不会有事的。不放心，过来看看。有师傅在，不会有事的。见宋暖红了眼眶，宋文舟安慰道：没事的，暖暖。师傅说妹夫虽然受了重伤，但内伤不严重，只需要多调理2个月就好，你别担心。大哥，季云就劳烦你多费心照顾他了。你就放心好了，我肯定会照顾好妹夫，你就不要担心了。两人又说了些话，宋暖才准备回房。小姐，您刚刚去看姑爷了？有些不放心，就过去看看。小姐，小玉他们去山里时发现了10几个大蜂巢，里面全都是蜂蜜，我们只留了一点，其他的全都割回来了。你猜我们弄了多少蜂蜜？那得有100来斤吧，看你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12个大蜂巢，每个蜂巢都有100多斤蜂蜜，有1400多斤蜂蜜呢。那么多？是啊，那蜜蜂特别的多。不过在山里的深处，小玉他们是跟着贺州一起去的，贺州武功挺高。我倒是忘记了，他确实武功不错，这蜂蜜是他找到的。贺州他很厉害，很快的找到山里的各种野味，就连人参、何首乌这样的药材他都能找到。可惜他不爱说话，我们说什么他都只是听着。他还真是个有本事的。暖暖，你没事就好，什么都别说了，安心的养身体。因为我可能又要延后些进展了。我说了，不管什么时候，你在我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慢点就慢点，我们又不是等不起。好。萧继云露出一抹笑，随即又嘶的一声，伤口痛得他脸色都变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会儿，你回房歇会儿吧。我去洗个热水澡，刚刚回来身上有些湿了。赶紧去吧，别着凉了。宋暖应了一声，这才下了楼。刚进房间，宋暖就看到叶幽在了自己房间里的贵妃椅上。你怎么来了？虽然不需要输内力，但你还需要喝我的血。我的毒不是已经解了？解了，但你之前残留的毒素还要清理，喝我的血可以加速你体内毒素的排出。再过一段时间，东方青羽会来，到时候你和他再泡一次药浴，把身体内的余毒排出，再休养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喝血了。东方青羽也喝过你的血吗？喝了2次半碗的血。我会多给你备些补血的。你如果没有什么事就住在这儿，我这儿过得不算富贵，可吃穿肯定是不愁的，也不需要你干活。鸡不值几个钱，你用面粉换鸡，是因为你想给他们一些粮食过冬吗？都是一个村的，能帮上一点也好，何况我也没有亏损什么。午觉睡了不到1个时辰，宋暖就醒了，又来到了萧继云的房间。暖暖，吵醒你了，是不是还很痛？已经好多了，让你担心了。我这些天都在想，是不是我太过于着急，所以让你也跟着我着急了。不是你的问题，想要建立新的势力，必定会有伤亡，你别多想，这和你没关系。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最近看你脸色好多了，但你伤口恢复的慢，还得好好的养着。你受伤的消息我也没有告诉其他人。有你处理那些事，我很安心。那你要好好的休息。陈太医说你的伤得卧床休养3个月，这一箭得亏是偏离了心脏，若是射在了心口，你让我和娘怎么办？两人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陈太医就来为他换药了。暖暖，季云他没什么大碍，虽然身上的伤口严重些，但没有伤及内脏，这里有我在就行。麻烦陈太医了。确定宋暖离开以后，陈太医，我这伤什么时候才能下床？你别急，你这身体伤得太重了，起码得静养几个月，让尊夫人少来一些吧。你这身子不能有其他的杂念，对你恢复不利。好，我尽量少和他单独相处。年轻人肝火本就旺盛，又是刚成亲，能理解的。娘，那就是暖暖林姨的女儿。青雨，外面雪大，带夫人先上2楼休息。真切。哎呀，云姑娘，想不到老身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看到云姑娘。是啊，我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到真切。东方夫人看着宋文舟和宋暖，声音哽咽道：孩子，我和你们娘是手帕交，也是闺中密友，只是成亲后联系的就少了。早知道你们受了那么多罪，我当初就该早些来寻你们的。云姑娘别伤心，我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乐瑶故去，我几番辗转打探，却得到孩子早夭的消息。这个宋青云，他竟然敢这样对乐瑶的孩子，我定要让他们宋府为此付出代价。娘，您的身子不好，不能生气。您别忘了，我们这是偷偷来的，若是让爹知道您又动怒，肯定会责怪孩儿。原本我和你娘说，
以后我们两家的孩子要结秦晋之好，可到底是晚了一步。云姨，我相公对我很好，他最近有事，等他回来了，我再带他见您。无碍，我来这儿就是想要看看你和文州，看到你们安然无恙。说罢，东方夫人对着身边的女使使了个眼色。这些是云姨送给你们的见面礼，早就准备好的，可惜那么多年都没能送出去。这件事我已经让人再去查了，宋府利用钱财和儿女搭上了一棵又一棵大树，先和他们避开是对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云姨，我和哥哥其实过得挺好的，您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家的仇我们也会自己去报。傻孩子，靠自己多累呀！这件事让青雨去处理，他虽不能和你结为夫妻，但也能做你哥哥不是？云姨，我明白您对我和哥哥的爱护之心，可这事儿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若是需要帮助之时，我们会找青雨的。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计划，那我也不强求，只是我给你们带的见面礼一定要收下，不然100年后我都无颜去见乐瑶。云姨，好孩子，就当让云姨心里好过些，行吗？听到东方夫人的话，宋暖只能点头。我用过午膳就得回去了，我就是特意来这里看你和文州，看到你们都好，我也就放心了。云姨不住一晚吗？不了，最近多事之秋，你多注意一些。若是有事或者急需用银钱，拿着青雨给你的玉佩，可以在挂着东方家牌匾的任何一家商号钱庄取钱。不管怎样，都要保护好自己。若是有事，记得找云姨。云姨和你娘亲如姐妹，你和文州是他们唯一的血脉，我定是要护着你们的。云姨放心，我们记得的。没事，我娘身边的每个人都是我爹精心挑选的侍卫，不会有事的。东方青雨见宋暖盯着东西直发呆，我娘她就是太高兴了。我和她说把这些银子都放在京都，你有在那儿置业，可我娘不愿意。她听说你住在虎头村比较多，执意要送来，我也拦不住啊。我感觉欠了你娘好大一个人情。想什么呢？又没有多值钱。那些布料有50匹锦缎，另外有100匹绸缎，其他的皮料都是上好的牛皮、羊皮，还有狐狸毛，可以拿来做围脖。这东方夫人是真大手笔，也看得出来她是真的高兴。收着吧，我娘什么都没有，就有钱。虎头村的雪断断续续的下了1个月，年30。醒了？怎么下楼了？不是要躺着的吗？今日过年，我腿其实好的差不多了，不过还得再等1个月才能拆木板。你这伤肯定隐瞒了我，普通的伤哪能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好？这次我不和你计较，下次不可以隐瞒我。确实没有受到严重的内伤，只是那一剑比较重，脚也伤了，伤筋动骨都需要休养许久，没有刻意瞒着你。叶优说我最近这段时间不能靠你太近，得静养。你别怪我不经常看你，等我们身体都好了，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萧继云点头，毕竟陈太医也说过类似的话。年夜饭足足有12道菜。我其实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万事遂意，希望未来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像现在一样开心。又看着萧继云，你不说2句？我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也希望日后我们都能越来越好，希望娘子平安喜乐，无病无灾。谢谢暖暖姐和萧姐夫给我们一个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喝了一口酒，宋暖才说道：“多吃菜，吃饱了都去客厅里等着，晚些有红包拿。”听到有红包拿，大家都挺开心的。只是孙天等人吃着吃着就哭了。怎么了？没事，从来没有人对我们那么好过，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年夜饭。暖暖姐说过年是不能哭的，要笑，以后跟着暖暖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这个甜，你吃这个心里甜了就不哭了。仙云摸了摸自己妹妹的头，脸颊上也全都是淡淡的笑。她们姐妹俩以前也从来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来萧家以后，她们觉得自己活得像是个人。新的一年谁都不准哭，都要开开心心的。宋暖一说，她们很快的把眼泪给抹了，继续扒着饭吃。暖暖姐，伯伯婶娘们都很好，吃的都装不下了。那都是因为我们小相思和小云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你们。我都会背诗啦，我很棒的。是，我们小相思最棒。很快，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很大的红包，分量不轻。这红包是给你们压岁的，把红包放在枕头底下枕着，来年就会顺顺利利，没有灾痛。谢谢暖暖姐，谢谢萧姐夫，这是你们萧姐夫给的新年礼物。大家都没想到，红包拿完了，竟然还有新年礼物。
统一都是银项圈，每人都有一条。暖暖姐、小姐夫，这新年礼物太贵重了。喜儿他们不敢拿，觉得太贵重了，都收着，每个人都要带好。有一日若是出现什么变故，这项圈还可以救命。大家收到新年礼物，再次道谢以后，眼眶还是忍不住的红了。上了2楼，敲响了叶幽的房间门，听到里面传来叶幽喊进来，宋暖才走了进去。你怎么不下去和大家一起守岁？晚些还有烧烤吃。太吵。这是我和纪云送你的新年礼物，希望你会喜欢。黄金？你给他们准备的东西那么用心，到我这儿就那么敷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说完，又掏出一条实心的平安锁金项链递了过去，接过宋暖递过来的，叶幽把那盒子推了回去。这个不要。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守岁吗？待会儿我们会放烟火。一会儿下去。好。拿着盒子起身离开，宋暖又来到了萧纪云的房间。因着不能熬夜的缘故，萧纪云每日睡得很早。宋暖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放在了他的床前，低头在他的唇上偷偷亲了一口，这才悄声离开。一出房门，就看到叶幽像是幽灵般站在门口，眼神幽深地看着他。宋暖有点做贼心虚，但他刚刚只是偷亲了萧纪云一口，又没别的杂念。萧纪云伤得重，他对你不能有杂念，不然难受的是他。你都知道些什么？该知道的都知道，你少去他跟前晃悠，他会好得更快。叶幽说完，转身下了楼。叶大哥，我们家小明月过完年很快就18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家小明月娶回去？等明年雪融化后，我就把明月娶回家。快点啊，大家都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呢。小姐，你们俩可是我们这儿城的唯一一对，我们肯定会多住一些。叶璇倒是大方，他牵着明月的手说道：萧夫人放心，等我的腿好了，肯定第一时间把明月娶回家。在所有人都在看烟火的时候，宋暖又偷偷地上了2楼，想和萧纪云一起跨年。一道残影飞过。小姐，没事吧？暖暖姐，你感觉怎么样了？我怎么了？感觉我的后脑勺好痛。你被人给打晕了，好在叶幽看到了，不然你和纪云都差点出事了。我昨晚好像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就被人给打了。萧纪云他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只是以后得小心些，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盯上了我们。以后夜里要把窗户都关好。小姐，身后有杀手埋伏，大概10余人，功夫很高，有几人在我之上。那么多武功高强的人藏在山里，应该是想要对我们动手了。别声张，我先看看。说完，叶幽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偌大的披风下，还是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沾染了不少血迹。丢出一块令牌给他，接过令牌看了一眼，上面刻着一个内字。这令牌是什么意思？内功出来的大内高手，你最近得罪的人有些多。内功出来的，你受伤了，我找大哥给你包扎下。是别人的血，不过你最近小心些，那些人应该是冲着你来的。我应该没得罪什么人吧？你真的没有受伤吗？你之前为了帮我和青羽姐读输了那么多内力，你刚刚出去把那些人都给解决了吧？叶幽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见他上楼的身影，宋暖又找到仙云。仙云，最近除了炖人参鸡汤，倒是再做些补血的菜，多炖些猪肝和菠菜。知道了，暖暖姐。是给谁吃的？给叶幽的，他身子有些不舒服，你做好以后就让小鱼端到2楼去给他，记得多做几样菜。暖暖姐放心，我午上就调整菜单。宋暖交代完，又急匆匆地上了楼。他从房间里拿了几颗陈太医炼制治内伤的丹药，才来到叶幽房间门口，发现他竟然赤裸着上身在包扎伤口。你受伤了，你没消毒呢？不用，我消毒伤口好得慢，你这伤口很深，得缝针，我叫我大哥过来。要么就你处理，要么就闭嘴。会有点痛，你忍忍。叶幽闭着眼睛没吭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被缝针的不是他一般。还有其他地方有伤口吗？后背。发现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轻微的伤口，上了药粉以后包扎好，便收拾着东西。这些听你好好的休息，我会尽快找人过来帮忙。记得把门关上，不要别的女人来我房间送饭。我亲自给你送行吗？我给你把床单换了，你去贵妃椅上躺会儿。叶幽也没再说什么，这才躺在贵妃椅上闭目养神。宋文周就站在门口。叶幽受伤了。宋暖点头，把后山有埋伏杀手的事和宋文周说了。内宫怎么会有人想要杀你呢？你得罪了宫里的人。我都不认识几个宫里的人，怎么可能会得罪那些人？该不会是皇上的人吧？这种可能性不大。皇上想要杀我，还需要那么多借口吗？直接找个原因灭我们9族就是了。大哥，这件事先别和纪云说，他
他的伤还没有好，若是被他知道，他肯定会提前把木板拆了。我会马上给裴之安写一封飞鸽传书，叫他找些人过来帮忙。你放心，我知道。安亲王府，自古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已经到了该找王妃的年纪，你娘说的话确实有些冲，但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从小我就没享受过爹娘的爱，现在我长大了，被舅舅封了亲王，你们又觉得自己可以管我了？裴之安，你是我生出来的，你这条命都是我给的，你凭什么不听我的安排？那你想怎么样？想要我把这条命还给你们？我说了，你必须按照我的意思娶妻。我给你安排的婚事，你先给我应下。之前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我们还像是从前一样。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听你的话？管生不管养的，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做娘亲的呀？小波，送客。你别走，你还没有答应娶檀儿，他爹可是礼部尚书萧怀里，而且他的祖父是当朝太傅。你们到底想做什么？想把我逼死才甘心是吗？我是你娘亲，你是我生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好。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死，都得答应这门亲事。鲜血喷涌而出，那我就把命还给你。从今往后，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做了你们的儿子，是我这辈子最后悔、最恶心的一件事。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摆脱做我的儿子？我告诉你，你是我生下来的，就算是死，你也是我生的。那我就不要你给的这条命。安安，王爷，快来人，传太医。安安，安安。很快，一批一批的太医进入安亲王府。没多久，皇上和太后亲自来了。安安，参见皇上。都给我用最好的药材治。安安若是有事，我要你们全部人陪葬。下官遵命。太后进了房间，狠狠一巴掌甩在了长公主脸上。母后，您打我！看你做了些什么混账事！安安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仇人。这些日子你撺掇着给安安施压，想让他屈服，娶自己不喜欢的人。哀家见你并未伤害他，那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为了自己的那么一己私欲，你把安安弄成这个样子。哀家告诉你，安安这次若是醒过来，便是和你断了这母子缘分。我再也不会让安安为了孝道受到任何伤害了。母后，他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是生他的时候伤了身子，所以才……是生他伤了身子，还是黄姐自己的问题？黄姐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难道还要朕大庭广众的说出来？长公主顿时语噎，不知该说些什么。来人呐，把长公主和定远侯送回去。没有朕的吩咐，长公主不得踏出公主府一步。奴才遵命。四方，马上让宋姑娘来京都，飞鸽传书告诉她安安出的事。奴才遵命。暖暖姐，京都有密函传来了。接过纸条打开一看，宋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小玉，你先下去把马喂了，我一会儿要去京都。宋暖来到萧纪云的房间，把纸条递给了他。你先去京都，家里的事情有我们在，不会有事。你要好好的养着，家里的事吩咐下去就让他们去做。小玉她聪明，你把事情交代给她，若是人手不够就花银子找些人来帮忙。你现在的身子比什么都重要。既然是皇上让你去的，那就说明皇上在王府，有太医在，治安不会有事的。他扎的是心口，如今生死难料，我打算骑马去。萧纪云应了一声，这才去找了叶幽。你医术那么厉害，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如果用剑伤了心口，流血不止，该怎么止血？等死。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我求求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你很在乎这个人。他把我当妹妹，我把他当亲人。叶幽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递给了他。服下这个丹药，就算是阎王爷来了，也可以在他的手底下救人。这个瓷瓶里只有2颗丹药了，你自己省着点，剩下的1颗你贴身放着，救命的时候可以用。叶幽，谢谢你，要多少银子？别死了就成，等我以后想到要什么再找你要。若是严重，你可以放半碗血给他喝，配上这丹药效果更好。应了一声好后，很快下了楼。会骑马吗？会。和我去一趟京都，不需要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就走。很快骑着马朝着京都的方向而去。7个多时辰以后，一路狂奔到了安亲王府。我姓宋，麻烦通报萧伯一声。宋姑娘您来了，真是太好了，王爷现在嘴里都在念叨着您呢。萧伯，外面的马匹和我的侍从，麻烦您先安排下。我们一路骑马过来，还未吃什么东西，让人带他去休息，我去看治安。王爷就在厢房里。民妇参见皇上，参见太后。暖暖，你快，安安一直喊你的名字呢。他情况怎么样了？血止不住，
皇上，让陈太医留下，其他人全部先出去吧，我有办法救他。宋暖把瓷瓶递给他，陈太医，给裴之安喂一颗就行。这是那位叶公子给的。宋暖点头，这肯定有用。宋暖则是拿着怀里的匕首，狠心把自己的手掌划破，鲜血顺着他的手缝流进裴之安嘴里。皇上，太后，王爷性命保住了。没事了就好，没事了就好。皇上，您和太后已经1天1夜未曾合眼，还是先回宫吧。朕和太后先回宫，安安若是醒了，让人通知朕。奴才遵命。等裴之安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趴在他床边睡着的宋暖，他不敢动，怕吵醒他。宋暖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有一道视线朝着他看来。他抬起头，看到裴之安在看自己。你醒了？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你躺在床上毫无生气的样子？我还以为你……让你们担心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有点被气疯了，就……这次把你救活了，可下次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你这伤起码得躺半年。伤情好些了，我能不能去虎头村养着？我不想在京都，这里的人让我感觉恶心。好，等你身子养好一些了，就让你去虎头村养着。不过现在不行，刚从鬼门关把命捡回来，可不能再有事了。年前舅舅和我说过，边境有倭寇来犯，我原本过几日有押粮饷去边境的。得押多少粮饷过去？200万斤粮食，马料80万斤，20万两军饷，药材10车，这些都是救命的，不能贪污一点。这是这次抵抗南楚大军的重要物资，若是少了，将士们吃不饱，作战都没力气。皇上应该会有信任的人押送过去吧？暖暖，不如你替我去吧。不是我不想帮，你看我哪里适合去送军饷？你不知道，这批军饷要是换别人运送，到军营里可能1半都不到了。我知道这个要求确实过分了些，我可以把莫青和莫染都借给你，你帮我跑这一趟，行吗？就算我愿意，皇上他也不可能会把那么多的军饷让我去运送。这个你放心，舅舅肯定会同意的。很快，安亲王府就接到了新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宋清聪慧过人，正直不阿，为朕解忧，特封为宋特使，待朕将军饷押解至边境，钦此。民妇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宋特使，您现在是皇上亲封的特使大人，应该称自己为下官才对。下官谢皇上恩赐。皇上还私底下让咱家给宋特使带句话：山高水远，宋特使需注意安全。若是可以，宋特使过去可教边境的士兵种地。您和皇上说一声，到时我会带些种子过去，看看那边的环境能不能种植一些。宋姑娘聪慧过人，咱家回去会禀告皇上这件事。粮草已经在运河处，宋姑娘收拾下衣物，该出发了。将军，少将军。宋暖回过头，就看到传说中的镇国大将军长孙仁杰，身姿挺拔，一身正气，不怒自威。他的旁边则是同样穿着一身铠甲的长孙长泽，一脸错愕地看着他。下官宋暖见过将军、少将军。宋特使客气。听闻皇上派了位特使大人，没曾想竟是位女子。皇上此次命下官押解了200万斤粮食、80万斤马料、药材10车，军饷20万两，全部入库。将军可检查。本将军接到皇上的书信，宋特使还个人押送了30万斤大米面粉给军营里的将士们。本将军替军营里的将士谢谢宋特使的好意。将军言重了，有离国的将士在边疆镇守，才能换我们百姓安宁。下官也不过是出了些绵薄之力。如今南楚大军来犯，边境随时都准备发起攻势。宋特使送完粮食，休息2日就该回去了。皇上有命让我在这里种植蔬菜那些，我还带了种子来，到时正好我就离开。宋特使倒是个妙人呢。今日太晚了，在下让伙夫准备了宵夜，特使大人用完后便先歇息吧。谢将军。本将还有军务要忙，恕不能款待宋特使，还望特使大人见谅。将军无需招呼下官，你先忙。宋暖对墨染说道。墨染，你明日就带他们回去。皇上还让我在这里种地，估摸着要个把月才能回去。你们也不需要等我，有莫青和贺州在，我很安全的。宋姑娘放心，明日一早我们就回去。很快有人安排他们去休息。宋暖一出去就被长孙长泽拉住了。你去我帐篷里休息。莫青和贺州都没有走。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和少将军认识的。是，这段时间你就在我帐篷里住下，那有床，军营只有你一个女子，你沐浴的时候让你那2个跟班守着就行了。谢谢啊。你胆子真够大的啊！这样的差事都敢接，你把所有军饷都运过来了，倒是朝廷对你的怨念就更大了。唉，你别看我们长孙府世代簪缨，我爹又是大将军，可我们常年镇守边关，在京都并没有什么势力，有时就算想帮你也未必帮得上。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若是不把这批军饷运过来，等到了你这儿，估计就少了一半。到时前线的士兵吃不饱，还怎么打仗？快睡吧，我这几日有时间，到时候带你在军营附近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找你的跟班守着你就好了。那你晚上睡哪儿？我去我爹那儿睡，你放心，我过几日要打仗去，到时这帐篷里就你一个人。长孙长泽说完，出了外面，舟车劳顿累了几日，宋暖很快就睡着了。宋特使，你们好啊。宋暖，还以为你没有起那么早呢。士兵们起得很早，我听到声音就行了。估摸着要个把月才能回去，你们也不需要等我，有莫青和贺州在，我很安全的。宋姑娘放心，明日一早我们就回去。很快有人安排他们去休息，宋暖一出去就被长孙长泽拉住了。你去我帐篷里休息。莫青和贺州都没有走。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和少将军认识的。是，这段时间你就在我帐篷里住下，那有床，军营只有你一个女子，你沐浴的时候让你那2个跟班守着就行了。谢谢啊。你胆子真够大的啊！这样的差事都敢接，你把所有军饷都运过来了，倒是朝廷对你的怨念就更大了。唉，你别看我们长孙府世代簪缨，我爹又是大将军，可我们常年镇守边关，在京都并没有什么势力，有时就算想帮你，也未必帮得上。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若是不把这批军饷运过来，等到了你这儿，估计就少了一半。到时前线的士兵吃不饱，还怎么打仗？快睡吧，我这几日有时间，到时候带你在军营附近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找你的跟班守着你就好了。那你晚上睡哪儿？我去我爹那儿睡，你放心，我过几日要打仗去，到时这帐篷里就你一个人。长孙长泽说完，出了外面，舟车劳顿累了几日，宋暖很快就睡着了。宋特使，你们好啊。宋暖，还以为你没有起那么早呢。士兵们起得很早，我听到声音就行了。饭吃了吗？吃了一碗粥和烙饼。军营伙食不像萧家那么好，你可能会不习惯。军营难道不吃肉吗？当然要吃了，只是平日里很少吃，快上战场的前几日会吃好些，这样上了战场也有力气。当今皇上也是军营里出来的，所以在军饷这一块从未亏待过边境的战士。那么多的空地，为什么不多种些菜？这边天气虽然不算太恶劣，但冬天种菜确实很难存活。若你真的可以在这军营里开垦出田地来，我真的会感激你。我不敢保证，但我尽力吧。你也不需要有太大心理负担，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两人走到一片荒凉的地里，这块地很大，有上百亩地，我们平日里拿来操练士兵用的。你若是想参观，我可以骑马带你去。我会骑马。军营里的马可不比你平日里骑的马，赤兔马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的。赤兔马？宋暖眼睛一亮，我可以看看吗？只听长孙长泽吹了一声口哨，一匹通体枣红色的骏马就朝着他们飞奔而来。宋暖伸手想要去摸，赤兔马嘶鸣一声，小红，他是我的朋友。宋暖心痒痒的，他也好想要一匹这样的赤兔马。小红有很强的领主意识，他一跃而上，然后伸出手来，你先上来，我带你去前面看。先上来，我带你去前面看。宋暖伸出手，被长孙长泽拉着上了马。坐在马上，宋暖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马的毛发，整个人都惊喜不已。小红是纯种的赤兔，你若是喜欢，改日我寻到了小马驹，让人给你送过去。真的？那我不客气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漂亮的马，它长得真的好好看。你前面看到的这些地方都是荒地，之前我们也想过用来做其他的，但种植的蔬菜存活不了，索性就荒废了。战场在哪里？想知道在哪里？有些好奇。那边过去就是我们的战场，看着是挺近的，但却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他们在那边有军营，我们的军营在这边。如果不是到不可避免的地步，我们是不会打的。不打仗是最好的，没有伤亡。宋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头一阵刺痛，那熟悉的感觉是淘宝系统在召唤他。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点内急。很快就出了淘宝系统，一出淘宝系统，他就在帐篷门口看到了长孙长泽。能不能借我一队人马去这附近？我想买些东西。我同你去就好了。长孙长泽以为宋暖想买些女子用的东西。我来的时候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写信，让他送了不少物资过来，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你把人借给我。长孙长泽虽然不解，但也同意了。你们在这里吃鲜面，等我一会儿，我去趟朋友那儿，但他们不想暴露身份。小姐，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我朋友已经到了，你先去，我在这里没关系的。他不走，他怎么进淘宝系统里把东西拿出来？迅速把秒杀的东西全部买单，甚至都没有看清楚分量。
等了一会儿，贺州就带人过来了。特使大人，这些都是我们的，赶紧搬上车，装好以后我们就该回去了。到军营的时候已经是亥时了，他远远的就看到长孙长泽站在军营门口，还以为今日你们不回来了呢。那好东西，特意带给你和将军吃的，你先拿去帐篷里，我还得看着他们把那些东西放好。一起去，我想看看你带回来些什么东西。看着那些布匹、肉，长孙长泽问道：都是你买的？都是些粗布和麻布，也不是什么贵重的。军营里人那么多，总归是用得到。还有棉花、棉被，到时候需要你就拿去用。军营里夜里凉，我看你被子也挺薄的，待会儿你拿2床自己和你爹用。说着，宋暖又指着那些肉说道：这些肉价没怎么涨价，你们不是过几日就要打仗了？这几日吃好些，这样打仗就有力气了。花了多少银子？不多，应该1000两左右。我还买了高粱酒，这酒可以给伤口消毒。你花了那么多银子买这些，不心疼吗？为什么要心疼？这些银子都花得很值得。这些猪到时候可以用来熬猪油，再弄些红烧。你想吃什么，我让伙夫给你单独做。不用啦，大家都会这样吃，我例外多不好。而且我刚刚不是偷偷买了烤鸭，一会儿我们偷偷吃。吃了不少的烤鸭，这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长孙长泽，我要睡觉了。你去休息吧，我还有些公务没完成。最近我这边事多，你若是介意的话，我一会儿把屏风搬到你床前挡住。你慢慢看吧，我困得不行了，我得睡觉。他发现床上的被套全部都换了，而且都是上好的丝绸。你把被套换了？怕你睡不习惯。我平日里在军营里倒头就睡，床上有些脏，就把之前家里带来的给你铺上了，这样你也可以睡得舒服些。谢谢你啊，长孙长泽。你叫我名字就好了，4个字你不嫌长吗？还行。宋暖打了个哈欠，盖上被子休息。长孙长泽才拿起毛笔，就听到旁边传来宋暖那均匀的呼吸声。等他把所有的公务都处理好，已经深夜了。揉了揉眉心，他过去看了一眼宋暖，见他睡得正香，被子也盖得好，这才把灯吹灭了好几盏，然后出了帐篷。你才不合胃口？不是的，将军，我起得晚，才用完早上不久。若是不想吃，就喝点汤吧。看着自己碗里那还多出来的大半碗饭，宋暖不知该怎么办。军营里的粮食本就紧缺，他浪费好像不好。长孙长泽看出他的窘迫，直接把他面前没吃几口的饭倒在了自己的碗里。来，喝汤吧。谢谢。宋暖舒了一口气，小口小口的喝着汤。用完午膳，长孙仁杰才开口：宋姑娘，这儿没有外人，我这样喊你应该可以吧？当然可以，将军有话直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军营这种地方，无论你再怎么觉得困难，你都补贴不完的。本将军明白，你想让军营里的将士们过得好，所以才往里面不停地投钱。可是你这样做呀，朝廷里的人可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我做这些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且我也不在朝廷里做官。我之所以会押解这批军饷，是因为安亲王他受了重伤，他不放心别人，才让我代替他来。我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但我不后悔。赈灾、押解军饷，这些都是肥差，你这样大包大揽，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说完，这才离开了帐篷。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对百姓和军营里的我们来说，自然是希望你这样的人多些。对于那些想贪污的官员来说，你现在做的这些，就是在断他们财路。这些事总得要有人做，我做这些事情也未尝没有私心。再者，我不断他们财路，你以为我就活得很安全吗？长孙长泽，人本该生而平等，制度若是被不断质疑，那就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太后曾与我说，她想让全天下的女子都可以和男子一样活得精彩，可以科考，可以打仗，可以做生意，不需要因为被看了一眼裸露出来的手脚就被世人认定清白不在。因为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而那些把女子困在条条框框里的规矩本就是封建糟粕。女子为何要遵循别人的意愿活着？女子能纺织，能种地，能练武，又哪里比男子差了？这瞬间，长孙长泽的脑海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波动，他竟然不觉得他的话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有些赞同。长孙长泽突然想到什么：你那些种子哪里来的呀？为什么产量那么高啊？而且味道也很好。皇上都不问我哪里来的，少将军问那么多，该不会有其他的心思吧？便是好奇，人人都说你是神女，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个世上有神仙。若真有，看得人间疾苦，贪官作恶却无动于衷，那也不是什么好神仙。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信吗？确实不像，你的思想和你的才能都不像。但不管是不是，只要你对离国没有恶意，你是什么都无妨。特使大人，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们的伤情都怎么样了？回特使大人，天气寒凉，军营条件有限，他们有些伤得太重，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下去。
那还缺什么药材？我可以去镇上买些。刚刚运来的10车药材已经够用了，只是伤者住的环境太差。听闻特使大人是个有能力的，若是可以，希望特使大人能单独为这些伤者建一栋木屋，让他们可以住得舒服些。我会想办法的，给我一些时间。还有其他的诉求吗？还望朝廷可以看在前线士兵的付出，不要苛责伤员的伙食。他们若是吃得太差，身上的伤更难痊愈。回去以后我会向皇上禀明。谢特使大人，有特使大人这句话，我们前线的将士也就安心了。宋暖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出了帐篷。宋暖在外面的椅子上坐着，在桌上用毛笔和纸把设计图给画了出来。你这是什么？建筑图纸，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完成，先看看吧。3层若是不结实就盖2层，第1层得做成土炕大通铺，适合受伤的士兵。得花不少银子。我知道，所以我打算建3栋，3栋每栋楼30米，左右两边都是通铺，能住的人也多些。弄楼每栋2层得花1000多两啊！先紧着受伤的士兵吧，我要睡觉了，明日还得早起。你自己赚的银子全都花在了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你夫君不会介意？他不会。等3人回到军营里，已经快傍晚了，发现长孙长泽并不在帐篷里。少将军呢？我回特使大人，倭贼来犯，将军和少将军已经出征去了。去了多少人？去了3万人。宋暖没有见过战场，但他也知道那地方不安全，也不会多问。可惜他买回来的烤鸭，长孙长泽吃不到了。辛苦了，先回去吧。小的告退。翌日一早，小姐，您今日怎么起那么早啊？得去种地，当然得早点起。一连7天，长孙长泽他们带兵都没有回来，反倒是粮草运过去了1次。宋暖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但也没有问，而是尽心尽力的在种菜。3月17日，离国军队击退倭贼和西起军队，大获全胜，带领士兵凯旋归来。但长孙仁杰身受重伤，危在旦夕。特使大人，将军正在抢救，您不方便进去。里面什么情况了？我军和西起交战之时，不知哪里来的倭寇竟趁机偷袭，那支箭上有毒，将军的伤口血流不止，军医现在也找不到止血的方法。先回帐篷去，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你和我来。确认四下无人，我的血可以解毒，你让那些军医全部都走开，用我的血试试。你确定？确定。你爹是因为中毒才流血不止，喝了我的血可能会缓解，试试吧。宋暖，不管有没有用，我长孙长泽都欠你一个恩情。他很快就吩咐下面的人全部出去。看着他划破自己的手掌，宋暖将手伸到了长孙仁杰的唇边，等了半盏茶的功夫，才喊了军医进来，就发现伤口的血慢慢的少了，顿时大喜。将军的伤口慢慢止血了，特使大人给将军吃了什么丹药啊，竟如此管用？你给父亲处理伤口，若是没意外的话，父亲身上的毒也能解了。宋特使身子不舒服，我送他回帐篷休息。属下遵命。扶宋暖回到了帐篷里，看着他那惨白的脸色说道：你先休息会儿，我去给你煮碗蔗糖鸡蛋。长孙长泽出去了，宋暖从枕头下摸出萧继云给他写的信。知你在军营艰苦，夜游将你的药炼成了丹药，每日服用1颗即可。另有所有人给你准备的东西都在箱子里，你打开便知。我已痊愈，家中也一切安好，无忧，念你。宋暖摸着纸上的字迹，一遍又一遍，他想萧继云了。把信反反复复地看了10几遍，宋暖这才折好，放在了枕头下，闭着眼睛休息。晚安，星星。好热。他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有人给他喂了什么。他喝了以后，那人又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都没有听到。宋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味儿，好像是海鲜粥的味道。闻着粥的香味儿，宋暖的肚子发出了叫声。你醒了，太好了，你都高烧3日了，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抱歉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生病了。你这些日子太累了，又放了那么多血给我爹，身子一下子就虚弱了。你先躺着，我去给你盛粥。哪里来的海鲜？你相公和安亲王给送到军营的干货，足足有10万斤海鲜干货，全都是他们花银子买的，不仅我们军营有，其他军营也都有。听到萧继云的名字，宋暖的脸颊上浮现着淡淡的笑。海鲜干货泡发后用来熬粥很有营养，尤其是给受伤的将士们熬粥，伤口也愈合得快一些。长孙长泽想起什么来，问：你怎么建了那么多房屋啊？原本就是想盖大通铺，可边境的将士们到底是要在这里驻扎许久，所以我想让他们住得舒服些。我建的是伙房，冬天烧柴，里面的温度可以保持和春天时一样。那边的工人有盖高层的经验，我们盖的是3层，左右两边都可以睡人，一栋屋子最少能住300士兵，而且这样造屋子造价不算太高。这合不和我商量？我已经上报了皇上，
这笔银子是我自己出的，你无需担心影响不好，因为其他的军营，我和安亲王同样出了银子为他们建伙房。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嘛，花了总会来的，你不用守着我，我已经没事了。刚刚打了胜仗，我们暂时休整。报！进来。启禀少将军，前方发现南楚大军压境，至少有5万大军。南楚真是玩的一手好计策。传我令，所有将士整合，1个时辰后出征。我见军中的将士穿的都是已经烂了的布鞋，我前些日子去布行店里定做了20多万双布靴，发下去让他们穿上战场吧。也不知你到底赚了几个银子，就敢这样做散财童子。好好歇着，菜地里的事情有他们在不会有事的。还有漠然好像找你有急事，都来了好几次了，我让墨进去找他了，应该一会儿就到。长孙长泽前脚刚出去，墨染后脚就到了。宋姑娘，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少将军说你有急事找我。对，这是皇上给宋姑娘的密函，让您看完以后烧了。这暗示的挺明显的呀。他把信烧了以后才问，裴之安怎么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碍吧？王爷在京都休息了5日，就坐马车去了宋姑娘家。长公主找他麻烦了。长公主被下了禁令，不能出门。不过萧檀儿小姐几次3番来府里找王爷，2家长辈已经说好了婚事，京都又闹得人人皆知，王爷如今反悔，害他名誉尽失，要王爷给他一个说法。你们家王爷怎么说的？王爷说他已心有所属。萧小姐步步紧逼着问，王爷便说他喜欢宋小姐这个有夫之妇。你家王爷疯了吗？他是真的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宋姑娘别生气，我们家王爷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王爷才刚醒2日，萧小姐就上门了，王爷当时被气得吐了血，才说出这话。他又吐血了？王爷当时就吐了一大口血，整个人就昏了过去。陈太医扎针许久，才有些许好转。皇上担心王爷安危，就由着他好一些，就去虎头村了。那婚事呢？婚事自然是不作数的，这件事我们家王爷本就不知情，而且王爷放话出去，就算娶青楼女子，也不娶萧檀儿。想到萧纪云和婆母这近20年遭的罪，宋暖是一点都心疼不起来。宋姑娘把种子弄好了告诉我，我还得回去复命。墨染似乎很着急，拿到种子后就带着人很快离开了军营。又过了半个月，前线传来捷报，长孙长泽再一次打了胜仗。看着被抬进来的长孙长泽，你受伤了？好在没有刺破内脏，这伤啊多休养些时日就好。等军医把伤口全部处理好，宋暖才把鸡汤给端了过去。这人参是100年份的吧？是100年份的，我相公特意托人给我送来的。多喝些参汤，恢复得更快。有特使大人在这照顾少将军，下官便去医治其他伤者了。有劳军医。你怎么受伤了？战场上受伤是很常见的事，你送来的蔬菜我收到了，你真的很厉害，那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可以种出那么多蔬菜，温如新的大司农都得给你让位着。随安他在种植这一块真的很刻苦用功，他当之无愧。我看房屋建了许多，应该是差不多建好了吧？应该快了，大概还要10日左右。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早着呢，皇上让我在这里教他们种地，起码要等这批收获之后再种下一批了我才能回去。军营枯燥无味，而且也全都是男子，你若是想回去，我帮你上折子和皇上说明。若是可以，你觉得皇上会让我留在这里？哎呀，你也不用担心，军营里还是很安全的，有事我会让贺州和莫钦陪着，有他们俩在，我去哪里都安全。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就说房子还有10几日就建好了，怎么我出去半个月了还要那么久啊？材料不够了，所以等了一段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我刚好让他们在8个角落里做了瞭望台，50尺瞭望台的屋子可以睡6个人。我给你炖了1整只鸡，你是要吃米饭还是吃点肉？吃饭。你受伤了，我给你端到床上去吃吧。不用了，只要能起来就不能赖在床上。是吧？你多喝点。喝完2碗汤。我吃饱了，先躺会儿。我去外面走走。他站在军营的大门口，看着他种的花苗已经长出来新的绿叶，也不知道虎头村的花长得怎么样了。萧纪云他收到了自己的信没有？虎头村一大早，宋文周就拿了一封信上来，递给了他。暖暖的信。接过信就拆了。大哥，一起看吧。暖暖写给你的，也有给大家的。看着信上面，先问了萧纪云，然后再问候了萧家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自己在军营里暂时很安稳，他一个人住一个帐篷，让他们安心。最后一句便是：萧纪云，我想你了。萧纪云的耳尖一红。没事的话，我就先下去了。好。等宋文周离开，萧纪云又反反复复地看了几10遍宋暖写的信。回到帐篷里，宋暖已经累得不行，连东西都没吃就倒在了床上。长孙长泽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有个人在旁边躺下，把蒙在头上的被子拉开，看清楚人，起身去了隔壁的帐篷。怎么过来了？过来休息。长孙仁杰想到了什么，
他在你帐篷里住着，毕竟不方便。那边房屋盖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去那儿住。下次上床的时候先看看上面有没有人。你在床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我就看到一团被子。可能是我太累了，我没有注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下次一定注意。我没有怪你，但我是男人，不管任何时候都不吃亏。你不一样，别的男人可未必会像我这般君子。怕宋暖尴尬，长孙长泽说完就离开。宋暖拍了拍自己的脸，他是真的没看到人呐。将军，你来看菜吗？都2个多月了，我还没仔细看过这块地是怎么种的。如今一看，你种植的很好啊。提前给土壤施了肥，种出来的农作物的产量会更高，而且这些粮食都收获以后，还能把玉米秸秆和菜梗都储存起来做马料，冬天可以继续种马草给马吃。这个马草冬天能种出来？可以的，我问过少将军，这边冬日里的温度最低时也不太冷，虽然不能像现在一般长得那么多那么好，但也差不了太多，起码能解决马料的问题。他说完又说，将军难道不希望我们能解决粮草问题吗？若是可以，军粮握在自己手里是最稳妥的。他有些佩服地看着宋暖。我终于明白皇上为何派宋特使来边境。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宋特使是来小打小闹的，时间长了才发现，宋特使是真的一直在为边境的将士们考虑。皇上也一直在努力，只要我们可以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民安又何愁国不富，边境不安宁呢？宋特使果然是女中豪杰，难怪皇上一直对你赞不绝口。我也不是完全不求回报的，必要的时候，我希望皇上可以看在我这样尽力的份上，日后若是我有难，可以帮扶我一把。宋特使放心，若是以后有用得上将军府的地方，本将军一定义不容辞。那暖暖先谢过将军了。晚膳是贺州端来的。宋姑娘，你怎么不去篝火前和将士们一起玩啊？我去了，他们反倒是放不开了。我原本就是为了庆祝他们大获全胜，去不去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开心我也开心，不就好啦？话刚说完，宋特使，少将军晕倒了。宋暖刚过去，就听军医说道：少将军失血过多，加上劳心劳力，需静养一段时日。没大事就好。那就劳烦军医给他开些药，让他夜里睡得安稳些。将军，您刚刚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宋姑娘，没什么大碍，只是因为家中出了些事儿，长泽心里担忧，没有休息好而已。那就好，我还以为他认床。若是这样，我可以住到其他地方去。你一个姑娘家住在军营里本就不方便，长泽他的帐篷都只有他一人在，汇报军情都是在我的帐篷里，你住在那儿，不管做什么都方便。老将军饮食要记得清淡些，番椒刺激口感，您少吃些。身上这衣物啊，也最好换舒服透气些的。我知道了，麻烦军医了。这才看着宋暖，时辰不早了，你该回去歇息了。你要是认床，就回帐篷里休息吧。我在这里先挑一个屋子住，让贺州和莫青住在楼下就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里进进出出都是男子，你睡这里不安全。那你伤？回去歇息吧，我没事。他才刚准备坐下，外面传来了一道声响。朝廷又给我们送粮了。宋暖马上起身出去了。宋姑娘，这次朝廷送来了300万斤粮食，还有商会的东方青羽为军营送的物资22万套棉麻成衣。东方青羽送的？啊，是的，东方公子一共为前线的将士们捐了70万套成衣。他怎么……话还没有说完，他的余光突然就看到了2个极其熟悉的身影。那是萧继云吗？宋姑娘，去帐篷里说吧。瞧着宋暖的激动的模样，宋暖应声，脸颊上的笑意却怎么也遮掩不住。他进了帐篷，很快萧继云和东方青羽也跟着进来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叶幽也来了，他激动地看着萧继云：你怎么来了？你快过生辰了，刚好我们打算押解这批衣物来，皇上龙心大悦，就准了我们来，而且还带来了300万斤粮食。不过这批粮食得吃到7月以后。我们这里挖了不少大树，到时可以烙饼吃，总能坚持的。你们俩怎么也来了？想着许久未曾见你，来看看，看你死了没有。放心，我肯定过得很好。不过军营里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虽然打了胜仗，但这次伤亡也挺惨重的。我们这次来还带了2000多名新的士兵来。边境的将士过得很苦，我想给他们定制一批冬衣，不需要太好的布料，棉布就可以，可以用鸭毛做内胆保暖。如果你也觉得可以的话，价钱少些，我想定制一批100万套，每套价钱不超过300文，薄利多销，你觉得怎么样？3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我知道不是小数目，所以才找你合作呀。如果我找其他人，我怕他们偷工减料。如果用鸭毛就可以做保暖的冬衣，那我每套收你成本价，我不赚银子，帮你把这批赶出来。不过100万套可不少，等我这次回去以后做。可以。帐篷外突然传来士兵的声音：特使大人，将军请您和东方公子过去一趟。你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你是我相公。皇上知道我来边境，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来了，这样不安全。
你们先过去，晚些我们有的是时间聊天。我们明天才走。明日就走，不多玩几日？军营重地，我们能来就是格外开恩了。你赶紧去吧，我把带来的东西给你搬过来。方公子，本将军听闻你为边境的将士们捐了70万头衣物和20万两白银，本将军再次谢过东方公子高义。大将军言重了，国家兴亡，百姓有责。东方府主营的就有布行，而且暖暖是我妹子，她都能为边境的将士如此尽心尽力，我这个做兄长的自然不能落后啊。东方公子和宋特使认识？本将军再次谢过两位。东方公子和宋特使应该也有很多话要说。本将军让伙房已经在备完善了，晚些一起喝一杯。晚些青雨再来叨扰将军。和宋暖一起出了帐篷。我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叶幽他的医术很高，你打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如果久的话，不如让叶幽在这里，你也安全些。有莫青和贺州在这就好。最近店里生意怎么样？听说外面旱灾影响很大，应该对生意也有一些影响吧？影响不算太大，我们还发展了其他2国的生意，离国赚的并不算太多，多的是西岐和南楚，这是2个强国，民富国强，在那做生意更赚。若是有机会，我真想去西岐和南楚看看，这2国到底是怎么样的。日后有的是机会，不过你最近做事有些激进了，不管是任何时候，都该保证自己的安全为主。你不是孤单的，任何的事都不需要自己扛。其实你可以同我说，难道因为你成亲了，我们的婚约不能履行，便会和你划清界限不成？切，我习惯了自己，我以后会试着多依靠其他人。一进帐篷，他看向萧纪云和叶幽，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去摘菜。好。两人一直走到菜地里，看着种的绿绿葱葱的菜地。你在军营里竟然也种了这么多菜？种了1000多亩地，除了吃住和训练场、马场，其他的地方能种地就种一些。毕竟军营里将士太多，就算是有那么多的地种了，对他们而言也是杯水车薪，但总好过没有。来，要摘什么菜？我来。摘些小番茄、辣椒、青菜、丝瓜，再要些葱。这小番茄和丝瓜用的是种苗？我在镇上拿出来的，种苗买的不多，大面积种植的话，现在还在开花，偶尔换换口味，大多数都是在吃青菜。宋暖说着，又问：家里一切还好吧？一切都还好。原本想要跟你写信的，但知道可以来军营里，我就拿了治安的信物，跟着东方青羽一起来的。这里是军营，你又是朝廷派来的特使，言行举止都代表着朝廷，不管何事都要记得谨言慎行。我知道。明日一早我就得回去，能过来看到你就已经足够了。在萧纪云的唇上快速印下一吻，脸颊红红的松开。走吧。萧纪云唇角含着笑，却也没有说些什么。需要我留下来吗？若是可以的话，我肯定希望你留下来，但我在军营很安全，他那儿更需要你的帮助。我明白了，今夜你再喝一次血，我把剩下的丹药都给你全部炼好，吃完你身体就不需要再吃药了。谢谢你啊，叶幽。军营里也不见得很安全，新来那么多兵，最好还是注意一些。我会的。宋暖还没有把菜炒好，士兵就在外面喊他和东方青羽去将军大帐里。我去和他们说我身子不舒服。赶紧去吧，我在这里等你。我们今日是感谢东方公子的慷慨，为我们几个军营的将士捐了70万套衣物。老夫身体未愈，以茶代酒，感谢东方公子高义。将军言重了，比起将军和各位将士镇守边关，在前线奋勇杀敌，保离国百姓安宁相比，晚辈实在汗颜，便借此酒水，祝诸位将士百战百胜。听闻这个东方公子也是你朋友？朋友。好不容易用完晚膳，宋暖想要赶紧回去找萧纪云，长孙仁杰却喊住了他。宋特使，皇上带来了密函，宋特使先看看吧。宋暖摸着自己的额头，心里也郁闷到不行，让他开荒地，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长孙仁杰好像看出他心里的担忧。宋特使若是想回去，本将军会上书皇上，开荒这件事儿，军营会看着办。但皇上已经下旨了，那我也会竭尽所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过这件事还得秘密进行，这次来了新兵，怕混进来一些人。宋特使有主意便好，开荒这件事儿就交由你和长泽一起处理。除了帐篷，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荒地？听允了再去吧，不过这一块你应该比较熟。长孙长泽想了想，倒是有一处地方我觉得合适，而且要等雨停了再去，我这身上的伤在这里休养几日就好了。那我先回去了。看着他的背影，长孙长泽的心里轻叹了一口气。不管是裴之安还是温如心，都好像和他关系更好一些，对着自己总有种淡淡的疏离感。他其实也想和宋暖做朋友。宋暖哪里知道长孙长泽的心里想些什么，他现在着急着回去见萧纪云。回到帐篷里，你们都吃了吗？吃了，知道你在那边吃，我们就自己吃了。把事情都交代好，宋暖才对萧纪云语重心长地说道：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我知道。
你也是。泛黄的灯光下，萧继云看着宋暖那俏生生的脸，忍不住滚了滚喉结。我现在只能先按照皇上的旨意，把军营这边的种植问题处理好。听说温如心他们也被派出去了，到时候应该和我差不多的时间处理好。这是离国重要的关口，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等我回去了，再好好补偿你。不着急，你身子更重要。萧继云虽然也想，但宋暖还需要吃药调理他的身子。他一直都还记得娘那边怎么样了？那边倒是没有什么事。上次的事情以后，好像有什么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们。我和治安怀疑是皇上知道了。如果皇上知道了没有出手阻止，而是在暗地里帮忙，那就说明皇上不介意，甚至还想我们这个势力发展起来。若是这样，那就说明皇上和我们是一路的。不管知道多少，我们的目的最起码是一样的。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会叫停。现如今一直都有一双手似乎在推动着这件事情的继续，就算我们现在想要脱离，也不大可能。你自己也要小心些，要记得我说的，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问题。好，再有几个月我们就该有时间了。他把皇上偷偷买地种田的事说了，宋暖倒是一点都不稀奇。皇上想要把一部分的田地都抓到自己手里，在朝廷有问题的情况下，倒是不难理解。如今粮食价钱太高，百姓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我也希望皇上可以多握些权力在手里，他是明君，能造福百姓。可我觉得娘子你更厉害，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这些都有了改变。不是我厉害，是我之前所在的国家那些研究人员厉害，他们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才是最值得尊重的。快天亮时，在打盹的叶幽睁开眼来说道：该走了。暖有些不舍地看着萧继云：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少爷，我们该出发了。我走了，再过几个月你就回来了。路上小心些，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我就回去。你睡吧，别送我了，被别人看到对你不好。宋暖点头，在他的额头上浅浅落下一吻。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看着他们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里，眼眶里的眼泪没忍住，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没见面倒是还好，见面了就更想了。四方啊，看来朕真是赌对了。高僧说的没错，她确实是神女，才能一次又一次的躲过了危机。天佑离国，皇上一番善心，引得老天感动，特意送来了神女。神女确实能力出众，乃是离国之福。朕打算等神女把这次事情处理好回京后，便赐封她异姓女王爷，你觉得如何？皇上英明。你呀，等赐封后，年底便开始创办女子学堂，朝廷也正式选拔女子入朝为官。太后说的没错呀，有抱负的女子众多，无需因为男女不同，便将所有女子都禁锢在家中。就算是女子，也可以创造出一片新天地。皇上圣明。一晃到了6月底，军营里的西瓜也都慢慢成熟了。看着军营在短短的半年内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孙仁杰都忍不住感叹：宋暖确实是个有能力的呀，难怪皇上会如此重用她。她确实是个很神奇的女子，她带来的种子产量极高，就算遇到天灾，也不用担心没有物资赈灾。她和安亲王去年修的水渠，今年开春以后全部建成了。听说还在西蜀挖了一个湖储水。湖广两地今年连续2次下暴雨，多余的雨水全都流向了干旱的西蜀地区，就连水库里都储存了许多水。若下半年干旱，可开闸放水。如今西蜀地区都不缺水饮用，皇上打算在西北地区也抓紧修沟渠。许多大臣都想分杯羹，皇上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安亲王和宋暖做那些事，银子是实打实的用在修水渠和建水库上。如果皇上派朝中大臣想要以这些银子完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皇上现在还在想该找谁去监工这事儿。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字，温如心不去，他被派到西北那边的军营里种植了，估计短时间内没办法脱身。那些大臣都是分派系的，如今东宫未有主，怕是皇上一个都不想派去。不管东宫入主的是哪位皇子，和我们将军府都没关系。谁入主东宫，谁就是我们要效忠的未来君主。谁入主东宫，谁就是我们要效忠的未来君主。长孙长则点头，远远地看着宋暖摘了个大西瓜。爹，您觉得这西瓜味道怎么样？去年在京都吃过2次，我便找了些种子，让府里的下人留着，今年种，也不知能不能种出来那么好吃的呀。来得正好，吃西瓜。今日心情很好？当然好啦，大丰收啊，难道你不开心吗？觉得挺神奇的，你好像什么都会，那么高的产量，你是怎么做到的？种子好，土壤也好，种植的时候多费心把草拔了，不需要吸取营养，没有害虫，自然就种得好啦。我知道消息，你去年去赈灾过的地方
拿的那些种子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产量都极高，虽有旱灾，但东南两地都丰收了，不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卖出不少，争取在明年年底可以让离国所有的百姓都吃得饱，这是我们的心愿。怎么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见你回去过？你平日里也不怎么回京吗？军营大改革，你都不能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说的也是，我和我爹说了，等红薯种下去以后，你就可以回去了。还有几个月，早着呢。想想都觉得心累。见宋暖不吭声，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突然觉得这日子过得也挺快的。怎么样，要不要出去西瓜地里摘些西瓜？京都去年一个西瓜卖得很贵，那么多西瓜，你不想拿去卖了？有什么可卖的？那么多将士，每个人都吃不了几块。我就算是奸商，那也只坑有钱人，不坑百姓。8月上旬再去镇上时，路边上有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穿着肚兜，在地上爬得哇哇直哭。这是谁家的孩子？掉了都不知道吗？这应该是被人遗弃的。怎么可能？那么可爱的孩子谁会丢？贺州在孩子身上摸索了一圈，然后在他肚兜上面缝的烂布袋里摸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写的是爹娘无力抚养，求好心人把孩子收养了。宋姑娘，要带回去吗？不带回去，他会死在这里的。家里都有2个小孩，再多一个也无妨。等宋暖回到军营里，怎么捡了个孩子？路上捡到的，瞧着怪可怜的，就捡回来了。那么小，你会照顾吗？只是照顾个孩子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他很听话，吃饱了睡，睡饱了就吃，也会自己玩，不哭不闹的，多好玩。夜里若是闹腾，让他们帮着哄哄，别什么都自己来。我知道，我又不是傻子。一会儿我随便做些菜，买了5只叫花鸡，路上被吃了2只腿，一会儿叫上你爹一起吃。要做什么菜？我帮你。菜已经洗好了，锅里的东坡肉在炖着，我把粥盛出来就炒菜。宋暖盛出1碗粥，递给长孙长泽。喂孩子会吗？接过木碗和小木勺，长孙长泽点头。见长孙长泽在给一个小孩喂粥，长孙仁杰有些诧异：哪儿来的孩子呀？宋暖在路上捡的，是女孩吧？长孙仁杰倒是不稀奇，女孩被遗弃的几率是最大的，因为不能出长工。还没取名字呢。哎，宋暖，你还没给这孩子取名呢。就叫西西吧，希望的希。西西，以后你就叫西西了，要记住了。姐，老爷，咱们这花销也太大了些。按照如今的趋势，就算是有金山银山也不够搬的呀。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宋府就送出去了60万两白银。宋府每年赚的也才上百万两，就算是有再丰厚的底蕴，那也经不起这折腾啊。你说的难道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办法？都花出去那么多，难道咱们就不继续了？可国公府和太傅府的胃口越来越大，往年都是拿10几20万两，去年2家就花了50万两。子生还好，为扶阳县主花了几万两便是，可今年才过一半，便已经花了80多万两。下半年还不知是何行情。自从那火锅店和奶茶店开了以后，京都的生意也差了许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得吃老本了。宋青云也有些烦，他当然知道这是个无底洞，他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和他们分开，除非他不想在京都混下去了。可惜宋暖不知道宋青云现在的处境，若是知道，肯定会放一串鞭炮，大肆的庆祝下。你以后可以喊她姐姐。抱着西西，长孙长泽突然说道：爹，我记得你以前挺会做木马跟婴儿床的，给西西做一个吧。不用，西西晚上和我睡。也不需要太多时间，等我空了做。西西，谢谢伯伯。叫什么伯伯？你这个年纪若是成亲，我都能做祖父了。西西管暖暖叫姐姐，叫您祖父那岂不是差着辈分呢？西西眼睛圆溜溜的转着，用完晚膳，小家伙不知怎么的，非得要长孙长泽抱着睡。无奈宋暖只能站在床头，看他哄着拍西西睡觉。没多会儿，西西就睡着了。今晚上我守在外面，如果他闹的话，我也可以马上过来。若是今夜不闹，我明晚再回去睡。他若是闹，你夜里还能带着他睡不成？一直带着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日子让我在这里带，应该没什么问题。长孙长泽，你日后若是娶妻生子了，最好生儿子。你若是生的是个女儿，不得把她宠得无法无天？以后的事谁知道呢？他常年都在军营，其实对成亲的事并没什么想法。横竖他们这样的人，说不定哪日就战死沙场，成不成亲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休息了，你赶紧回去吧。本还担心他晚上会哭闹，却不想他睡得无比踏实。只是大清早的，宋暖睡得迷迷糊糊的，西西就爬下了床，爬到了帐篷外面尿尿了。贺州就是这个时候来帐篷外面的，然后跌跌撞撞的朝着贺州扑去。爸，饿了没有啊？哥哥带你去伙房看看有没有吃的啊。他抱起西西就去了伙房。贺大哥，粥已经熬好了，有大骨粥、肉末青菜粥、海鲜粥、虾粥，
你要哪个？贺州垂眸看着西西，想喝什么粥？肉。贺大哥，你呢？我晚些过来。啊，得嘞，贺大哥，你帮我们和宋特使说一声，昨日带回来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榨油了，2400多斤，有500斤排骨，其他的全部榨油了。贺州应了一声，给西西喂完粥，贺州才抱着他离开。他回去的时候，宋暖才起来。他怎么在你那儿？早晨起来看到他爬到帐篷外如厕，便把他带去喝粥了。我还以为他爬出去玩了。爸！宋暖到底是没有忍住，把他抱在了怀里。小姐，你夜里带孩子睡太熟了不方便，不如把西西放我那里睡。夜里他要尿了我也知道。你那儿全都是男人，住着多不方便。我和莫青2人单独住，你忘记了？你让他们多盖了一栋房屋，专门给将军和少将军住，也可以住在里面处理公务。那栋房屋的1楼是办公的，2楼有6个房间。少将军让我们住他隔壁那间。宋暖想了想，也不知道西西多大了，不过看他也就1岁左右，那就把今日当做他生辰，没有了昨日的苦难，往后都是幸福。小姐，今日西西生辰，我们是不是该给他弄些好吃的？把昨日的猪拿来红烧，今日吃点好的。伙夫早晨说，昨日的猪肉全部拿去炸猪油了。那去镇上买。镇上太远了，上次去山上我们看到了野猪脚印，过去碰碰运气，若是抓到……话还未说完，外面突然就传来了欢呼声。少将军威武！少将军太厉害了！宋暖朝着军营门口看去，看到长孙长泽拿着剑从外面回来，身后的士兵扛着5头野猪、1头野牛进了军营。怎么那么早就上山了？早晨带新兵去山上训练，没曾想遇到了野猪和野牛在争地盘，就全收了。看来我们西西有口福了，我还想着下山去买呢。不用买了，这5头野猪应该是一家人，那3头应该是他们的孩子，小的都有400-500斤，够吃了。上次你那牛肉干的味道不错，是怎么做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当然可以，用现在的这些牛肉做。做一些，不用太多。腌制好，宋暖回到了帐篷里。宋暖，我能进来吗？进来。最近无事，我要回京复命，你要和我一起吗？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的？我能回虎头村吗？这恐怕是不能，而且这一路得骑马，除了夜里在关驿休息3个时辰，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在马上，大概3日能到。说完，长孙长泽又加了句：如果你不想回的话，我可以帮你带封信去安亲王府，再多的我就做不到了。如果你不想回的话，我可以帮你带封信去安亲王府，再多的我就做不到了。你什么时候走？过2日。那正好，我还真的有东西需要你带回去。长孙长泽离开的时候，宋暖把信、羽绒的做法，还有东方青羽要的珠宝设计图都放在了一个盒子里，拜托他送到王府，让萧伯找人送到虎头村。到月底时，长孙长泽才回来，他带回来的消息却不是很好。这几位皇子胆子真大呀！可不是大呀，现在几个重臣都在为这件事情忧愁。就我在京都那段时间，都听那些人不知骂了你多少遍。若不是因为赈灾和军营被你安亲王全包了，他们也不至于那么长时间都捞不到什么油水。唉，那就让他们骂着吧。朝廷早就该整治这些人了，关系到整个离国的大事，他们就这般的轻待。宋暖后知后觉地看着长孙长泽，皇上该不会是又想给我安排什么事吧？如今边境正稳，过段时日也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西北地区的百姓哀声载道，宋特使的威名在离国传遍了。那些百姓不相信朝廷派去的官员，却相信你，所以皇上派你我去西北地区负责这次的事情。真是一刻的安宁都没有。唉，想过几天清闲日子都不行，看来我想要回去是真的遥遥无期了。你想再多也没用，不过好在这些菜地的菜都种下去了，堆肥他们也学会了，其他的事情有我爹在，他可以处理好。这事情很急，我们可能要骑马过去。那西西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只能让贺州带他回去了。就按照你的意思做就好了。这段日子军营里吃的都是大薯，粮食还有不少，只要庄稼可以收割成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军营这段时间都不需要担心。那我还得回来吧？还得回来善后。不过挖沟渠这件事情应该不需要太久，现在是8月底，把百姓全部安排妥当就好了。说完，长孙长泽有些犹豫地看着宋暖。皇上说你有不少种子。皇上难不成还告诉你我会凭空变出东西来，我是仙女这样的话吧？皇上倒是没说这话，不过高僧说你是神女，而且他确实说了你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种话，但我不信。什么高僧？是一个在柱国寺清修的高僧，他很少出山，但他预言出你是神女之后，你确实创造了许多不可能做到的神话，所以你真的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吗？那你就当我是神女吧。我也感觉不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凭空变出东西来呀？如果要带种子去，得回一趟虎头村去拿，种子我都留好了。
知道宋暖不是神女，长孙长泽也松了一口气。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女？这是长孙长泽给你的信，到时军营里的人会把你和西西带到关驿里，你用关驿的马车带西西回去，不赶时间。你们两人以安全为主，你用关驿的马车带西西回去，不赶时间。你们两人以安全为主，等到了雁城，租辆马车回去就成。知道了，小姐，我会的。但我回去以后，要不要去寻小姐？不用，你就在家里。西西如果不习惯，你就多带带她，省得她害怕。宋暖仔细的交代着。忙完这些，宋暖才找到长孙长泽。明早提前让他们去镇上，还有一批药材要运回来。要几辆马车？60辆吧。我倒是在镇子里买些东西，中秋节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过了，给将士们多买些放着。中秋节怎么也得每个人吃个小月饼吧。我听伙夫说，军营里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月饼了。军营里没有条件做月饼，而且10万将士真的要做的话，成本也高。宋暖嘴巴微张，你们将军府没钱啊？哼，武将哪来银子呀？皇上之前倒是赏赐了几个庄子，种地种粮，多出来的粮食可以卖些银钱。府里下人不多，可总归要吃饭嘛，林总加起来勉强够维持生计。我娘亲倒是有陪嫁的铺子和店租，可自从她搬去后院清修之后，便不管府中的事，所以府中的事情都由姨娘管理。那你娘就生了你一个？我娘亲生我之时伤了身子，便只生了我一个，加上姨娘之事，府里只有我和姨娘生了2个妹妹。你和你姨娘关系好吗？很一般，他们的事情我几乎不管。皇上倒是把他2个女儿封了县主。那你和你的2个妹妹关系也不好了？不如我和你关系好。他就说嘛，长孙长泽好歹也是少将军，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宋子生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凌晨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了。宋特使，您一定要小心些。大家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天才蒙蒙亮，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镇子上。他看向长孙长泽，我去找我朋友，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一清早的没有人在，宋暖坐在地上，闭着眼睛进入了淘宝系统。等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宋暖等了一会儿，才去找长孙长泽，让他们把马车都拉过来。看着这巷子里全都是东西，长孙长泽诧异道：“这是什么？”我找我朋友订了做月饼的面粉和5人。我说了，想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吃上1个月饼。可是这面粉也太多了。新年之时不得吃个饺子？大米倒是还有很多，面粉每日都得和大薯和面做烙饼，肯定就少了。要记得我说的，这里的糖都让将军看着收进去，等中秋节前让伙房拿去做月饼。我恐怕没有那么快回来。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宋特使，少将军一路顺风，保重。就这样，日夜兼程的跑了2日多，傍晚时分，他们才到虎头村。看到宋暖回来，大家的心里也都特别的诧异。小姐回来了，暖暖姐，小姐，您都许久没有回来了。这次也是路过，我平日一早就得离开。小姐，您怎么那么忙啊？您跑来跑去的多累啊！有事要忙啊，等我忙完了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过年了。小姐生辰都没有在家里过。好了，萧继云呢？姑爷和小玉他们去河里洗澡了，把马牵下去喂了，带少将军去休息。知道了，小姐。村子里怎么家家户户都建了新房？村子里这会儿可是赚了不少钱，不仅家家户户都建了新房，而且小姐您看到了吗？村子每家每户都修了很高的围墙，而且修的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伙房。这样也挺好。村子里的人卖了什么卖了那么多钱？卖种子和西瓜。今年西瓜虽然不算太贵，但是卖了不少银子。我们也种了许多西瓜，今年吃西瓜可是随便吃，不浪费就行。说完这话，清风突然愣住。小姐，您好像清紧了些。还好，在军营里其实吃的也不错了，比起军营里将士们吃的，你们家小姐简直不要太幸福。他说着，门外就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是萧继云和魏玉他们回来了。借着光，萧继云觉得自己好像出现幻觉了，他竟然看到暖暖了。暖暖，怎么回来了？是不是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没有处理完，回来一趟拿种子，明日一早我就要去西北地区。怎么那边也找你去啊？那边太干旱，而且不是让治安去了，怎么又叫你去啊？治安去了，武后去的，他身上的伤还没好全呢，又得奔波。圣旨都已经下了。宋暖拉着萧继云的手，然后看着他们：“你们去换衣服吧，我找你们萧姐夫有事。”回到房间，几位皇子互相下绊子，皇上让我和长孙长泽过去处理这件事，估计得要1个月左右。等那边的事处理好，我还得再回一趟军营。等军营最后的事情处理好，回京复命，我就可以回来了。那得年底了吧？你这样跑来跑去，会不会觉得太累了？若是觉得太累了，可以和皇上说的。相公，我真的没关系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都为此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在皇上的面前已经刷了许多好感。皇上如果有能用的人，
又何必找我呢？我可能过段时间也要去趟京都，家里的事还得交给小玉和清风，还有叶叶和叶影已经去京都了，我让他们就在府里住着。大便希望他可以高中，不管是榜眼还是探花，那都是极好的。话是这样说没错，前阵子听说叶影他爹又得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若是叶影高中，怕是也会找上门来吧。我难得回来，又只住1晚上，你难道不想和我说说话？萧纪云低头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药吃完了没有？我差点忘了。等你回京复命时，我去京都等你一起回家。好啊，这会儿是8月底快9月了，我去西北地区大概得1个多月，再回去军营，再回京，12月份那会儿就差不多了。没关系，算时间你的药差不多也该吃完了。叶幽说不乱来就可以。宋暖声音闷闷的，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过上安静平稳的日子？不高兴了？没有不高兴，就是想着要马上离开，有点舍不得。那就不去了，大不了多等几年。他话还没说完，宋暖突然勾上了他的脖子。暖暖，大哥，我马上就下去。说完，他抱着萧纪云的脸，狠狠地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我还有半个多月的药，吃完就没了。等我去京都接你。明月成亲怎么办？我没时间，他总不能等到我回来以后再成亲吧？你一会儿问问他吧，这件事嬷嬷也问过，他执意要等你回来，谁劝都不行。那好吧。哎呀，小姐回来了。嬷嬷，您是不是又没有好好休息，脸色有些不好？老毛病了，一变天就这样。小姐回来就不出去了吧？得出去，明日一早就去。不过嬷嬷放心，过2个月我就回来了。小姐忙得都没时间在家，前阵子粮食和红薯、玉米、土豆都收获的很多。张嬷嬷絮絮叨叨地说着，宋暖发现叶幽竟然不在这里。大哥，您刚刚去哪里了？学堂刚下课。村子里什么时候有的学堂？也就是前段时间建好的，才上课没多久。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出力，大家一起建了一座学堂，村子里的孩子都可以在里面求学。还没有找到夫子，我就先在学堂里给他们上课，待找到夫子以后再教他们。宋暖也听着他们说村子里近些日子来发生的事，这才把在路上捡了个孩子的事儿说了。知道家里要来个小娃娃，大家也挺开心。你和叶璇的婚事打算怎么办？我想等小姐回来以后再成亲，小姐不在，我不想成亲。这下叶璇该怪我了。不过还有2个多月，稻谷下个月就要收割，我们等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宋姑娘和叶姨、叶影也该回来了，等全部人都在，我再迎娶明月进门也不迟。通过晚膳，宋暖被萧纪云带着看了丰收的粮食。小麦收了多少？1万多斤。小麦的产量不怎么好，我们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但这边雨水比较多，种出来确实不如比较干旱些的地方。若是不行，我就只能从系统里买一些。家里还缺不缺东西？之前买的多，蔗糖运了5000斤去了京都，剩下的都在这里。除了做点心的，他们也经常有喝，倒也喝不了太多。我还得多买一些干旱地区才能种的种子。小麦我们已经种下去了，家里剩余的小麦种子和玉米种子全部都带过去吧。西北地区常年干旱，雨水较少，就适合这种耐旱的农作物。甘蔗等我们这批收获了，明年再给送些过去。甘蔗除了我们种下的，其他的都拿给皇上去种了。皇上倒是真的一点也不客气啊。宋暖倒也没有想那么多，皇上是为了百姓才拿走的那些，他倒是不介意。出去问问长孙长泽，这些种子要怎么运过去？长孙长泽正在外面欣赏花，宋暖过去就问起他怎么运种子的事儿。明早就会有人来接应，到时把种子给他们就行了。运送的是刑部尚书的儿子杨景硕，他负责这次运送。早些休息吧，明早我们就要继续赶路了。宋暖回到了房间，萧纪云也跟着进了房间。你让治安监的密室他建好了，按照你的意思，全部都是用的铜和铁，不过是朝着山那边挖的密室，不仔细找是找不到的。皇上前阵子送了1万两黄金和不少珠宝过来，你要不要去看看？看了，这些你记着就好，该花的就花，不用想着省钱。我困了，我睡会儿。看着宋暖刚说完话就睡着了，萧纪云心疼极了，这才抱着宋暖闭着眼睛休息。第二天一早，给你准备了干粮和糖水，都是热的，你喝的时候慢些。我知道了，谢谢相公。等我回来，我到时候带他们去京都接你回家也行，到时还可以给明月买些嫁妆回来。大哥，我走了，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照顾好自己。我知道。说完，很快和长孙长泽一起骑马离开。两人日夜兼程，2日后才到了西北地区的沙城。知道是宋特使来了，一个个的都在城门口跪着喊道：“求宋姑娘看看我们沙城吧，大半年没有下雨，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呀！求宋姑娘让沙城下一场暴雨吧。”求宋姑娘看在沙城几十个县都颗粒无收、没水喝的份上，让老天爷下暴雨吧。宋暖知道这件事有古怪，大家安静，听我说，我不是你们口中的神仙，我只是个人。皇上知道西北地区不易，特意派我来挖沟渠。大家应该也知晓，西蜀干旱，就是靠挖沟渠将湖广多余的水引过去。如今我们也是需要靠这个办法将水引到西北。大家放心，皇上不会不管百姓，我们一定会把干旱的事情解决好。放心，皇上不会不管百姓，我们一定会把干旱的事情解决好。可他们都说你是神仙，你能帮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帮我们呢？就是凭什么不帮我们呀？我们就是想要水而已，为什么不帮我们？宋暖还没开口，裴志安手里提了个尖嘴猴腮的男子。让你胡说八道，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散播谣言的？什么谣言？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暖暖，前些日子不知是谁传播谣言，说你是神仙，可以呼风唤雨。这个谣言在西北地区越来越离谱了，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引出那些造谣的人。说罢，对着议论纷纷的灾民说道：“大家听我说，宋姑娘不是神仙，她只是个普通人，只是心地善良，所以一直和本王救济灾民。大家不要被有心人带歪了心思，宋姑娘来这里是解决水源问题的，请大家放心。”这会儿50毒辣的太阳突然被乌云遮了眼，顿时狂风大作，紧接着豆大的雨珠就落了下来。宋姑娘真是神仙呐，神仙显灵了。神仙呀，宋姑娘一定是仙女娘娘。见过仙女娘娘。宋暖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不是神仙这件事了。他也很想知道这怎么就下雨了，还是说他人品好，所以想啥有啥。暖暖，咱们俩什么交情了？你和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神仙？我要是神仙，我还能过得那么惨，还能被人下毒？说的也对，可你说你不是仙女，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对啊，那场雨说来就来，那么大的太阳，这一点都不符合常理啊！我能说我真的不知道吗？可在你身上真的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你说你不是神仙，其实我们真的有些不信。而且你的那些种子到底是哪里来的呀？别问，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对你们2个人都没有好处。宋暖此时的心里也复杂极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话会突然就应验。有些时候真希望舅舅早些立太子，这赈灾的事我是一天都不想做了。看着一旁的长孙长泽，你倒是闲得很啊，听说你妹妹要成亲了，成不成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那可是你妹妹啊，难道你一点不在乎？又不是亲的。长孙长泽说着，又闭着眼睛继续休息。听说百姓们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先发赈灾物资了，让他们早些回去种？这次每人的赈灾款有多少？半吊钱，到时候挖到木薯和大薯还会送到这里来卖，粗粮的价钱下半年会特别便宜，这半吊钱足够他们吃大半年了。上百万灾民，就算是每人半吊钱，那也得要50几万两。这批赈灾粮运过来了，不然怎么会让我来呢？先把赈灾粮和赈灾银种子发下去，发完了再去看看挖沟渠那边怎么样了。决定好了，宋暖就打算去做了。等他们做好这些，这才赶着马车去了挖沟渠的地方。什么人？这条路不可通行。叶璇拿出令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是安亲王驾到。这个地方是哪位皇子负责的？是四皇子。四皇子擦了一把汗，看着站在岸边的裴之安。安表哥，四表弟怎么混得那么惨呢？竟然在这里挖沟渠。安表哥，你别打趣我了，那件事真不是我做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和百姓同吃同住的，我真的没有找人去搞破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那你有没有和皇上说呀？我现在说些什么，父皇都不会相信我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沟渠挖好，让父皇知道我是真的在认真做事。那你好好加油，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虽然你年纪不大，但人家宋姑娘一个女子都能做得很好的事，你肯定是要做得更好才对，不然怎么叫舅舅相信你啊？对吧？安表哥说的没错，我一定会努力的。我觉得你们现在沟渠挖得很不错，要继续努力啊！前段时间下了雨，这会儿沟渠更好挖，你加油挖，等挖好了，过年时舅舅一定会好好夸赞你的。我会的，安表哥。1个月的时间，宋暖终于把所有的村落走完了，也交完了，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了。要记得早点回来，我在家里等你。我应该还要回京复命，倒是处理好了再回去。照顾好我妹妹，她要是生病了，我倒是
去将军府里把你们家牌匾摘了。宋姑娘是我们军营里的帮手，我自然会把她照顾好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不过我也不喜欢你。然后又看着宋暖，暖暖，我会想你的。照顾好自己，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不管任何的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其他的不要多想。等我回去以后，给你带好吃的。行。看着两人的背影，裴志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你要被册封的事。两人日夜兼程地赶了5天多的路，才到军营里。宋姑娘和邵将军回来了。稻谷割完了吗？宋特使放心，已经按照您吩咐的全部收割完。收割完了以后，稻草一部分烧了，另外的都晒干，全部堆起来了。那就好，粗粮暂时可以不收，等到11月份以后再收。暖暖，这次粮食收获的很多，我们每亩地啊，大概都有1100多斤，近5万亩地，起码能收获5000多万斤稻谷。2季种稻谷，再有粗粮，足够边境将士们正常吃了。长孙仁杰心情很好。大将军放心，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些稻谷的产量就不会太低，军营能够自给自足，也是件大喜事。说得对，现在蔬菜也多了起来，军营里的将士有蔬菜，每日都有油水，人都精神多了。又看向长孙长泽，这几日我们交接下，你妹妹成亲，我过几日就要回京都。好，暖暖，我听说你冬天也能种得了蔬菜，你看军营里能不能种啊？这边的温度可以，冬日里虽然寒冷，但下的都是小雪。我在想，那些帐篷可以拆了，倒是加盖一些放柴火的地方，还有种菜的地方，我也会教他们该怎么种菜。我过几日要离开，需要什么你和长泽商量。我会的。你一路上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最近天气有些凉，你可以搬到楼上去住，另外一边没人住。我在军营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就懒得搬来搬去。忙完这里的事，我要回京复命。长孙仁杰也没多说什么，点头就让他先回去了，转身就回到了帐篷里。这段时间他把药吃完了，感觉身子所有的不适感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想到过段时间就可以和萧继云在一起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他还挺期待的。可惜不知道他的系统里能不能买到套套。系统呀系统，你难道就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你给召唤出来？想起之前的一个梗，宋暖突然喊了一声小爱，突然一道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系统小爱正在加载，请问宿主需要些什么？什么玩意儿？系统，你怎么才出来？之前你怎么不出来？回应他的是无声的沉默。小爱，我在。宋暖才知道他需要叫系统小爱，他才会回答自己。他尝试的问道：小爱，我能不能在淘宝里买到避孕套？检查到宿主有强烈的交配欲望，系统正在为您挑选合适您的避孕套，请您稍后在淘宝查看。啥玩意儿？什么叫检测到他有强烈的交配欲望？想到这儿，宋暖也没有了和小爱聊天的心思。吃了个饭，他就躺在了床上睡觉，很快的就陷入了沉睡。他睡到了第二天一早才醒过来。宋暖去到了伙房里，看了早膳，吃的是青菜粥和馒头，也都笑了。吃的还不错，早膳吃的清淡些，对肠胃也好。特使大人，听说您快要回去了。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就要回去了。我们真的舍不得您呐。以后若是有机会，我也会来看大家的。长孙仁杰一走，长孙长泽就对着他笑。干嘛不直接把你也是宋府大小姐这个事说给我爹听啊？他挺喜欢你的。若是他知道了宋府的所作所为，一定不会把我妹妹嫁给宋子生。你不也知道，不也什么都没说？她又不是我亲妹，我明知道你要收拾宋府，我开心他们出事还来不及呢，干嘛和他们说呀？我看你怨念还挺大的，不过我确实是要对付宋府，只要到时我处理那些人时，你别心慈手软就行。无所谓，他们是死是活都和我没关系。你对我的事知道的还挺多。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的多。他说完又起身离开了。宋暖只感觉长孙长泽是话里有话，却又不知道他那句知道的更多是什么意思。等长孙长泽离开，他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进入了系统。小爱，我在。这个淘宝系统能把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储存吗？这是不可以的哦，小爱没有这个功能，淘宝只能购物，不能储存东西。好吧。小爱在购物车里给他加了好几款的套套，看得他老脸一红。小爱，你这加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系统检测到宿主有强烈的交配欲望，所以特意为宿主选择了这些款式，绝对可以满足宿主的所有要求。下次不可以窥探我的脑海里想些什么。宿主放心，我是有素质的系统，只要你不喊我，我就不会出现。听到小爱那脆生生的声音，宋暖一口老血都快喷出来。不过看到能买到这个，
他的心里也就放心了。毕竟古代的避孕措施不够好，有这个他也不怕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出什么意外。长孙仁杰是10月底回来的，知道宋暖马上就要回去了。长孙仁杰想了想，还是找到了他。暖暖，你爹是不是叫宋青云呢？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我爹吧，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孩子看待，我们也没有上宋家的族谱。你也知道前些日子我回去是参加小女婚宴，但我无意间发现宋青云竟然还有一儿一女，我调查时却一无所获。刚好我有个舅父是郾城人，他告诉我的。宋暖没吭声。我知道你的心思，倘若有朝一日你对付宋府，能不能看在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的份上，放过小女？她对宋子生确实情根深重，就算是我想要强行把他们分开，怕是也不行。大将军叫我伯伯就好。长孙伯伯，我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只要他日后自己能够拎得清，我不会把宋青云和姨娘做的事情强加在其他人的身上。伯伯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长泽和你交好，我也放心得很。他知晓宋暖不想说宋府的事儿，也没有勉强，便让他先出去了。宋暖刚出去，长孙长泽就喊住了他。我爹叫你去干嘛？问了些小事。宋暖把事情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再过2日他们就该启程出发回京都了。突然就不想在这里。去不去镇上？我想买些东西。去不去镇上？我想买些东西。你想去就去吧，不过这会儿已经是傍晚了，你想买多少东西？多买些吧，我都要离开了，以后就不一定有机会来了。他们到了镇上，已经很晚了。宋暖带着他来到了酒馆，点了一大桌的好菜和好酒，开始吃喝起来。长孙长泽看得出来，宋暖心情不好，他大口地吃着菜，大口地喝着酒，好像要把烦恼都吃进肚子里。他也没有开口问，坐在他身边不急不慢地吃菜。许是因为心情不好，宋暖吃饱了以后喝了3碗桑葚酒，直接把自己给喝晕了过去。长孙长泽把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抱起他就下了楼。已经很晚了，街道上没有人，只有暗黄的灯笼还闪着微弱的光。宋暖靠在长孙长泽的怀里，嘴里嘀咕道：我不想过得那么累的，但他们都想要杀我。我真的感觉自己好累，我一点都不想那么累。他们都说我是神仙，皇上也说我是神女，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不想在古代，我想回现代去。我想家里的空调，想躺在床上玩着手机，吃西瓜，吃冰淇淋，吃好多好多的。古代一点都不好，这里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穿的还那么多，没有马桶，洗澡还那么麻烦。每天起码变得我屁股好痛。我想念我的高铁，坐飞机2个小时就到了，我为什么要骑马那么累？不过还好我有小爱，让我在这个意识还有点念想。我好想回家，好想回家。宋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路，长孙长泽抱着他的手紧了紧。等到了客栈的房间，长孙长泽把他放在床上，把被子给他盖好。宋暖却拉住了他的衣角。小纪云，我想亲亲你。长孙长泽的长睫微垂，扯下他手里抓着的衣角，快步地出了房间。一早醒过来的时候，头也疼得不行。长孙长泽坐在窗子前用早膳。下次心情不好了也别喝那么多酒，你酒品真差。我哪里差了？我同丫鬟都说我喝醉酒了之后很乖巧，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的。赶紧吃，吃完了得去买肉。2人吃完，拉着长孙长泽去了市场。宋暖买了整个市场的肉，这架势怕是要把镇上的肉都给买光了。长孙长泽也没有阻拦他，而是抱着手臂在看着他。女孩子买是很快乐的。特使大人，昨夜东方府送来了一批冬衣和棉靴，说是您和东方公子一同给边境将士们买的。到了就好，你们先把肉带回去，我们晚些再回去。宋暖在这里几个月，说起来也是有些许感情在的。路上，长孙长泽好奇地问：你觉得
我们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突然好奇以后会怎么样？会是战火纷争，还是百姓安居乐业？亦或者是皇上口中所说女子也可以和男子同堂而学的盛况？也许1000年以后的世界会和你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到时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像现在一样骑着马，想要去哪里都会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可能会在天上飞，也有可能在海里跑，而且男女平等，婚姻也自由。长孙长泽听到这些，光是想想就是很美好的画面。几千年后会不会还有我们这样的将士？会有的吧，毕竟世界也不可能被一个人统治，到时还是会有许多的国家，只是大家都比较爱好和平，战争会结束，将士们在前线也会有新的武器，以对抗别国的侵犯。若是可以，真想看看这样的画面，可惜人的寿命也就短短几十年，我也看不到你所描绘的风景了。不管是怎样的未来，我们既然活在了当下，那就要把当下过好，即便是没有想象中的未来那么好，可我们现在也在试着改变了，不是吗？你说的没错，现在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你到时要不要种点甘蔗？到时还可以熬蔗糖，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我到时把蔗糖做好，到时候让人送过来给你。那还是我们自己种，开荒的地多，其实打仗出动的兵力没那么多，边境其实也没那么多仗要打。很快回到了军营，晚上包饺子吃吧，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伙房里的伙夫们也都沉默了。宋特使，我们舍不得你。我以后也不是不来了，因为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来。但我很希望以后若是我再回来，你们都还好好的。宋特使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的。别哭了，都10几岁的少年郎了，怎么还如此爱哭？分别固然是难过的，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更多的百姓。军营如今安稳了下来，我也该回京复命了。我们都明白的。晚膳时，他也第一次参加了军营里的篝火会，也不知是谁问了句：“宋特使，您对我们军营的印象是什么样的？”艰苦。端着手里的酒杯又说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座的人里其实没多少有文化的，但长孙仁杰父子和军医他们都是受过文化熏陶的，听到这诗也不由得多看了宋暖一眼。我宋暖在这生活的这几个月，看到了军营里每一个人的能力，也对军营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无比的感谢，因为有你们背井离乡，在前线奋勇杀敌，才有我们这些人的安宁。我其实不怎么会说话，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出你们的伟大。我从未觉得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因为人生下来必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尽量让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好些。然后举起酒杯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敬大家一杯，敬宋特使。然后长孙长泽发现宋暖喝醉了，他那酒量果然是差到不行。好在他比上一次理智了些，并没有说什么不能说的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起，请君为我亲耳听。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便是他刚刚说的那句词的完整版了。长孙长泽惊愕于这首诗的敢说敢写，也不知这是不是宋暖自己做的词。长孙长泽把宋暖扶到床上，看着他那喝醉以后就睡着的样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刚转身走了几步，宋暖竟然在念诗：落霞与孤鹜齐飞，清水更长天一色。很美好的意境。长孙长泽在边关镇守了许久，曾经在树上就看到过这样的风景。他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风景？第二日，宋暖又宿醉了，揉了揉眉头，他觉得自己的酒量真的不是很好。长孙长泽端着醒酒汤进来了。醒了？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发酒疯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你做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你做的？当然不是，我没有那么好的文采。见他否认，长孙长泽也点头。醒酒汤，下次别喝酒了，你昨晚背了好多诗句。我下次不喝了，我以前的酒量还可以的。这酒后劲强，一开始喝时没什么感觉，后劲上来就醉了。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地里的菜也都开始收了，已经11月中旬，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该回京复命了。什么时候回？
今日那么着急？宋暖说着，很快的把自己还没吃完的糖和零食都送到了长孙仁杰那儿。暖暖，长孙伯伯，您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朝中局势近来多变，不该是你管的，你还是少管一些，对你也好。宋暖知道他是在提点自己，说了句谢谢长孙伯伯以后就离开了。他收拾完东西出去，外面黑压压的全都是来送他的将士。宋暖本来还挺好的心情，突然就鼻酸了，他努力的扯出一抹笑。我要走了，你们都要好好的生活，日后我若得空了再来看你们。宋姑娘一路顺风。喊的不是宋特使，而是宋姑娘。因为这段时间宋暖在军营里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特使大人，而是与他们平等的相处。宋暖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我好歹也是皇上亲封的特使，你们害得我都哭了。山高水远，我们后会有期。皇上被人下毒了。什么？也不知是谁下的，但宫内已经封锁了消息，现在就算是我也见不到舅舅。不过叶幽已经去了，有他在应该问题不大。这也太大胆了，竟然敢给皇上下毒，难道是立太子的事？舅舅还未曾想过立太子之事。朝堂局势不稳，若是这个时候立太子，必然是不稳的。不过应该和你有关。和我有关？和我有什么关系？皇上想封你为亲王，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但消息还是不知怎么流出去了，但遭到了重臣的强烈反对。我猜测是因为这件事情，皇上才被下毒的。还真和我有关。皇上要封我做亲王？对，圣旨都已经拟好了，但也不知怎么的就出现了这种事。现在朝堂不稳，你暂时不能回虎头村。不过消息已经传给萧继云了，他应该晚些就到了。我还想回京复命以后就回虎头村给明月办婚礼的。他们应该也会来京，我已经和他们说了，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们来京都，到时候小小办一下就好了。宋暖点头。那我们现在不需要回宫复命了？先等等吧。又看着长孙长泽，你妹妹嫁人了，你为什么没回来？我爹回来就好了，军营里那么多事务要忙，哪有时间？长孙长泽回答的理直气壮。你暂时别回去了，最近京都都不太平，我感觉有大事要发生。暂时别回去了，最近京都都不太平，我感觉有大事要发生。至于是什么样的大事，裴之安也不清楚，但有长孙长泽在这里守着，他会觉得有些许心安。长孙长泽点头。你最近就别回府了，在我这里住下，这里皇宫近县，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让那些人都找不到你，他们应该不敢那么放肆。宋暖听着裴之安的话，心里总是隐隐的不安。那给你一张人皮面具，不用了，几日不刮胡子，再出去未必有人认出我来。对啊，我大不了化个妆，别人也未必认得出我来。那行吧，那你们俩先去休息一下，我已经让萧伯给你们安排好了房间。我不能回自己那儿。那你也得洗漱完再回去啊，你一路上风尘仆仆的，你那儿我还没让人过去帮忙呢。宋暖听裴之安的话，回房间去洗了个澡。等他出来的时候，萧伯就派人来对宋暖说道：宋姑娘，萧公子到了。那我可以回去了。带他从小门过去。萧伯打开门。宋姑娘，日后想要进王府，从您那边按下机关就可，这门是相通的。谢谢萧伯，我先回去了。宋暖想要回家看萧继云的心情雀跃，关上门就飞快地朝着里面跑去。看到走进房间的萧继云，宋暖直接就扑了上去。相公，什么时辰回来的？比你们早一些就是了。他踮起脚尖，在萧继云的唇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先拿点利息，晚上再讨回来。萧继云哭笑不得，这话不应该是男子说的吗？清风明月他们都来了吗？暖暖，他们都在外面等你。我知道，明月的婚事得赶紧操办起来了。说着，他牵着萧继云的手就要去客厅，却被他给拉住。你先去，我缓缓。看着萧继云那弓着的身子，宋暖似乎立刻明白了什么。相公，我已经满18了。我知道。我的药也吃完了。宋暖提醒道。我知道。萧继云的声音越发嘶哑，就连眼神都变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他突然一伸手，把宋暖拉过，抵在身后的墙上，两人紧贴着。宋暖能够感觉到他的炙热。宋暖脸色涨红，说道：你去洗个澡，我安顿好他们就来。这暗示简直是明晃晃的要把萧继云的心给勾住。房间还没打扫，你先去，我收拾下。宋暖穿过长长的长廊，很快的来到了前厅里，看着在整理东西的众人，提着裙摆小跑着过去。小姐，暖暖姐，暖暖，我可想死你们了，大家都来了吧？
小姐放心，大家都来了。我也说您有事可能暂时回不去，所以让大家都过来，等明月和叶璇澄清了再回去。那也好，大家都在就好。西西脸上肉肉的，真可爱。小相思和魏云说道。西西会走路了。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收拾下屋子。一会儿你们是打算出去外面逛逛，还是休息下明日再出去？小姐，我们今日先休息吧。那也行，你们饿了吧？我一会儿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叶母说道。我们带了些新鲜的菜来，待会儿自己做些，等明月澄清以后我们就回去。那好吧，这边厢房很多，你们随便找着住。他们自己安排好了，收拾好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做饭。大家忙得热火朝天，就连萧继云都出来了。他偷偷的在宋暖的耳边轻声细语的说道：屋子里落了灰，得好好的打扫下。所以萧继云打水去打扫卫生，宋暖也跟着去了。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用过午膳以后就全都回房间沐浴了。厨房里有热水，你先去洗个澡吧。好，你先回房。宋暖脸颊一红，很快就回到了房间，躺在床上。宋暖感觉自己有点心跳加速，他想了想，又翻了个身去了趟茅厕。等他回来以后，又躺在了床上。萧继云还没回来，他感觉自己好像又想去茅厕了，怎么办？宋暖犹豫了下，还是去厕所了。如此反复了2次，他才发现他不是真的想上茅厕，而是有些焦虑。然后把外衣脱得只剩下里衣，他才躺在了被窝里。房间门被推开，夹杂着些许凉意进来。萧继云掀开床幔的时候，明显的就愣住了。他还以为房间里没有动静，是因为宋暖睡着了。他就掀开被子进了被窝里，2个人躺在床上，心跳如鼓。紧张吗？有一点。难道剧情的发展不是他进门以后，然后这样那样吗？为什么他还问这句话？谁第一次不紧张的？又不是身经百战。如果你害怕的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宋暖突然就从被子里翻了个身。2个人贴得近，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沉重如你回眸，马蹄远去，温柔谁还在你待会儿先休息下，晚上想吃什么？吃火锅和烤肉。睡吧。待会儿先休息下，晚上想吃什么？吃火锅和烤肉。睡吧。宋暖是真的累惨了，躺在萧继云的怀里，睡得一脸满足。再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天黑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叫着。宋暖看着身边的萧继云已经走了，心里又有些许小甜蜜。他们俩这就算是真夫妻了呀。出了房间，他才发现萧继云他们在院子里做烤肉，火锅汤底煮得咕噜咕噜在冒泡。醒了？你们都准备好了？怕你起来饿了，就先过来准备。坐在了他的身边，宋暖笑眯眯地看着明月。明月，你和叶璇这几日找个好的日子把婚事办了吧。小姐，在这里办婚礼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又看着叶璇，你是怎么想的？宋姑娘，我在京都买了院落，虽没那么好，但我想今夜回去收拾下。那就这样决定好了，我晚些找找什么时候是好日子。后天日子好，一嫁娶是难得的好日子。后天会不会匆忙了些？想起下午的事，他觉得还是不匆忙，都拖了那么长时间，这婚事还是得赶紧办了才好。说好后天成亲，大家都拿着他们打趣。叶影就坐在那儿，一个人静静地看着他们笑，却没有怎么说话。怎么了？暖暖姐，我没有考中。我知道，其实你没有考中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近朝局动荡，你才16岁，年纪还太小。若是真的入朝为官了，怕是要经历这样的动荡。如果可以沉淀3年，我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考中。可是那些人买官了。不管任何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但我听说你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是吗？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的太傅大人还一直都在夸赞我，却不知怎么的，后面就把我给刷下来了。宋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小影，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的错，我之前因为赈灾的事可能得罪了许多朝廷里的重臣。你是虎头村出去参加科考的，怕是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些关系，所以才会故意不选你。暖暖姐，你别往心里去，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我也不一定是要做官，我觉得一直待在虎头村也挺好的。我看好你，以后肯定会功成名就的。等劝完叶影，宋文周才说道：我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大哥，你想要回去看看吗？不想，听说他们一家子过得挺好的，我回去做什么呢？暖暖，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但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了。吃得正起劲儿，长孙长泽和裴之安从夜幕中来。你们吃好吃的，怎么都不叫我们呢？我以为你不方便来。怎么不方便了？赶紧坐下吧，
你要是等暖暖叫你吃，他们都给吃完了。想吃火锅就去那儿站着吃，有面条也有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暖暖，我这些日子在家里能不能来你这儿蹭饭呢？我一点都不想吃王府的饭菜，他们做的都不如小仙云做的好吃。你怎么不说把仙云给带走得了？我倒是想啊，但人家仙云可不同意，他这厨艺在我王府里啊，我大小都给他一个厨娘当的。不过人家年纪不小了，说不定哪天就嫁人了，还是算了。裴志安好似记起什么来，哎，说起来，叶璇和明月的婚事也要办了呀。我在京都还有几套房子，到时候就让他们住那边，怎么样？找个空着的屋子，小夫妻刚成亲也好发挥。说好了成亲的事，宋暖对着叶影和清风交代道：明日你们带他们出去逛逛，再买些成亲时要用的饭菜，肯定是要煮的好吃些。又对明月解释道：最近我们被盯得比较紧，可能就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嫁，只能到那边直接拜堂。明月，你觉得怎么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得小心些。小姐，只要有您在身边，我在哪里出嫁都可以。马上就是新娘子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那边我派人去布置好了，到时候再把大厨送过去。我们到时过去给他们小两口暖暖房，保证不会让他们孤单的。其实大家都在想事，坐在院子里竟然也喝起酒来。宋暖和萧继云坐在一起，两人耳鬓厮磨的，看得旁的人也都羡慕得很。长孙长泽的视线也时不时地落在他们两人身上。啊，喜欢上我们家暖暖了？什么叫你们家的？我们该回去了，急什么？他的话还未说完，王爷，宫里来圣旨了，走吧。他们对宋暖、萧继云打了个招呼，就回去了。萧继云见天色也不早了，吃饱了没有？两人走在院子里，才听萧继云开口：皇上中毒这件事，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大皇子今年也不过19，还未到及冠之年，若是真的有其他心思，未免太着急了些。皇上年纪小没关系，可以有摄政王。虽这会儿朝代确实没有摄政王，但南楚的皇上登基时年幼，也是由他的皇叔当时的摄政王掌管了近10年的权，才把南楚的江山交到现在的皇上手里。皇上年纪小不怕，他们怕的是能不能是自己家的后代坐上皇位。你的意思是有人按耐不住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皇上中毒了，你觉得最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的是哪个皇子？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大皇子吧。虽然大皇子是皇后所出，可国公府不如太傅府在朝堂的势力强大，3皇子的几率也很大。那2皇子呢？2皇子的母妃位分不够，而且朝堂上支持最多的就是大皇子党和3皇子党，也可以说是太傅府和国公府之间的拉扯。如果他们俩上位的几率大，那就没有必要给皇上下毒。所以你觉得下毒的人是谁？不管是谁，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不想那么多，我们回房休息，回房休息。不想走，累了。瞧着他那撒娇的样子，娘子，我抱你回房。暖暖，妹夫。大哥，出什么事了吗？暖暖，我找妹夫有些事。我去就会，你先休息。宋暖轻轻嗯了一声，两人离开也不知去做什么了，去了2个多时辰才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宋暖躺在床上睡得香甜，他也不忍心吵醒宋暖，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才来到了书桌前写信。宋暖迷迷糊糊的看到房间里有人，半起身看着坐在案牍前看书的萧继云，回来了竟然也不抱他睡觉，还看书。他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萧继云的身后，伸手从背后捂住了萧继云的眼睛。暖暖，别闹，不准睁开眼来。然后感觉腿上一沉。夫君，春宵一刻值千金，你确定还要看书吗？萧继云仅存的理智全都没了。奇怪，他们怎么快50了还没回来？不是你说让他们去外面给明月买嫁妆，我给小玉他们拿了1000两，让他们去外面买嫁妆的时候，顺便每人都买套新衣裳，再去吃些好的，晚上再回来。萧继云，你这是藏着私心呢。萧继云笑着在他唇上浅啄一口，突然低声细语的在他耳边说道：夫人喜欢刺激的，不如晚上我们就在这院子里。她好歹也是新世纪的女性，怎么可能会就这样被吓着了？大夫君，要不要试试再……
可以试试。萧继云说的认真，这个大色胚，他就随便说说，他竟然回答的那么认真。然后萧继云就真的拉着他去骑马了。是人，该不会是认真的吧？只是宋暖想的太多了。萧继云带着他去了很郊外的一个木屋里，在那里他看到了萧母。娘，暖暖许久都未曾见到娘，好想您。你这孩子那么大了还撒娇。娘也是许久没看到你，也想得很。这次也只能见一会儿，马上我就要离开了，也是想你了，所以才让季云带你过来。娘，我和夫君买了些吃的，您趁热吃。突然想起什么来，文州是不是也要来？萧继云点头，然后看着宋暖。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娘这次转移，大哥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转移，这些事情都会交由大哥做。他是不是听错了？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原本是不答应的，但大哥他执意，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交给大哥做也没有那么危险。说着，外面又传来了一阵的马蹄声。宋文州很快走了进来。你们来的倒是挺早的。已经不早了。大哥，别哭，家里的事情不能只让你们去做，我一个人在那无所事事，萧姨都能做的事我也可以的。可是这件事很危险。暖暖，以后更加危险的事情都会有，我们只能自己去做，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大哥在后面做缩头乌龟吧？可我会舍不得大哥。等我们的事情做完以后，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聊天喝酒。大哥是个男人，不想什么事都在你和妹夫身后躲着，我也想为这个家多出点力。宋文州和萧母没有太多的时间留在这里，宋暖还在屋子里，他心情不是很好。萧继云就坐在他的身边，静静地陪着他，也没有说些什么。我们回去吧。回家吧，歇会儿，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饿了。夫人，为夫被炸得一滴都出不来了。萧继云，我说我肚子饿了。我去给你弄些吃的过来。等萧继云出去，清风他们也是担心的问道：姑爷，小姐她怎么了？她嫌冷，想在屋子里躺着。你们吃了没？还没有吃，仙云已经在做晚膳了。我去看看有没有暖暖喜欢吃的，她饿了。清风还想说些什么，叶母和张嬷嬷同时拉住了他。叶姨、嬷嬷，你们两个拉着我做什么呀？我就是想问问小姐她怎么了，她今日都没出来。这小两口难得见面，自然是小别胜新婚，要腻歪在一起呀。你还一直追问，这也是好事儿。家里孩子少，再等2年，等暖暖有孕生孩子，家里肯定热闹。清风愣了下，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嬷嬷放心，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给小姐和姑爷炖点汤补补。小姐太瘦了，姑爷体力那么好，小姐得吃很多苦头吧。在晚上的时候，宋暖吃完晚膳，清风又端着2大锅的补汤来了。喝完汤，两人在床上亲亲抱抱，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闭着眼睛睡觉了。半夜，宋暖是被热醒的，他感觉自己的身上似乎有火在燃烧，太热了。宋暖才发现萧继云竟然不在身边，只是听到外面有打拳的声音。萧继云，怎么了？不知怎么的，感觉浑身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热得睡不着。我也是。萧继云见宋暖面色绯红，你想不想？话还没说完，宋暖已经抱住了他。快点！下次记得多买些套放在家里，省得不够用。宋暖无比羞耻，照他们的速度得端香吧。早上休息了会儿，宋暖和萧继云就起床了。今日是明月的成亲日子，他们得起来给她送嫁。他特意的换上了新的衣裳，和萧继云拿着给明月的嫁妆出了房间。明月，你今日真美。小姐别打趣我了，和小姐比，我差远了。等叶璇看到，肯定会觉得自己娶了个仙女。这是我和纪云给你添的嫁妆，不是很多，你好好收下，以后就是为妻为母的人了，不可孩童心性。可若是叶璇他欺负了你，你也别憋着，我们都会为你做主的。谢谢小姐。明月，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同我们说，知道吗？小姐，您会和我一起过去吧？按照惯例，我是不能过去的，在这里喝了你们的茶，就不能过去再喝一遍了。那在这里就不敬茶了，等到了那边再敬茶行吗？这样可以吗？宋暖对着张嬷嬷和叶母问。不是长辈，倒也没有太大关系。听着张嬷嬷说没关系，宋暖也点头。马车就在外头了，我们赶紧出去，别误了吉时。
盖上盖头，张嬷嬷和清风搀扶着明月出了房门。叶璇就在宅子外面等候着。叶璇在门口背着明月出了门，大家穿着喜庆的衣裳去了他们成亲的屋子。马车赶着到了护城河边，在一家院子前停下。院子里挂着大红灯笼，穆青和墨染都守在门口。等他们一到，很快的就放了鞭炮。院子里红毯铺地，全都挂满了红灯笼，贴满了大红喜字。裴之安坐在大堂里，里面也都已经布置好了，有许多宋暖他们不认识的人都站在那儿。新人进门啦！张嬷嬷充当着他们的媒婆，一脉姻缘两相来，二脉夫妻亲相爱，三脉儿孙满堂来。新娘子落地，荣华又富贵。新娘子落地，荣华又富贵。敬茶。宋暖、萧继云、裴之安都坐在了主座，明月和叶璇端着茶，恭恭敬敬地给三人轮流敬茶。敬完茶，他们也把包好的红包都递给了两人。张嬷嬷这才喊道：吉时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看着他们热热闹闹的离开，若是在虎头村就好了，还能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在村子里转一圈。这样已经很好了。舅舅中毒还没解，如今成亲还是低调些好，省得被抓了说是有谋逆之心。还有这种事？晚些再说。大家吃喜宴喝酒，又拉着叶璇喝酒。哎，别闹，叶璇，人家晚上还得洞房呢。偏生叶璇还拒绝不了，喝了一杯又一杯。也不知何时，叶璇偷偷的离开了。他被兄弟们掩护着进了新房。叶璇浑身都是酒气，掀开了明月的红盖头。饿了没有？刚刚吃了些，嬷嬷给我拿来的。我给你把金簪取下来。这些金钗都是分量极重的，全都是宋暖和裴之安给明月送来的，有2-3斤。明月点头，羞涩地看着叶璇。他将金钗全部取下来，低下头去，轻轻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明月整个人羞得不行。吃饱喝足，宋暖和萧继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今晚就不住在这儿了。那我们要回去吗？魏玉问。你们回不回去都行，这里有住的地方。宋暖和萧继云回去以后，没有马上回房间，而是趁着夜黑风高的，裴之安把之前分红的银子和东方青雨那儿的分红全部都运到了他那儿，把银子全部放好。三人没有出密室，而是在里面商谈。舅舅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叶幽说就算是救回来了，舅舅也只有10年左右寿命，若是操劳过度，可能还会提前。这件事皇上知道了吗？当然知道，叶幽没有瞒舅舅，不过叶幽是舅舅的孩子，舅舅想让他认祖归宗，叶幽还在考虑。叶幽若是答应了，这恐怕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现在我又怕叶幽答应，又怕他不答应。其实舅舅可以把他封个王爷当当也是可以的，但不知怎么的，舅舅执意要恢复叶幽皇子身份。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其他的皇子未必会没有反应。这就看叶幽自己怎么选了。其实他也挺惨的。你对他很了解，说来听听。他没有说过我能把他的私事外传，还是不说了。哪天他若是愿意和你说再说吧。宋暖不想暴露别人的隐私，即便是裴之安也不行。他倒是不生气，而是继续说道：你今年可能不能离开京都回虎头村了，你看着留2个人在这里，或者买几个丫鬟伺候你，等舅舅好些了，你的事情还得提上日程。我知道了。别唉声叹气的，你在这里多好啊，我们没事还可以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哎，我还有事得先回去了，我和你说的你记住啊，别乱跑。宋暖点头，这才离开了密室。回到了房间，宋暖才说道：你觉得我应该把谁留下来？清风和贺州吧，其他人看他们的意愿。清风没多会儿就和魏玉端着炭火进来了。小姐，今夜有大雪，房屋内放些炭火，夜里边睡得舒服些，没那么冷。好，我和纪云要在这里住，清风你可能要留下，小玉你得回虎头村，家里的大小事你都要看着，其他人我不放心。暖暖姐，你和萧姐夫放心，我知道的。家里的大小事我都要你管，到时有什么不够的就去仓库里拿，还有家里的鸡鸭羊，该吃的吃，不用特意给我们留，知道吗？萧姐夫，我知道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出来几日，我想回家了。来都来了，你们多玩几日，等叶璇和明月一起回去。2个人新婚燕尔的，自然是要等2日的。魏玉应了一声，这才和清风一起离开。要等到什么时候？明年下旬以后。既然这样，那就先好好的享受下这安宁的时间吧。若是皇上这次把叶幽认祖归宗做了皇子，那太子之位大概率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他毕竟有一半的血统是西岐的，想要做帝王还是不大可能。太傅他们就是第一个不同意的。皇上不说，他不说，谁知道他有西岐皇室的血统呢？
你还是太小看那些密探的实力了。这件事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被知道，但不可能瞒得住。而且西岐国是知道瑶姬公主有这么一个儿子，查到那只是时间问题。我现在觉得叶幽的身世也挺惨的。惨的人又何止他一人？这酸溜溜的语气让宋暖都忍不住的郁闷了。他凑过去，在萧继云的唇上舔啄了一口。好啦，你知道我喜欢的人只有你，其他人我都没有放在心里过。萧继云把他一把拉过，坐在了自己的腿上。一开始有个温如心，后来有个东方青羽，现在的长孙长泽。暖暖，你的桃花一路开，我会吃醋的。吃什么醋？而且我除了你谁都没有要，这还不够表明我的决心吗？怎么办？我现在越来越不想离开你，我恨不得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不要分开。闻言，宋暖的手伸进了他的衣袖，在他的胸口摸了一把。手感不错。萧继云咬牙切齿。夫人，你就不能附和我一下？宋暖勾起他的下巴，媚眼如丝。夫君，我这还不够明显吗？萧继云掐着他的腰，喉结上下滑动着。夫人，你真是个小妖精。但夫君可要小心些，我可是个会榨干人的小妖精。一早，宋暖就醒来了。用完早膳，宋暖就带着他们去街上了。望到午时，他就打算去火锅店吃一顿，却被魏玉拉住。暖暖姐，我们在家一样的能吃，没必要在这里浪费银子。说的也是。宋暖看着火锅店里挤满了人，也就带着他们去了一家京都的老店，吃京都的特色菜了。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都上来，每桌都是要一样的。好嘞，客官稍等。宋暖突然下意识地看了萧继云一眼。萧继云捕捉到他的眼神，凑在他的耳边低声问：夫人对为夫昨夜的表现不满意，所以想吃生蚝了。我哪有？那夫人脸红什么？只是不等他们再说什么，小二哥已经开始上菜了。热气腾腾的菜上桌，看着这边的菜比起他们上次来时有所改进，宋暖都觉得这家店的老板挺聪明的。故作无意地问道：小二哥，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火锅？我看京都里有许多家火锅店了。我们少东家说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是火锅店的老板，善于钻研美食，而且我们学的也不像，味道不如别人的好。他们时时都有新的菜品，我们是怎么都赶超不上的，只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就是。小二哥说完，又去上菜了。吃多了仙云做的饭菜，其实这大厨做的饭菜也都那样，但有些菜和野味儿也是他们没有吃过的。总体来说，吃的挺香的。暖暖姐，我们以后还是在家做吧，这外面的饭菜实在是太贵了。难得来一次，下次就算是想吃也吃不到，还得等有机会来京都才能吃。宋暖带着他们一路吃吃喝喝的，逛完了，宋暖才带着他们往回走。西西都已经累得睡着了。小姐，您今日买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提前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今年我不在家，只能提前买了。暖暖姐，你和萧姐夫都不回家吗？仙云问。我们有些事要留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谁想留下来的？宋暖也刚好借着这个时间对他们问，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摇头。他们是觉得京都繁华，但都不喜欢这里，因为太繁华了，他们不习惯，而且他们也不舍得在家里养着的那些牲畜，还有种的菜、草莓，他们都担心得很。等他们回到了门口，就看到明月和叶璇站在了门口。小姐，我和叶璇商量了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明日就想回去了。来都来了，怎么不多玩几日？今年雪大，我们想早些回去。虽说大勇兄弟人好，愿意把我们看着，可总归是没有自己照顾的细致。那么辛苦养大的家禽，可不想出什么事。我还想你们多玩几日呢。小姐，日子还长着呢。虽说今年家家户户的都不缺粮，但回去总归是安心些。是啊，暖暖，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热闹。这会儿雪下的大，西西也还小，这路上还得耽搁下，回去起码得2、3日呢。那好吧，明日用完早膳再走。说完以后，大家也进门各自回房了。回到房间里，宋暖就对萧继云说道：给他们过年的红包得先给他们吧。你安排就好。这种事你难道不和我一起做？宋暖撇着小嘴儿。我就知道，得到了以后就不知道珍惜了，平日里都黏得很，如今……话还没有说完，萧继云就堵住了他的唇，良久才松开他。我便是想让你拿主意，但你若是想听我的意见，我便是觉得过年红包给1份即可，至于要给多少，你看着办就行。你每个月都有给他们发工钱吗？按照你说的，每个人1两银子，每个月都会给。今年赚的还行，每人100两，小玉他们再单独给50两，你觉得怎么样？今年他们确实挺累的，家里的田地多，他们没日没夜的忙活，也没有二心，我觉得挺好。到时再多给小玉200两，添置些过年需要的烟花爆竹。就这样办吧，首饰你也买了，
明日我早起去买些炒货，让他们带回去。这里不少的炒货是县里没有的。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夜里，宋暖来癸水了，两人只能亲亲抱抱的睡觉。一早醒来时，外面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见到宋暖来，大家都齐刷刷的喊道：“暖暖姐，小姐。”张嬷嬷上前握着宋暖的手，嘱咐道：“小姐，京都夜里寒凉，您一定要多注意着身子。”嬷嬷放心，我知道的。西西，在路上也要乖乖的，知道吗？娘亲，西西，这可不是你娘亲啊，是姐姐。身后突然传来裴志安的声音：“还好赶上了。”说着，他让身后的莫青他们把准备好的银子发给了每个人。当然，明月和叶璇则是有一个大的红布包着的小箱子。谢王爷赏赐。日后叶璇要大家多照顾。叶璇谢过王爷。以后就是成家的人了，凡事多让着明月，有解决不了的事就过来找我。这一众人离开，宋暖的心里很是不舍，明月他们更是哭红了眼。等人离开，裴志安才看向宋暖。那么大院子，2个人少怕是不够。我到时候再给你叫几个粗使丫头来做些粗活。有清风和贺州就够了，冬天的院子也不需要打扫，我们在家没事也可以自己做些事。那就把莫青借给你。莫青可是你的人，我哪里敢要？又不是外人。就因为不是外人，所以才不想要。叶璇不在你的身边，你身边一个人哪能够使唤的？况且我这里也没事，若是需要打扫院子的，我倒是在寻些合眼缘的丫头就是。见宋暖执意，裴志安也不再说这个了。草莓快成熟了，这会儿那些人已经开始预定了。今年每个地方都种了很多，价钱需要调整吗？不调整，这草莓只有我们一家买，而且草莓运输的成本也高，赚完这一笔，明年可未必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晚些就要进宫去了，若是有什么急事，你从密室去敲门，有人会在那里守着。我估计要进宫一段时间。皇上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确实是出了点事，舅舅本来有好转的，可不知怎么回事，他这2日突然咳血，我们查了2日都没查到哪里来的毒，叶优通过舅舅吃的食材才知道是食物相克中的毒。皇上现在怎么样了？身子越发的虚了，每日都是叶优给舅舅针灸1个时辰，他才能撑着去上朝。可这2日又出了这样的事情，舅舅没法上朝。如今朝堂上也是人心惶惶，那些大臣们也都开始站队了。那就没有人提议立太子之事？有是有，不过暂时压下去了。皇上为何不先立太子？立了太子不代表不能换，但肯定可以让国公府和太傅府狗咬狗。立太子是大事，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不过高僧过2日会出关，你想不想和高僧见一面？对于这个高僧，宋暖一直都挺想会会的，他也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后天我让莫青接你去郊外的寺庙里见高僧。说罢，他又看了萧纪云一眼，让萧大哥陪你一起去。好。裴志安似乎也挺忙的，说完又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萧纪云握住宋暖的手，别想那么多，凡事顺其自然。难得我们最近都有时间，到时候你想去哪里玩，我就带你去哪里玩。你亲爹那儿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他倒是为官清廉，不过他夫人的手可就不干净了。太傅府勾结了那么多商贾，还在城外秘密培养了许多死士，我们还在找有力的证据。培养死士应该不算大罪吧？培养死士当然不算，可他还秘密打造武器，我们暂时只有消息，没有证据。那国公府呢？国公府倒是没有那么大胆子，毕竟大皇子和四皇子都是皇后所出，但他们在城郊有家私炮房，专门做黑火，而且国公府的世子爷勾结了盐商，我们还在找证据和证人。我在前线似乎没有看过黑火，他们用来做什么？烟花鞭炮那可是很抢手的，一般的百姓也弄不到，但利润却是很可观，而且黑火可以引燃爆炸。如今皇上专门派人在试验黑火的威力，其他人觊觎黑火威力，也想从中分一杯羹。他们想做炸弹？危险性太大，而且皇上想做的是可以弹射出去的黑火。大炮吗？萧纪云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怎么对这些那么感兴趣了？也不是感兴趣，就是想知道你们这些日子都调查到了什么。还不算太成熟，但线下的交流网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京都里的事儿也能第一时间知道。不管怎么样，我对你就一个要求，保护好自己。你要记得任何的时候都要以你自己为主，你若是出了事，我和娘就没有人可依了。我会的。打算什么时候去见你爹呀？不着急啊，他不一定会想见到我，我也想过多一段时间的快活日子。那就不去看，若是你哪天想开始了，就告诉我，我先布局好。宋暖勾着萧纪云的脖子说道：我觉得皇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这一招看得真远。那么快就想到了，所以说不立太子对皇上来说是最好的。立了太子，有些事情就是名正言顺的。你说弑君和皇上并视，他们更希望是哪个？好复杂，我理了半天才想明白。宋暖倒抽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有些头痒，他好像要开始长脑子了。
皇宫大殿内，御医们黑压压地坐在一起讨论。皇上中毒，又没有办法知道该怎么解毒，一个个的都急得不行。殿外，皇后突然就出现了。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起身吧，皇上在里面怎么样了？都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怎么也没有一点消息啊？回皇后娘娘，皇上需要静养。放肆！娘娘乃是当朝国母，想要看皇上，难道还需要经过你们的允许？本宫只是关心皇上，特意过来问清楚皇上的情况。谭公公走了出来。皇后娘娘，皇上身子不适，让皇后娘娘先回宫，待皇上身子爽利些，再召娘娘觐见。放肆！娘娘息怒，皇上已经下旨，除了安亲王和太后娘娘，任何人不得觐见。本宫今日就要去见皇上，本宫倒想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拦着本宫。皇后娘娘若是要进，那就踏着奴才的尸体进去。皇上有旨，除了安亲王和太后娘娘，谁都不允许进入。臭奴才，连你都敢拦着本宫！皇后气得脸色都变了，就要朝着谭公公砍去，刀柄却被一道大力狠狠地按住。他回过头去，竟然是裴之安。皇后娘娘，这是皇上的寝殿，不是您的宫殿，您要撒野也不该在这里撒野。安亲王，别忘记了，本宫才是后宫之主，你在本宫的面前也是需要行礼的。皇后娘娘说的是，本王确实需要向皇后娘娘行礼，但皇后娘娘莫要忘记了，两个表弟前些日子可是犯了错，如今皇后娘娘是想再犯错吗？皇后娘娘可要清楚，这巴掌若是打下来，舅舅看到以后会有多么心疼我，到时候不需要我说些什么，舅舅在里面就已经知道了。想到这儿，皇后收起力气，转而就拿着手帕擦眼泪。本宫也是一时气糊涂了，皇上龙体有恙，本宫身为皇后却不能替皇上分忧，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皇后娘娘担心是应该的，不过既然皇后娘娘想要替舅舅分忧，本王还真想起一件让舅舅焦头烂额的事，也不知舅母愿不愿意帮帮忙呢？当然，只要是本宫可以帮得上忙的，一定会为陛下排忧解难。安安就知道，舅母和舅舅一直以来都是恩爱有加，感情自然是比其他娘娘深。听闻西北地区挖沟渠差了15万两白银，舅母的一众侄儿前些日子光是买古玩玉器就花了近10万两，想来也是不缺银子。如今舅舅的忧虑只有舅母可以帮忙了，舅母想来是不会拒绝吧？安安说的哪里话，我那些侄儿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银子买古玩玉器的？安安就知道舅母在深宫里肯定不知道消息，没关系，安安特地找来了账本，舅母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舅母怎么不说话了？15万两太多了，国公府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呀？既然这样，那这账本我回头给太傅看看。安安，15万两确实多了。15万两确实多了，但我听说国公府不是娶了个富商之女，舅母不妨让他们回家问问。说完，他也没有逗留，而是进了寝殿里。他对着身边的大宫女说道：“把这件事告诉我爹，让他马上就来找本宫。”奴婢马上就去。因着草莓到了上市的季节，宋暖也去店里看了下预定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好卖。国公府更是预定了2000份，听说是国公府的世子爷办了一个宴会，要用草莓来招待所有的贵客，可以说是草莓盛宴了。那高颜值更是受到京都贵女们的一致追捧，那些人卯足了劲儿在比拼，这可高兴坏了宋暖。宋真儿这是第3次回娘家了。娘，女儿如今嫁到了太傅府，可三爷却一直都流连在外，我和夫人妯娌的关系也不好，您帮我想想办法吧。这淡雪草莓若是可以拿来给我办宴会，那些人肯定是会高看我几眼的。真儿，只是水果而已。你之前说要买草莓，99两一盒的草莓，娘前前后后给你买了5000份。宝儿也要说草莓，娘也前前后后给他买了5000份。1万份草莓就要99万两，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银钱，你让娘怎么帮你啊？可是娘，家里并不缺那些银子，女儿也不是每次都要那么多。爹赚了那么多银子，难道就不舍得在女儿的身上花些吗？行吧，宝儿也说了要买淡雪草莓，娘就算豁出去这个面子，也给你们买些。娘，女儿就想要办个宴会，年买1000盒就够了。听到要1000盒，宋姨娘气得脸都绿了。短短5日，草莓卖疯了。草莓这样味道的水果，是他们从未吃过的香甜。笑什么呢？按照这样的趋势，今年光是卖草莓，我和裴之安能赚上千万两的银子。
除去各种必要的开支，我怀疑我们会一夜暴富。宋姑娘，王爷有事找您相商。宋暖应了一声，和萧纪云一起去了密室，看着满满当当的金银一大箱一大箱的抬进来，宋暖脸上全都是笑意。那么多，那么多，包括前些日子的，每人分了100万两白银，50万两黄金。黄金那么多？裴志安可不管那么多，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在躺着挣钱，尤其这样泼天的富贵是宋暖给他的。现在的他恨不得抱住宋暖的大腿，生怕他会不带自己玩。以后这样赚钱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草莓虽然很好卖，但别人未必种不出来。就像现在的火锅店，虽然生意好，但其他的地方也有许多，不过也不妨碍我们继续赚钱。只是想说，以后能赚那么多的机会少了。那倒是无所谓，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中旬又买了许多地，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你绝对想不到，离国突然就不缺粮了。虽然他们吃的还是红薯、土豆这样的粗粮，但价格都降下来了。现在最起码可以保证离国的百姓们可以慢慢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我说了，只要人不懒，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饿着的。话是这样说，不过我又买了不少的长工，我打算把别人不要的荒地买下来，到时候多种点地。那个高僧怎么说是不想见我？没有，我出宫的时候，高僧说等他出宫前会见你一面，可能要再等几日。等那些人把金银全部送进里面，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上了楼以后，小金鱼，你看见了吗？我们不缺银子啦。你不是一直都说要有许多银子才有安全感？现在这安全感应该足够了吧？看着是挺多的，但是我听宋府光是花银钱就有上万两，而且还有许多的金银珠宝，那可都是价值不菲的，而且都是宋暖的娘亲留下来的。林家当年的产业全都给宋青云处理，现在却都成了宋家的，也被宋青云的那些庶子庶女用了。宋暖想想，都替原主觉得不值得。没关系，他们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你是不是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带你去看戏，不过过2日你就知道了。夫君说的是，那我过2日去茶楼里喝茶，让他们讲给我听。京都里真是太冷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伙房舒服。店家说明日可以把壁炉送来，到时就不冷了。你去把窗户关上。月事期已经过去了，刚开荤的宋暖每天就想着那一口。萧纪云很快的去关窗户，等他过来时，宋暖已经换上了睡衣，躲在了被窝里。等萧纪云上床，他就从被子里钻出来，把他的腰缠上。曾经明亮的心的某个人踮起眼眸，相对落座山口，无茶饮无酒。谈笑说写春秋，风雨这一生有低眉抛掷孤舟，江海行扁舟。姐，你醒了吗？好清风，你给我拿吃的来没有？奴婢煮了稀饭和包子，还热乎的呢。小姐要喝吗？要。宋暖说着，清风很快的把吃的端过来，只是披上了外衣，宋暖就坐在床上狼吞虎咽了起来。看着宋暖身上遮掩不住青青紫紫的痕迹，清风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姐，姑爷夜里没有欺负您吧？没有啊，他怎么可能会欺负我？那您身上……清风说着，宋暖才后知后觉的看着自己身上的印记，唰的一下脸就红了。那个清风，你现在还没成亲，你不懂，这不是他打的，是……宋暖的脸好烧，他觉得自己像是在耍流氓，教坏清风。对不起小姐，我以为是姑爷和您闹了什么矛盾。人在太兴奋的时候总有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痕迹就是这样来的。不是吵架了就好，小姐不需要解释那么详细。清风开口，脸颊越发的红了。清风，你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不是的小姐，我没有喜欢的人，我就算是有喜欢的人也没关系，我又不会笑话你。我们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你别压抑着自己，若是喜欢就追求，别让自己留遗憾。小姐，如果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发现男女之事的乐趣。第3日一早，4人一起去了附近的茶楼里。话说昨夜国公府的世子爷司徒浩然去花魁楼里喝茶听曲，还为每人1掷千金，就为了为花魁楼新来的青丝姑娘陪他一起。谁曾想昨夜里太傅府的三爷谢锦桥也看中了青丝姑娘，非得要让她陪。
两位都是有头有脸的贵人，一个世子，一个太傅府次子，竟然为了青丝姑娘在花魁楼里大打出手。青丝姑娘提议呢，可以两个爷一起伺候着听取，可两位爷谁都不服谁。说书先生突然就来了个大喘气，下面的人都急疯了。赶紧说呀，你别卖关子了。哎呀，就是赶紧说，别再吊着我们的胃口了。昨夜也不知怎么的，两位爷就各自不让，随即两位爷就开始了大战，两人打的是难舍难分呐。国公府的世子爷仗着年轻有力，拿着匕首插进了谢锦桥的身上。谢锦桥昨夜因着捅破了心脏，昨个下半夜没救回来，今早世子就在国公府被抓了。听说皇上最近龙体欠安，小老头也不知到底昨夜的事是无意还是有意。不过最倒霉的还得是花魁楼的青丝姑娘，她一早的就被抓到了刑部，花魁楼也被迫关门停业。想来这件事情闹得太大，就算是老国公爷和国公爷都想要把这件事怪在花魁楼也无用，毕竟小老儿到现在都未曾知道花魁楼的东家到底是哪个。只听到叮的一声，说书先生就说完了。听到说书先生的话，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了起来，就连宋暖都是眼睛一亮，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那都是朝廷重臣家里的事，谁知道呢？旁边的人似乎自来熟，听着宋暖的话，笑着说道：几位是外地人吧？对，我们是外地人，刚成亲就来京都看看，想见识下京都的繁华。难怪你们会说这样的话，京都里谁不知道国公府和太傅府不对付？因为皇上未曾立太子，所以两家都在使劲想把自家的后辈推上去。我看呢，昨夜的事也不过是单纯的打架那么简单，多半是因为立太子这事儿给闹的。大哥，这话说出来不怕被抓走吗？我们平头百姓有什么不知道的呀？这样的大事想瞒着肯定瞒不住的，只要不是假的就不怕。昨夜的事京都里早就传遍了，不然说书先生怎么敢讲呢？果然古人也是一样的爱八卦呀。八卦说完了，大哥也都离开了，宋暖四人没有回家，想着要过年了，宋暖也拉着萧继云买了许多的年货。就听前面传来一道斥喝声：就是你这个倒霉的扫把星，要不是你无用，4年又怎么会出事？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跌在街道上的女子是宋真儿，她眼含热泪的在那儿，却也不敢吭声。她是谢锦桥的妾室，太傅府的人把她丢在了街道上，又很快的离开了。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轻笑的声音：你倒是在哪里都不忘看热闹啊。温如心，许久未见，我听说了你在军营里的表现，真的是让我肃然起敬啊。我们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倒是比你晚些做好，好在都完成了。也是运气好哦。我刚刚才回来，最近可能还入不了宫，你若是有事就找我。我知道最近动荡，你家有参与进去吗？姑姑只是个嫔妃而已，不管是哪方面都不如皇后和贵妃，我爹对这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那就好，时局动荡，还是静观其变的好。我先回去了，你们也早些回去。最近京都夜里不是很太平，听说有采花大盗，最近都糟蹋了许多名姑娘的清白。京都里怎么会有采花大盗？那清风怎么办？说罢，他又看着贺州：你们俩的房间都是在一个院子吗？小姐放心，我夜里肯定会把门窗全都关好的。那采花大盗肯定是厉害的，不然夜里你和我一起睡。他刚说完，就感觉身边的萧继云轻轻地掐了下他的腰。我们夜里一起睡也安全些。小姐放心吧，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在虎头村时，叶璇教了我们许多的防身术。不说还好，这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发慌。不然你们俩住隔壁，贺州他人很可靠，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小姐放心，我夜里会注意的。是啊，小姐，我们的院子离得近，不会有事的。说这话的时候，清风的脸颊红扑扑的。宋暖后知后觉地看着他，意识到了什么。不如你们搬到一个院子里去吧。小姐，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怕是不合适。哦，可你这样我也不放心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就搬到我院子里。我院子里有几间房，够你和贺州住的。那我还是搬到贺大哥的院子里边去住吧。那我们就先回去，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宋暖说着，几人才很快的回了府。一大早，萧怀里就找来了萧檀儿。檀儿，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不要乱跑了，夜里我会让侍卫守在你的院子里。昨夜抓的人是你的丫鬟，可爹却觉得他们是想抓你。昨夜抓的人是你的丫鬟，可爹却觉得他们是想抓你。你夜里一定要小心些，知道吗？爹放心，我知道的。
萧钦从外面进来，刚好听到了这些话。爹，不然先把妹妹给送进宫里，刚巧姨母也想妹妹了。既然如此，那就带你妹妹进宫吧。最近京都里的贵女频频出事，不少的贵女也都纷纷进宫了。这件事让许多的人都在好奇，总感觉好像这件事情有人在推进，但却不知道到底是谁。房间内，宋暖对着萧继云问道：“你觉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奇怪？”你是觉得他们都进宫了？虽然说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大家都害怕也是真的，但把所有的贵女都送进宫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我这里也没有任何的眉目，只能先看看了。萧继云揽着宋暖的腰，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落下一吻。有我在这里，别害怕。我不知怎么的，总感觉心里好像有些慌，好像有大事要发生一般。别想太多，该来的总会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我在。可是这采花大盗真的太吓人了，你说这采花大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伤害的全都是京都的贵女？想到这儿，他又有点担心起清风来。去清风的院子里看看吧，我不知怎么的，就是觉得……话还没有说完，隔壁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宋暖连忙朝着院子里跑去。清风，他飞快地跑到了清风的房间门口，就看到贺州抱着清风，不住地用手安抚着他的背。没事，别怕。见贺州在，萧继云也在附近都转了一圈，看到了在窗边的迷香还未燃烧完的在窗户边。宋暖自然也看到了，采花大盗盯上我们这儿了。不会有事的，别怕。贺州也已经把刚刚吓住的清风哄好了，清风才缓缓开口说道：“我夜里睡不着，就在床上绣花，突然就感觉头晕，我心里一下子就害怕了，赶紧是用水洗了一把脸，然后我就看到窗户边一道白影，我就喊了出来了，那白影消失了，贺大哥也进来了。后果他简直不敢想象，这样住肯定不行的。采花大盗应该找的都是未婚的女子，像是成了亲的肯定不会，不然你们搬到我们院子里来住，夜里也安全些。这样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都这个时候了，人肯定是最重要的。那个采花大盗都踩过点了，我们很难防得过来。还是有些不安全，要不让清风回去吧，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确实不安全。我不回去，我要留下来照顾小姐。清风，我可以睡在耳房里，小姐放心，我夜里肯定不出来。耳房里也不见得安全，地下室有房间，不然夜里让清风睡到地下室去，起码找不到那儿去。宋暖想了想，到底也是答应了。周，你能陪清风一起在地下室里住一段时间吗？知道了，小姐。说着，他们借着月光带清风和贺州来到了地下室，两人各找了个房间休息。宋暖和萧继云才上去。在房间里，宋暖也是辗转难眠。他一向睡眠质量极好，可这天晚上他失眠了。早上他没有赖床，四人一起去了街道上用早膳。今日想买些什么？再买些年货吧，每日买一些。要不要自己做些腊肉？也行。横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到时候吃不完也可以给治安一些。宋暖拉着萧继云去了市场。郎君要多少肉啊？若是买得多，我们可以送到您府上。一头杀好的猪，5只羊，你这牛肉也不错，我要1000斤。夫人好眼光，小的家里养的呀都是吃草的牲畜，您府上若是不着急要，我明早杀了给您送到府上，您看如何？那行，我要整猪，杀好了要记得把猪内脏都给我装好拿过来。想不到夫人还喜欢吃猪内脏啊！那夫人要家禽吗？鸡鸭鹅我们也有卖，夫人要不要带几只啊？鸡鹅鸭都不杀，你直接用笼子给我抓来。鸡要50只，鸭20只，鹅要20只，应该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但夫人要的量大，得付一些定钱。说着，宋暖给老板拿了10两定金，将地址写给老板，这才拉着萧继云去了别处。热闹的街道上全都是人，宋暖拉着萧继云的手，对着身后的贺州说道：“贺州，你拉着点清风，别让他丢了，你们俩紧跟着我。”贺州看了清风一眼，默默地拉着他的手腕。宋暖来到卖胭脂水粉的店里，拿着脂粉就在摆弄，看着那色彩艳丽的脂粉，一旁的小二便笑着说道：“这位夫人，这是咱们店里卖的最好的口脂，颜色特别好看。怎么卖？这盒口脂价格高些，26两。夫人放心，用料绝对是最好的。”宋暖点头，点了好多个颜色，买了眉带、香包、面脂，每样他都要了2份，自己1份，又送给了身后的清风1份。从胭脂店里出来，宋暖轻啧一声，这可真是赚钱啊！反正他最近也闲得很，没事可以去试试做口脂，做些香皂试试。他还想做玫瑰花香味的。想到这儿，宋暖拉着萧继云他们回了家。一回到家里，宋暖就进入了淘宝系统里。小爱在呢，宿主。你知道口脂面脂怎么做吗？宿主，您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口脂的制作方法，小爱只提供买卖服务，其他的服务不在小爱的工作范围之内。宋暖觉得自己的系统有些许鸡肋，
但他没说出来。宿主，请勿在心里吐槽小爱，小爱是您在异世界唯一的系统，能时刻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对不起，我的错。宋暖说着，似乎想起什么来。那我们晚上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该不会偷听我们说些什么吧？宿主放心，我们系统为了小爱的健康考虑，宿主交配时都会屏蔽，宿主可以放心。好吧。宋暖在心里轻叹了一口气，这还算是个正经的系统。午膳吃完，莫青就悄然无声地来到了他们的院子里。宋姑娘，高僧让您过去一叙。高僧没有见其他人的意思，宋暖穿了一身素净系的衣裳，才随着莫青从后门到了安亲王府。宋暖来到了书房，也看到了传说中的高僧，他身上穿着袈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宁和的气息，一看就让人觉得很心安。小女子宋暖见过大师。宋姑娘无需多礼啊，宋姑娘请坐。谢谢大师。宋姑娘别担心，老衲没有恶意，倒是有些事想问问宋姑娘。大师请说。老衲前几年纵观天象，有一吉星在离国，可老衲知晓宋姑娘的体内早就已经换了一个灵魂，宋姑娘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吧？倒是什么都瞒不过大师的慧眼，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宋姑娘是来自哪个世界？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我是个现代人，但我们的历史上并没有离过这个国家，我们是几千年后的世界。宋暖把现代的世界和高僧说着，他却一点都不觉得惊讶，而是听得很认真。等宋暖说完，高僧才说：原来后世都已经发展得那么好了，只是宋姑娘知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的？我不知道。宋暖很诚实地回答。宋姑娘积德行善，你在现代的寿命应该还有很长，因这磁场的问题出现了意外，就被送到了这里。不过宋姑娘放心，老衲未曾与他人说过这个。谢过大师。宋姑娘是义士之人，应该懂得东西也很多，若是有朝一日皇上需要你的帮助，宋姑娘可否愿意？大师请明示。宋姑娘放心，不会是危及生命的事，只是朝局突然动荡，纵使老衲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能阻止。宋姑娘若是可以帮得上忙，您所要做的事，皇上都可以替你达成所愿。大师知道我想做什么。高僧用手指蘸了些茶水，在茶桌上写了谢萧宋。高僧用手指蘸了些茶水，在茶桌上写了谢萧宋。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暂时先不着急，宋姑娘只需在京都等候，自会有人和你联系。到时也希望宋姑娘能够记得答应老衲的事。高僧说着又加了句：萧郎君的亲爹毕竟是礼部侍郎，这件事迟早都是会被知晓的。宋姑娘不妨早些做准备，也省得被牵连进去。皇上要整治萧家，难道还会连着萧纪云一起问责？皇上若是想问责，葵花楼又怎么可能开得起来？又怎么会同时在得罪了太傅府和国公府后还能继续开呢？皇上什么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些事？因为宋姑娘是气运之子，难道宋姑娘没有发现自己的运气特别好？不管是在哪里，只要宋姑娘在，肯定是太平的。大师，我怎么觉得您说的我好像是神仙？宋姑娘的能力确实比神仙还厉害。宋姑娘带来的高产量种子，各种种植的方法，包括许多的知识，那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高僧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递给了宋暖。若是宋姑娘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把这个锦囊打开，会有姑娘想要的答案。谢过大师。怎么了？宋暖抱住了他的腰，声音软软的。高僧知道了我不是真正的宋暖。他威胁你了？那倒没有，高僧谁都没有说，他只是想看看我是怎么拿出东西来的。不过他说萧怀里出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被牵连，你应该不会心软吧？想什么呢？我若是心软，又何必做那么多？何况他对娘造成的伤害是实质性的，这就好比我问你会不会心软不会对付宋青云是一样的道理。我才不会放过他呢。宋暖又把皇上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又告诉萧纪云，萧纪云却是一点都不惊讶。我倒是猜到了些，皇上筹谋的这些也应该不只是1-2年了，只是我们刚好参与进来，把这件事情的进度给加快了。那我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些，京都真的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总归是会太平的。萧纪云揽着宋暖的腰，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下了楼就看到清风和贺州过来了。
地下室夜里睡得还习惯吗？若是过段时间采花大盗没有出现，就可以搬回房间住了。小姐，我暂时就不搬上去了。那些被抓的女子都还未回来，我觉得不安全。这样也好，我就是怕你受委屈。小姐，我不委屈的。比起在上面的房间里，我觉得在下面住的安心一些，夜里也可以一夜睡到天明。宋暖没多想，这才让他们回去休息了。夜里凉，早些睡。趁着宋暖睡着，萧继云来到了安亲王府。这时间等得有些久了，出什么事了？舅舅体内的毒素彻底清除了，但身子亏损得很厉害。上个早朝的浑身没劲，朝廷里的人似乎都知道了。现在朝堂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问我，你懂得多啊！我不问你问谁啊？你怎么不问皇上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平头百姓。瞎说，平头百姓哪有你们那么聪明啊？萧大哥，你都不知道，那些人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像是要把我给凌迟处死一般。我就是个闲散王爷，他们那样子好像舅舅会把皇位让给我做似的。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说一声。当时不需要帮忙，采花大盗之前掳走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找回来。杨景说已经带人去清剿附近的几个土匪窝，希望可以找到。那你叫我来的正事是不是可以说了？你知道你爹家族的事吗？不清楚，我对他没有记忆。你也清楚，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他是我亲爹。太傅府如果出事，可能会牵涉到你。这是皇上让你告诉我的，还是你自己说的？舅舅没有让我告诉你，但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我想他肯定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萧夫人已经知道你的存在，知道你没死，所以到时候如果太傅府出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皇上是不是想把我和萧家一起定罪啊？倒不是真的要把你定罪，但是有些流程是要走一下的。不过你一直都在帮着舅舅，舅舅心里清楚，到时候不会让你真的有事的。你们是不是有计划？也只是初步计划。裴志安见萧继云这样说，也没有办法隐瞒，只能全部都脱盘而出。听完这些的萧继云半晌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裴志安又加了句：萧家肯定会拖你下水，如果不这么做，到时恐怕对暖暖也不好。到时候再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看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我觉得他们已经按耐不住了。他说着这才离开。裴志安看着萧继云离开的背影，轻叹了口气。萧继云站在院子前，看着前面的大树，脑海里是裴志安的声音：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好，可太傅明显是冲着你们的。暖暖和你假和离，才能避免被针对。等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再重新成亲就是了。和离这两字还是在他们两人刚成亲的时候暖暖说过一次，但那时候的他并没有想过真的和离。可现在他可能真的要和暖暖和离，他心里清楚得很。萧夫人知道他还活着，找他是迟早的事。想到这儿，他的心里酸涩的不行。他一点都不想和离，可为了暖暖的安全考虑，裴志安说的这个方法是最可行的。身后突然被人环住：你怎么了？是不是心情不好？没事。他转过身，将宋暖从地上抱起，轻声问：刚刚是不是弄疼你了？宋暖摇头，他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萧继云的心情变化，觉得萧继云应该是吃醋了。我和裴志安就是朋友，什么都没有，你别想太多。萧继云想了想，还是把刚刚裴志安和他说的话和宋暖说了。他们是夫妻，不需要遮遮掩掩的。宋暖听完就沉默了。和离是假的，但裴志安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萧家现在盯着我，我会连累你。我不怕，我可以和你一起面对。暖暖，我也不想和离，但如果这件事情会危害到你的性命，我觉得和离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萧继云，和离可不是小事，难道你就觉得我们俩和离以后，萧家就会放过我了？宋暖感觉自己要被气死了，有什么困难不能一起扛过去，非得要和离？萧继云看到宋暖生气，他伸手想要去抱她，却被他躲开。我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好，你就算是去告诉别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和离，萧夫人就会放过我了。宋暖又重新的问了一遍这个问题，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你晚上去找贺州睡。宋暖说完，转身就进了房间。房间门砰的一声被关上，萧继云站在门口，半晌都没离开。吃晚膳时，清风和贺州明显的感觉到宋暖的情绪很低落。萧继云在旁边默不作声的，两个人好像吵架了。用完晚膳，清风扶着宋暖去消食，贺州则是拉着萧继云去喝酒。小姐，您是和姑爷吵架了？没什么，清风，如果一对夫妻遇到了关乎性命的大事，男人说想要安全就必须得和离，你觉得这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很脆弱？小姐说的是自己和姑爷吧？
离国的律法，除非是犯了很重的罪，不然是不会祸及女眷。但如果是很重的罪，女眷可能是会被流放。只是流放的话，其实还好的。小姐，您别想太多，姑爷一直以来对您都是特别好的，他做的所有事肯定都是为你好。你好好的和姑爷谈谈，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共同面对。宋暖总算是舒了一口气。你和贺州好像看起来感情不错，你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清风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见他脸红，宋暖继续说：如果觉得合适就好好的相处，明月都成亲了，你若是成亲的话想分开，就在旁边建一栋房屋，不想就住在家里。贺州这人不错，他好像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好像特别害怕我喜欢他。我可能不喜欢你，我都察觉出来他喜欢你了。若不是看到你们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我也不会这样问。那小姐觉得他为什么躲着我？宋暖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之前是奴隶籍，而且现在还不是良民，所以不敢回应。可我没有在乎过。那你就和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清风点头应好，她一直都是个很有行动力的丫头。说了以后，她果然就去找贺州了，从外面朝着走廊的方向走去。宋暖在长长的走廊下看到了萧继云。遇见你，远在孤灯前，诉说着流年，沧海桑田，望里如花笑。天午时，宋暖刚和萧继云运动完，门外就传来了裴之安焦急的声音：暖暖，长孙长泽出事了。裴之安气喘吁吁的拉着宋暖就朝着后门去了安亲王府。裴之安带着他进了一个房间，里面的床上赫然躺着面色很黑的长孙长泽。抓捕练毒师时中了毒，好在叶幽给过他一颗解毒丸，但吃完了还是这样。你有没有办法？看着他拿着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手掌，将血一滴滴的喂给了长孙长泽。等血喝下去不少以后，长孙长泽的面色也慢慢的变得好看。宋暖估摸着差不多了，才抽回手来。萧继云给他包扎好，这才问：狂人都抓了？再不抓就该错过更重了。长孙长泽也是着急，所以就用了这样铤而走险的方法。如果不是为了早些抓到人，他也不会受伤。我们在这里守一会儿吧，等他没事了我们再走。我去和清风说一声，让他们不用等我们用膳。我让莫青去说一声。坐在床前，萧继云看着躺着的长孙长泽。他是个很好的人吧？他不是个很好脾气的人，但他对手下的士兵和普通的老百姓都特别好。每次军营里有时都是他冲到前面。其实作为少将军，他不需要那么拼，哪怕是躲在其他人的身后也是可以的。但大将军和他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我不能去军营，不然也跟你挣个军功回来。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两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很好。相比于其他，我更喜欢安定的生活。志安也带着陈太医进来了，先让陈太医看看。很快的坐在了床边，给长孙长泽把脉。把完脉，陈太医的面色也有些许古怪。少将军的脉象有些乱，但话还没说完，长孙长泽突然睁开眼来，噗的一声就吐了一大口血。长孙长泽，宋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练毒师，小心小。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昏死过去。小心萧什么？宋暖的心里担心的不行。他总不能说是小心萧继云吧？应该是萧怀里。裴之安也看了他们两人一眼，带着他们去了密室。在密室里，宋暖看到了裴之安递给他们的密函，上面赫然写的是萧怀里乃南楚曾经的三皇子，已确定。萧怀里是南楚国的三王爷，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这根本就不可能。我娘说了，他是萧家的孩子，我娘对南楚有血海深仇，不可能会和南楚的三皇子争亲。萧大哥，你别激动，别说是你不信，其实刚得到消息的时候我也不信，但这是调查出的结果。当年的南楚国三皇子出生就被调包，换了个死婴。南楚皇室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现在已经和我们联系，要把他们曾经的三皇子，现在的三王爷接回去，连使臣都已经在路上了。会不会是他们的阴谋？不是阴谋，萧家老夫人也承认了，当年她膝下无子，生了个女婴，所以把人贩子带来的萧怀里给调包，做了萧家的孩子，所以萧怀里就是南楚的三王爷。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大臣们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南楚国要回他们的三王爷，无可厚非。就算是两国交战，但使臣来了，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人肯定是要送回南楚。太傅知道了这件事是什么样的反应？他能有什么反应啊？横竖萧怀里是不是南楚的王爷，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他要的比这个多多了。萧夫人知道你的存在，你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回南楚去？我不是南楚人，他抛弃了我娘和我。别说他是南楚的王爷，就算他是南楚的皇帝，我都不会和他一起回南楚。别担心，南楚虽然有实力，可现在的离国也不弱。他们皇室现在都有一堆的烂摊子没人收拾，别说他们回去以后会面临怎么样的事情，能不能一路平安的回去还是个问题呢。宋暖不安地看了萧纪云一眼，他是压根儿不想做什么王妃，更不想回什么南楚。萧纪云也好似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伸手轻轻地握住了他。放心吧，我不会去南楚。萧纪云，你千万不要去南楚，我不想去。放心，我肯定不去。行了，你们俩先别腻歪了。行了，你们俩先别腻歪了。萧怀里既然是南楚的王爷，那他有很大可能性会把萧大哥给带回去。到时候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待在离国确实容易引起骚乱。你的意思是，他以后不能在离国住了？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涉及邻国皇室的子嗣，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不过南楚的皇室情况很复杂，我觉得使臣这次过来借萧怀里就够呛，能不能顺利回去是一回事，就看是在哪里出事了。裴志安想了想，又说道：我过2日进宫问问舅舅的意思，看他是怎么想的。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宋暖和萧纪云只能点头道谢。陈太医在这里，你们俩还是先回去吧，看你们的样子应该还有别的事要商量。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坐在房间里，还是没忍住地问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只要我不承认我是他生的，他也奈何不了我。可事情肯定会被调查出来的，而且当初的时间那么巧合，就算是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我到时去找一下他。别去，现在那么多的人都知道萧怀里的真实身份，你去了，那你也会很快的暴露。想什么呀？我肯定不会去府里找他，我会用其他办法把他约出来。萧纪云说他会想办法，便是要去几日，他只能带着清风和贺州出去。三人来到大街上，找到一家人多的地方吃早膳。小姐，您听说了没啊？南楚国这次派遣使臣过来，说是把他们的公主也带来了，说是要和我们离国联姻。联姻？宋暖突然就想到了裴之安，该不会是给他联姻吧？我听他们说，南楚这一次出使离国是为了说和的，停止两边的战争，而且要把他们的公主嫁到离国，当然也要把离国的公主和亲到南楚。宋暖想想，还是不希望萧纪云回南楚。回到南楚的萧纪云，便不只是萧纪云，皇室中人有几个可以独善其身的？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清风，你和贺州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了？是的，小姐，我和清风在一起了。我想等户籍办好了再成亲。那可还有4年多，你不嫌长，我们家清风到时可是要熬成老姑娘了。小姐，我也才19。对呀，你今年就要满20岁，等你成亲的时候就24了。人家成亲早些的，孩子都大了。贺大哥说他想堂堂正正的和我在一起，他还没有户籍。宋暖看着贺州，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掰开，看看是什么做的。我已经给你办好了暂居证，又不妨碍你成亲生子。你只要记得自己不要惹事闹事，4年后你就可以永久的住在虎头村。可我也没房子，我甚至都没有把自身的赎金给赚够还给小姐，怎么能轻易成亲呢？让清风和我一起受苦。赎金不需要还，但你得在萧家一直做工，你们成亲了照样住在家里，到时给你们单独一个房就好。小姐，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些什么，这件事我倒是回村子里再问问，你们俩若是想回去也行，横竖我这边也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这里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你们做的，你们俩该回去就回去，我也好给你们俩准备成亲的东西。那我们收拾下就回去了，刚巧家中也要种地，每日在京都我们也闲得很。这样决定了，宋暖也有事可做了。一连3日，他买了许多的东西，让他们带回去。第4日一早，清风和贺州就带着东西赶马车回去了。府里就剩下宋暖一个人在，萧纪云还没回来。宋暖的心里也有些许的担忧，他打算去隔壁看看长孙长泽怎么样了，便将门落锁，去了隔壁密室内。萧怀里这是第一次看到萧纪云长大时的样子，和他记忆中的有些许偏差。这些年你和你娘过得还好吗？托您的福，我和我娘过得颠沛流离，幸好遇到了好人，我们母子才侥幸活了下来。对不起，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娘，我也知道这些年你肯定恨死我了。我去找过你们娘俩，我只在雪地里发现了带血的衣物和我送给你娘的玉佩，还有散落的头发。你以为我和我娘死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母子没有出现在你面前，你便也没有找过，对吧？
既然知道当初是你对不起我娘，那就一辈子都别打扰我和我娘。我过得很好，也不稀罕做你儿子，所以麻烦你的夫人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他又去找你麻烦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心思，可该断的我们都已经断了。在我的心目中，我的亲爹早就死在背叛我娘的那日，还烦请萧大人约束好自己的妻儿，不要再找我麻烦。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打扰你们母子的生活。我知道我自己已经配不上。萧怀里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了，我会约束好他们，不会再打扰你们。我希望你可以记得，你的妻儿早就死在你抛弃他们的那日，活下来的和你没有半分关系。南楚我是不可能去的，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就别再做那些让人厌恶的事了。我知道了。你娘她身体还好吗？我娘她光着脚踩在雪地上，浑身都是血，抱着我那么大的孩子，还要一路躲那些追杀的人。萧大人觉得她能好到哪里去啊？萧怀里的手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听说你成亲了，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新婚贺礼，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幸福。萧继云没有伸手去接。萧大人，我和我娘最苦的日子都熬过去了，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你这些施舍吗？纪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辜负你们娘俩，我知道当初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但这一次我会保护好你们，我知道你不想回南楚的原因，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的。萧继云手推开门，很快的就离开了房间。萧怀里就站在那儿，呆呆的看着萧继云的背影，眸子里全都是万分的愧疚。也不知站了多长时间，他才起身回府。刚到家，萧夫人就迎了上来。夫君怎么回来的那么晚？是去哪里了？你一直都想杀了月娘和那个孩子，是吗？夫君说的哪里话呀？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呢？谢柔，我现在是在好好的问你，你如果不能好好的回答，那我就只能去问太傅大人了。萧怀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有你和那个女人的孩子才是你萧怀里的孩子？我和你生儿育女，萧青和谭儿算什么？你该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当初若不是你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下药，我不可能会碰你。这些年我给了你想要的体面，谢柔，你若是再敢去动他们母子，我保不齐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萧怀里，你简直不是个男人，你没有心，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谢柔，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如果你再敢去碰纪云，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你这也太危险了呀！你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去了？我们都担心的睡不着觉了。我没事的，那么大的事我不想拖时间，我怕清风和贺州遭遇不测。那你考虑过自己没有啊？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眼睛盯着你和萧大哥吗？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我下次会注意的。他说完，又有人进来了，是长孙长泽和叶幽。怎么看到我都不会说话了？你怎么出宫了？宋暖问着，又看着长孙长泽。你的伤也好了？没好，但都解了，身子没什么大事，就多走走。躺在床上都快长蘑菇了。说的也是。宋暖的视线在周围看了一圈。萧继云呢？他进宫了。他进宫做什么？别想太多，舅舅只是找他说些事情，不会伤害他的。那他什么时候出宫？晚些就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去宫里接他。闻言，宋暖才舒了一口气。你知不知道京都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萧钦中邪了。没懂。萧钦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前几日开始就日日流连在烟花之地。你也知道那萧夫人是个什么人，当然是不可能会让自己儿子在那种地方流连，一口咬定是中邪了。然后呢，就找了道士来驱邪，各种法事做了好几场，但萧钦却一点没有改过的样子。他这些日子在烟花之地可是找了好些个花魁，我好奇去过一次，就看到他搂着2个女子坐在那儿喝酒调戏，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男人流连烟花之地不是很正常的事，我记得你当初也去过。我那是去听曲的，跟他不一样，他那是招妓。你去烟花之地可不能带萧继云去。你这人真是……裴志安咬牙切齿地看着他。我还有件事情是坏事，你要不要听？说吧，反正最近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南楚把他们公主送过来了，皇上打算从大臣的未出阁女子里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千金，封公主去和亲。我又不是大臣的千金，这算不上什么坏消息。我未婚，到了年纪，和亲的公主到时候要是选中我的话，你就再也不可能跟我这么愉快的一起玩耍了。那就不玩啊，你也确实该找个王妃啦。我不要，我不喜欢那些娇柔造作的女子，我以后找王妃也要找你这样的。他说完又有些幸灾乐祸。
不过我打算让和亲的公主选萧钦或者司徒浩然，能够让国公府或者是太傅府糟心，裴志安还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和亲的公主不是直接进宫为妃，而是要找世家公子成亲？舅舅不想在后宫放太多女人，女人多的地方争斗越多，丝毫不比在前线打仗累啊。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休息了。说完，他看了叶幽一眼。你要和我回家吗？叶幽迟疑了下，还是点头。长孙长泽看着他，嘴唇蠕动了下，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两人离开以后，裴志安有些无语地看着长孙长泽。你就这样闭嘴，什么都不问，就知道心里的答案了？长孙长泽抿着唇，一言不发。哎，算了，懒得管你们的事。有些时候呢，你为他好，未必是为了他好。这件事情，他肯定会牵涉其中。你们什么都不问，又怎么知道他会不愿意呢？裴志安摆摆手，离开了前厅。长孙长泽看着宋暖离开的背影，久久都未曾离开。回到府里，宋暖就对叶幽说：“萧继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确实有点麻烦，有人查出来他的身份。现在许多的人都知道他是萧怀里和他第一任原配夫人生的孩子，所以朝堂上起了不少的争执，认为他该随着萧怀里一起回南楚。还有不少的人觉得他不是回南楚，是阴谋，他们不允许南楚皇室的人在京都。皇上因为这件事愁了好几日，这会儿就直接把他给召进宫，想要问问他的意见。宋暖的心也渐渐地沉了下去，一时间他看不清楚形势了。你若是不想他回南楚，我们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我感觉好像有一双手在推着这件事情发展。明明萧继云和我说，他找到萧怀里说这件事，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的。你想的太简单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瞒得了一时，又瞒不了一世，想开点就好。宋暖等到晚上才看到萧继云风尘仆仆的回来，两个人一见面就抱在了一起。我没事。皇上找你说了些什么？就是说了些关于南楚的事，不过你别担心，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说我是萧怀里的儿子了。什么意思？我的名字已经从萧家的族谱里划出去了，我再也不会是萧怀里的儿子，以后萧家的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圣旨，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圣旨？话才落音，外面传来一道声响，紧接着就是御林军进门的声音。很快，为首的将领大手一挥，把萧继云给本官抓起来！你不能抓他！宋暖拦了过去。放肆！御林军办事，岂容你个刁民阻拦？暖暖，马上回家去。在宋暖诧异的眼神里，萧继云被带走了。他对着宋暖一直摇头，但宋暖分明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震惊。不是说圣旨，怎么会把萧继云给带走了？刚想着，长孙长泽匆匆忙忙地从后院里过来。暖暖，出大事了！长孙长泽，萧继云被抓走了。我猜到了，裴志安也被抓了。他和萧公子在皇上的内殿里不知聊了些什么。他俩刚走，谭公公进去就发现皇上昏迷不醒。我刚刚得到消息，就赶紧赶过来。宫里现在一团乱，你现在很不安全，你收拾一下，和我一起回军营。皇上昏迷不醒了，那等皇上醒过来，不就真相大白了？裴志安和萧继云都不可能会伤害皇上的。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太傅府要控制朝局了。他没有说造反，但这也和造反差不多的性质。喂，你现在必须和我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你告诉我呀！长孙长泽无奈，从怀里掏出一封和离书，递给了宋暖。宋暖打开和离书，就看到萧继云写的和离书，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和盖章。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和我和离？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可能他们隐隐的有猜测，但没想到太傅会那么着急。他抢在了皇上下旨封你做王爷前，就来了这么一招。宋暖想到什么，说道：高僧曾经给我留过一个锦囊，说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就知道该怎么做。找到了高僧给他写的锦囊，打开以后却是一行字：若遇难，和长孙长泽成亲，可扭转局势。他整个人都呆住了，就连一旁的长孙长泽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想假借我们成亲的事情，把消息带出去。长孙长泽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了。刚想着，隔壁传来了一阵的声响，很快就听到有人大声的念道：安亲王裴之安勾结南楚世子萧继云，刺杀当朝天子，将安亲王府所有人都打入天牢，名下所有产业全部冲入国库。宋暖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这都是他们有预谋的，而且肯定不是刚刚策划。他身子摇摇欲坠，终于是承受不住那么大的打击，晕了过去。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睁开眼来，一个丫鬟惊喜地说道：宋姑娘醒了，我去喊少爷。等话还没说出来，宋暖感觉整个人十分无力，只能靠在枕头上。很快，长孙长泽就出现了。怎么样，好些没有？我没事，萧……你没事就好了。长孙长泽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向新皇请旨，明日
我们就成亲。新皇？什么新皇？你先别激动，好好躺着，有什么话我们以后慢慢说。长孙长泽握着他的手很用力，还朝着他轻轻的摇头。宋暖不傻，他的心里也猜想到了什么。新皇？我睡了多久？整整3日。宋暖想着，心里越发的难受了。不要想太多，你就在这里好好待家，我还有事要离开一会儿。明日我们就要成亲了，待会儿会有嬷嬷来教你规矩。长孙长泽现在话都不让他说，是不是说明现在的将军府里的人都不是他的？想到这儿，宋暖的心里越发的凉了。他们都被控制住了，那萧继云呢？裴之安呢？他们2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宋暖的心里焦急的不行，可他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嬷嬷很快的就来了，宋暖头顶着书，双手拿着茶杯，颤颤巍巍的在院子里站马蹲，站了1个多时辰。宋暖觉得自己的头有点疼，就连腿都酸得快站不稳了。您好歹也是未来的少将军夫人，怎么可以这般柔弱？日后怎么服侍少将军？嬷嬷，我站不住了，我太累了。站不住也得站，您以后可是将军府的女主人，女人哪有不吃苦的？宋暖就听到嬷嬷的嘴一张一合的，她感觉眼前的视线有些许模糊，整个人晃晃悠悠的就要倒下去。噗的一下，一勺水直接就朝着宋暖泼去，她整个人机灵了下。您还不是少将军的夫人呢，想要歇着是不可能的，时间那么紧迫，若训练得不好，娘娘怪罪下来，老奴可是要担责任的。宋暖咬着牙，摇摇晃晃地站立着，她感觉小腹隐隐的有些许坠痛，刚想要说些什么，一道人影突然就大步地朝着他们这里走来。放肆！你们在做什么？听到声音，宋暖整个人都顿住了，然后他看到长孙仁杰快步地来到了自己的面前，把他手里的东西全部摔在了地下。暖暖，没事吧？手里的东西全部摔在了地下。暖暖，没事吧？将军，我没事。你脸色看起来不好，先回房休息。你们2个过来，扶着宋姑娘先回少爷房里。说罢，又转身看向身后的嬷嬷。是谁让你在本将军的府里作威作福的？大将军，老奴可是太后娘娘亲自挑选过来，给未来的少将军夫人教养规矩。回去告诉太后娘娘，本将军看中的儿媳妇儿，还不需要其他人来教。大将军，嬷嬷还想说些什么，长孙仁杰身后的士兵也纷纷上前，将他们全部围起来，把他们全部给送出府去。回去告诉太后娘娘和新皇，本将军的家人还轮不到其他人来教。重兵把守将军府的每个角落，若是发现擅自闯入将军府的人，杀无赦。再去把陈太医请过来，要快。被搀扶着回到长孙长泽的院子前，宋暖还没进去，一个穿着美艳的女人就走了过来，她身边跟着好几个丫鬟，看着宋暖，好看的眉头轻轻蹙起。我道少将军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奇女子？原来也是个柔柔弱弱的小女子，亏得少将军为了你在皇宫里跪了一整天，哼，还真是用情至深呢。长孙长泽在皇宫里跪了一整天。宋暖错愕地看着女人，放肆！看到姨娘还不行礼！一道英气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区区一个下等姨娘，也敢让少将军夫人给你行礼？宋暖顺着说话的声音寻去，看到一个穿戴华丽的女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和长孙长泽生得有几分像，眉宇间更多的是英气。参见夫人。暖暖见过夫人。暖暖就不必行礼了。长泽和我说了，你身子不好，就好好在房间里休息，有什么想要的就和娘说。将军夫人又对着身后的嬷嬷和丫鬟吩咐道：你们这些日子就在少夫人的房里伺候着了，若是有不长眼的人敢动我儿媳妇儿，请出先帝给我的长剑，谁敢阻拦就斩了谁。少夫人，老奴夫家姓秦，您喊我秦妈妈就成。这3个是应红、小月、竹风。秦妈妈安好。将军夫人握着宋暖的手，先回房换衣裳，别着凉了啊。回到她的房间，秦妈妈，你们去4周候着。是。暖暖谢过夫人相救之恩。别行礼了，你的事长泽和我说了，现在的形势呀就这样，你嫁到将军府里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可是宋暖还想解释什么，将军夫人轻轻地按了按她的手。我知道了，谢谢夫人。长泽这孩子虽然平日里不怎么爱说话，但对人待事一直都是很好的，也不会和其他男子一般在外面惹一些莺莺燕燕。若是他敢，你就同我说，我一定好好的收拾他。谢谢夫人，长孙长泽他确实很好。谢谢夫人，长孙长泽他确实很好。唉，
今后你若是不想在自己院子里用膳，就来我房里，千万别去其他地方，明白了吗？暖暖明白。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道声响，陈太医和长孙仁杰一同出现在了房间里。陈太医，麻烦您给暖暖检查一下。夫人放心，微臣这就给宋姑娘检查。陈太医坐在位置上给宋暖把脉，才是一会儿，表情却是有些许怪异。他沉默了下，才对着两人轻轻的点头。宋姑娘没什么大碍，只是受惊了，好好的休养下就没事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将军夫人端过来的茶水里，在桌上写下了一个字“孕”，这自然是告诉他们宋暖有了身孕。宋暖自己也都愣住了，他想了想，应该是那日在凉亭里和萧继云吵架，似乎没有做过任何的安全措施。长孙仁杰压低声音说道：孕周明显吗？不足1月。那就没事，明日就是婚期，只要不说，没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暖暖，你要记住，这个孩子是长泽的。他点点头，却也不敢问些什么。很快，陈太医就写了2个药方，一个是安胎的，一个是养身子的。将军，这些药要避开人去抓。我明白的。长泽不在，你在这里和暖暖多相处相处，我还有事儿，还得进宫呢。将军夫人轻轻嗯了一声，等人离开，将军夫人才对宋暖小声说：别怕，我会帮着你把孩子平安的生下来的。夫人，我和长孙长泽是他自己愿意的。谢谢夫人。宋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估计是新皇登基以后对周围的人都很忌惮，所以全部都安插上了自己的人。他现在似乎明白了高僧锦囊里的意思，现在的他好像嫁给长孙长泽才能保住这个孩子。想到这儿，他还是忍不住的对将军夫人问：夫人，您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吗？流放到漠河。流放了。宋暖深吸了一口气，心里还是很侥幸的，只是被流放可能会受罪，起码不是被砍头了。他又勉强的打起精神来。明日成亲，我是在哪里出嫁？新皇说了，就在府里举办婚宴，到时新皇也会来参加你们的婚宴。我知道了。你躺着休息会儿，长泽他估计要晚些回来，我就在房间里守着，你放心。躺在床上，他闭着眼睛休息了。身体的累让他很快的就闭上眼睛睡着了，也无暇去管其他。将军夫人看着宋暖睡着了，心里却是在叹气。晚些，宋暖就被叫醒了。长孙长泽坐在床前，轻轻摸着他的额头，见他醒来，才松了一口气。没事吧？没事。先吃点东西垫垫，待会儿还要喝药呢。我看到你娘了。是我请我娘来的，你一个人在这后院里，我不放心，有我娘在，没人敢欺负你。长孙长泽扯了个鸡腿在他碗里。你得多吃点肉，你太瘦了。明日的婚宴，新皇会来，可能会有些累，你能休息呢，就多休息会儿。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很快的吃了起来。吃完晚膳，又喝了汤，晚些又喝了安胎药。到了睡觉的时间，宋暖也陷入了为难。这是长孙长泽的房间，2个人怎么睡都好像不合适。长孙长泽似乎看出他的纠结。你睡吧，我不会碰你。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就躺在床上睡觉。翌日一早，宋暖醒过来的时候，房间里已经被布置了。房间里全都是大红喜字，入眼皆是红灯笼。叫他起来的是秦妈妈，先让他用了早膳，再给他沐浴、梳妆打扮，盖上盖头。秦妈妈在他耳边说道：宋姑娘，婚宴一会儿就要开始了，一会儿老婆子牵着你去，你只管按照说的去做，只要这婚宴没事儿，您和孩子就都安全了。谢谢秦妈妈提点。应该的。没多会儿，外面就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声音。吉时已到，请新人。若望穿的泪随我心，是否只会不忘记你？或若所有思绪，怜惜或是悲戚，都只为这眉不停卷着飘零，心之所寄，结束一生而尽。婚宴正常举行就行，开始吧。那道声音，宋暖是记得的，是三皇子轩辕镜，也是现在的新皇。吉时到，请新人向新皇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离国的拜堂都是一样的，他和长孙长泽拜完堂就被送入了新房。
坐在新房里，宋暖心里担心的不行。新皇应该没有那么变态的想法，想要派人看他们入洞房吧。他在房间里等了许久，终于等到了傍晚。少爷，今日本少爷成亲，所有人都有赏，谢少爷赏赐。都下去吧。长孙长泽说完，拿着一旁的称心如意掀开了宋暖的盖头，他嘴里喃喃自语道：暖暖，我终于娶到你了。下一秒推着宋暖缓缓地朝着床上倒去。长孙长泽，你别……他挣扎的厉害，巨大的害怕笼罩着他，却没有注意到长孙长泽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另外一只手撑在了床上，并没有压着他。呜了一会儿，长孙长泽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叫出声来。他眨了眨眼，昏暗的烛光下，长孙长泽又重复了一遍：你发点那种声音。然后宋暖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长孙长泽侧着身子，用脚摇着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这声音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快半个时辰，直到长孙长泽拍了拍他的手臂。行了。宋暖躺在床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以为什么？长孙长泽有些无语。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不是，我以为你喝醉了。我提前喝了解酒药，而且我酒量还不错，不会有问题的。闭上眼睛，抱住我的腰。很快，他感觉身子一空。几分钟后，他就听头顶传来了长孙长泽的声音：好了，可以睁开眼了。宋暖睁开眼来，发现他们是在一个密室里。暖暖，来这里。将军夫人，都是自己人，不用拘礼。外面有太傅的人，我们在外面说话不方便，简单的把话在这里说吧。坐。原来皇上知道太傅府的阴谋，想要把计划给提前了，就召见了萧继云和裴之安。谁曾想太傅的速度更快，先是和南楚达成协议，派出使臣，再是在来的路上安插了太傅的人。召见了萧继云和裴之安以后，也不知道太傅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竟然让皇上昏迷。谭公公为了救皇上，被裴之安刺杀，临死前说出了真相，便有了一开始裴之安和萧继云被抓的一幕。朝堂也正是由太傅府把控。皇上真的驾崩了？应该是没有，那天特别混乱，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在皇宫里安插的人告诉我说，三皇子并没有看到皇上，好像被人劫走了。我怀疑是叶幽做的。萧继云他真的被流放了？这也是最好的结局。这次流放的人多，除了他们还有国公府的人。他们流放的地方虽是漠河，但里面有我的人。我已经让他们一路上多照料安亲王和萧兄弟，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心。闻言，宋暖的心才安了下来。他迟疑了下，还是没忍住问道：你为什么要娶我？因为新皇想娶你。这话不是长孙长泽说的，而是长孙仁杰说的。新皇不知从哪儿听说你是神女，所以想要把你娶入后宫。长泽怕你进了后宫就真的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就去新皇面前求娶了你。他不可能就这样答应吧？谢文峰那个老狐狸自然是不可能会答应的。我们将军府用了一半的边境管辖权才换取的机会，所以暖暖，不管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谨言慎行。想要抓你错误的人很多，不要让长泽为你谋划的一番心意都付之东流。长孙仁杰说这话自然也是做父亲和一家之主的心里话。将军府为了救他，可以说是和新皇对着干了。他自己倒是无所谓，可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的伤害。宋暖倒是不觉得长孙仁杰说话不好听，他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想了想，还是很郑重的对着长孙长泽道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救过我们父子的命，这些就当是我们将军府还你的。你别有心理负担，你肚子里有孩子，眼下平安度日和安心把孩子生下来才是大事。我能不能回虎头村？不仅我不能出京都，你也不能。婚宴举办完之后，我们都要待在京都。新皇不相信他们，只能把他压在京都里，让长孙仁杰去镇守边疆。宋暖也很快的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将军夫人这才适时的开口：新皇那边派来的暗卫太多，长泽当初为了你在宫门口是跪了1天1夜才把你娶回家的。我知晓有些事确实很为难你，但你必须和长泽以恩爱示人，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将军府，也是为了保全你自己和孩子。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生死都牵扯在一起，自然是要说的。夫人放心，我明白的。我马上就要去边境了，我会想办法暗中去找安亲王，
和萧公子的消息，若是有问题，我也会去处理。现在太傅对将军府虎视眈眈，你们在京都小心些。暖暖再次谢过大将军、夫人和少将军，日后若是有需要帮忙的，暖暖义不容辞。很快，长孙长泽又带着他上去了，回到了床上，倒是没有一开始的尴尬，他很快的就准备入睡，只是他才刚要躺下，长孙长泽就拦住了他，用手将被单弄得很凌乱，又咬破手指将血迹弄了好几个点晕开，这才背对着他将里衣解开，用手将被单弄得很凌乱，又咬破手指将血迹弄了好几个点晕开，这才背对着他将里衣解开。多抓几刀，抓重点。此时的宋暖真的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她又不是什么纯情的小姑娘了，自然是懂得长孙长泽的意思。她在他的背上抓了许多道印子，这才看着他用手掐着自己的脖子，觉得似乎好像有些不够，又用自己的手指在他的胸前抓了好几道印子，这才说道：可以了，睡吧。宋暖躺下来的时候，脑海里还有点乱糟糟的，他看着长孙长泽极其熟练的姿势，忍不住地问：你是不是有妾室了？书上看的。长孙长泽说道：我不会纳妾的，成亲了我也只会有一位夫人。宋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长孙长泽之后娶的夫人，他为了救自己选择把她娶了，他还占着人家原配夫人的位置，想问些什么却也不好开口了。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条河，长孙长泽睡相好，宋暖平日里睡觉都是放飞自我的，许是因为睡的不是自己的床，他晚上都缩在最里面，两个人一晚上倒是睡得相安无事。新婚的一大早，宋暖发现自己竟然是在长孙长泽的怀里醒过来的。他睁开眼，发现长孙长泽已经醒了，他拍了拍宋暖的手臂，用眼神示意他外面有人。宋暖用口型问他怎么办，长孙长泽想了想，开始用腿摇床。他很快会意，哼哼唧唧的开始叫唤，到最后他的嗓子都快冒烟了，才停下来。他被长孙长泽拉起来，长孙长泽用手揉着他的唇瓣，将他的口红弄花，又抹了一些在自己的唇上，那氛围感瞬间就上来了，这才松开他。他将门打开，很快丫鬟就端着热水进来了。长孙长泽换衣服也没有避开宋暖，准备穿外衣时，突然就喊住了宋暖：夫人，你来为为夫系腰带吧，我喜欢你昨晚上系的蝴蝶结。还有那么多人呢，下次别瞎说。他们将床单换洗下来，看着那有些湿的地方，还有床单上一点点的血迹，各自使了个眼色，又拿着床单在鼻尖闻了闻。宋暖的心提在了嗓子眼里，这些嬷嬷也太变态了吧，他们睡过的床单竟然还拿起来闻。嬷嬷们不动声色地把床单收走了。长孙长泽故意在他们关门的时候，将宋暖的腰揽着贴向自己，两个人的姿势在外面看起来极其的暧昧，像是在亲吻。他们察觉不出来，那是娘找人准备好的童子尿。走吧，该敬茶了。长孙长泽牵着宋暖的手，两人来到了前厅，长孙仁杰夫妻俩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宋暖跪在他们面前，从秦妈妈的手里端过茶，递给了长孙仁杰。爹，请喝茶。长孙仁杰接过他手里的茶，喝了一口。你日后就是我们长孙家的儿媳妇儿，要和长泽好好过日子，早日为我们长孙家开枝散叶。知道了，爹。又端了一杯茶递给将军夫人。娘，请喝茶。乖，暖暖，娘没有其他的要求，就希望你可以和长泽夫妻恩爱有加，早点让娘抱上孙子孙女。娘，暖暖会努力的。宋暖配合着做出一副小媳妇的娇态，接过了将军夫人的红包，扶着宋暖起身，身后就传来了一道声音：呀，新媳妇进门，我这个做姨娘的不能观礼，现在敬茶的环节都不让我参加是吗？将军夫人没说话，长孙仁杰却是厉声斥喝道：不是让你待在自己的院子里，出来做什么？将军府办喜事，难道妾身现在都没有资格坐在将军身边了吗？够了，把姨娘带回他院子里去，没有本将军的命令，不得在府里乱走，更不能出去外面。将军，姨娘很快就被带了下去。她和长孙长泽陪着两个长辈用完早膳，这才回到了房里。在房间里其实是很无聊的，两人毕竟也是假夫妻。长孙长泽对着他说：你多休息，我看会儿书。好无聊。现在不能出府，你若是无聊的话，要想看些什么书，我让管家去买。我不想看书，我看你院子空空的，不如买些砖，把你的院子改造下。长孙长泽也依他。你想要什么，我让他们去买。好。宋暖眼睛一亮，他在念，长孙长泽就在写，有事可做。他整个人就像是活了过来。他想在墙边做花坛，在右侧种几棵葡萄藤，在树下做个秋千。把想法和长孙长泽说了，他大概也明白了该怎么做。两个人配合的挺好。
找到了每日的乐趣。宋暖倒是不无聊了，除了闲时还是会想萧纪云，其他的时候他还是挺充实的。被念叨的萧纪云此时正在流放的路上。午时，他们在树荫下休息，裴之安和萧纪云去了河边喝水。两个人用手捧着水，大口大口地喝着。四下无人，裴之安一屁股就坐在了草地上，对着萧纪云说道：也不知道暖暖现在怎么样了。有长孙长泽在，不会有事的。萧纪云还是很信任长孙长泽的，若是他真的出事，暖暖有将军府庇佑，这辈子也不会过得太难。你倒是想得开啊，不过也是，长孙长泽确实是个很合适的人选。裴之安轻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啊，漠河那么远，得走几个月吧。好在萧纪云隐隐的不安，所以提前写好了和离书，给了在安亲王府的长孙长泽，没让他们受到牵连。两人刚说着的时候，突然有个官兵恶狠狠地看着他们俩。在这里干嘛？想偷跑是吗？每天就你们两个人想偷懒儿，喝点水慢慢吞吞的，还以为自己是王爷呢？啊！我告诉你们，老实点，最好别耍什么花样，小心老子手里的鞭子。他骂骂咧咧了一会儿，喝完水又洗了一把脸以后，才低着头跟在了骂骂咧咧的官兵后面。没多会儿，队伍又继续前行了，直到天黑了，才在比较空阔的草地里过夜。晚上吃的是红薯粥。裴之安和萧纪云吃饱了以后，就躺在了草地上。漫天的繁星，星星点点的在半空中。萧纪云真的很想宋暖，他想起他当初说要和他共患难，可他现在的情况怎么能让他和自己共患难呢？何况太傅府在知道了一些事以后，压根儿就不可能会让宋暖出京都。与其这样，不如让他和长孙长泽成亲。如果他真的出事，起码有人照顾他。萧纪云越想，心里却越发不舍。两位爷，我们这边可以帮忙买些肉，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带，1斤肉1两银子。我们没银钱。王爷说笑了，您当初可是为百姓捐了那么多的银钱，怎么可能没银钱呢？我们有银钱，还需要每日吃红薯啊。说起这个就烦，他们继续前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太阳要下山时，他们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一个破烂的茅草屋。两人吃饱喝足，就找了个位置睡觉，丝毫没有理会其他人。半夜里突然就下起来大雨，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呀，我们得去找个地方避雨。裴之安看着萧纪云，小声地问道：我们要不要买套衣服啊？这下雨天可真的守不住。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了，我们李姨多穿了2件，天气马上就要热了，到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换洗，现在还是先忍忍吧。那好吧。裴之安轻叹了口气，待会儿再看看，若是下雨的话，我们可以轮流先洗个澡，把衣服洗了晒干。下雨天他们是不会赶路的。想到这儿，裴之安也来到了官兵面前。我们想洗澡，这下雨天不赶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附近河里洗个澡啊？官兵瞧着这雨一直没有停的意思，也就点头，随便点了2个官兵看着他们俩。下着大雨，他们俩洗得也快，担心着凉。2个官兵见四下无人，等他们上岸的时候，才将药递给了2人。王爷，萧公子，我们帮你们上点药吧。王爷，萧公子，我们帮你们上点药吧。萧纪云和裴之安一愣，就听其中一个官兵说道：小的都是湖广人，湖广百姓当初受了王爷和宋姑娘大恩，无以为报，只能偷偷的给2位送点。说着，他们每人还偷偷从蓑衣里面拿出1件里衣和1条蟹裤递给他们。都是些粗布麻料，王爷和萧公子别嫌弃。我们穿了，你们穿什么呀？这是我们多带出来的。那就谢谢2位兄弟了。他们很快的把里衣和蟹裤换了，穿上外衣，这才匆匆的回到寺庙。这雨下了整整2日，出太阳了，才继续赶路。出了京都的地界，他们才走了不到半个时辰，突然几辆马车就朝着他们这边驶来。官兵瞧着那豪华的车队，倒也没有多想，却不曾想这马车就停在了他们的面前。为首的黑衣人朝着他们走来，手里拿着一袋沉甸甸的钱袋。官爷，我们家小姐曾经受过萧公子恩情，如今知道他出了变故，想给他那些换洗的衣服，不知诸位官爷可否行个方便呢？次是可以，不过我们也是要赶路的，这时间可不能太长啊。官爷看着那沉甸甸的一袋黄金，眼睛都发直了，立马让萧纪云过去。萧纪云被带到了马车前，请了上去。他还好奇到底是哪个小姐，就看到马车里的东方青羽，便也明白了。东方青羽看了一眼距离，这才开口：年前家母又生了场病，我在那边不知京都发生了那么大事，我给沿途所有的商号都打了招呼。这次你们要去的是漠河，到时对上我的暗语，到了漠河以后，去我商号里取钱置办房屋。银钱你别有心理负担，都是暖暖分红的，现如今不方便给他，就全部先放在我这儿，等日后你们事情处理好再给你们。虽然我现在联系不到他，不过我在京都的探子说，他和长孙长泽成亲后就在府里没有出门，暂时没有危险。你和安亲王一路
也要多加小心。若是遇到危险，这个可救你们的命。这里面分别有5颗丹药，是叶幽费尽心力找到药材炼制给你们的。附耳在了萧纪云身边，东方青羽用2个人才可以听到的声音说道：皇上和叶幽都在我那儿，皇上现在还在昏迷，1年左右他们会再次回京都，到时我们的人会去漠河接应你们，你们一定要撑住。他将一把包好的匕首塞在了萧纪云的靴子里，又递给他2个很小的暗器。匕首削铁如泥，暗器里面有108支淬了毒的毒针，每射出1针足以杀死1个人。如果路上遇到变故，先保住你们2人的性命，到时随便找到东方府的商号，只要说出暗号，会有人接应你们来见我。他把暗号说了好几遍，确认萧纪云记清楚以后，才将2个大的包袱递给了他。府里是衣服和靴子，这条路很长，望君保重。纪云谢过东方公子。萧纪云接过包袱，对着东方青羽行了个礼，这才下了马车。收了100两黄金的官爷此时乐呵呵地看着萧纪云，对着他的态度也好了不少。队伍继续前行了起来，萧纪云把其中1个包袱给了裴之安，2人背着包袱又继续前行。东方青羽从马车上下来，他的头上戴了一顶纱帽，远远看着倒真的像是个女子，正在矗立着看他们的背影。少爷，我们为何不直接把人解救下来？京都里还有个暖暖，太傅把他强行留在京都，不就是知道我们谁都不舍得他出事吗？萧纪云这会儿一走，你信不信几个时辰以后暖暖就会出事，到时就算是长孙长泽力保也未必救得下他。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做好了吗？虎头村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们的人还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让那边的兄弟等到事情全部处理好了以后再回来。虎头村里的人都不能有事。现在新皇没有去动虎头村，不代表那边真的会没事。宋暖出事，东方青羽得为他保护好他在乎的人。黑衣人点头，不敢再言语。一连半个多月，宋暖和长孙长泽除了在院子里种花，就是在房间里享受闺房之乐。暗探每日都汇报着，就连新皇都听腻了。午时，长孙长泽陪着宋暖在一起做饭。平日里都是秦妈妈做饭，但宋暖今日想吃炸鸡和火锅，便是自己动手。厨房里传来很香的味道，将军夫人还没进院子里就闻到了。看着在厨房里做饭的宋暖，再看着长孙长泽，眉心微蹙。长泽，你是怎么回事？厨房油烟那么重，怎么可以让暖暖做饭呢？夫人，娘，是我想吃炸鸡，所以才让夫君陪着我一起做。娘您别生气，要怪就怪我。若是喜欢吃，就让花谢银子让火锅店里边的厨子过来做一顿便是，哪里用得着让你自己亲自动手？女孩子呀，可不能这样做饭，皮肤会变差的。娘，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闻着那香喷喷的烤鸡，将军夫人感觉有些许胃口了。哎，这看起来还挺好吃的。都已经炸好了，娘您一起留下来吃吧。说着，宋暖抬眸看长孙长泽，快端上，我去洗手。小心点，别摔着了，厨房很滑的。知道了。宋暖笑眯眯地开口，被长孙长泽扶着出了厨房。将军夫人在他们身后，瞧着这2个人一路有说有笑的模样，心里倒是希望这是真的。长泽成亲以后，可以看到他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比起平日里闷闷的他，此时的他多了几分烟火气。此时的他多了几分烟火气，话也多了许多。为人父母的，哪有不为自己孩子考虑的？可惜收回心神，将军夫人也快步地跟了上去。午膳吃的是火锅和烤鸡，看着宋暖吃的一直冒汗，一边辣的眼泪都出来了，一边还说好吃。长孙长泽一边吃一边给他擦嘴，眼神里的宠溺是怎么也装不来。暗探每日都在观察着这里的事，他看着他们吃好吃的，人都感觉有些饿了。没多会儿，凉茶也端过来了。长孙长泽给他擦拭着唇角，声音温柔的提醒：一会儿要去喝点去火的凉茶，是我找陈太医配的。娘，您看他每日都管我。将军夫人淡笑不语。你看，娘都不理我。宋暖瘪瘪嘴，娘肯定是更爱你，所以都不说我刚刚说的是对的。炸出来的东西好吃，但很容易上火。我也是为了你好啊。一会儿我让秦妈妈在凉茶里加点汤啊，你喝点，不然容易上火的。宋暖伸手捶了下长孙长泽的胸口。我喝不完的都给你喝。长孙长泽语气越发的宠溺。好，剩下的给我喝。3人在凉亭里吃着火锅、烤鸡，气氛十分的好。可是苦了外面的姨娘，每日都想要来听墙角，却什么想听的都听不到，只能每日馋的口水都出来了。连续蹲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收获，偶尔也开始有了懈怠之意。1个月后，一大早，宋暖就吐了。长孙长泽很快的找来了太医，就听到他有孕的消息，而这个消息也很快的传到了太傅耳里。他正在练字，听到宋暖有孕，顿时就愣住了。那么快就有孕了？是的，
太傅大人，已经快1个半月了，应该是刚成亲的时候就怀上了。长孙仁杰倒是真的好福气，神女不愧是神女，刚成亲就有孕。揉了揉眉心，太傅心里也有些许烦躁。他当初就该让宋暖进宫，给静儿做后妃，成亲过又怎么样？到底是没有给第一个夫君生过孩子。想到那些焦头烂额的事儿，太傅心里越发的烦躁了。晚上，宋暖洗完澡就躺在了床上。她的孕期其实已经是2个半月了，但因她现在瘦得很，又是陈太医帮她把脉，她说是不到2月，就没有人敢说其他的话。我年底生产，那是太冷了。等月份大些了，能不能求新皇开个恩，到时让我去南边待产？我到时再去问，现在时机不合适。看着宋暖光洁的小脸儿，不由蹙眉。我听说女子有孕之后都会长些肉的呀，你怎么还那么瘦啊？这才不到2月，要是马上就长肉，等生产之时岂不是胖成球了？说着，宋暖看了一眼窗外面，把头靠在了长孙长泽的胸口。我最近想吃些好吃的，我们还不能出府吗？长孙长泽拍了拍他的肩，再忍忍，娘说了，要等胎稳之后才能去外面走动。在家无聊极了，我想出去外面吃好吃的。行，一会儿我再派人去问问，要是可以出门，我带你去。这还差不多。说着，宋暖凑上前，在长孙长泽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暗叹看着这2个小夫妻旁若无人的恩爱，很快就汇报了。长孙长泽哄完夫人，马上派人进宫，告知新皇自家夫人有孕的消息，希望新皇可以解除将军府的看管，能带自家夫人出去外面走走，吃些好吃的。边境如今也还需要长孙家的军队镇守，太傅也不得不考虑，神女有了长孙长泽的孩子，撇清了萧怀里的儿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太傅让人告诉轩辕镜，可以让长孙长泽带宋暖在京都的范围内游玩。消息是后半夜到的，第2天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宋暖伸了伸懒腰，才发现外头的太阳都已经出来许久了。秦妈妈带着丫鬟来给她洗漱穿衣，看着她那平平的小腹，秦妈妈也是笑道：得给少夫人做些新衣了，宽松些的衣裳穿着会舒服些。少夫人这肚子小小的，肯定是个小少爷。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能在肚子里乖乖长大，平安的生出来，我都觉得欢喜。少夫人说的对，不管是小少爷还是小小姐，少将军肯定都会喜欢的。将军府里谁不知道少将军对少夫人的心意，那昭然若揭的爱，将军府里的人都看得牙酸。他们曾经那对女子都不假颜色的少将军，对着少夫人那是极致的宠溺。就算是他们家少夫人想要天上的星星，他都会想办法摘来。果然，宋暖一起床，长孙长泽就出现了。他快步的过来扶着宋暖。别的小夫妻都是手牵着手，但长孙长泽不一样，他永远都是扶着宋暖的手臂，生怕他会摔跤。这样的贴心，看得将军府里的下人都觉得羡慕。皇上说了，我们可以出府，你想去哪里玩？真的？宋暖眼睛一亮，我想吃火锅，吃烤肉，喝奶茶。我想去外面吃早膳，我不想在府里吃了。坐马车去。街道上人多，长孙长泽吩咐管家备好马车，带着宋暖出了门。他们没有马上去火锅店，这会儿时间还早。长孙长泽带着宋暖去吃了小馄饨，又在街道上买小玩意儿。宋暖叽叽喳喳的说话，长孙长泽就看着他笑，眼神里全都是宠溺。突然，一道声音出现在了他们的耳边：少将军。长孙长泽回过头去，发现竟然是温如心。温如心此时眼底里闪过些许难受，很快又恢复如初。还真是少将军和少将军夫人啊！听说2位成亲了，我那段时间感染了风寒，没有出席，不知可否赏脸，一起用个午膳？当然可以，不过我想吃火锅和烤肉，可以吗？当然可以。少将军夫人如今气色看起来好了许多，听说前阵子身子不适，虽然几次想要拜访，都被门口的侍卫给拒了。是底下的人办事不周，那就去吃火锅吧。长孙长泽开口，扶着宋暖，小心翼翼地朝着火锅店去。他们一落座，旁边包厢的门也被打开了。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3人又忍住了。看来太傅还是没有放松警惕，派来的人可真就一直跟着，好像跟屁虫似的。3人自然也不可能会聊其他的，坐在一起就聊起来一些种菜的心得，甚至还说起来瘟疫的事儿。这场瘟疫来势汹汹，你如今有了身孕，还是要注意些。我会的。文大哥，你最近怎么样？看你最近消瘦了不少，感染风寒以后身子也要多调理才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许是因为回来以后有些水土不服，加上那阵子确实累得不行，回来以后就病倒了。也是我身子骨有些弱，不然也不会错过你们的婚宴。说这话的时候，温如心一直都在盯着宋暖看，丝毫不避讳。长孙长泽则是给宋暖倒着茶水。突然，小二哥进来了。
端着茶水的他突然脚一滑，热水突然就洒在了宋暖的手背上。暖暖，夫人，少将军饶命！少将军夫人饶命了！是小的狡猾不小心的，少将军夫人饶命啊！长孙长泽沉着脸，宋暖则是小声的安慰：“没事的，擦点药就好了，你别怪他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少将军夫人，我马上就去找药膏。我随你一起去，可别跑了。小的不敢，小的上有老下有小，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先去拿药吧，没事的。长孙长泽沉着脸不说话。没事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别罚小二哥了，他也不容易。谢谢少将军夫人，您真是心善呐。宋暖吃着火锅，心情倒是不错。交谈了会儿，宋暖和长孙长泽才离开。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温如心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问道：“听说你有身孕了？要注意身子，月份太小，还是应该多休息。恭喜你们。”谢谢，那我们就先离开了。坐在马车上，宋暖靠着长孙长泽，眼底里全都是倦意，他是真的累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突然就听到有人惊恐地喊道：“瘟疫！瘟疫！他得了瘟疫！怎么会有得了瘟疫的人进来？也没人管管。快把他给弄开！快点儿！”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事，好像闹瘟疫了。瘟疫？他的心里顿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怎么办？他们在路上会不会感染上瘟疫？他们去的方向是漠河，这都已经走了快2个月了，应该走了2/3的路上。漠河那边温度低，常年下雪，他们过去应该不会遇到瘟疫。他们确实是躲过了瘟疫那一遭。此时的队伍已经走到了漠河的边境，马上就要到漠河，大家都去买些东西，这可是你们唯一一次机会可以买东西的。到了漠河那边，物资匮乏，倒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别怪我们没有给你们提前说。你们买的东西都可以放在牛车上，但是要交10两银子的辛苦费。萧继云和裴之安听到这话，也觉得是可以买的。想到这儿，萧继云给了一并10两的银子。官爷，这是治安的，麻烦您了。萧公子、裴公子，你们俩多买些厚被子、厚衣裳和粮食，到时我们就说有些是我们的，都到漠河了，上头不会查得那么严的。谢谢2位兄弟了。2人在镇子里转了一圈，陆陆续续的买了些洗漱用品。见时间不早了，又在摊贩前打包了全部烤好的烤鸭、烧鸡。官爷，这是一些包子和烤鸭，这一路多亏官爷们的照顾，我们才能顺利到漠河。官兵们也都吃了个大饱。赶紧赶路吧，晚上前要到我们住的地方，大家都赶紧跟上。孩童若是没有了力气，那就坐在牛车上，别耽误了时间。走到快半夜，才到一个看起来很破烂的村庄。这怎么住人啊？先把屋子打扫下。我不是买了很多大块的油纸，到时候先铺在地上将就一晚，明天再去看看能不能换些什么东西。萧大哥，幸好你在这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暖暖教我的，他懂得很多。也不知道暖暖现在怎么样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她在京都不比我们好过，我们是身体上的累，她却会被限制行动。只希望她不要想太多，我是真的担心她。一早，裴之安和萧继云就醒了。官爷们住的地方是青砖做的房屋，住的也算不错。萧继云说明来意，问了有没有木板和床。木板有，1两银子1块木板，青砖50文钱1口，木材、柴火、铁板都有。你们想要什么？我们都要。我们每日都会去镇上一趟，如果有要带的东西可以和我们说，但是要收取5两银子的跑腿费。谢谢官爷，我们知道的，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放心，只要你们不逃跑，在这里我还是可以说得上一些话的。官爷，您知不知道哪里有粘土啊？粘土这里可没有，但我们那儿有的卖，不贵。你再给我5两银子，我再让人给你送来。谢谢官爷提点。萧继云给了5两银子，官爷才掂量着银子离开。这是真黑呀，但这也太麻烦了些吧？别嫌麻烦，我们可是要住很长时间的。一连几日，萧继云和裴之安都在干活，他们在漠河已经待了快10日。萧继云也发现这里是什么都种不活，他只能和虎头村一样，学着用黄豆做豆芽。可惜他买的不多，也就20斤。如果想长期的吃青菜，还得花银子去买。然后他找到了官爷，提出想去镇上买点东西。你们新来的是不可以出去的，要什么东西可以带。让他们带东西，价钱是很贵的。萧继云有些犹豫，身后老国公夫人就喊住了萧继云：“萧公子，老夫人，你缺什么？我那买了挺多的。你要是着急要，我可以给你些，当做你之前教我们做暖炕的大恩了。”老夫人言重了，我就想出去买些蔬菜，若是官爷不允许就算了。我买了不少绿豆，能匀出几斤给你，你也别拒绝了。虽说我现在呀也不是什么夫人，
但大家现在都在这儿，能互相帮忙也是好的。这严寒之地，有能帮忙的朋友，总比都是仇人的好啊。我们国公府是想让大皇子继位，毕竟我儿是贵为皇后，母仪天下。我们会这样想，那是并无私心。他们可以说我们有私心，但造反这件事，老身可以用性命起誓，绝无可能。老夫人，您和我说这些也是没用的。我现如今也是深陷泥潭，都救不过来自己，自然也帮不了其他人。老身只是不希望世人误会，这里还有其他流放的人，夜里还是应当小心这些。说完这话，老国公夫人也离开了，拿着绿豆回到了屋子里。裴志安凑上前来问道：肖大哥，他们不让去啊？我觉得太贵，就没让他们买。我们还有许多干货，先等等再说吧。我看这里天气不太好，我们下一次如果可以去镇上再买些细粮，红薯、萝卜、南瓜这种能放久一点的食物多买一些。我刚刚出去给人一小袋红薯，人家告诉我这里的10月份就开始下大雪，大雪封路，我们要明年的4月以后才能出去。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最起码得坚持到明年的5、6月，不然有事的话，我们压根儿就出不去。我改天出去山上看看能不能猎些什么。不能去山上，若是被抓到会被打死的。小公子、裴公子，你们在吗？两人打开门，官兵就站在外面，很小声地问道：两位公子想买些什么？小的能出去一队，都是自己的人。能再种多少？这次出去买的东西不多，800斤以内都行。麻烦帮我们带200斤猪肉，要肥一些的；200斤羊肉，100斤腊肉腊肠，鸡鸭杀好的能买多少买多少。50斤绿豆，萝卜和蔬菜如果有的话，看着帮我们买多些，麻烦你们了。如果能多装一些，需要多买些吗？当然可以，不麻烦就行。应了一声，官兵很快拿着银票离开了。这会儿还早，两人却只能在房间里，也不知该做些什么。小纪元，我好无聊啊。无聊的话就练功，反正这里也没事可做，不如在这里多练练功夫，也省得出去以后谁都打不过。不是我不想，漠河真的是太冷了，我一点都不想在这儿待着。说完，又干脆挺尸一般的在床上继续无聊的发呆。傍晚，萧继云煮了一大锅米，又煮了一锅羊肉汤，蒸了一盘腊肉，才准备用晚膳。门就是这时被敲响的，官兵很快将马车里的东西全部搬下来。两位公子买了200斤猪肉，300斤羊肉，200斤腊肠腊肉，绿豆50斤，鸡鸭买了20只，萝卜蔬菜一共有130斤。这是剩下的银子，您拿好。萧继云本想把钱给他们做跑腿费，官兵却笑道：我们用2位公子的银子买了包子和烧饼，那就算是跑腿费了。这次我们出去估计得过段时间才能出去呢，到时若是出去再找2位公子。怕被人发现，两人赶着马车走得很快。看着买回来的肉和菜，萧继云心里稍稍地舒了一口气。我们今晚得把猪肉炸油，你若是想吃红烧肉的话，我们就留一部分。那就留个30斤，其他的全部炸油。明天能不能吃烤羊腿啊？瞧着裴志安流放途中瘦的只剩皮包骨，萧继云点头同意了。只要2个人的身体可以好，其他的都是小事。一晃眼，已经7月初，京都里开始热了起来，但没有人去外面晃悠，因为瘟疫蔓延开来了。长孙长泽不允许任何旁人在院子里，他腹中的胎儿也有5个月余。此时小腹微微凸起，并不太明显。陈太医此时也都已经住在了府里，以备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只是没曾想，圣旨下来了。为首的公公拿着圣旨说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将军府少将军长孙长泽英勇无比，足智多谋，特派少将军长孙长泽率兵前往禹城镇压暴民，如遇反抗者，就地处置。钦此。我家夫人怀有身孕，属下官不能接旨。少将军，这是皇上下的圣旨，你难道想要抗旨不成？皇上几个月前曾说过，下官立大功，受了重伤，今年准许下官在家中好好养伤。当时的圣旨还在，需要下官去拿圣旨吗？少将军好得很呐，咱家这就回去同皇上讲。想要让他们将军府去做坏人，想的倒是挺美的，可惜他不会如他所愿的。果然，在知道长孙长泽不愿意接旨以后，太傅就暴怒了。不想去是吧？太傅冷笑出声。于是第2道圣旨再次下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少将军长孙长泽英勇无比，足智多谋，特封长孙长泽为特使，协同夫人一同前往禹城，协助当地官员解决农作问题。
钦此。听到是玉成，长孙长泽的脸都变色了，他不想接旨。少将军接旨吧，若是您不想接这道旨，那就接刚刚的旨吧。我夫人她怀孕4个月，怎可长途跋涉？无碍，路上登个几日也是可以的，但夫人是一定要去的。皇上说了，夫人运气好，一定可以和少将军在玉城有所作为。皇上还等着听少将军的好消息呢。听到这话的长孙长泽知道太傅是想逼他选第1个圣旨，他想也没有想就接过了第2个圣旨。接完圣旨，宋暖才对长孙长泽问：玉城是什么地方啊？沙漠。听到沙漠2个字，宋暖人都麻了。沙漠里到底是能种出什么样的农作物？太傅这是故意让他们过去那边受苦的吧？可现在他们也不能反抗，只能被迫的接受了。暖暖怀着身孕呢，这长途跋涉，玉城的环境又那么差，他怎么能去那儿呢？到年底他就该生产了。长孙长泽也是无奈，他当然知晓玉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起码他在宋暖身边，他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要去玉城的时间很急，而这次一起去的还有温如心。是京都来的少将军长孙长泽吗？正是在下，在下长孙长泽，奉命前来玉城种植农作物。在下长孙长泽，奉命前来玉城种植农作物。新帝简直是在胡闹，也不知京都到底是出什么事了，竟然让少将军行军打仗之人来做这样的事。无妨，司农司温大人不也一起来了？在下温如心，是司农司的大司农。温大人，玉城本就是这样，这些年赵大人一直都在玉城，已经带着我们到了几10公里外开垦种植，我们现在起码是自给自足，也不知这又是闹的什么。赵大人，少将军，温大人。眼前的男子就是加格尔所说玉城的太守赵青川。赵青川看着宋暖，眼底里闪过一丝惊艳。他身边的温如心说道：这是少将军夫人，和少将军成亲快5个月了。少将军夫人，她有身孕了。有4个半月了吧。暖暖见过赵大人。少夫人客气。少将军夫人怎么不在京都待产，反倒跑了那么远呢？皇命难违。长孙长泽一说，赵青川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晚些我为几位接风，少将军和少夫人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2位了。陈文俊在屋子里给宋暖把脉，把脉完，等长孙长泽回来才说道：少夫人的身子没什么事，胎儿在肚子里也很安稳，不过这些日子也不能再往其他的地方走动了。需要休养多长时间？起码要1、2个月。长孙长泽点头。别怕，我们已经出了京都，等生产之时，我肯定能把你送到别处生产。这里其实也不错了。宋暖没什么胃口，吃了些东西就躺在了床上。长孙长泽瞧着，心里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没什么胃口，想睡觉。那就睡会儿，晚些我让秦妈妈给你做一些开胃的菜，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不想吃。你在这里住些日子，等过段时间我再去租借一艘豪华些的货船给你待产。玉城冬日很冷，你在这里生产不安全。可圣旨里说我得和你一起在玉城。玉城范围这么大，只要货船不出玉城范围就行了。可若是在货船里，会不会太潮湿了？我找时间问问赵青川，他应该知道。沙漠这地方很热，尤其是夏天，冬天呢却刺骨的干冷，更加不适合生产。你不用担心，还有几个月，我一定会找个好地方给你生产。宋暖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夜里，赵青川给他们举办了接风宴，宋暖就坐在长孙长泽身边，他在给他布菜，生怕他会吃不饱。少夫人应该吃得习惯吧？谢赵大人关心，吃得惯的。那就好。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主食可以吃，平日里吃的都是烧饼和蔬菜汤。不过100公里外有镇子，那边有细粮和蔬菜肉食卖，我们每半个月会出去采买一次。少夫人若是有想吃的，青川为少夫人买来。赵大人无需客气，我们此番来此也买了不少吃的和喝的，无碍的。少夫人如今怀有身孕，还是应该准备的稳妥些。不过玉城的冬日其实不住在上面，待会儿用完晚膳，我带几位去看看。等他们吃饱喝足，这才提着油灯朝着他们房子的一处走去。这里会安全吗？陈文俊有些担心地问。放心，这里的地下城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上面全都是天然的岩石，里面的房屋也全都是用石头建的，肯定很安全。以前的人真的好伟大，竟然能在地底下建造出这样的房屋。冬日里都在这里住？我们10月之前都要搬到这里住，因为10月以后沙漠里的风沙太大，在上面住的危险性更大。我们除了守在城门的士兵，其他的居民都会在这里住。赵青川想起什么来，又叮嘱了句：现在想要出去外面不是很实际，你们若是有什么想要买的，最好在这10几天内买完，到时沙尘暴来了，想出去外面就不容易了。赵大人，冬季的饮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这里有一口井，
里面都是地下水，最干旱时也解决了一座城的用水问题。不过这是玉成的秘密，我也是看在少夫人怀有身孕才会告知啊。当然，我也相信少将军的人品，不会将此事告知朝廷。赵大人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告知别人。你们多囤一些新鲜的蔬菜，这些可以囤房的时间多一些。长孙长泽也很认真地记着。宋暖走了一会儿，突然他的小腹好像被什么踢了一脚，是不是不舒服啊？长孙长泽，孩子好像在踢我，他刚刚在踢我。是吗？是不是孩子在肚子里感觉不舒服？我先送你上去，好不好？我确实有点累了。赵大人，我身子有些沉，麻烦您给我们找几间空着的屋子居住，到时也可以让他们把东西先搬下来。少夫人身子沉了，还是早些搬下来住得好。上面确实也不怎么合适居住了，不过这里的石屋不算太大，倒是给你们安排3个石屋，你们可以自行安排怎么住。谢过赵大人，我们先回屋吧。长孙长泽点头，扶着宋暖上了去。我们还得多买些食物，我看赵大人过得也不是很好，我身上还有不少银子，倒是多买些，也给大家分一些吧。银子我这边有，你不用给我，你自己留着吧。你一年到头能攒下多少银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月银许多都贴了出去，再有钱你能有多少？你别看我京都的火锅店和奶茶店都关了，但我很有钱的，而且我和东方青羽还有合作，在他那儿起码有上百万的银子没有收回来。就算是你以后不想做将军了，看在你帮助我的份上，我也能给你养老的。你这样说，显得我好像很穷，可比起你来，我确实是蛮穷的。可宋暖想要出，长孙长泽也不拦着，他知道他这样做会觉得心里舒服些。我怕是要在这里生产了，现在也不知道在这里要待多长时间，到时我若是不方便，你就只能多费点心，多买些也没关系，别怕花银子。我知道，你晚上就睡这里，我睡旁边那个床就好了。到时问问赵大人，这里能不能养些鸡和鹅。你好好休息，我都会安排好的。生产的事你也别担心，我会问清楚秦妈妈需要些什么，这几日我都会全部买好。生孩子是多大的事，长孙长泽虽未做过父亲，但他也是懂得的。我出去一趟，你若是害怕，我叫秦妈妈进来陪你。不用了，秦妈妈和几位嬷嬷年纪大了，舟车劳顿肯定累了，这会儿应该也歇下了，我自己休息会儿就好。长孙长泽也没再说什么，一觉睡到第2天早上，宋暖才醒。他才醒，门就被打开了。东方青羽给你送东西来了。青羽来了。暖暖，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马车和轮船，难受吗？今年沙尘暴来得早，我给你送了些吃的喝的，就算你们在这里住上3、5年都是够的。谢谢你啊，青羽，还让你亲自送过来。说那么多客气的话干嘛？先进去吧，我给你带了好吃的。东方青羽看着长孙长泽，一起吧。宋暖也喊了陈文俊和温如心一起进了房间，关上门，宋暖马上变了脸色。青羽，小青云他怎么样了？他们在漠河的最冷的地方，那处冬天会下暴雪，我有提醒他，找人偷偷的给他送了东西过去。那些食物和柴火足够他们烧上1年多。漠河今年下暴雪下得快，往年都是9月以后，今年不到9月就下暴雪。我买通了他们那儿的2个官兵，给他们送了几十车食物和木柴木炭。他们这会儿虽然出不来，但也没有性命之忧。哦，他让我给你们带句话，他和安亲王一切安好，让你们照顾好自己，别担心他。那就好，他们俩没事就好。玉成10月以后，气温会猛然降温，把这些菜储存好，就不担心蔬菜的问题。麻烦你了，青羽，这些足够我们撑过大半年。你让秦山和孙春生找我，他们已经找到了我，我也已经吩咐下去了。你京都的宅子，我也帮着你守着了。那宅子写的是你的名字，只要你没事，就没人敢动那宅子。辛苦你了，还得为了我的事情奔波。再辛苦，能辛苦到哪里去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了，还是要注意些。视线落在长孙长泽身上，东方青羽的心里涌起一股苦涩。长孙长泽也察觉到他那复杂的眼神。东方公子是不是有话要说呀？少将军如今是暖暖的夫婿，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就希望你能保护好他和孩子。那是自然，暖暖是我的夫人，孩子也是我的骨肉，我自然会照顾好的。听到这话，东方青羽的喉咙像是被遏制住，发不出来任何的声响。东方青羽还有事要忙，自然是来得匆忙，去的也匆忙。10月初，玉城的沙漠也迎来了降雪，看外面飘着的大雪，心里也发出了一声感叹：原来沙漠下大雪也可以那么美。沙漠下大雪虽然也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是什么好预兆。沙漠下大雪都那么冷，漠河下大雪应该会更冷吧？漠河。此时的裴志安就坐在屋子里，在桌前喝着东方青羽给他们送来的茶叶泡的茶。我刚刚煮了海鲜粥，你想不想吃饺子？待会儿再包点饺子。你会做吗？我可不会包饺子，不过剁馅儿我还是可以的。那就包点饺子。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我们一定要注意些柴火，千万不能灭了。外面的温度越来越低，要是柴火灭了，可能会出人命的。
你放心，这烧火的地方大，我们放的柴火多，是不会停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以前在京都时，经常会想着围炉煮茶。现在倒是真有时间了，却是这样的光景。也不知舅舅现在怎么样了，其他的表弟们会不会被轩辕镜给……他的话没说完，但萧纪云明白他的意思。你想太多也于事无补，我们两人现如今也只能等了。我倒是真的不想等。轩辕镜那个叛徒，那可是他亲爹，他怎么能和太傅一起同流合污呢？他是不是忘了舅舅对他有多好？可地位的诱惑力还是更大。师弟，这天寒地冻的，不然饿得快。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东方青羽。若是没有他帮忙，就那个官兵能把银子全要了。是啊，他带来的这一车木炭真的帮了很多忙。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敲门声。谁在外面？萧公子，是我。两位兄弟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萧公子，我们同行的一个兄弟感染了风寒，但我们的风寒药已经吃完了。您有没有多出来的风寒药？能不能卖一点给我们呢？你们进来暖会儿，我去给你们找一些。谢谢萧公子，我们就不进去了，着急回去。那个兄弟再不用药就快不行了。快速的找到了一服药，又用油纸包了2斤红糖。听大夫说喝点红糖会舒服些，这里有一点红糖，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了时间。谢谢萧公子。他们怎么了？有个官兵感染了风寒，找我们买药。你出来做什么呀？那么冷。这不是怕出事吗？早就听说漠河冷，没想到会这么冷啊！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就不怕冷了。你说那些官兵会不会是因为屋子里柴火不够，所以冷成这样？要不我们煮一锅饺子送过去给他们吧？煮一锅过去也凉了，送些我们刚刚包的饺子过去吧，明天我们再多包一点。想到那些官兵对他们之前的关照，萧纪云也点头同意，提了2大筐包好的饺子，又找了些药草，装了些高粱酒，这才带了过去。萧公子，您怎么来了？我们包了饺子，给你们拿了些，待会煮了，给其他的弟兄们吃口热乎的。谢谢萧公子，谢谢。萧公子赶紧回去吧，若是有事再来找我们，我们一定帮忙。回到屋子里的萧纪云也闻到了房间里那红薯的味道，他猜到了他们口粮应该不多，他找来了裴志安，说了下他们那边的情况，也把自己的打算说了。那你打算给多少啊？500斤大米，200斤面粉，红薯1000斤，大白菜200斤，蔗糖30斤，生姜20斤，腊肉50斤，蔬菜干1包，干货海鲜1包，辣椒干1包，你觉得如何？那就给吧。这一路上他们确实照顾我们挺多的，这些粮食我们也吃不完。裴志安轻叹了口气，他们也不容易啊。天灾以后，粮食价钱大涨，野猪肉才30文一斤，西凉后来涨到600文一斤，根本买不起。天快暗下来时，两人才扛着打包好的米面红薯去官兵住的地方。萧公子，王爷，这使不得，这是你们的粮食啊！吃不饱就容易生病，我们一路上多亏诸位官差大哥的照顾，不管怎么样，先把这个冬天熬过去。谢谢萧公子，谢谢王爷。肉要每日都吃些，干货的海鲜按照我们教的去熬粥，这些应该也够吃到明年大雪融化了。若是有什么不够的，你们再来；若是还有匀得开的，我们也一定会帮忙。谢过萧公子，谢过王爷。赶紧把东西搬回去吧，我知晓你们买了2头野猪过冬，所以给的都是粮食，希望明年大家都还好好的。转眼到了12月，陈大哥，我这产期是不是也快到了？还没那么快，估计还得半个月才能生。那也好，这样算时间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是吗？别担心，你生产的房间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有4个接生经验十分丰富的嬷嬷在，不会有事的。我知道的。宋暖回着，手轻轻地抚摸在他的小腹上，也不知道萧纪云知不知道他快生产了，孩子生出来会像他多一些，还是像萧纪云多一些。12月18号午时，在吃点心的宋暖突然觉得小腹一阵坠痛，脸色也蓦地一变。暖暖，是不是要生了？我去喊嬷嬷，我去让人准备热水。少将军，少夫人她快生了，把她抱到产房去吧。放在床上吗？先放床上，接生这事儿我不行，得让接生的嬷嬷来。接生的4个嬷嬷都已经匆匆地赶来了，宋暖痛得冷汗直流。嬷嬷，暖暖没事吧？少爷，这里是产房，您还是先回房去吧。少夫人若是生了，再让丫鬟通知您。我就在这里，暖暖若是有事，我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明明不是他的孩子，他却有了一种做爹的焦虑。里面的声音开始不间断地传来，宋暖一时叫唤，一时没声，让外面的人也都担心极了。长孙长泽在外面来来回回地走，4个男人守在门口等着。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迷迷糊糊间，宋暖听到丫鬟对外面说道：“恭喜少爷喜得贵子，少夫人生了个男孩。”后面那些人在说些什么，宋暖不知道。他感觉自己很累，闭着眼睛就睡过去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就看到长孙长泽坐在床前，还紧握着他的一只手。长孙长泽，暖暖，你醒了，你吓死我了！你这一觉直接睡了3日，我还以为……他没敢继续说。饿了吧？我去让嬷嬷给你端些吃食过来。宋暖还想问孩子的事儿，
长孙长泽已经走了，他闭了闭眼，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嬷嬷端着热气腾腾的吃食过来，秦妈妈也抱着孩子来到了他的面前。少夫人，您瞧瞧，小少爷长得真好看，别的孩子生出来都会丑一阵子，小少爷生下来红彤彤的，今儿个才第4日。哎呦，这小少爷白白嫩嫩的，真是可人极了。这几日我昏迷，孩子他吃什么？少夫人别担心，上次东方公子亲自来时给带了2个奶娘，您不需要亲自喂，让奶娘喂就行。不能自己喂吗？不知少夫人想自己喂，您生完孩子，陈大夫就给开了药，您已经喝了3日，这会儿已经产不出奶来了。就算了吧，我就是问问。少爷还未给孩子取名，说是等少夫人醒来以后再取。取名啊？宋暖一时间竟然不知该怎么取。少夫人别急，先吃些东西，吃饱了再想取名的事儿。将枕头垫高，长孙长泽就进来了。嬷嬷，让我来吧，来，先喝点汤。宋暖吃完以后又喝了一碗汤，他眨了眨眼，有些无辜地看着长孙长泽。还饿？嬷嬷，还能吃点吧？少夫人刚醒，不能吃太多，对肠胃不好，隔一会儿再吃，待会儿得下床走走。听到要起床走，宋暖感觉小腹都痛了。是不是很疼啊？宋暖尴尬的不行。很疼的话就休息会儿，不用听嬷嬷的。宋暖尴尬的想哭。我要换裤子，你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去帮你把嬷嬷叫过来。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小爱在哪？宿主，淘宝系统有没有安睡裤买？小爱已经为宿主找到产后安睡裤，宿主可前往购买。买了几10条，这才把湿漉漉的蟹裤换下，换上安睡裤，再把新的衣服穿好。他收拾好，一打开门，看到他，长孙长泽担心地说：好了吗？嬷嬷说你让我给孩子取名。你毕竟是孩子母亲，你要是感觉取不了大名的话，那就先取小名，等恢复以后再让爹取一个也好。我也觉得孩子的大名还是回家再取，小名的话，想了想，那就叫喜宝吧。希望他的出生可以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好消息。喜宝挺好的。你是不是觉得不好？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小名，我确实不会取名。等他取了大名以后，把他的字给我取吧。好啊。这个孩子长孙长泽想要有些许参与感。谢谢你长泽。说什么谢谢，这些日子该说谢谢的是我。月子里没有手机，宋暖每日逗逗儿子，日子过得倒是快。月子做了1半多，过年了，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宋暖则是在房间里，陈文俊给他把脉，身体恢复得很好，恶露已经快没了，但你的身子还是有些虚，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休息，先把气血补足。其他没问题吧？其他的都没事儿，刚生产完的身子肯定很虚，只要好好休息就行。陈文俊犹豫了下，又加了句：不过刚生产完的身子不适宜行房事，且再次受孕会造成身体不可逆的伤害。陈大夫放心，我知道分寸。我待会儿在绝药房里配些药，先把气血补足。宋暖和长孙长泽都没解释，误会的人多了，而且他们成亲也是真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会儿应该也快出月子了，你小子真是太幸福了，也不知道是个小子还是女儿，我还是更喜欢女儿。哎，你呢？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我就是担心暖暖，她身子弱，这颠沛流离的日子也不知要什么时候才结束。说的也是，不管生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挺好的。有人记挂真好。等我这次出去以后，我也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成亲还得找和自己心意相通的，随便找一个，若是不好，一辈子都受罪。肖大哥说的对，确实是该找个合适的。我得找一个像是暖暖这样又聪明又漂亮的。确实，暖暖她是个很优秀的女子。也是阴差阳错，他和暖暖2个人成亲，所幸一切都刚刚好。和裴之安准备了年夜饭，他们2个人愣是整了一大桌6菜1汤放在桌上，这菜色都是宋暖平日里喜欢吃的。萧纪云是真的太想他，所以才煮了他平日里喜欢吃的菜。裴之安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2人一边吃菜一边喝酒，开心的不行，也不知道是太高兴了还是其他，裴之安竟然睡着了。萧纪云也没有喊他，吃着吃着他的眼眶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被烟给熏着了，红着眼眶，萧纪云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宋暖，也不知道他此时怎么样了。宋暖此时吃完年夜饭，抱着刚刚睡着的孩子，也想萧纪云了。温长泽喝了些酒，混着酒气，他回到了房间，看着宋暖抱着孩子。怎么抱着喜宝啊？嬷嬷说了，你现在还在月子里，不能抱孩子，要多躺着。没事的，我就是觉得太无聊。沙漠确实没什么好玩的，你若是觉得无聊的话，我可以陪你聊天，说些带兵打仗的趣事。
带兵打仗还有趣事呢。宋暖也来了兴趣。门外传来了温如心的声音：“长泽，休息了没有？怎么了？夜里无聊，大家想聚在一起聊聊天，喝点水果茶，一起守岁。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就在房间里一起聊天吧。刚巧我也睡不着。”赵青川和加格尔也来了，大家坐在房间里，一边吃一边聊天，每个人都说了许多的趣事，倒是融洽得很。大家都很懂事的聊天，聊到了亥时，这才把东西都收拾好离开。房间里就剩宋暖和长孙长泽2个人，躺在床上，宋暖将被子往身上卷了卷。是不是冷了？我再帮你拿一床被子。不用了，我就是怕夜里踢被子，干脆把自己的被子裹起来，省得夜里冷。你安心睡吧，夜里若是踢被子，我帮你盖。和宋暖睡一张床，长孙长泽夜里都会醒来好几次给他盖被子，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而已。宋暖当然也不知道，因为长孙长泽从来没有说过。他闭着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远，这天气好像真的不对劲。我倒是知道漠河下暴雪，可这暴雪大雪交换着，连续下了那么4个多月，这也太玄乎了呀。确实不对劲，但我们现在做不了别的，我们每天把院子里的雪给铲出去，其他的先不管。不过我们吃食还挺多的，这些柴火和炭也足够支撑1年的，先看看吧。等明年能正常采买之时，我肯定要再多买些。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得悠着点，不该浪费的别浪费。以后煮东西吃，就用外面的柴火，一次性多煮一些，到时候直接加热就行。食物我们不缺，但这柴火可未必能坚持1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这雪下得这么大，我之前听暖暖说过，若是天气异常，就要有危机意识。没事还好，若是真的有事，我们可就真要交代在这里了。我说那个老匹夫怎么没有半路上把我弄死？原来是在这里给等着呢。别想那么多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反正也无事可做。我们这些日子多包一点饺子包子，省得后面麻烦。突如其来的冷空气席卷了几个国家，看着外面呼啸的大风和大雪，宋暖转头对长孙长泽说道：“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说这雪按道理来说不会下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是天灾来了。不排除这个可能，也不知道我爹在军营里怎么样了。年种植的稻谷和其他农作物都是丰收的，去年1整年只要种植得好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按照之前的产量来算，军营里的粮食正常吃能吃1年半到2年，省着点能吃2年半到3年。已经4月了，这雪下的好像不打算停了。今年的天气真是奇怪。粮食省一些吃的还好，可柴火怕是没有人会准备那么多吧？这雪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停，若是继续下去，柴火可能只能烧半年左右。赵大人不需要担心，我们这边的柴火足够1年多的，而且还有不少木炭，倒是可以拿起来大家一起用。只能如此了。玉城的雪洋洋洒洒的，一直到7月才停。长孙长泽无事可做，最喜欢做的就是抱着喜宝逗他玩。宋暖就在旁边看着，突然喜宝嘴里喊道：“爹，爹爹！”长孙长泽的身子猛然一僵。喜宝，你刚刚叫什么？爹，爹爹！喜宝真乖。喜宝叫娘亲。爹，爹爹！秦妈妈也是笑道：“少夫人别着急，爹爹顺口，娘亲就会拗口，过段时间小少爷就会喊了。”人家都说先叫爹爹，爹辛苦，看来我以后得再努力些了。赵青川笑着说：“那你可真得努力些，以后娶媳妇可得准备许多聘礼呢。当初我们在大草原，厉害的男人才能娶得到媳妇儿，自己不优秀，就算聘礼再高也不行。长泽和暖暖都那么优秀，他们的孩子肯定比他们还优秀，肯定不需要担心了。都说儿子和爹亲，女儿和娘亲，等小少爷再大些，再生个小小姐，有儿有女的，也就圆满了。”宋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长孙长泽就先开口了：“一个就够了。暖暖他生这个臭小子时，我都怕得不行，我可不舍得让他再来一次这样的罪，我会心疼的。”心疼是真的，但生不生肯定不是他说的算。可惜大家这样说，他也只能先护着宋暖。喜宝，来叫娘亲。爹爹！啊，没良心的小东西！我怀你的时候累得要死，生你的时候痛得要死，你竟然先喊爹爹不喊娘亲！你别吃醋了，我多教一教他叫娘亲啊！都那么长时间了，怎么不给喜宝取个大名呢？下回家让我爹给取个名，听说取名还得先找个先生算一算生辰，孩子一生会过得顺遂一些。为了不让其他人多想，长孙长泽编了个比较靠谱的谎话。原来是这样，镇国大将军取的名字肯定好，取名确实是大事，马虎不得。不过这一等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京都啊。4月初，漠河地带的冰全部融化，万物复苏，寒潮过去，百废待兴。皇上醒了，他们要动身回京都了，那马上可以见到萧继云。宋暖的心里也激动得不行。长孙长泽站在床头，看着哄喜宝睡的宋暖，眸子暗了暗。怎么了？没事，
我来看看喜宝。爹爹，爸爸，你个臭小子，你竟然是装睡！爹爹，娘亲凶，娘亲哪里舍得凶你？你不乖乖睡觉，待会儿爹地会打屁股。爹爹也坏，要伯伯爸，赶紧睡。爹爹，我娘亲要妹妹。喜宝，别瞎说，要妹妹。喜宝为什么突然想要妹妹了呀？陪喜宝玩。娘亲生喜宝很辛苦啊，喜宝听话，等回到京都以后，会有许多人陪喜宝玩的，好不好？想要妹妹，妹妹不是你想要就有的。若是娘亲生的是弟弟，你该怎么办？要妹妹，爹爹要妹妹。小孩子可能只是想单纯的有个伴儿，可长孙长泽怕宋暖心里不舒服，抱着喜宝就去外面哄了起来。宋暖起身看向窗外，轻叹了一口气。皇上已经清醒过来，他们这次回去以后肯定会和离。想到这2年来长孙长泽对他和喜宝的付出，宋暖在想，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补偿。隔了2年多，宋暖终于看到了萧继云。宋暖就呆呆地站在那儿，眼眶里的泪打着转转，所有的委屈在这一瞬间好像都涌上心头。萧继云看着他露出一抹笑，过去就想要抱他，一个小肉团子一下就推开了他。不可以欺负娘亲。喜宝，没事的，小孩子不懂事。萧继云上前想要去拉宋暖的手，喜宝又给拦住了。爹爹在外面，爹爹。宋暖面露尴尬，他此时也不知该不该和喜宝说萧继云才是他的亲爹。萧继云看出他的担忧，安慰道：没事，等事情解决了，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说罢，萧继云蹲下身来，摸了摸喜宝的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喜宝。宋暖在旁边解释了下，还没取名，喜宝是他的小名。我爹爹是将军。萧继云没有生气，反倒是伸出手来问：喜宝，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喜宝摇头，不要。喜宝，让爹爹抱抱。宋暖刚说完，喜宝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声。不是爹爹，喜宝有爹爹了。说着，迈着小小的短腿儿朝着外面跑去。孙长泽就在帐篷外面守着，瞧着喜宝出来寻他，蹲下身来抱着他，听着他哭得撕心裂肺，心里也难过得很。再难过也是要接受现实的。哄好了喜宝以后，才指着萧继云对他说：喜宝，这才是你爹爹。刚哄好的喜宝哇的一声又哭了。喜宝有爹爹，不要爹爹了。萧继云看着儿子这样，也很是心疼。先等我们熟悉下，等熟悉了以后再说。等事情尘埃落定以后，我们再好好的和他沟通。没关系，先慢慢来，这2日我再好好跟喜宝说一说。见喜宝又哭，只能抱着出去继续哄。帐篷里只剩下萧继云和宋暖，久未见面。萧继云上前几步，将宋暖拥入怀中，闻着那熟悉的味道，他的心就安了许多。宋暖鼻尖一酸，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害怕极了，我怕你会出事，我怕。对不起，暖暖，让你一个人独自受了那么多苦和委屈。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出任何事，就算是流放，我也想和你一起。那样的情况，我压根儿就没有办法通知到你。何况太傅当时没有打算让你离开，我只能把你托付给长孙长泽。那是你们的计划吗？那天晚上，皇上召我们进宫，我们本来是要商议国公府内侍的异样，没曾想太傅会下手。我们确实被抓得没有反手之力，以为太傅内侍已经把皇宫包围了，情况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们刚走，皇上就被强行灌了毒药。谭公公被万箭穿心，却还是爬到皇上身边，给他塞了一颗保命丹，加上皇上体内有夜幽味的毒，才得以捡回一条命。夜幽也是后来赶到救走了皇上。萧继云看着他，继续说道：我们驻扎在这里，2日后就进京。那么快，我们能进得去吗？轩辕镜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且有大哥在城中接应我们，他们注定是败局。注定是败局吗？希望如此。我现在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一切，早点让我们的生活回归到正常。你和长孙长泽……话到这里就停顿了下，却还是说道：他喜欢你。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我们是假成亲。这2年多以来，你们也算是朝夕相处。暖暖，你若是对他动心了，我也不介意，我尊重你的选择。怎么，你现在是大方到要把我送给长孙长泽做夫人吗？萧继云看着他，眼底越发的心疼和自责了，再次把他拥入怀中。我知道自己很自私，我没有办法把你让给任何人，哪怕你是真的喜欢上了长孙长泽，我也希望你可以和我在一起。下次不准说这样的话。长孙长泽是个很好的男人，这2年多为了我和孩子，他本就背负了许多不存在的包袱，我们欠他的可能都还不完。我想等事情尘埃落定后，我们好好的弥补他。我看喜宝很喜欢他，喜宝很喜欢他，
他对喜宝也很是爱护。若是你不反对的话，我想让喜宝认他做义父。回头问问长泽吧，我们也得尊重他的意见。两人也没有在帐篷里待太久，他们还得去见皇上。等他们出来的时候，裴之安冲了过来，直接就抱住了宋暖。暖暖，我可想死你了。没事了，你看我们不都熬出来了吗？你都不知道我这2年经历了什么呀！他刚想要诉苦，萧继云直接捂住了他的嘴。皇上不是让我们到了都过去，别说了，我们先进去。帐篷里，叶幽和长孙仁杰等人都在。草民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起身吧，宋姑娘，请见了许多。民妇一切安好，倒是皇上。眼前的皇上已然没有了之前的精气神儿。朕无碍，这2年多有叶幽的照顾，也恢复得很好。太傅设计谋杀朕的罪名肯定是成立的，朕的手里有龙符和玉玺在，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狡辩不了。现在就是驻军的问题。大家都开始讨论。等商量完了这件事，皇上也单独的把宋暖、萧继云和长孙长泽父子留了下来。当初因为朕让宋姑娘夫妻2人和离，也让长泽和宋姑娘成了亲，所以朕想问问你们3人是怎么想的。一番话让宋暖有些诧异，他不懂皇上是什么意思。长孙长泽率先开口：我和暖暖虽说是真成亲，但我们一直都恪守着规矩，等事情尘埃落定，我就和他和离，让他和萧公子可以一家团聚。宋姑娘，你的意思呢？我特别感激大将军和长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和他成亲是真的，但我们说好了，等事情尘埃落定后就和离。何况我已经和萧继云有了孩子，所以我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说完，宋暖对着长孙仁杰行了个大礼。将军，我很感激将军府当初为我做的一切。如果有任何需要暖暖做的，只要暖暖可以做到，暖暖一定不会推辞。无妨，那是你们3人之间的事儿，只要你们协商好就行。谢谢将军。宋暖说着看向长孙长泽。长泽，我知道你很喜欢喜宝，和他也有了感情。若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和纪云希望你可以做喜宝的义父，这样你也还是喜宝的爹爹。长孙长泽心里泛着苦涩，他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其实心里也都已经想过了无数遍。可在宋暖嘴里说出来时，他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好像被钝刀一刀一刀的割着，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微笑着回答：好，我也很喜欢喜宝。萧继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了想，才对长孙仁杰和长孙长泽行了个大礼。纪云谢过将军和少将军对暖暖这2年多的照顾，为了暖暖，将军府做出了许多让步，日后若是有纪云可以帮得上忙的，纪云在所不辞。萧公子客气了，暖暖也是受到了牵连，所以才遭受了这些罪。我长孙家誓死效忠皇上，自然也要保护皇上想保护的人，这是我们长孙家应该做的。哪有什么该做的，不过是因为长孙长泽真心的喜欢宋暖而已。不管何时，我都尊重暖暖的意见。少将军是个好人，少将军为我们夫妻做的牺牲，我们铭记在心，日后一定会回报。哎，萧公子说这话就太过见外了，一切都是为了离国和百姓。等皇上再次回宫，我会和他们都说清楚，我和暖暖是假成亲，这样也不会让别人多想。再怎么样，他也不想让天下人误会暖暖是个3心2意的女人。那就麻烦少将军了。皇上见他们似乎都已经商量好了，余下的话也都咽了下去。长孙仁杰和皇上很快的出去了，帐篷里剩下宋暖3人，气氛一时间竟然有种诡异。还是宋暖先开口打破了这样的沉默：你们俩是不是有话要说？可以吗？那你们聊，我去看看喜宝。等宋暖出了帐篷，长孙长泽才开口：你有什么话就问吧。少将军，你喜欢暖暖吧？长孙长泽没隐瞒，回道：确实喜欢暖暖，以前的喜欢并不算太强烈，但相处的这2年多时间里，我承认自己爱上了他。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可以处理好。我欠你一句感谢。我知道当初你和暖暖成亲是为了不让他进宫，如果他进宫了，他肯定会被太傅府的人欺压。若不是你用将军府的兵权作为交换，还安插将军府的暗卫一路保护我们，我和治安说不定都会死在流放的路上。我很感激你，但是我却没办法说出让暖暖和你不要和离的话，就当我自私。若是暖暖愿意，我可以接受你。萧继云说的隐晦，长孙长泽却是听明白了，他心里掀起一阵波涛，却还是很清楚宋暖的选择。我做的这些更多是为了离国的百姓，你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如果真要说这些，暖暖去军营开荒地，还和东方青羽免费提供了那么多物资，我爹也是因为这些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这1年多。总之谢谢你。长孙长泽拍了拍他的肩膀：暖暖真的很爱你，她一直都很想你，所以不要辜负她的爱。能够被自己喜欢的人坚定不移的选择，真的很幸运。最起码他没有被这样坚定的选择过。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以后，所以说出来的话会很直白，不是故意激将你，还望见谅。我明白，这种事情
确实说开了反而比较好。我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期待，希望暖暖会选择我，但我心里很清楚，他对你的感情有多深，对我也只是感激之情。为男人，萧继云突然也觉得长孙长泽这话说的有多心酸。我不知道暖暖有没有喜欢你，但他确实心动了。你很优秀，会心动是很正常的事。小纪元，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我的所有温柔和努力都被认真的对待过。你真的很好，但暖暖我是不会让给你的。不过我不会反对你们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也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做喜宝的义父，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两个男人说开了，气氛倒是没有那么的尴尬。倒是在帐篷外面的宋暖听着他们的对话，哭得像是孩子般呜咽的不敢出声。突然他身子一轻，整个人被提了起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了一棵离着军营几百米外的大树上。难过就在这里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些。我没事。还说没事呢，都把自己的手掌给咬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狗咬了呢。叶幽，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能，你的命可是花了我好多血才救回来的，你最好爱惜点自己，别动不动就自虐。我没有自虐，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闻言，宋暖沉默了。你喜欢上了长孙长泽？瞎说什么呢？我不否认自己对他确实有些好感。长孙长泽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对他有好感是正常的。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对不起他。叶幽突然凑上前，停在了他的面前。他伸手，宋暖下意识的就去躲。还说你不喜欢他？长孙长泽揉你头的时候，你可没有躲啊。虽说你可能不爱他，但肯定是有好感的。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要是愿意，那就把他们俩都收了呗。你瞎说什么呢？我接受不了自己有两个夫君。可你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是嫁给了长孙长泽，但我只有萧敬云一个男人。你这是让我同时有两个男人，我接受不了。一个和两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难道皇上没有和你说，打算这次的事情以后会亲封你为王爷，离国乃至其他国家唯一一个异姓女王爷？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区区两个夫君算什么？你还可以找许多男宠。这下就连宋暖都诧异了，他倒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但还是异常坚定的摇头。引诱我，如果长孙长泽是个不怎么样的人，可能我就真的会顺水推舟。但他很好，我希望他可以找个和他一样好的女子成亲生子。他的人生该是很洒脱恣意，而不是被困在儿女情长里。见他说的认真，叶幽也只是轻叹了一口气。看来长孙长泽的这段感情真的会无疾而终了。那你现在是做什么想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总归是要处理，打算回到京都以后就和长孙长泽和离吗？自然是要和离的。我们当初成亲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等这件事处理好了，我会告诉其他人事情的真相。我和长孙长泽也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你和长孙长泽两个人新婚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傅早就派人说出去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新婚夜什么事？你真的不知道？你和长孙长泽圆房的第2日一早，你们二人新婚夜折腾了一晚上的事，被将军府的嬷嬷传了出去。太傅又特意找人润色了下，京都所有人都以为你和长孙长泽是真夫妻，就连孩子都以为是长孙长泽的。那天晚上都是假的，可其他人不会觉得是假的。轩辕镜派的人可是一直都在听你们俩同房，你说别人信不信？就连你生产的日子都是推后的，说这孩子是萧继云的，你和长孙长泽是假夫妻，谁信你？按照你的意思，我现在是有嘴说不清了。我是觉得没必要说，我说这些呢是为了提醒你。当然了，其他人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毕竟在天下人的心目中，你和萧继云才是假成亲。宋暖这时才意识到萧继云为什么一开始会问这样的话，所以萧继云是觉得我和长孙长泽两个人也在一起了。这话我可没有说，但关于你们那些事确实传得挺多的，而且军营里的人都相信你和长孙长泽才是真夫妻。在军营时，你睡的不就是他的帐篷吗？我睡他的帐篷，但他没有在帐篷睡。其他人不会在乎这些的，也不会在乎你们两人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若是做了女王爷，有几个亡夫也是很正常的事。你为离国百姓做了那么多，不会有人介意的。想到这里，叶幽的眸子微微的眯着。若是你要其他的亡夫，
不如看看我，我觉得我也可以。叶幽，我开玩笑的，但我说的也是认真的。你好好的考虑一下，长孙长泽这个人真的不错。2个夫君在离国并不是什么特立独行，那些公主郡主不都有许多面首吗？叶幽觉得宋暖有些刻板，喜欢2个人并没什么错，人一辈子又不是只能喜欢一个人。到底宋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牙签，喜宝有没有乖乖听话？喜宝乖。喜宝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又指着萧纪云。伯伯，喜宝喜欢伯伯吗？伯伯不是爹爹。宋暖听明白了喜宝的意思，那喜宝以后多和伯伯一起玩好不好？好。喜宝到底是个孩子，只要宋暖不说伯伯是爹爹，他就不会哭闹。萧纪云和长孙长泽同时走上前，宋暖被2人吓了一跳。怎么了？你们俩有话要说？我们明天下午攻城，一会儿我们安排人送你和喜宝回虎头村，成功了你就带着喜宝进京，若是失败了，不是说后天才进去，怎么突然就改变了？计划有变，太傅府那边有外援，也不知和南楚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们的外援已经到了离我们80公里外的地方，我们这里面出了内鬼。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吗？太危险了，你和喜宝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人，你们2个人绝对不能有事。萧纪云顿了顿，才说道：我们现在怀疑那个内鬼是东方府的人。你们怀疑青羽？不可能的，青羽他不可能会。我不是说那个人是他，我们是怀疑他的手底下有人泄露了我们的事。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方青羽，这次我们的行踪确实很容易被察觉。你们俩都要去？我爹已经赶往边境，我们也要先带着皇上回京。这一路太凶险了，你回虎头村去，那边有吃有喝，还有人守着，安全得很。那要把将军夫人接来吗？我娘她在京都出不来，太傅在知道了消息以后，就把府里的人都控制起来了。如今我们攻城也越发困难。知道了，不过回虎头村也挺不安全的，我觉得留在这里也挺好，我也可以帮些忙。虎头村安全些，而且娘也已经回去了。娘回虎头村了？回虎头村了。如果情况有变，就带全村的人躲进我们建的地下室里。那你们小心些。他想了想，还是说道：有没有什么缺的？我这边可以给你们拿一些。皇上早就囤了粮，京都这边有充足的粮草，这些倒是不缺。那我拿些糖吧，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也方便携带。那我们去准备下。长孙长泽应了一声，也没有多问，自己带着喜宝玩。2人来到了帐篷里，对着萧纪云问：面粉和大米不需要吗？暂时不需要，皇上之前储存了许多粮食，都是在各地种的，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再买一批粮食，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批粮食能够帮助你们。和皇上商量下吧。可是那么多的粮食，我该怎么样才能拿出来？你信长孙长泽吗？信的吧。那就和长孙长泽说，他会有办法。那就找他吧。说着，把长孙长泽带到了帐篷里。找我有事吗？确实有事。宋暖犹豫片刻，才说道：你信不信我会变戏法？长孙长泽有些不解地看着他。宋暖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从淘宝系统里买了一袋面粉，在长孙长泽那诧异的眼神里平静地说道：我能变出粮食来。这些都是意识的东西吧？我又不是傻子，你至于把我当傻子糊弄吗？你怎么知道的？高僧说你是意识之人，也是神女，你手里那些种子和粮食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东西不一样。这件事高僧和我们几个人都说过，所以你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不觉得稀奇。好吧。宋暖想了想，又问：那你还知道些什么？高僧没说太多，一开始他也只说你是神女。皇上出事前，他曾经说过你是意识之人，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不能让你出现任何意外。宋暖把他要拿出10万斤大米和10万斤面粉的事儿和他说了。长孙长泽想了想，别在这里拿出来，等会儿我带你去偏僻些的地方，到时候再拿出来。好。要去放粮食，喜宝也由萧纪云带着，长孙长泽和他一起骑马前往。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用来躲难，我把粮食都放在这里，到时若有异变，你可以带着他们退到这里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你看着，我把粮食拿出来。闭上眼睛，宋暖将10万斤大米和10万斤面粉拿了出来。等他从系统里出来，不远处满满当当的堆满了他买的东西。长孙长泽就站在他的身边，眼神里有着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神仙？不是。宋暖站起身，指着那些东西说道：这里有20万斤粮食，还有些其他的。这个紫菜干掰开放在水里可以煮很多汤，放点盐和虾皮干就很好喝。这个山洞很大，但这没有柴火，还是挺麻烦的。柴火不用担心，我到时会让人送过来。你说的没错，这里确实是可以当做退路。你刚刚就这样闭上眼睛，旁边就可以无缘无故的出现那么多东西，你里面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吗？不是，等我的钱用完了就买不到了。那你还是别拿出来了，省着点，等有用的时候再买。放心，这些都是在做活动时买的，很便宜。你心里有数就好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多为自己考虑些。那是自然，可现在的形势不是很好，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可以平安。放心吧，我肯定会平安的。长孙长泽顿了顿，迟疑了下，才说道：暖暖，我有句话想说，希望你别生气。你说，我肯定不会生气。我知道
现在的局势对我们来说也很是不利。你现在有了喜宝，我希望你别什么事情都想着别人，多想想自己和孩子。我希望你可以自私点，若是真出什么事，我希望你先保全自己和孩子。他的话隐晦，宋暖却是听得懂。他点头，我知道了，我们先回去吧。此时已经是晚上了，他们远远的到了军营里，就看到那边已经打起来了。宋暖心里咯噔了下。喜宝，萧纪云，你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回去看看。我要去找喜宝。暖暖，快带喜宝先走。是大哥的声音。怎么回事？我们这里有内鬼，我们所有的动作都被知道了。我们这里有内鬼，我们所有的动作都被知道了。皇上和安亲王都受了重伤，萧公子和叶幽公子还在那边，我们的人支撑不住。他们派了起码有5万精兵，而且还有火药。少将军，我们先撤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不能走，萧纪云还在那边。你在想什么？现在赶紧撤离，抱着喜宝走，我回去。你们都走，我回去。我会帮你把萧纪云和叶幽带回来，你带他们去山洞，其他人我晚些带过来。长孙长泽，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好，你快走。他们刚走没一会儿，一辆马车就过来了，是东方府的马车。宋暖想到长孙长泽说的话，拦在了马车面前。东方青羽掀开帘子，催促道：“快点上马车！”东方青羽，你到底是谁的人？暖暖，先上车，我解释给你们听。温如仙，你怎么了？那间不是东方府的人，是我的小厮，我真的很抱歉。打开山洞的门，宋暖让他们赶紧都进去。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爹藏着那么深的心思。傍晚时我心情不好去散步，也不知走到了哪里，听到了我的小厮给人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不敢声张，就躲起来偷听。结果才知道内鬼不是东方府的人，是我一直很信任的小厮。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以为他是完全效忠我的，没想到。那你身上的伤？小厮发现了我，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爹狠狠地用家法处置了我，是我妹妹把我偷偷放走的。我就去找青羽，从他们家钱庄的地下密道处成的。对不起大家，是我连累了大家。现在外面的形势怎么样了？太傅派人在中途拦截大将军，想要取他的性命。如今将军府也被控制了起来，因为将军府不肯归顺新帝，拿出军权。将军夫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虎头村，我们得派人去虎头村通知这个消息，他们得藏起来。别担心，我的安卫已经提前给我飞鸽传书，他们已经把所有能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安亲王当初建的密室里。那些人是绝对找不到密室，密室里有空气，有吃的喝的。半个月前，他们已经搬到密室里住，楼里也没人了。听到虎头村的人都安全，宋暖也就放心了。这里没有柴火，我们需要点柴火。你们稍等下。哪里来的这些啊？我和长孙长泽之前存放了一批物资放在这里，想着若是出现了意外就有地方可退，没想到我们还没到军营那边就出事了。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做错事的人也不是你，你没有必要自责。你好好休息，你身上的伤也很重。少将军夫人，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呀？你们烧点热水，待会儿熬点粥，我去搬些米和蔬菜干出来。我还担心没吃的，我们该怎么办啊？刚说着，外面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声响，宋暖几人马上举着火把过去，就和叶幽碰到了。叶幽的身后，萧纪云和长孙长泽浑身是血，宋暖嘴巴微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先进去再说。你俩怎么了？纪云差点被抓，长孙长泽为了救他，后背挡了一剑。不过你放心，这些伤势严重，却不足以致命。我们现在不能出去了，这段时间太傅一定会疯狂的找我们，大家谁都不能出去，出去了就是找死，其他人全都战死了。叶幽说这话的时候，眸子里满是怒意，他真的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现在这样。是我的错，随安，这不是你的错，你别想那么多，好好的休息。现在大家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我们得在这里住多长时间？大概几个月，最起码要等他们把伤养好。外面的人会找我们很久，我们那么多人很被动。那其他人怎么办？我们现在已经顾不到其他人了。你看纪云他们几人受的伤，起码得休养大半年以上。还有他，那个他说的自然是皇上。他可能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宋暖也沉默了。突然，外面传来喜宝的哭声，将两人的思绪拉回。看到喜宝趴在长孙长泽的身边，哇哇哭着：“爹爹，爹爹！”喜宝，爹爹，爹的流血了，好多血。喜宝不怕，爹爹他没事，爹爹他需要休息。喜宝不要吵爹爹好吗？喜宝乖。他呜咽着扑在宋暖的怀里，哭得一抽一抽。哭着哭着，喜宝又睡着了。这段时间可能都要待在这里，一会儿我会拿些盖子出来。大家都辛苦了，待会儿喝完粥就早些休息。山里的夜很凉，你们要垫一床盖一床，两个人一起睡，大家挤挤。谢少将军夫人。精兵们也都把他们的床铺好了，他们是单独的在另一边。你晚上就住在里面，我们住外面就行。我知道，我想抱喜宝过去睡。喜宝就在外面这里睡就好，人多，大家都能看得到。你一个人带太累了。宋暖想了想，问：
那几个嬷嬷和丫鬟，他们没有逃脱。东方青雨深吸一口气，我倒是会打点好他们的家人，不会让他们白死的。之前是我太着急了，不好意思，我不该怀疑你的。傻不傻？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这不是你的错。我知道的，你也累了，先喝点粥，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你先睡吧，我们马上就包扎好了。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天亮了，只睡了2个多时辰，宋暖就醒过来了。皇上、裴之安、长孙长泽4人都没有醒，先醒过来的是萧继云。宋暖见他醒了，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你醒了？我没事。长孙长泽怎么样了？他为了救我被射了一箭，他好像伤得比我重。他还没醒，你别急，你们伤的虽然重，但还没有威胁到生命，多养养就好了。萧继云伸手想要去摸他，手都抬不起来。宋暖想要上前，喜宝突然就跑了过来。要吃，爹爹疼。他刚想说爹爹在这儿，精兵也过来说，少将军夫人，少将军发高烧了，你去看看。你现在的身份还是长孙长泽的夫人。好，大哥，帮我照顾一下纪云，给他弄点粥和红糖水。长孙长泽才刚醒，眉头皱得深，一双眼睛看着旁边，脑子里乱哄哄的。少将军夫人来了。你怎么样了？没事吧？长孙长泽看着面前的女人，张了张嘴。你是我夫人。宋暖诧异的看着他。长孙长泽，你怎么了？我成亲了。爹爹，喜宝，不可以压在爹爹身上，爹爹受伤了，身上全部都是伤，你压到爹爹，爹爹会疼的。爹爹，你还疼吗？爹爹不疼。不知为何，长孙长泽只觉得面前的女人和孩子好像对他特别的重要，可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脑海里全都是空白一片。长泽，你怎么了？长孙长泽摇头。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伸手拉住宋暖的手，脸颊上浮现着淡淡的笑。不过没关系，有夫人和孩子，我应该是过得很幸福。我们现在是落难了吗？是爹爹。喜宝拉着宋暖的手，要吃，爹爹。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长孙长泽说着，咳嗽了一声，他的唇角就溢出鲜血来。赶紧躺下，我去给你们拿个枕头，靠着舒服些。你住哪里啊？我要和你一起住。我在里面住，我不方便的话还没说出来，长孙长泽就对着一旁的精兵说：“把我抬过去，我要和夫人一起住。”精兵应了一声，就将长孙长泽抬了过去，真的抬到了宋暖住的地方。他尴尬不已，看着躺在那儿的萧继云，想说些什么又不好解释。现在的长孙长泽失忆，他手底下的精兵又不知道他们2个人的真实情况，到时等他睡着了以后，他在旁边再打个铺就好。你等会儿，我去给他们送枕头过去。给裴之安几人全部都拿了，他拿到萧继云面前，想说些什么，喜宝已经拉着他的衣角。娘去找爹爹，去照顾他吧，我没事的。我晚些过来。回到里面，精兵已经盛了一大碗的粥在那儿等着了。少夫人，少将军说要您喂。辛苦了，你去休息吧，我来就行。宋暖拿着粥，一口一口的喂着长孙长泽，喜宝就坐在旁边，笑眯眯的看着爹爹和娘亲的互动，小脸上全都是欢喜。喂完粥，宋暖问：“还要不要？”“不要了。”“你休息会儿，我拿几包米出去。”“夫人。”长孙长泽拉住了宋暖的手：“你为什么对我不咸不淡的呀？我们感情不好吗？”“没有，你别多想，我就是担心。”“别担心，虽然我不记得了，但我肯定会和曾经一样带给你幸福。”“好好休息，先把身子养好，我才能放心。”“好。”松开宋暖，长孙长泽努力的想要去想些什么，可一想脑子里就痛得不行，像是要炸开锅一般的难受。宋暖提着米出去，又提了2袋面粉出去，受伤的人还是要吃得好些。他该怎么样才能买些吃的出来，而不被人觉得很奇怪呢？刚在想着，叶幽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我打算去抓些野鸡，他太虚弱了，受伤的人都需要补补。你不是说了那些人都在外面搜寻我们，我们现在出去的话，不就是在告诉他们我们的地址？我功夫好，他们追不到我的。太危险了，我会想办法的。叶幽蹙眉，刚想说些什么，东方青雨就过来了。人参我这里有，我的马车上有几十株百年人参和野山参，还有其他的补品。可惜没有野鸡炖汤，鸽子也好啊。宋暖沉默了几秒，才说：“你们等会儿，我给你们拿来。”他很快的又回到了后面。他当然不会买杀好的鸽子，因为太明显了。鸽子用笼子提了出去。你们到那边去处理干净吧，这些省着点，也够坚持一段时间了。叶幽也没说些什么，嗯了一声，才又加了句：“不用藏着，现在你就算是拿出一头猪来，我们也只会开心，不会想太多。”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看到的，大家许久都没吃荤腥了，一头猪也不错，或者一只羊也不错。那你守在这里，别让其他人靠过来。你这人啊，浑身都是秘密。好在知道你秘密的人是我们，不是太傅的人。若不然呢，他肯定会执意让轩辕镜娶你。进了后宫，想要全虚全倚的出来，可就难了。这些都是比较能放的，你找好借口没有？叶幽看了他一眼，提着冻着的肉就朝着外面走去。
今天煮肉吃。精兵们拿过肉，也没有问是哪里来的，看着这冻得邦邦硬的肉，又想到那源源不断的粮食，想着这应该是提前弄好的，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才拿来。他们不问，拿着肉也开始做饭。太傅发动了几万的兵力地毯式搜索，却都没有搜索到他们这群人在哪里。这群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轩辕镜小心翼翼地看着太傅，外祖父，我们还要找吗？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派人一直找，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再找2个月，2个月以后，若是他们还不出来，那就把将军府的人全部拉出来游街。我就不信长孙仁杰逃到外面去，还会不管他的夫人和家人。外祖父说的是，这些奏折还请外祖父多费心，这些去后宫了。等轩辕镜离开，太傅的神色才慢慢的冷下来。位置给了那个废物，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早知我就自己上了。说不是名不正言不顺，他哪里会让那个废物登上他梦寐以求的位置？不过没关系，他能等。想到这儿，太傅在御书房里忍不住的哈哈大笑。在山洞里待了半个多月，他们似乎也挺习惯在这里住着。恢复不好的便是长孙长泽，这段时间他的神智都好像是反反复复的。陈文俊给他把了脉以后，也是担忧的说道：只能先吃药稳定下情况。少将军的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他这样的失忆是永久性的还好，我最怕的是他会退化记忆。退化记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会因为记忆的衰退导致心智上的退化，到时候可能会需要人照顾。没有办法吗？若是我爷爷还在的话还好，他的经验还是比我足，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把握。如果有药的话，我能维持他现在的情况不恶化。要什么药？你写下来，我看看有没有。麝香有的话是最好的，那是活血化瘀的药材。写完药材，萧继云就拿过纸和宋暖一起到了后面，进入淘宝系统里，把药材一样一样的搜索，然后买下来。买完药，对萧继云说：也不知道这些药对长孙长泽有没有用，他现在的情况看起来真的不是很好，我心里其实还挺担心的。别想太多，我相信长泽他自己也不想的。如果他一直这样，我不介意我们2个人一起和你生活。宋暖惊愕地看着他，萧继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知道，男子可以娶多个女子，女子也可以有2个夫君，在这里并不少见。你别说了，文君一定可以把长泽给治好的。我不说了，就像是你说的，凡事顺其自然。11月初，天气也凉了起来，萧继云的伤势已基本痊愈，长孙长泽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只是他还是没想起来。如今的他只知道宋暖是他的夫人，喜宝是他的儿子，其他人都是他手下和朋友。这天，宋暖刚哄喜宝睡着，就见叶幽和萧继云走了过来。我们打算去京都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太傅的人应该还在外面找我们，这样出去太危险了。不管怎么样，也都该出去看看了。我们困在这里多长时间了，再不出去也一点都不安全。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在这里半年了，虽然提前和我娘说过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但时间太长，我也怕会出事。宋暖看着萧继云，你也要去？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暖暖，这场恶战我们一定是要面对，但我希望你可以带喜宝他们留在这里。那我也一起去。裴志安和温如心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不能去，如熙你没有功夫，出去的危险性太大。志安，你得留下来守着皇上，皇上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他是我们这次起兵的关键。等了那么长时间，现在的叶幽不打算再等下去了。都决定好了。我们也不能看着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里，这一战是一定要的。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那么长时间，也养精蓄锐了那么长时间，事情总归是要有了断的。可我不想自己在这里。我们先出去外面打探消息，再商量接下来的事。东方青羽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递给萧继云。拿着这块令牌，可以调动东方府所有的商号。我离开前，暖暖在东方府有260万两的分红，孙掌柜先后运了217万两到东方府。东方府前2年的粮食全都没卖，若是有需要的，都可以从东方府拿。萧继云接过令牌，递给叶幽。你功夫好，你收着。你们早点去早点回，没必要非得要去京都里打探消息，在路边的茶馆里也是可以打探消息的。放心吧，我们都知晓。萧继云，宋暖跟了上去，却还是没有忍住，跑过去抱住了他的腰。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暖暖，等我。松开萧继云，宋暖在看着叶幽。叶幽，你也一定要平安的回来。叶幽勾着唇，怎么到了我这里就不抱一下了？你们早点去吧。叶幽说完，才和萧继云一起离开了。温如心上前对着他安慰：暖暖，你别担心，他们不会有事的，只是出去打探消息而已。我知道，可太傅爪牙到处都是，我还是担心。夫人。长孙长泽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了，他站在宋暖身后，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其他人也很是识趣的走开。怎么了？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夫人，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当然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那你刚刚为什么去抱萧公子？我这些日子
有问过别人，他们说他是你的第一个夫君，你和他和离过才嫁给我的，你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啊？那控诉的语气让宋暖不知该怎么回答。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平日里都不爱叫我夫君，也是因为他们。我只是习惯了叫你名字，你若是不喜欢，我唤你夫君便是，你别生气。看着宋暖并没有太大的波澜，长孙长泽一双黑眸水雾雾的将他推在身后的岩壁上，低头含住了他的唇。自发现宋暖的手被他禁锢在了墙壁上，这突如其来的吻被吓懵了，大脑里空白一片。夫人，别离开我，我知晓自己现在像个废人，但我会努力给你一个好的生活。好了。宋暖呆滞后才反应过来，我没有离开你，夫君，你真的是想太多了。我们都成亲了，只要你不休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不想和你分开。不分开。中午吃的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长孙长泽一直黏着宋暖，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好不容易等长孙长泽睡着，轻轻地起身离开。他来到了外面，找到了陈文俊。文俊，长孙长泽这样的情况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好？之前吃的药不能让他想起来吗？少将军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好了，只是失去了记忆，只能暂时先继续吃药，不要刺激他。等见到了祖父，让祖父看才行。想到不能刺激他这个话，宋暖也有点担心。可他想要和我同房。同房也是可以的，但不能太激烈。你能不能去和他说不可以？我担心他的头，若是出什么事，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也行，等明天我和少将军说。宋暖也舒了一口气，这才和陈文俊道谢，回到了后面。刚脱下鞋子躺在床上，他就被长孙长泽从身后抱住。夫君，夫人，你去哪里了？我醒来就发现你不在了，你该不会是想偷偷跑出去吧？宋暖被他抱着，也不敢乱动，只能安慰。我去问了文俊，你头部的淤血怎么样了？他说你头部的淤血还不能做太剧烈的事情，也不能受刺激，所以你还是多睡觉。听到这话，长孙长泽有一瞬间的委屈。夫人是不想和我亲昵吗？宋暖想起什么来，拉着他那有些不安分的手。我当初怀喜宝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变故，你带着我去了玉城，在玉城生喜宝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我们在一起，且不说外面还住着几百人，若是我又有孕了，这里连稳婆都没有，你觉得文俊他能接生吗？长孙长泽的手一顿，像是当头浇了一盆凉水，规规矩矩地抱着宋暖的腰。我不想让你出事。夫君，再忍忍好吗？等我们这边打赢了，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让陈太医给你瞧瞧头部的淤血要怎么才能彻底的消除。等你没事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夫人放心，我不会让你再受这样的苦。夫人前段时间对我冷淡，想必也是怕再有孕，是我做夫君的不够妥帖，还误会了夫人。夫君别想太多，现在的形势对我们不好，我就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不要再出任何事。宋暖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长孙长泽可是将军府唯一的后代，宋暖是真的怕他出事，环着宋暖腰的手紧了紧。长孙长泽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夫人放心，为夫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不会让夫人担心的。睡吧。宋暖已经懒得折腾了，闭着眼睛就睡觉了。黑暗中，长孙长泽轻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太无用了，每日都在这山洞里，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为夫人解忧。第二天傍晚，萧继云和叶幽才回来，而他们的身后也跟着3个人。宋暖脱口而出，将军夫人看着他，眼神里也都是温柔。暖暖，你和长泽还好吗？我们很好。他说着，又看着身后的2人，安宁公主、朝阳公主。将军夫人的出现，让其他的精兵们都纷纷起身。末将参见将军夫人。诸位将士无需多礼，如今多事之秋，我和将军还需倚靠诸位。末将愿为将军和夫人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家坐在床铺上，也听将军夫人说了这2年来的事。我逃出了京都，在路上遇到了同样逃难的朝阳和安宁，我们在一处荒弃的寺庙底下，那时又躲了半年。出来想要买些吃的回去，就碰到了叶幽和萧公子。如今太傅掌管了朝政，南楚好像是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倒也没有进犯。只是百姓如今是流离失所，朝廷不但是不管，还把税收提升至了5成，百姓们是怨声载道。可是3皇子只沉迷于女色，朝堂上的事全都给了太傅负责。我打算去军营里边找将军，以皇上的名义从军营打到帝都来。可皇上快不行了呀！皇上很早之前就下了圣旨，安亲王、宋暖接旨。臣您父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安亲王裴之安协良恭谦，兴喜天下，朕即日退位，将皇位传给安亲王，传玉玺，赐龙符，即日继承正统。钦此。裴之安整个人都懵了，舅舅怎么会把皇位给他继承？将军夫人很快念了第2道圣旨：宋府有女名宋暖，心有大志，恭顺良德，造福百姓。朕特封宋暖为安亲王，封号咸亲王，望咸亲王辅佐新帝登基，造福百姓。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宋暖接过圣旨，人还有点懵，她一个女子变成亲王了。将军夫人拍了拍她的手背，虽不知皇上因何要封你为亲王，但是皇上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你要好好的辅佐新帝，开创新的皇朝。皇上，我们此番要正大光明的从军营那边一路过去，沿途的每个地方都有皇上留下的军饷，这一战我们必须要赢。裴之安此时也是十分的无奈，他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请皇上为天下百姓着想，我们必须攻克12座城池，一路名正言顺的攻回京都，请皇上三思。好吧，朕会夺回皇位，名正言顺的坐稳这个位置，造福百姓。到时再选出真正适合的新皇，接替朕的皇位。他对这个位置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可如今好像也找不到好的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们在外面讨论，将军夫人则是看到了长孙长泽，看着儿子眼眶红红的。长泽，您是？看着面前陌生的妇人，我们认识吗？长泽，你不记得娘了？娘，长泽他失忆了。失忆了？将军夫人深吸一口气，才慈爱地看着长孙长泽，语气温柔地说：对，我是你娘亲。长泽，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当然不会，我还记得我夫人。说罢，他拉过宋暖的手，把她紧紧地握着，好像怕她被欺负一般。娘，夫君他没事，他头部受到了撞击，可能有淤血残留，不能受任何的刺激。文俊说要等找到陈太医，才有办法清理他头部的淤血。失忆就失忆吧，人没事就好。暖暖，这些日子辛苦你照顾长泽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将军夫人也没时间悲秋伤春，她很快地开始制定了计划。宋暖和裴之安是一定从军队里出发的，但其他人可以在山洞里继续生活。夫人，我想和你一起去。你的伤还没好，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喜宝就交给你了。我会照顾好喜宝的，夫人不用担心。那我要走了，你一定要记得我的话。我走了以后别出去外面，如果我们不幸出了事，夫人，我和喜宝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平安无事。我会平安回来的，你也要好好的。看着宋暖离开的背影，长孙长泽想要追上去，喜宝却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哭得哇哇叫。无奈他只能转身去哄孩子。一群人披星戴月的赶路，很快朝着军营里去。暖暖，将军，夫人给你们的圣旨接到了吧？接到了，将军都知道了。那是我们提前为了以防万一做的计划，如今用上了，那就从这里出兵，你们觉得呢？裴之安却说：将军，舅舅为什么要把皇位传给我呀？王爷觉得那么多皇子里，有谁能做好明君呢？几个年纪稍大些的王子有各自的家族，他们把母家的荣耀看得比天下还重，这也是为什么皇上迟迟未立太子的原因。把皇位传给王爷，王爷最起码能保证离国百姓的生活，能以天下为重。说完，长孙仁杰又看了他身后的叶幽一眼。叶幽公子愿意认祖归宗，这皇位不也就有人做了？我不要那个位置，他才不想要。那我们现在起兵，一路杀回京都。等到京都时，我们的几万士兵足够攻城。攻城还是有些许难的，他们有火药，火药有的再多，总归是有用完的时候。我们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玉玺和龙符带了吧？都带了。军营里，将士们只认皇上的玉玺，若是想要调动军队，就只有龙符才可以。燕城会把城门打开吗？此时的裴之安还是不想发动战争，让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他们会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宋暖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一回到帐篷里准备休息。萧继云进来，满眼心疼地看着他。累了吧？我跟你按了。都攻到这里了，我们的进度也可以稍微快点了。也不知道皇上那边怎么样了。有文俊在，不会有事的。我想喜宝了，也不知道喜宝现在怎么样了。普渡村里，他们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一直躲着？别想太多，不会有事的。外面又有人喊了过去。我先出去，你好好休息下。
等攻占了郾城，我打算让暖暖先回去，最后一场才是真正的恶战。他没有功夫，很危险。我同意，我们不一定分得出来人照顾他，他和我们一起确实不安全。那我们要把他放在哪里？在郾城的话，不安全吧？那简单，反正还有1天才会攻城，我把他送回山洞里去。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他送走。等郾城的城门开了以后再送。这里肯定有太傅的眼线，一路那么顺利，总归是要小心些。这件事就让纪云和暖暖说吧，一定要说服他，他在这里很不安全。萧纪云应了好，又出去了。一夜之间，长孙仁杰还是带人把郾城给占领了。此时的他们在休整了以后进攻京都，太傅也知大局已去，但却十分的不甘心。外祖父，长孙仁杰的大兵已经进来了，那群废物把城门给打开了，我们要败了。你这个废物，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外祖父，真是你一手扶上位的，你一定要保住朕的皇位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才什么都要亲力亲为。你是一点做皇上的样子都没有。早知道当初我就该自己上位，为什么要让你做皇帝？他推开轩辕镜，很快地遣散了所有的工人。凭什么我会输？明明是我比他们都还聪明，明明我什么都做了，为什么还是得到这样的结局？我不甘心，我一点都不甘心。笑着笑着，他就突然从衣袖里掏出一把匕首，狠狠地刺在了他的胸口。等长孙仁杰等人攻到皇宫，轩辕镜跌坐在地上，然后朝着长孙仁杰爬去。大将军，他们想要造反！造反？轩辕镜，你是太上皇很疼爱的皇子，你还记不记得你5岁那年，冬天掉进御花园的冰湖里，是太上皇跳下去给你捞起来的，在你的床前守了你3天3夜，你是怎么可以做到那么狠心的？这是被逼的，是外祖父逼我。如果我不按照他说的去做，他就会把我也杀了。大将军，你相信朕，真的没有。那些皇子又何其无辜啊！你把你同胞的兄弟全部杀害，一个不留。还有太后娘娘，您把她软禁起来，您又何尝想过那是从小疼爱你的祖母？你是怎么做得出来的？那些都是太傅做的，不是朕做的呀！太上皇昏迷前有留下圣旨，封安亲王裴之安为新帝。三皇子，你该去自己该去的地方。他来到了后宫，亲自接回了太后。太傅害人终害己，哀家知道你难做，若是有什么不好做的，你告诉哀家，哀家来下懿旨。太后娘娘，您还不知道皇上把皇位传给谁了吧？是安安吧？皇位本来就是有能者居之，安安这孩子吧，虽然不爱权势，但他是真心实意的为百姓着想，哀家觉得他可以胜任。先把那些余孽全部处理了，既然皇上不在，就先传哀家的懿旨下去，把太傅的余孽全部给清除了。还有那个宋府，这些年都在帮助太傅，把他们家抄了，抄的家底先不要冲入国库，那是暖暖娘亲的，该怎么弄让她自己安排。微臣遵命。3日后，他们回到了京都。宋暖和裴之安很快回到了御书房，工人们都在，他们也不好一点礼仪都不要。皇上，裴之安摆摆手，叫我皇兄。皇兄，本王还有事，不如就让我先去偏殿里休息会儿。贤亲王急什么？皇兄还有这么多奏折没批呢，你怎么好意思离开？贤亲王现在可是要为朕分忧的，朕都没时间休息，你还想去休息？想都别想。他说着就对王公公说道：吩咐御膳房给贤亲王做些好吃的来，别饿着我们贤亲王。奴才遵命。裴之安，你幼不幼稚？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了？你要是把这些奏折全部批完，我把皇位让你都行。你可别乱来，祸害你就行了，还想着祸害我，想都别想。他看着脸都绿了。那些大臣真是狗皮膏药，天天就想着生孩子那事，我才不要找女人。等我把离国的百姓们生活稳定好了，我就让位。你现在是皇上，可别一天到晚想这些事，好好的想想该怎么样快速的把离国的内忧和外患全部处理好。你以为我不想啊？可现在马上就过年了，有任何计划都要等明年。不过今年冬天也刚好给了我们一点时间。你有没有什么好计划呀？可以说出来听听。宋暖说出来自己的想法，裴之安也很认真的考虑，然后说道：太傅府那些人你是怎么打算的？流放吧，
到时一定要派自己的心腹过去做这件事。既然要把那些人流放，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再有机会重返回来。我觉得你说的对，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不过温如心那边，左相府涉及了这次的事情，裴之安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你怎么想的？我觉得左相毕竟牵涉到了这件事，想让他继续在朝为官是不可能的。他做的事情太绝，肯定是判死刑的。但左相府的其他人没有牵涉进来，我想把他们流放了。你能这样想是最好的，我还担心你心软。这件事本来就是左相做的，他应该为自己做的那些错事付出应有的代价。你和长孙长泽，你打算怎么办？他现在还在治疗中，我总不能现在这个时候和他说和离的事。等陈太医把他医治好了，他把之前的事情想起来，我们再和离。看着他那为难的模样，裴之安都觉得头疼。好在我没有你这样的烦恼，我以后要娶夫人，我就娶一个。你真的不考虑把这个皇位一直做下去吗？我觉得你挺适合做皇上的。你可别再和我说这话了呀，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合适。我可不想和轩辕镜一样，后宫180个后妃，每天都要在女人堆里打转。你都没看到她，我当时看她的时候都吓了一跳，整个人瘦得不行，完全一副被女人掏空的样子。我很爱惜我的小命，可不想因为这些事情把自己给卖了。多狠的外祖父啊，竟然为了银子把自己亲外甥当免费的牛郎，每天就为了公平，整天都日夜笙歌的，想想都觉得吓人。我也觉得一生一世一双人挺好的，可你现在有2个，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在乎。男人可以3妻4妾，你作为王爷嘛，有2个男人怎么了？裴之安，感情这种东西很难分的，不管是萧积云还是长孙长泽，他们都是特别好的男人，我就一个人，实在给不了2个。宋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虽然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依旧觉得长孙长泽是个风光霁月的男人，他不应该被我拖累，他的人生应该有更多的选择。那你不怕他难过？他很优秀，我相信他能找到更加优秀的女子。宋暖的目光很是坚定，我愿意等他的伤势好了，他记起来以后，我再和他和离，但我却不希望自己那么自私，辜负2个人的感情。裴之安都觉得好麻烦。你要是愿意多找几个男人，我看叶幽都想跟你做男宠了。他的话落音，我没有说过这话，你别乱说。你敢说你不喜欢暖暖？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女人了？你裴之安下意识地拢了拢自己的外袍。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叶幽十分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我就算是喜欢男人，我也不喜欢你。哼，我说我不喜欢女人，但我没说自己不喜欢女孩啊。裴之安好奇，有何不同？我当初觉得宋暖有意思，是因为他成亲了，守宫杀还在，那就有可能会和离。可他都和萧继云成亲了，又有了孩子，我干嘛还要紧盯着一个女人不放呢？这个世界上可不只有他一个女人。你难道不喜欢他？你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喜欢一个人不代表什么，你当初若是对他有好感，知道他成亲了，难道还会一直喜欢？叶幽瞧着他那纠结的表情，嫌弃地说道：你赶紧批你的奏折去，那么多的事情也不够你干的。部长，帮帮忙吧啊！这皇位我是一天都不想做下去了。你要做不下去，你就生个皇子好好的培养，培养成功了，你就可以提前把你的皇位传下去。反正我不要，我连喜欢的女子都没有，我哪里来的皇子啊？我一点都不想批奏折了。赶紧批吧，可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闲着没事干，要不让裴之安给你封个王爷当当？你们俩都不想要的位置给我。那不是觉得自己抢了你的位置，想要把位置还给你吗？我可不要，我娘又不是离国的百姓，我本来就不适合。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等这段时间过了，我打算去游历。游历？那不是传说中的环游世界？这些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先帝也已经葬入皇陵，我该做的也已经做了。我确实想要去外面游历，体会下青羽说的明川大山风景美如画的场面。哎呦，别急啊，等我忙完了我们一起去。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我更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为什么？难道和我们这些朋友一起你觉得不开心？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等离国恢复正常，百姓安居乐业，那都是几年后的事，你们自己累就行了，别想着拉着我一起干累活。叶幽，我以前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叶幽耸耸肩，没有理会他。我说认真的，我打算游历明川大山，等过完年就去，到时你们好好的管理朝堂之事。要记得，我们当初是为了什么才走到这一步，又牺牲了多少将士，才有了现在的一切。晚上，宫宴开始了，萧继元今晚也来了。他被安排在了温如心的身边坐着，长孙长泽也来了。他原本是被安排到长孙仁杰身边，可看到宋暖的时候，他就迈开长腿，朝着自家夫人那儿走去。哎，让他去吧，
等他哪天想起来时，起码不会有遗憾。夫人，夫君怎么来了？你的位置不是被安排在了爹娘那边？可为夫想过来和你一起做。最近忙坏了吧？在宫里要记得多吃点东西，累了就休息会儿，事情总归是要慢慢忙完的。我们早些把明年的计划安排好，争取明年可以是个丰收年。你忙你的事，我这段时间都有时间来带喜宝。他最近很听话，等我入宫的时候再带他来看你。辛苦你了，家里里里外外的事都要你操持。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若是有什么事，你记得和我说。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军营？皇上恩赐，让爹今年可以陪我们过完年再回军营。夫人，你今年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守岁吗？我不知道，这还得看皇上的意思。没关系的，若是你不能回来，我到时偷偷带喜宝来看你。好。幕府的人都要流放，过2日就是流放的时间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到时再看吧，不过确实应该再见一面。他也想要替原主看看宋府那些人的结局。贤亲王、少将军，下官敬贤亲王和少将军一杯。听说少将军为了救贤亲王受了伤，失去了记忆，不过2位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真是让人羡慕啊！几位大人客气了，是本王该谢谢几位大人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让大军可以进入京都，也让百姓少受许多的苦难。前来的大臣越来越多，宋暖手里的酒也都喝了好几杯，连歌舞都没有来得及欣赏，宋暖就有了几分醉意。你怎么样？有些喝多了，不过还能控制。其他的大臣都敬完酒，萧霁云和温如心才端着酒过来。恭喜贤亲王，下官也敬王爷一杯。别人就算了，你们俩还过来瞎凑热闹。我刚刚喝了好多酒，都感觉头疼了。知道酒量不好，还喝那么多酒。萧霁云也是服气的，他拿出一个瓷瓶递给他，解酒药，待会儿记得吃了。谢啦，我就不喝酒了，以汤代酒，谢谢你们。少将军，一起喝一杯吧。本将军谢过2位的好意，不过暖暖现在是我的夫人，即便是她和萧公子有过一段婚事，那也是过去的事。希望我们日后可以和平相处，不要因为以前的事耿耿于怀。火药味儿似乎有些浓。那是自然，她如今是你的夫人，我自是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少将军可以放心。本将军知晓你们和离时也没有闹翻，做朋友可以，但却不能有其他的关系。此时的长孙长泽警惕性特别的强，宋暖也是无可奈何。温如心和萧霁云已经喝完了酒，和他们说了一声，然后离开了。长孙长泽拉着宋暖坐回了位置上，心里有些泛酸。夫人是否还在惦记他？夫君，我和萧霁云之间和离并没有任何的不愉快，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们现在成亲了，我知道谁才是我的夫君。可我觉得你每次看他的眼神好像都还有感情。我知道他也挺厉害的，我爹说因为他京都里的眼线，为我们在京都里应外合，才确保了百姓的安全。也知道哪些官员才是为了皇上好，但我一定努力，不会比他差的。夫君，你和他不一样，你不需要和他比什么，你是你，他是他，你们是不同的。夫人说的是，那夫人以后的眼神能不能多放在为夫身上？为夫长得也不比他差。好，夫人为为夫吃块糕点吧。他哪里不知道长孙长泽心里的那点小九九，却也只能顺着他的要求去做，把糕点喂在了他的唇边。宫宴结束以后，长孙长泽缠着宋暖，非得要把他送回偏殿。要不要进来坐会儿？不了，我送你到这里就好了。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就不进去打扰你和皇上。说完，长孙长泽拉着宋暖的手。夫人，能不能亲亲我呀？宋暖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这里有好多人。长孙长泽长长的睫毛垂下。是我。他的话还没说完，宋暖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上飞快地印下一吻。那为夫走了，夫人多保重身子。长孙长泽刚刚还郁闷的心，瞬间就一扫而空。他眼神亮晶晶地看着宋暖，还是没忍住把他拥入怀中。我等夫人回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忙，你早些休息。这里有那么多的人在，会有工人照顾我休息的。等长孙长泽离开，宋暖才进了御书房。裴之安头也没抬地问道：“你的缠人夫君走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你要么就接受2个，要么就辜负1个，你这是没得选的问题。而且我替你问过陈太医了，长孙长泽这脑袋里的淤血挺麻烦的，是需要时间来治疗的。你既不能刺激他，也拒绝不了他。我这里最多也只能帮你拖住1时，你还指望我帮你拖多长时间呢？暖暖，你要不就好好考虑一下。其实我觉得长孙长泽真的不错，当然我也不是说萧大哥不好吧，但你真的应该早做打算，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和长孙长泽同房，他都快把陈太医问烦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估计长孙长泽都会怀疑陈太医的医术了。再等等吧，陈太医的医术了得，我相信他能把长孙长泽给治好的。裴之安也没有纠结这件事，
这毕竟是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他也不好干涉的太多。腊月26下午，宋暖来到了京都城外。这天是宋府一行人流放的日子。不上去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有什么好问的？他们做的那些事时，就说明他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原配的妻儿。问的再多，也不过是增添自己的烦恼而已。温如心也在。温如心回过头，就看到了宋暖。你没事吧？没事，我和皇上说过，路上的时候多照顾些我小妹和娘亲。如果你向皇上求情，你小妹是可以不受罚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能因为我破坏了这些规矩。何况我小妹确实用了那些不干净的银子，她是温家的一份子。如果这次因为我的缘故被留下来，日后这件事情被提及，为难的也只会是皇上。这样也行，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让你的心里可以舒服些，那就这样做吧。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那就继续做我该做的。我现在还是大司农，我还是想掌管大司农，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我想让离国的百姓都可以吃饱。雷安，我一直特别的相信你，你是一个特别公正的清官，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让离国的百姓都吃上细粮。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我肯定会好好的，只是心里还是有一点遗憾。温如心看着深爱着的女子，还是忍不住地问：那你和萧继云、邵将军之间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先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过完年以后就会到各个地方去开展种植的技术，可能这些年都会在外面。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可以飞鸽传书，我看到了一定会回你。随安，不管任何时候，你都一定要开心。希望以后再看到你，你可以像我刚认识的时候那样，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不要因为那些人说了一些流言蜚语就否定了自己。你现在是在安慰我吗？你如果是这样觉得，那就是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后悔，为什么认识你认识的那么晚。不过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我真的不如邵将军那么放得开。他对你的感情真的很深，也很真挚。我很希望看到你们都好好的。对着宋暖点头，温如心大步地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叶幽轻声说：看来他对你的感情真的很深呢。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感情这一种东西。温如心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没有看过她最开始的时候，她做的每件事都是在为百姓着想，她是个把百姓看得很重的人。自己不也是这样的人吗？夸别人倒像是在夸自己。我没有她那么纯粹。流放的人已经看不清楚人影了，我们回去吧。不回将军府看看啊？宫里还有很多的事情等我处理，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其他的地方躲懒，先暂时把手上的事情忙完先。离国的人口少了近1半，等这2年把粮食的产量提高，百姓们都过上安心的日子，也得让他们多生些孩子。说起生孩子这件事，你倒是可以做个表率，多生几个。我现在哪里有时间去想这些事？真的不考虑长孙长泽？叶幽再次旧事重提，能躲就躲吧，你还嫌我不够乱啊？接下来的几日，宋暖都忙得没时间休息。好在第2年开春，天气回暖，遍地春暖花开。宋暖在这个时候终于是抽了些时间，以下访的名义带着喜宝去了虎头村。长孙长泽经过治疗，淤血好了许多，可却始终想不起来这次去虎头村他也和宋暖一起去了。路上喜宝叽叽喳喳的对宋暖问：娘亲，路边上那绿油油的叫什么？那个叫西瓜，喜宝喜欢吃的西瓜就是这样结果长大的。那我们去虎头村能不能看到娘亲说的西瓜？当然可以。夫人好像很开心呢。对啊，想到可以看到嬷嬷，可以看到清风明月和大家，我很开心。我们这次多住几日，你也可以多休息。前些日子你每日都那么忙，人都瘦了1圈了。他不想他那么累，也不能待太久，皇上那儿还等着我回去。长孙长泽把头靠在了他的肩头。夫人，为夫和你是怎么认识的？说起2个人刚认识时，宋暖也都忍不住发笑。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可真不算是愉快。然后宋暖说了些他们2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长孙长泽俊脸有些红，一旁的喜宝眼睛亮晶晶地问：所以娘亲后来喜欢上爹爹了吗？我那会儿可不喜欢你爹爹，他对我没有好脸色。事实上，我和你爹爹那会儿见面真的算不上愉快，我恨不得揍他。是为夫的错，夫人若还是生气，现在揍我也是一样的。玩闹归玩闹，宋暖怎么可能会真的打长孙长泽？夫君，你自己可有想起什么来？长孙长泽摇头。夫人是否希望我想起来？我希望你想起来，同时也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我们不急。对我而言，你的身子是最重要的。我都明白的。到了虎头村，已经快子时了。宋暖看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儿，心里也是百感交集。院子里有犬吠的声音，房间门被吱嘎地打开。谁啊？玉，是我。暖暖姐，是你吗？我回来了。暖暖姐，你终于回来了。如今的魏玉也已经是个17岁的少年了，脱去了稚气的他，此时长得高大，
脸颊上全都是笑意。暖暖姐，你快进来，小姐夫，暖暖姐回来了。房间里的灯陆陆续续的就被打开了，里面冲出来一群人。夫人，吵到你了，大家多年未见，所以很激动。夫君若是累了，就带喜宝先去休息吧。长孙长泽摇头，对着面前的人说：“我是长孙长泽，暖暖的夫君。”其他人都在萧纪云的嘴里知道了这几年的事，萧母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倒是没有想太多。他上前来拉住了宋暖的手：“暖暖，这些年你辛苦了。”娘，我不辛苦，回来了就好。纪云那孩子已经说了，我们都清楚的，你别想太多。先进屋，先进屋，走吧。他牵着宋暖，生怕他会逃走一般。宋暖的视线看着萧纪云，对着他笑了，然后就被长孙长泽直接给牵走了。萧姐夫，魏玉有点担心的看了旁边的萧姐夫一眼，有些怕他心里难受。萧纪云摇头，没事的。等宋暖到了他自己设计的休息屋，里面被收拾得很干净，环视了一圈，宋暖心里十分感慨，这里都没有什么变化。是啊。突然外面传来了清风的声音：“小姐，清风，小姐，你这是要生了？”叶璇解释道：“明月这是双胎，才7个多月。双胎，这可是好事。清风是快要生了吧？”“是啊，这会儿已经8个多月了，再有个把月就要生了。”“睡得好好的，其实不用起来的。我这些天都会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小姐了，小姐好不容易回来了，就算是爬着，我也是要过来的。”“傻瓜，也是我赶回来的及时。若是朝廷里不忙，我就多住几日。”“小姐，您这次回来是特意来看我们的吗？”“当然是特意回来看大家的。去年年底就想回来了，可惜朝局不稳，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这次回来也有不少的事要做。”宋暖刚说着，喜宝突然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他慌乱地看着周围，嘴里喊道：“娘亲，娘亲！”“小姐，我们给你准备房间，您和小少爷住以前那个房间，可以吗？”刚想要说话，喜宝就开口了：“要爹爹和娘亲一起住。”小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对周围十分的警惕，生怕他们会把他和爹爹娘亲给分开。收拾一间房，让暖暖和邵将军先住下吧。萧纪云发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些什么。都先回房休息吧，时辰也不早了。暖暖姐，邵将军，吃点东西吧。看着宋暖怀里抱着又睡着了的喜宝，这是小少爷吧？我抱着他，小姐你先吃点东西。喜宝他有些认生，若是醒来不是在我们身边，可能会闹。夫人，我来抱喜宝。宋暖把喜宝放在他的怀里，看着喜宝在长孙长泽的怀里睡得踏实，萧纪云的心里其实有些不是滋味，他心里有点酸。一旁的萧母倒是想得开，都别愣着啦，都先回房休息。仙云，你去把房间收拾下。好。宋暖突然想起什么来，娘，仙云也快20了吧？有没有说人家？这得看他自己怎么想的。我看大壮那孩子呀，对他挺好的，但是他是怎么想的也没和我们说。若是2个孩子都觉得合适，我们准备嫁妆就是。大壮，他和仙云，他喜欢仙云，但仙云没什么表示。孙丈夫人呀，也来问过好几次这件事，我们也不好说。回头我问问。夫人，我们该歇息了。宋暖回着看着萧母和萧纪云，我们先回房休息，等明早再谈其他事。暖暖姐，房间已经准备好了。累了一天了，你也早些休息吧。长孙长泽突然从身后抱住了他的腰，声音闷闷的：“夫人是否还没忘记前面的那一段婚姻？我看夫人回来以后心情十分好。”夫君别多想，我回来这里自然是高兴的，这是我住了许久的地方。我觉得你对他是有感情的。若是夫君觉得不开心，我待2日就回去。宋暖回头拉住了长孙长泽的手：“我只是想回来看看。”夫人知晓为夫不舍得你难过，你想要多待几日就多待几日，为夫都陪着你。说罢，他低头想要去亲宋暖，却被他拦住。夫君，这是别人家，并不是同房，并无关系。长孙长泽再次低头，在宋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知道你担心的多，早些休息。夫君也早些休息。2人一人睡一边，也许是真的累了，宋暖很快就睡着了。长孙长泽却是没有睡觉，他觉得自己夫人看前头那位的眼神真的带了感情的。难道他真的还念念不忘？想到这个可能，长孙长泽的心就抽痛的厉害。想着想着，长孙长泽也睡着了。萧纪云的房间灯还亮着，萧母在外面等了会儿，还是忍不住的敲了敲门。听到敲门声，萧纪云猛地起身打开门。看到是萧母的那瞬，眼底的光突然就暗淡了几分。娘，在的暖暖呐，
萧母怎么会不知儿子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唉，暖暖这孩子呀，挺好的。我看他夹在中间也很为难，娘知晓你心里也不好受，可是少将军是为了救你才受的伤。如今的事，娘相信暖暖心中有数，你也别想太多。娘放心，孩儿都知晓。话虽如此，可儿子眼底里的难受，萧母还是看在眼底里的。唉，云儿，娘以前带着你东躲西藏，又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很能明白一个女子有多么的不易。娘也知道，让你看着暖暖和其他男子亲密，你这心底肯定是会难受。娘就想问问你，若是这个少将军一直都这样，你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萧继云迟疑了下，才说道：我临走前去问过陈太医，他说长孙长泽脑袋里的淤血3年内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算是他不记得了，也是可以把真相告诉他的。再等2年，若是他还记不起来，到时候大家再把事情摊开说。不管暖暖的决定是什么，孩儿都尊重他的意愿。娘还是很喜欢暖暖这个儿媳，也知晓你不愿意入朝为官，不过没关系，只要是你们做的决定，不管是什么，娘都支持你们。谢谢娘。不管怎么样，别忘记当初暖暖为了生下你们的孩子受的苦，你再苦都不会有他苦。萧母这才缓缓地起身离开。萧继云倒是没有太在意那些，不管暖暖是否和长孙长泽发生了男女之事，他都不在乎，他只在乎余生还能不能和暖暖白头偕老下去。翌日一早，宋暖还没起床就被喜宝吵醒了，他叽叽喳喳地在床上跳着，指着外面说道：娘亲，我们是不是在你以前住的家了？对啊。宋暖还困得不行。爹带你下去啊，让娘亲再睡会儿。好。宋暖刚要起身，长孙长泽转身看着他：再睡会儿，你这2日都没睡好。闻言，宋暖想了想，又闭着眼睛再睡了会儿。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的事了。小姐，您醒了。喜儿，那么多年没见，你出落得越发漂亮了，今年也快20了吧？年底就20了。有没有相中的年轻男子？等你出嫁的时候，我给你准备一份嫁妆。小姐，我不着急。对了，你们的户籍萧继云给你们办下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我到时给你们全部把户籍落户。我们到时商量下，是想在虎头村落户，还是想去其他的地方？我到时都会给你们一笔银子，让你们可以安家落户，娶妻嫁人生子。谢谢小姐。不过姑爷回来的时候就问了我们这事，我们都是自愿落户在虎头村，我们不想离开这里。姑爷说等户籍办下来了，就可以帮我们批土地盖房子。那行，那回头让他们去看看户籍办的怎么样了，先帮你们办下来。下了楼，宋暖就来到了院子前。喜宝看到他，兴奋地冲着他挥了挥手：娘亲，小心点，别摔跤了。宋暖站在那儿看着喜宝，对他问：喜宝叫了祖母没有？喜宝摇头，眼神里是大大的不解。娘亲，喜宝有祖母的，喜宝的祖母在京都里。这个也是祖母，喜宝以后也要喊祖母的，知道吗？喜宝哦了一声：没事的，暖暖，喜宝还小，不碍事。萧母看着喜宝的眼神都充满了笑意，喜宝真的很像萧继云小的时候。宋暖抬眸看去，看到萧继云和长孙长泽坐在一起，提着裙摆就走了过去。你们在聊什么呢？萧公子请我品茶。长孙长泽伸手很是自然地牵过宋暖。洗漱了没有？刚刚洗漱了的。这个小木马是你做的吗？没事的时候做的，做了一些小床和小孩喜欢玩的。喜宝很喜欢，谢谢。宋暖压抑着眼底里的爱意。夫人，为父在家中也做了呀，怎么不见你夸我呢？你做的也很好，可我好像记得那是爹做的。我和爹一起做的。长孙长泽说完，又骄傲地看着萧继云。我家夫人最是喜欢这样的小玩意儿，她就像是一个孩童般贪玩。萧公子什么时候再娶？到时候我和暖暖一定回来喝喜酒的。暂时没有这个打算，若是我要娶妻，一定会娶我喜欢的那个。说这话时，他的视线一直都落在宋暖的身上，瞧着萧继云的视线在宋暖身上，长孙长泽心里酸溜溜的。今年的天气还行，稻谷的收成应该还可以吧？我们的稻谷收成应该会很不错的。我看旁边先帝派来的人还在继续种地，他们好像是得到了某种指令，除了做他们自己的事儿，也没有做其他事了。先帝的人只听先帝的，如今先帝不在，谁有龙符就听谁的。新帝即位1年都不需要赋税，这1年的时间里，这些百姓应当是可以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说起这个，萧继云问：女子学堂已经开了有数月了吧？女子学堂现在还开得不错。等这一季的粮食丰收以后，我们会根据百姓收获粮食的情况，再制定下半年的计划。若是没什么问题，我们会在各个地方开设女子学堂，明年统一招生。萧继云点头：你可以做到的。
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到。宋暖抬眸对上萧纪云的眼睛，两人相视而笑，眼底里的爱意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住。长孙长泽的眼底里全都是难受，他低下头，倒也没有说些什么。喜宝有人陪着玩，宋暖倒是不需要担心他。用完早膳，他和萧纪云、长孙长泽一起去了田里。今年的西瓜种的不多呀。宋暖好奇，种了2亩地，够自己吃就好。西瓜现在是最不缺的。也是。宋暖点头，似乎想起什么来。户籍的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刚拿过去不到1月，怕是还要等等。他们毕竟是奴隶籍，想要做回正常的百姓，还是需要点时间调查。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关系，索性也没有多问，就让他们按照律法去做。这几日看看，若是还没有办好，到时我让人去处理。宋暖刚说，脚下突然一滑，长孙长泽和萧纪云都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他，两人一左一右地抓着他的手。很快，萧纪云就放手了。暖暖有我就行了，萧公子自重。好。萧纪云也不恼，对着长孙长泽点头，继续往前走。宋暖被长孙长泽牵着，看了前面的萧纪云一眼，心底堵得慌。宋暖从菜园子里回到了家里，也找来了仙云。暖暖姐，你喊我？好久没有和你聊聊，我想问问你的事。我听说大壮喜欢你，你对他是什么感觉？或者说，你有喜欢的人吗？说起这个问题，仙云的脸颊飞起一抹红晕。他轻轻的点头，视线落在了不远处的叶影身上。宋暖也明白了，你喜欢叶影？暖暖姐，我是喜欢叶影，不过他对我没有感情，所以我暂时没有成亲的打算。你问过了？之前就问过了。我不是叶影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说好了，以后见面就当作是朋友。宋暖在心底叹了一口气，却还是委婉的说道：仙云，我不是非得要你成亲，可若是你想这样等小影的话，我是不赞同的。我明白暖暖姐的意思，我没有逼迫叶影的意思。之前叶姨找我说过这件事，叶影她有更远大的梦想，但我不想将就。我想以后若是再遇到自己喜欢的，再说成亲的事。这是还没死心呐。宋暖心里清楚，但她却不好说些什么。既然你都明白，那就按照你自己想的去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只希望你可以走得更远，过得更幸福。谢谢暖暖姐，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若我以后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我就不成亲了。云态度坚决，宋暖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想不想去京都里？你的厨艺去京都的店里是可以发挥你的特长。暖暖姐，我还是更喜欢这里，而且相思也在这里，我们姐妹俩在这里有伴儿。说着又想起什么来。暖暖姐，您和萧姐夫以后还会在一起吗？当然会，但我还是得等邵将军的伤好，等他记起以前的事了，才能和他和离。萧姐夫这些日子过得不好，他前些日子还生了病，嘴里一直都在喊暖暖姐的名字，我们都怕暖暖姐不回来了。事情复杂，我现在也身不由己，而且我和萧金云说好了，我们以后还有很长的时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长孙长泽的身体，他是为了救萧金云才受的伤。将军府对我们有大恩，我们不能那么自私的为了自己就不顾他的死活。那就好，暖暖姐你也别担心，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小玉他们都有照顾着萧姐夫。有你们在，我肯定是放心的。又和仙云说了几句，宋暖才让他先去做事。萧纪云从屋里出来时，宋暖喊住了他。萧纪云。怎么了？萧纪云自然是听到了宋暖一开始想要喊他夫君，但很快的就改了口，因为长孙长泽在不远处的地方抱着喜宝玩。我看他们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我想给他们每人都拿出些银子建房屋置业，你觉得拿多少合适？你心里有想法了吧？我觉得建房屋和成家是需要银子的，而且这些年他们都在很努力的干活，并没有偷懒，所以我打算每人先给1000两，成亲的时候再给他们每人500两银子和其他的贺礼，你觉得怎么样？萧纪云盯着宋暖的红唇，看着她张张合合的，好想亲。可惜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暖暖恩爱过，白天还好，夜里时他每次都会想到两个人在京都里那些放肆过的夜晚。萧纪云，你听到我的话了吗？萧纪云这才回过神来，耳尖有些红。你说的对，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那就等午膳过后吧，一会儿你记得把银子搬出来，像是清风明月他们俩要生孩子了，到时我们也要额外的准备一份。我现在就去准备。我在京都里带了些珠钗首饰回来，到时给他们分下去。长孙长泽远远的就牵着喜宝过来了。娘亲，怎么了？接过他递给自己的野花，喜宝摘的。给娘亲的花花。爹爹，我好喜欢在这里玩，我们在这里多住几日好不好？爹爹不是和喜宝说好要配合娘亲的时间，娘亲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娘亲，我们多玩几日好不好？娘亲，我们多玩几日好不好？宋暖本就有这样的打算，
如今喜宝一说，他也就顺水推舟的回：听我们喜宝的，在这里多住几日。谢谢娘亲。乖，去玩去，娘亲去拿东西。知道了，娘亲。喜宝很快去玩，长孙长泽倒是没有离开。夫人，怎么了？没事，我不是和你说过，要回来给下面的人发些工钱，他们都长大了，该到了成亲的年纪，也该建新屋了。那有什么是为夫可以帮得上忙的？长孙长泽伸手握住了宋暖的手。夫人，你这些日子忙得很，有什么事让为夫来做就好了，你多休息。等用完午膳后，把我们从京都里带来的珠钗都拿出来，那是我给他们买的，还有给他们准备的玉佩，也都一并给他们了。他对宋暖是很舍得的，他在宫里，他也会让人在府里给他做衣裳、添首饰，可以说他给了宋暖无上的宠爱。就算是宋暖说想要天上的星星，长孙长泽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摘。如今只是些珠钗和玉佩，长孙长泽自然是没什么不舍的。等长孙长泽去陪喜宝，清风明月才过来。小姐现在越来越有王爷的风范了。你们俩还打趣我，怀得很累吧？你这肚子可比我当初怀喜宝的时候大多了。再累也没有明月累，她这双胎可是真的累，我看她的肚子上都长满了纹路，比我的还严重呢。通过午膳，长孙长泽和萧继云都将宋暖要的东西搬来了，几大箱的银子和一大箱的珠钗玉佩都在那些箱子里。谢谢大家这些年，辛苦大家把萧家上下打理得那么好。当初我和纪云说过，只要大家好好的做，就会让大家都过上好的生活。这些日子也让你们跟着受了那么多的苦，如今盛世太平了，大家也都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所以我们商量给你们一笔银子，让你们可以建新屋，等你们日后嫁娶之时再送一份贺礼。你们的户籍已经办理好了，现在给你们发的银子你们都要自己保存好，等空了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找村长说买地建新房的事。每个人都领到了那么多的银子，他们心里激动极了。谢谢小姐，谢谢姑爷。长孙长泽和萧继云都笑着点头。好啦，都别想那么多了，这几日我都在，我希望大家有任何的决定，到时都可以说出来。话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一道声音：少夫人，京都传来了新的消息，2个月后会重新启动科考。那么快？小影，你要不要试试看？当然要，我想要科考，做个为百姓谋福的官。那你准备下，这次和我一起去。不过你科考也要通过自己的实力才行。我知道了，暖暖姐，我会靠自己的实力考取的。我相信你，你一定要好好加油，别让我失望了。相信你，你一定要好好加油，别让我失望了。暖暖姐放心，我会的。大家都去午休吧，我也想休息下。宋暖说完，大家才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娘，宋暖端着一个很大的盒子递给了萧母，这是我选的一些头面，您平日里可以换着戴。你这孩子有心了。考虑到长孙长泽在这儿，宋暖也没有多说什么，萧母也没有多言。宋暖自然是给萧继云准备了，但他此时也不能拿出来。长孙长泽那个醋坛子是真的会吃醋，因为他现在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夫君，东西分下去了，带喜宝回房休息吧。你要是跟他们还有话说，我就先上去，你别太久，不然喜宝又该闹了。那夫君先上去吧。长孙长泽眼底有淡淡的委屈，却也没有停留的，很快上了楼。等他上楼，这是给你的，回了房间以后再打开。说完，宋暖也很快的离开了。萧继云拿着盒子，看着宋暖的背影，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回了房，他走过去喊了一声：夫君。我没事。长孙长泽垂眸，眼睛里却有些许红血丝。我只是有些不明白，娘子和他已经和离了，为什么还要喊他娘称作是娘呢？婆母曾经待我极好，我娘对你也很好，若是有朝一日我们俩和离，你还会继续会这样喊我娘吗？我猜到是这样的答案，长孙长泽的心抽痛的厉害，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听说山上有蘑菇，喜宝睡着了，你一会儿陪我去山上采蘑菇吧，我还从未采过蘑菇，挺想试试。好啊。提着筐子上山，后面很快的就跟了一群没有眼力劲儿的，就连萧继云都被魏云拉着上了山。原本还打算和宋暖一起在山上说话的长孙长泽十分的无语，他觉得这群人是故意的，然后他就落了下风。他和萧继云都在后面，故意就等了下。你和暖暖已经和离了，别打他的主意，她现在是我的夫人，我不会把她让给你的。少将军多虑了，我没有想过你会把人让给我。我觉得你是故意的，你装得那么大方，可我看得出来你也喜欢暖暖。萧公子，我不明白你们2个人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和离，可我和暖暖已经成亲有了孩子，而且我们感情特别好，很恩爱，暖暖很爱我，我们夫妻生活特别和谐。这话让萧继云蓦地心脏一痛，他喉咙发紧，不知道长孙长泽说的夫妻生活是不是他想的那个。瞧着萧继云的面色不好看，长孙长泽又继续说：我现在受伤只是一时的，我有能力让暖暖过得幸福，你也看得出来他有多么紧张我，
所以就算是你后悔了，我也不会和他和离。这辈子我只有暖暖一个夫人。还有吗？萧纪云问。长孙长泽突然就愣住了。还有什么？难道他刚刚说的话，萧纪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的意思你都明白吧？别装作不懂。我知道你对暖暖还有感情，我不是防着你，我只是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到时让暖暖为难。长孙长泽一直在说，反倒像是着急的那个人。萧纪云想起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那个英姿飒爽的长孙长泽，哪里像是现在一般，像极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可怜。其实长孙长泽也感受到了，暖暖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吧。若是两个人的感情真的好，两个人真的发生了些什么，起码他不会那么焦虑。暖暖有多粘人，多大胆，他是知道的。所以长孙长泽越着急，他的心里反倒是安心了不少。你这人真的是讨厌。长孙长泽说完这话，抬腿很快地朝着前面去。宋暖采蘑菇倒是不亦乐乎，在山上1个多时辰，大家提着采的蘑菇就往山下走。你们先回去吧，我再进去里面看看有没有野鸡。宋暖喜欢吃野鸡，大家都猜到萧姐夫肯定是要去给暖暖姐猎野鸡去。我和萧公子一起去吧，我家夫人喜欢吃野鸡，我去打几只回来给她炖汤喝。好，夫人，我去给你打野鸡，你先回去，注意些安全，早些回来。夫人放心，为夫知道。回到了家里，喜宝还没睡醒，萧母站在一旁看着喜宝，又看着宋暖。喜宝的名字还没取呢。也不能上长孙家的族谱，又不能和纪云姓，所以还得等等再说。娘，喜宝现在还小，等他大些了就知道了。他说的话您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孝顺，将军夫人对他好，他对将军夫人有感情也是应该的。萧母并不吃醋，亦不觉得委屈。宋暖突然想起什么来，娘，我回来那日碰到了萧亲，他给了我一封信，是萧怀里让他托给您的，您想要看吗？他垂着眸，半晌才点头。行，你拿给娘就好。萧亲他现在怎么样了？应该也过得不好，家里就剩他一个人，我看他挺颓废的。我问他想不想来家里住，他拒绝了。他是个好孩子，和太傅府的那些人不一样。接过信的萧母收回思绪，看向宋暖，我就先回房了，你有事喊我。好的。魏玉也带着其他人回来了。魏玉四下看了一圈，发现没有其他人靠近这里，才小声问道：暖暖姐，你和萧姐夫什么时候才会在一起啊？先等着吧，你萧姐夫和我现在确实没有办法，长孙长泽还失忆着呢。少将军失忆后怎么变得那么粘人？我记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也知道他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也知道，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先等他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不过也没有关系，我如今每天都在宫里，也没有时间回将军府，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听说王爷可以娶好几个王府，暖暖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少将军记不起来了，你要不要干脆把他们一起娶了？想什么呢？少将军是个风光霁月的男子，他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委曲求全。魏玉也没多问，他知道宋暖的性子，若是他不愿意，大概率是不想真的娶王夫的。夫人，长孙长泽远远的就喊了一声：暖暖姐，我就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去吧。夫人在说什么呢？小玉找我说些事，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我想多抓几只野鸡给你吃。下次别太晚回来，刚刚喜宝问了好几次你去哪里了。明日村子里吃酒，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那是自然，为夫自然是要陪着夫人的。那你晚些洗个澡，今晚早些睡。闻言，长孙长泽垂下眼帘。夫人不和为夫一起睡？我今晚还有些事，那群少年们还有事找我呢。知道宋暖回来是有事的，长孙长泽也没有再说什么。你怎么来了？我过几日就要回去了，这次回去我待的时间会长些，得要等到今年年底才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还得商议办女子学堂的城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事，只能辛苦你再等等。等长孙长泽他想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了。到时候我应该也可以从朝堂上抽身，我们就回虎头村好好的过日子。都依你的意思。好。宋暖点头，听到楼下长孙长泽的声音，很快的出了房间门。夫人，你真好看。我也才20出头，当然好看。我看你挺喜欢吃野鸡的，明日我再去山上给你打几只。不用了，你身上的伤虽然好了，但你头部的淤血还没有完全吸收，你还是注意些，别碰到头了。陈太医可不在这里，你若是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放心，我很小心的。夫人，为夫给你扫眉带吧。对着镜子，长孙长泽细细的给宋暖描眉，还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带南珠的珠钗给她插上。夫人真美。长孙长泽开口，微微侧头。星河转，姻缘断，曲中人已散，只图万事圆满，为何有遗憾？师父这画的美好看。他突然想起什么来，
喜宝呢？应该是出去玩了，我去找找。别让他玩得太疯了，回去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好好听话。男孩嘛，便是皮实些，夫人莫担心，为夫肯定会好好教他。希望别太调皮了，想到日后我日日得管着那么皮的孩子，我就觉得特别累。有为夫在，夫人只管放心就好了。暖暖姐，我做了些点心，你要不要尝一尝？好啊。宋暖捻起一块桂花糕吃了一口，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十分的好吃。暖暖姐，味道怎么样？很不错。仙云，你现在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暖暖姐别夸我，我会骄傲的。这是我去年晒干的桂花，拿来做点心特别香。我还摘了玫瑰花做了茶饼，不过还要过些年才能拿出来喝。不错，你现在越来越有大厨的风范了，你的手艺真的可以开班了。暖暖姐，你说真的吗？当然，你的手艺好，又喜欢研究新的美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试试开个自己的店。我研究的这些都可以让秦大厨学去，到时候在店里卖。你觉得开心就好。暖暖姐出事了，怎么了？喜宝被人抢走了。什么？谁抢走了？我也不知道，是黑衣人抢了喜宝就骑马跑了，哥哥他们都在追，往哪个方向去的？县城的方向。话落，宋暖解开马厩里马的绳子，骑着马就追了出去。暖暖姐，仙云喊了一声，又对魏云问：看到萧姐夫了吗？没看到小姐夫，但少将军在半路就知道了，他也追过去了。宋暖骑马一路狂奔，马儿跑出村子5、6里路，就看到了魏玉他们一群人。暖暖姐，都怪我当时应该抱着喜宝的，黑人肯定有功夫，是我大意了。你先回去，我去追。萧姐夫和少将军都追过去了。宋暖还想上前，就看到萧继云和长孙长泽朝着他这过来。喜宝呢？那人射了一箭，将一封信插在箭里，我们刚刚看了，那人只让你一个人孤身去雁城的牛角山赴约。现在就过去。暖暖，太危险了，我们从长计议。若是他们伤害了喜宝怎么办？拖1分钟就危险1分。夫人，我陪你一起去。我也一起去。你们去骑马过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你别想一个人去，你没有功夫，一个人去只能是送死。信上说了，如果我不一个人去，喜宝就会出事。暖暖，萧继云语气重了些。你该知道那个人是冲着你来的。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了，我要去救喜宝，谁都别阻拦我，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在所不惜。萧继云上了马，然后伸出手来。上来。萧继云，宋暖是我夫人，孩子也是我和暖暖的，就不劳烦萧公子了。先上马，到了那边再说。萧继云和长孙长泽谁都不服谁。宋暖见两人那样子，直接踩上马背，拍着马背就朝雁城的方向去。两人也没有时间想其他。2个时辰以后，宋暖就在牛角山山脚下了。喜宝，妖姬救我！妖姬，爹爹救我！不远处的树上，喜宝就绑在了大树上，而他的身后是悬崖。你来了。你是谁？宋暖，你倒是命大得很，几次3番都没有死，而且还活得那么好，凭什么呀？姨娘，放了喜宝，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为什么要放了你的野种？我告诉你们俩，我这里可是设了机关，你们俩若是就这样去救这个小野种，你们都会死。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我的脸被划成了这样，全拜你一个小贱人所赐。你个小贱人为什么不早点死？你凭什么还活得那么好？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死？你们宋家没一个好东西。我不知道你对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恨意，我以前也从没有想过害你，但你害死我娘，还想要害死我和我哥哥。姨娘，是你做事做的绝，现在输了又何必觉得委屈？我和你爹才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我们2个人才应该结为夫妻，是你娘在中间横插一脚，都是你们一家，你们一家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知道你爹为什么这么恨你们，对你们那么狠心吗？因为我和你爹说，你和你大哥不是他的亲生骨肉，我就做了一些很小的动作，让你们的血不能融在一起，他就真的信了。他真是一个又蠢又坏的人，可惜他什么都信了，却还想要把宋家的一部分钱留给你们。凭什么呀？你那短命的娘早就死了，她抢了我的男人，我拿她的遗产用怎么了？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娘是怎么死的？是因为我当初买通了你娘的一个丫鬟，我让她每天都让你娘吃得好，这样她才会怀你们怀的胎大，不容易生产。你娘为什么早产啊？因为
他抓到我和你爹两个人在房里厮混呢。他气急了，所以才摔倒大出血。大人是死了，你们两个小贱种却没有死。宋青云那个狗男人对你们竟然有父爱，可我也有了他的孩子，凭什么林乐瑶的孩子能光明正大的出生，我的孩子却是见不得光？你们林家、宋家没有一个好人，还有你宋暖。姨娘指着宋暖，然后看向长孙长泽。少将军，你是不是以为喜宝是你的孩子？告诉你，他不是你的孩子，喜宝是萧继云和宋暖的孩子，你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夫妻之实，他们都是骗你的。住嘴！你个毒妇，别想挑拨我们间的关系。你不信？真是好笑啊！你知道为什么你和宋暖成亲那么长时间，他从来不给你碰吗？我们之间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说。暖暖，姨娘可都是为了你好。当初若不是我把你送到虎头村去，你现在哪里有那么好的运气，还当上了女王爷？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今天谁都不能从这里活着离开。你恨的自始至终都是我，把他们和喜宝都放了，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说了，今天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因为我就没有想要让你活着回去。爹爹，小琪，都去死吧！他的手一扯，砰的一声巨响，萧继云下意识地朝着旁边的宋暖扑去。长孙长泽和喜宝离得远些，却被炸药的威力波及，整个人都被炸晕了过去。姨娘就在炸药包旁边，当场就被炸死。宋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一个房间里。暖暖姐，你醒了，您终于醒过来了，我都快吓死了。仙月，暖暖姐，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我们都吓死了。喜宝呢？喜宝他没事，就是被炸晕了，第二日就醒了。不过少将军和萧姐夫的情况都不怎么好，少将军为了救喜宝，头磕到了地上，影响到了脑部的淤血，人昏迷不醒。陈太医现在还在给他扎针。萧姐夫被炸的后背血肉模糊的，到现在也都没有醒，就连小姐都昏迷了4日。这是哪里？是萧青公子救的小姐，她在山上捕猎，听到有动静就上去看，结果就看到了小姐你们躺在那儿。她先把喜宝抱下了山，又花了银子找人把你们都抬下了山，还去找了大夫，又差人传信回来。少将军带来的人知道了，第一时间就飞鸽传书去了京都，请陈太医过来。那个绑了喜宝的人被炸死了，他脚底下就绑着炸药包，有一半的威力都在他的身上。好在小姐夫将小姐扑倒了，不然小姐可就真的危险了。萧青他在哪里？他在照顾萧姐夫，这里也是他建的木屋，大家都不能挪动，所以我们就住在这里，要等萧姐夫他们好了才可以回去。喜宝呢？在午睡，萧姨在照顾他。知道喜宝没事，宋暖也才稍稍的舒了一口气。他动了动身子，发现手有些无力。仙月，我的手怎么抬不起来，好像没力气。您都那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自然是没力气。我去给您端些吃的来。很快，房间又进来了一个人，是萧钦。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谢谢你啊，萧青，救了我们几条命。我在山脚下盖了一间屋子，这里也有几户没有地方可去的人家，每日都会去山上砍柴捕猎。刚巧在山上捕猎时听到了动静，就想上去看看出什么事了，就发现了你们在。不管怎样，都谢谢你。不客气，之前你也帮了我许多，你没事就好。陈太医说你没有大碍，静养一段时间就好。萧继云和少将军都脱离了危险，不过少将军……萧钦停顿了下，他的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好，是他脑袋里的淤血。陈太医医术了得，他肯定不会有事的。又过了2日，宋暖才下床，到了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就看到了浑身都是伤的萧继云。长孙长泽的身上没有伤，反倒是头部还插了许多根金针。陈太医，他们怎么样了？王爷，少将军和萧公子都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只是2个人都受到了冲击。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可能也就是这2日了。那就好。那长孙长泽他头部的淤血怎么样了？少将军这次头部的淤血不容乐观，下官这段时间也在查古籍，如今也只是照着古籍上面的去做。倘若是失败了，少将军他可能会变痴傻。听到痴傻2个字，宋暖的心都凉了一半。将军府就那么一个独苗，该怎么样面对大将军和将军夫人？王爷别担心，祖父说的是最差的情况，少将军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不会有事的。
辛苦陈太医了。等他们情况好些了，我们先回京都。若是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有其他的太医一起会诊。王爷说的极是，下官也是这样想的。看着床上躺着的萧继云和长孙长泽，宋暖的心七上八下，难受的不行。好在第二日，萧继云就醒过来了，可惜长孙长泽没有醒。宋暖守在他们的床前，心越发的沉了。暖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你也受了伤，不用在这里守着。长孙长泽他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这里有那么多人守着他，你也回房休息吧。宋暖是真的睡不着，他现在很是发愁。文俊哥，将军府知道这件事吗？我也不清楚，皇上并没有详细说。接到消息，我和祖父就被送来了这里。我好像应该给将军夫人说一声吧。陈太医却不赞同。少将军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将军夫人若是知道了，肯定会过来。到时知道的人多了，反倒是对少将军不好。在这里干等吗？已经第7日了，长孙长泽都还没有醒，他的心里着急也是正常的。那就再等等吧，就这2日。若是这几日少将军再不行，我们还是得先回京都。再等3日，若是3日后少将军还未醒，再回京也不迟。如此就麻烦陈太医了。这是下官应该做的。陈太医行了个礼，才让陈文俊一起出去捣药了。房间里就剩下3人，长孙长泽还昏迷着。萧继云知道他是为了救喜宝才受的伤，此时心里也百感交集。他迟疑了下，说道：暖暖，我们……你什么都别想，我相信陈太医的医术，也相信长孙长泽一定会好。好似知道萧继云想要说些什么，宋暖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都会好的。我知道你想让我选择长孙长泽，但我心里只有你，我不信你不知道。我们欠长孙长泽的，除了我这个人，其他的我都可以弥补给他。我承认当初对他确实有过好感，但我清楚那不是爱，是对长孙长泽的一种信赖。萧继云，你不能把我推到长孙长泽身边，因为我只爱你，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这样想，他就是觉得亏欠长孙长泽太多。宋暖哪里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很早的时候就说过，长孙长泽是个风光霁月的人，他值得追求更好的爱情。看向长孙长泽紧闭着眼的睡颜，轻声说：真希望他脑子里的淤血赶紧吸收好，这样也可以早点把话说清楚。我可以等的，少将军为我们做的已经很多了，我们最起码不应该在他不能受刺激的时候做出伤害他的事来。你知晓我心意就好，长泽他人很好，希望我们都会有好的归宿。两人说着都没有发现长孙长泽的眼角有一滴泪滴落。他是昏迷着的，但却也有了意识。刚刚宋暖和萧继云说的话他都听到了。原来暖暖真的和他不是真的夫妻，喜宝也不是他的孩子，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可暖暖说他是个风光霁月的男子，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个很好的人，所以就算是想不起来，他也觉得自己该放手了。长孙长泽的脑袋一阵刺痛，他又睡了过去。这几日的喜宝每日被萧母带着，倒也亲近了些。坐在院子里，宋暖对陈文俊问：文俊哥，长孙长泽什么时候能醒啊？王爷放心吧，少将军他脉象还算平稳，不会有事的。突然好几辆马车就朝着他们这里来，宋暖猛地站起身，朝着那边看去。宋暖看着马车里很快跳下来一个人：娘，暖暖，长泽他现在怎么样了？来人正是将军夫人，他现在还在昏迷着，对不起，都是我的问题。长泽他是为了救喜宝才受的伤。没事的，娘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在长泽的心目中，喜宝是他的儿子，做爹的救自己的儿子，那是很正常的事。听到这话，宋暖的心里越发内疚。宋暖给将军夫人指了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长孙长泽，心酸得厉害。长泽，娘来了，你得赶紧醒过来。你爹年纪大了，边疆迟早都是要你来守的。长孙长泽的手动了动，萧继云挣扎着起身，然后跪在了将军夫人的面前。将军夫人，少将军是为了救喜宝才受的伤，纪云和喜宝都得少将军出手相救，希望将军夫人不要责怪暖暖，有任何需要纪云做的，纪云一定万死不辞。将军夫人看着儿子，再看看萧继云，又看了一眼门外。宋暖正在和陈文俊说话，这房间里也就剩下他们3人。长孙长泽还在昏迷，将军夫人合计了下，才看向萧继云：如果我说我不希望暖暖和长泽和离，我要你离开虎头村，离开暖暖的身边，你也同意？萧继云没有想到将军夫人会这样的说，他迟疑了下，才说：将军夫人，这是您的真心话吗？暖暖是个很好的姑娘，我喜欢她不是因为她的身份，她当初不是王爷之时，我也很喜欢她。长泽不管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都对她用情至深，甚至愿意为她付出生命。
我曾经并不想管孩子们的事，也知晓暖暖和你感情深，可他们俩还年轻。如果你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我相信暖暖会接受长泽的。至于喜宝，我可以允许你带走他，他毕竟是你的儿子。但如果你不想带走他，我也可以把喜宝当作是亲孙子看待，给他将军府长孙的身份。萧公子，你愿意答应吗？萧继云嘴巴张张合合的，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从他的心底里油然而生。将军夫人，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若是你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就是想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一下。我也知道这和强人所难，但是我真心希望暖暖做我将军府的儿媳，因为长泽爱她，我希望她可以得偿所愿。将军夫人当然也知道自己这样说很自私，但她也心疼自己的儿子。将军夫人当然也知道自己这样说很自私，但她也心疼自己的儿子。若是长泽可以和暖暖好好的过日子，他应该会是很幸福的吧。若是他的儿子可以幸福，他也不介意做一次坏人。萧继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给你半日的时间考虑，明日我会带着长泽和暖暖回京，你决定好了再告诉我。好的。等将军夫人出去，萧继云靠在床前，看着长孙长泽，心口全都是苦涩。他该答应吗？瞧着外面和陈文俊说话的宋暖，再想起他说的话，萧继云陷入了纠结里。等萧母进了院子，萧继云见四下无人，才压低声音说了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娘，我有点不甘心。你好好的考虑，但是娘是觉得亏欠是亏欠，可以从别的地方弥补。暖暖是个活生生的人，我还是不希望你因为亏欠少将军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萧母也是女人，她也害怕这样的误会让暖暖和纪云真的再无可能。都是做娘的人，他们的想法也都是一样的。萧母也不会觉得将军夫人是多自私，做娘的人时时刻刻的为自己的儿子着想，那是很正常的事。若是要去京都，你也跟着一起去。娘，别让自己后悔。孩儿知道了。第二日，长孙长泽还是没有醒，担心会发生变故，他们需要回京都医治。宋暖也是这样想的，他对着萧母问：娘，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进京都？纪云这孩子伤得重，娘的心里确实不安心，那就跟着一起去吧。收拾好东西，将军夫人也难得对宋暖开口：暖暖，娘有话想要与你说。娘，您说，我都听着呢。你对长泽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这话将军夫人本是不想问的，可现在的情况她还是想要知道一点。宋暖倒是没有想到将军夫人会问这个，她以为会说长孙长泽受伤的事，想了想，她还是如实说道：娘，我把长泽当兄长看待。罢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参与你们感情里，只是希望你们可以再等等，最起码等到长泽他的伤好了，再告诉他实情，到时娘也会让你们和离的。娘，对不起。娘能明白你的心里，只能说你们两个人呐，有缘无分。放心吧，等你们和离之后，我会让人把事情解释清楚，不会让世人误会的。谢谢娘。萧公子人其实挺好的，他和萧怀里还是不一样。确实很好，当初我被姨娘送到他家，曾经派过不少的杀手过来想要取我的性命，是他一直默默地保护我。感情哪有那么多的一蹴而就，都是细水长流的。他对萧继云的感情早就刻入骨髓，比他自己想象的还深，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把话说开了，宋暖也觉得心里那块石头是真的落下了。第二日傍晚，马车才进了京都。长孙长泽被将军夫人带回了将军府，萧继云和萧母回到了京都的宅院，喜宝则是被他带到了宫里。裴之安远远看到他就抱怨：早就说你该带些侍卫回去，你不听。若是你出事了，那可怎么办呢？参见皇上。行了，别行礼了。随安给我飞鸽传书过来，说是各地今年都是大丰收。那就好，这一季起码可以保证百姓们最少1年以上的口粮问题。若是下半年再种出一样的粮食，想必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了。我也这么想的。不过暖暖，你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等叶幽回来，把皇位让给他呀？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可别拉我下水。哎呀，暖暖，你救救我吧。怎么了？裴之安哭丧着一张脸。他们都想往我后宫里面塞人，你都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前阵子你刚回去，我床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人出来，吓得我都不敢回寝宫里睡，都只能在御书房里将就。
我能怎么样帮你？除非你娶个皇后或者是贵妃。我不要，我就想娶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那些有心之人塞进来的，我才不要呢。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杨景硕在外面，你升他官了？毕竟是了解的，我觉得他比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好多了。这次科考，你要不要做主审官？不了，我没有那样的实力。那我请萧大哥来帮忙。这下宋暖没有反对，萧继云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对待所有人都特别的公平。叶颖这次会参加科考吧？本来说好这次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我已经让谢云回去的时候和他说，让他和叶怡一起过来。我就想着他可以赶紧来替我分忧，我挺看好他的。这次科考，我觉得他起码是前3甲。你别夹带私货就行，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科考的题目是我们商量的，但试卷收上来都是打乱的呀，根本就看不到谁是谁。而且我只参与了殿试，你别把我想得像是奸臣一样。你不是奸臣，你是奸皇。宋暖和裴志安闲聊了一会儿，就开始帮忙看奏折。深夜他才回到了偏殿休息。王爷，喜宝呢？回王爷，小公子已经睡了。宋暖累得眼睛都不想抬，洗漱好就准备掀开被子睡觉，却发现他的喜宝竟然大了一大圈。谁在里面？谁在里面？宋暖上前掀开被子，发现里面竟然睡着一个半裸的少年。王爷，奴是来伺候王爷的。谁让你来的？出去，别让本王再说一遍。王爷，奴若是离开了，小命会不保的，求王爷垂爱。本王已经成亲了，你应该知晓吧？奴知晓，奴不求名分，只求王爷垂爱，宠幸奴一晚。趁着本王还未发脾气，你赶紧出去。宋暖转身，少年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王爷，奴还是清白之身，一定不会让王爷失望。放手！奴只求王爷宠幸一晚，求王爷垂爱。来人啊，有刺客！见外面没有动静，宋暖的心沉了下去，因为他感觉自己浑身有些热，身体内竟有异样。他被下药了，即便是有夜幽的血在他的身体里，却还是感觉到了隐隐的异样。救命！王爷，这几日就让奴伺候您，奴的技术不差，王爷一定会喜欢的。整个人被少年推到了身后的大床，刚想要喊，外面的门被狠狠地踹了几脚，门竟然被直接踹烂了。裴志安带着侍卫马上进来，他一下就将少年提起扔在了地上。没事吧？没事。喜宝呢？喜宝被送到了太皇太后那儿，我刚巧去皇祖母那里请安，看到了喜宝，心生不妙就赶来了。还好他赶来的及时，将这个想要染指贤亲王的贱奴送到妓院去。皇上息怒，皇上，奴是丞相大人送来的。传朕的旨意，彻查丞相府。宋暖整个人都像是被火烤着，身上的温度也高得不行。裴志安想要去找萧继云来，想到他受的伤，又忍住了。我得去给你找个男人。不要，帮我放1浴桶的水，多加冰，再让文君哥过来一趟。他一说最多也就是病几日就好了。你中的是7日禅，若是不找男人，你会爆体而亡的。按我说的去做，我没事的。裴志安无奈，只能让宫女去准备。穿着里衣，宋暖整个人就泡在了冰水里，巨大的寒意笼罩着他的全身，他冻得直哆嗦。裴志安看着十分心疼。暖暖，你别为难自己，你这样会出事的。你这是被人下药，你放心，就算是真的找了别的男子，我也会帮你保密的。宋暖摇头。很快，陈文俊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参见皇上。别说了，赶紧的，先看人。半晌才说，王爷中的是7日禅，泡在冰水里等药性过去可以，但这药性很强，而且7日的时间容易出事。有其他的解毒方法吗？7日禅本是后宫拿来争宠的，当年祖父都未曾调好解药，如今更是不可能。君哥，王爷，您现在的情况需要找个男人，一定会有其他的方法，实在不行就让我泡在冰水里。王爷，您今夜一定是要找个男子的。裴志安气得捶柱子。陈文俊瞧着宋暖那样，皇上，您赶紧为王爷做决定吧。裴志安，不可以。暖暖，你听话。起身看向陈文俊，陈文俊会意，两人很快出了去。你告诉朕，除了给暖暖找男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皇上，微臣说的都是实话。7日禅的药性很烈，您还是尽早为王爷打算。若是今夜没有男子为王爷解毒，王爷撑不过明日。萧继云的伤怎么样了？萧继云的伤也治疗了有一段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吧。想到这儿，裴志安又头疼了起来。宋暖现在还是长孙长泽的夫人呢。看着一旁的公公，裴志安说：“传将军夫人和萧继云觐见。”奴才遵旨。公公刚要离开，杨景硕便走了进来。微臣参见
见皇上，说少将军醒了，而且还托人带来了一份和离书。裴之安面色一喜，少将军他没事吧？根据将军府带来的消息，少将军1个时辰前醒的，他已经记起来所有事。这份和离书也是少将军醒来之后写的，上面也已经盖了衙门的公章。裴之安也不管其他的，马上就让人去请萧继云。现在能救他的也就只有萧继云了。想到这儿，裴之安又说道：“马上让人把另外一间偏殿收拾好，遣散那些宫女太监，待会儿把人送那里去。多给准备一些补药，我记得偏殿那边有个小膳房，到时候需要炖药，都在那边做。”为了保住宋暖不被构陷，他也连夜给他和萧继云赐婚，让他们再续前缘，还半夜出宫去了趟将军府。宋暖被送到了偏殿的寝宫里，这个偏殿比他之前住的那个只大不小，四周都有裴之安贴身的暗卫在守着。萧继云睡得迷迷糊糊，就被请到了宫里。路上，公公和他说了事情的经过。一路上，萧继云的心里也直打鼓，可现在是救人的时候。刚到宫里，他就接到了赐婚的圣旨，整个人就被带到了偏殿。杨景硕把他带到了寝殿门口。萧公子，王爷就在里面等着你。萧继云推开门，杨景硕马上就把门关上，然后带人守在了外面不远处的地方。门被关上的那瞬，萧继云感觉心里有些慌。他和暖暖真的太长时间没有任何的亲密。杨景硕说长孙长泽醒了，和离书也已经送过来了，就好像是专门为了让他们无顾虑一般。宋暖有了刚刚那件事的阴影，整个人都十分的警惕。暖暖，是我。萧继云的声音响起，宋暖体内好不容易才平息些的燥热又开始涌动了。你怎么来了？你感觉怎么样了？还能撑得住。长孙长泽已经醒了，也把之前的事想起来了。他把和离书带给了你，皇上也亲自为我们赐了婚。下一秒，他从床上起身。花落成霜，如你回眸，马蹄远去，温柔人海自深深。一手一成一生，借一过一口。夜还很长，裴之安来到了将军府，见到了醒过来不久的长孙长泽。皇上想要起身行礼，裴之安拦住了他。你伤得严重，好好躺着，不用多礼，谢皇上。他看着裴之安，轻声问：皇上深夜来此是有何事啊？听到你醒了，正过来看看。裴之安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长孙长泽，又对着身边的陈太医问：陈太医，少将军没事吧？皇上放心，少将军身体素质好，只需休养一段时日就好。那他头部的淤血？少将军因祸得福，他头部的淤血这些日子竟全被吸收，想来是少将军夫人自有天相，都是陈太医的功劳。这些日子我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只是醒不过来。如今什么都想起来了，等再休息几日，就该回边军营了。听到军营2个字，裴之安蹙眉。你是因为和离这个事，所以想躲暖暖？长孙长泽摇头。皇上还是别问那么清楚了，微臣需要点时间，所以等过几日，恳请皇上让微臣回军营去。知道长孙长泽对宋暖的感情，裴之安也是无奈。宋暖就一个，他总不能把他绑过来，那萧继云又该怎么办呢？看出裴之安的纠结，长孙长泽轻声说：皇上，微臣确实很喜欢暖暖，若不是失忆，微臣和他也早该和离了。这些日子都像是微臣偷的，虽然是假的，但微臣也已经满足了。喜欢一个人，想要把他得到，爱一个人，所以希望他可以幸福。闭了闭眼，长孙长泽又说：西宝都这么大了，该让他认祖归宗了。失忆的这些日子，他真的拥有了许多，虽然也没做成真夫妻，但在那段记忆里，他有妻儿，有幸福的时光，那段时光足以抚慰他的下半辈子。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但你也不需要走这么着急啊。若是不想和暖暖见面，觉得放不下，京都外面有一处温泉，正适合调养生息，对你的伤也有益处。微臣谢皇上，只是微臣想回军营，既然你执意，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做。谢皇上如问，等你下次归来，朕再赏赐你。宫里还有事，你好好休息。微臣恭送皇上。等裴之安离开，长孙长泽才靠在床头，这床头的靠枕还是宋暖一直怎么做，夜里靠在上面聊天很舒服，不靠的时候可以放在床头，也很好看。如今靠枕还在，人却再也不会在将军府了。陈太医看着长孙长泽，轻叹了一口气。
第7日，药性一过，宋暖的意识完全收拢，才想起长孙长泽来，急匆匆的去找了裴志安。参见皇上。哎呀，你没事就好了，我都快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会被那药给折腾的不成样呢。孙长泽怎么样了？我想出宫去看看他。他3日前就出发去军营了，你也知道，如今李国内忧外患的，我这位置都还没坐稳呢。他想早些回去给大将军出谋划策。走了？宋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身上的伤都还没好，怎么走得这么急？是因为我吗？不是因为你，他是记起来所有事情了。你们2人当初成亲的事情，也已经让天下人都知晓，是为了帮助先帝铲除造反的太傅才这么做的。所以你别有心理负担。若不是他受伤，早就去了军营。大将军年纪大了，他作为人子，自然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宋暖的心里却依旧有些难受，但不是因为舍不得长孙长泽，而是他和萧纪云都没有当面道谢，他就已经离开了。别想太多了，若是真觉得不好意思，等日后他成亲了，你和萧大哥再给他送份厚礼。那是自然。喜宝呢？将军夫人带回将军府了，在宫里老是找你和长泽，找不到人，他便一直哭。将军夫人知道了，便把他带回去了，说和萧姨一起带，这样他也可以和萧姨的感情深厚些，到时候也方便带回去。说到底是我欠了将军府。想什么呢？啊，别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说起来是皇位之争，你也算是被牵连那个，所以你别有太大心理负担。对，希望这些事都可以如我们所愿，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裴志安伸了个懒腰。哎呀，其他的奏折我来看就行了。明日准你出宫去看喜宝，我想你也想要去看将军夫人吧？我还打算送些礼去将军府，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重礼就没必要了，我这边已经赏赐过了。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又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还得去将军府，此时却也不知该怎么样去面对将军夫人。从御书房离开，宋暖回到了偏殿，一进去，萧纪云就抱住了他。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和皇上商量了一点事，皇上刚刚和我说，他想让你做宰相，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想入朝为官，早在这之前皇上就和我说过，我拒绝了，如今我还是拒绝。我也一点都不想做王爷，刚刚皇上和我说了不少，我可能还要出使其他几国。离国就一个王爷，出使其他国家也是很正常的事，你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王爷哪是那么容易做的？我若是做了宰相，日后我们都会忙于公务，甚至连在一起的时间都很少。之前还未成亲前，我其实很喜欢独使研习，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我觉得做个普通人是很好的选择。你说的对，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早点回虎头村去过普通的日子。第2日，宋暖和萧纪云便一起出了宫。臣妇参见王爷，王爷万福金安。夫人不必多礼。将军夫人，萧公子也来了，里面请。宋暖和萧纪云随着将军夫人进了屋，身后的宫女也捧着东西跟了进来，将东西全部放在了将军府的前厅。暖暖，不必那么破费。夫人，只是一些吃的喝的。今年上半年离国的百姓丰收，水果的产量也高，这些都是皇上特意让人一早摘来，让您尝尝鲜。你这孩子有心了。夫人，我想问问长泽，他的伤势还好吗？他身上的伤其实好的七七八八了，你也知晓他的性子。那日醒过来，他就记起所有的事。他爹在边疆那边，虽说没有打仗，可是倭寇却在沿海的地方猖狂，带了好些军队过去镇压，那都是无用。长泽这孩子呢，无意间听到我和管家的对话，便想着早些回去帮他爹，我劝不住，也就随了他去。夫人，我真的很对不起将军府。你这孩子又说这种话，即便是做不成一家人，但我们也可以当做亲人一般走动。你呀，别有心理负担。谢谢夫人。叫什么夫人呐？以后就叫我秦姨。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今后你和萧公子多带喜宝啊来府里玩，我真的挺舍不得喜宝的。秦姨放心，我会的。将军夫人点头，又看着萧纪云。萧公子，喜宝的名讳想好了吗？还未取好。将军夫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长泽让我把这张纸条给暖暖，说是当初说好让他给喜宝冠字。宋暖将纸条打开，里面只有2个字：长青。萧长青。萧纪云念了一下，倒是笑了。我倒是觉得挺适合喜宝的名字，你觉得呢？我也觉得蛮合适的，我取名确实不行，不然就干脆让喜宝叫萧长青，也省得我们再想其他名字。名字，还是爹娘取比较稳妥吧。秦姨，我觉得长泽取的名字就挺好的，就这样定了。那好吧，你们觉得合适，那就行。在将军府里陪将军夫人聊了天，宋暖和萧纪云起身告别。等他们离开，身边的嬷嬷才说道：“夫人，
您为何不告诉少府，告诉王爷，少将军的伤其实还没有好啊？唉，暖暖这孩子呀，看着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其实他的心思比谁都细腻。若是我再这么说，他的心里该有多难过。只是有些遗憾，长泽和他不能做真夫妻。没事，可能是看到将军夫人对我那么好，心里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辜负了她。你纠结的太多，不开心的只会是你。若是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等他成亲的时候，我们多送些厚礼。宋暖点头，还是先回去看看喜宝和娘。没想到喜宝竟然愿意和娘回府里。是啊，府里现在就娘和喜宝在，早知道就该让两个人跟来。进了府里，喜宝就朝着他们跑了过来，一下扑进了宋暖的怀里。娘亲，爹爹去哪里了？喜宝，这是你的爹爹。宋暖指着萧继云，很认真地对喜宝说。喜宝把嘴一撇，喜宝有自己的爹爹，不要其他的爹爹。萧继云摸了摸他的头，喜宝，长孙长泽是你的爹爹，我也是你的爹爹，不过我们是有区别的。闻言，喜宝有些好奇，什么区别？你是我和你娘亲生的，长孙长泽是你名义上的爹爹，但你娘和他和离了，所以他以后就不能再是你爹爹。喜宝垂下眼，眼眶里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我要我自己的爹爹，娘亲，我要爹爹，我不要坏爹爹。喜宝乖，这才是你的亲生爹爹，你该喊他什么？喜宝却歪着头，怎么也不肯喊萧继云爹爹。看着喜宝不吭声抗拒的模样，宋暖感觉头疼。萧母过来对宋暖说，爹宝也才刚刚和我们熟悉了些，别为难他，不叫就不叫。少将军毕竟带了他那么长时间，自是有感情的，我们慢慢来。喜宝呀，肯定会慢慢接受的。道理宋暖都懂，他也没有执拗。喜宝一句话都不说，他闷闷的，好像不开心。小孩子的情感是很纯的，他不懂大人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只知道他的爹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看他。娘亲又和他说，爹爹不是爹爹，爹爹不是爹爹，那爹爹是谁？喜宝想不通，所以他干脆不说话了。到了前厅里，萧继云拍了拍他的头，想什么呢？没什么，只是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感觉像是在做梦，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萧继云揽着他的腰，一定会的。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你陪着，我觉得很幸福。萧继云，等明年出使往其他国家，我们再要个孩子吧。有喜宝就够了，孩子不需要那么多。萧继云低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并不希望太多的孩子，这样你会很辛苦。那是我想要的，我想给喜宝生个弟弟或者妹妹，何况我已经有过一次生产经验了，虽然痛，但我觉得特别值得。这2月的京都还飘着雪，真的好冷啊。这边的事情安排好了，我就让侍卫送你回虎头村。应该也没什么事情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裴志安，我这个王爷的职位应该也可以卸任了吧？那怎么能卸任呢？如果朝廷里没事呢，你就不用来；如果有事的话，我会飞鸽传书给你。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打扰。叶幽还没回来。唉，他也不知到底去哪儿了。我最近一直都在找他，想要他回来接受皇位，但他不知怎么的留下了平安的书信，愣是找不着人。我都说了，他不会接受皇位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皇帝做得不错，什么都别想。还记得先帝当初对你的希冀吗？闻言，裴志安彻底没脾气了，他看着宋暖，轻声说：“长孙长泽回来了，你要不要见一见他？”他也在宫里？没有在宫里，他前些日子不知道是不是太闲了，一鼓作气的将沿海的倭寇老巢全部给一窝端了，但他也受了伤，现在在将军府里休养。行，我一会儿去将军府看看。哎，我帮你备些礼物，你有什么话想说的，也趁这次好好说，即便是不能成夫妻，也是可以做朋友。我都知道的。好几个月没到将军府，宋暖还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参见先王。起身吧，我想见见少将军。王爷这边请。长孙长泽。暖暖，你来了。不曾想今年的红梅竟然开得这般好。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挺惋惜没有看到红梅落雪的场景？这场落下的雪和盛开的红梅应该是有感应，特意等你来看。长孙长泽，对不起。你知道的，不管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从你嘴里听到对不起3个字。我说过，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
暖暖，我一直都清楚，感情这种事不能明讲，所以我从来没有撒谎，敢于用我对你的付出，让你的心里也多愧疚。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或者是以后，你在我的心目中都是特别重要的存在。